这个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却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为此，学校领导开出极高的待遇，老师们也无人敢领命。可我一听却兴奋的哇哇直叫，只因我拥有最强教学系统，拿捏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各位，7班刚上任的班主任又因为身体不适住院了，现在需要再去1个人来代管。只要谁能管理好7班，我保证会向上面申请记大功一件，待遇从优，年底奖金翻倍。有没有谁愿意？一听是7班，在座的老师们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不敢吭声，因为待遇再好，他们也不敢去。最强教学系统已寻找到宿主，奖励宿主，写轮眼，可观察学生的基本数据，可升级，霸王色霸气，耗费大量体力释放霸气，震慑学生，让学生们畏惧宿主，可升级，若体力不支会使宿主晕厥。好家伙，真是好家伙！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气运之子，火影的写轮眼，海贼王的霸王色？这也太顶级了吧！当前任务，请成为7班班主任，办理交接手续。任务成功奖励100教学点，开启签到抽奖功能。任务失败无任何奖励惩罚。所有人都知道7班那可是教师修罗场、学渣游乐园，本来他是一定不会去的。可现在有了无敌的技能，卓越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怎么没人愿意去？作为人民教师，你们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吗？孙主任，让我去吧，我喜欢挑战困难。这话一出口，卓越顿时成了全场的焦点。不过众人的眼光之中没多少钦佩，更多的是怜悯和可惜。好，那就这么决定了。接下来就由卓越老师来代管7班，大家可以散会了。卓老师，待会儿跟我去办一下交接手续。很快，卓越就跟着孙国明办好了交接手续。卓老师，接下来7班就交给你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好说好说。等卓越一走，一个老师就走了进来。主任就这么把7班交给他了吗？我看最多10分钟，他肯定就受不了了。我也没办法呀，这不是没得挑吗？就先让他试试呗。再说他也年轻，跟学生们代沟不算太大，没准能行。此时卓越准备去新的办公室。恭喜宿主成为7班班主任，获得技能教师之眼，并激活抽奖与签到功能。每日签到成功，获得学习小精灵1只。本次获得 C 级小精灵，可进化，释放后会在教室之中玩耍，有一定的几率会赋予学生狂热状态，学习效率提升200%。注意，宠物一旦释放将无法回收，会一直存在于绑定的教室，只有宿主才能看到。有了这小精灵之后，管理7班还不是简简单单？卓越已经是迫不及待想去7班开始上课了。这7班的是实习的老师吧？对，叫卓越。呵呵，真是不自量力。谁说不是？就他这种愣头青，能把一个正常班带好就不错了，还敢去接7班的任务，最多坚持10分钟，到时候他肯定叫苦不迭。你也太瞧得起他了，我看最多3分钟。他们的对话刚好被卓越听得一清二楚，但他没有发作。会议的时候，孙国明甩下一句人民教师，连这点担当都没有，所有人都没吭声，只有他站了出来，自然是打了他们的脸。看来只能用实际行动拿下7班，不然每天都得被人背后说坏话。江南第一高中的教师王，我当定了。随后他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众人见卓越来了，竟然笑呵呵地迎接了起来。呀，小卓老师勇气可嘉啊！还是年轻人有冲劲，敢于面对挑战困难，不像我们这些老家伙折腾不动了。伸手不打笑脸人，卓越自然不会给众人摆脸色，何况又都是前辈。以后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批评指正。那是自然，有什么不懂的来问就是了。好的，下次一定。随后他在位置上看了一眼课表，下节课就是他的。先得开个班会，了解一下7班的具体情况。高一7班一共48位学生，请在3个月内尽可能提高所有学生的综合评分，奖励是任务完成度而定。上课铃一响，卓越就迫不及待地带着点名册往7班赶去。此时其他班的都已经安静了下来，唯有高一7班的还是喧哗不断，甚至还有人放音乐，吵得一批，但却没人敢去劝说。等卓越进了7班时，寻常的学生见了老师，就算是再皮也会安静下来。可这群学生直接就是一阵嘘声。换这么年轻的班主任了，也不知道耐不耐得住搞，看着就像个憨憨。哎呦，咱们新班主任还有点小帅。闭嘴，就你最骚了！哎呀，讨厌了！卓越扫了一眼下面，这群学生不是冲着他嬉皮笑脸，就是一脸戏谑。更可恶的还有双腿搁在桌上，冲他光明正大比中指的。高一7班果然是名不虚传。各位同学，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新班主任。然而根本没人配合，底下该聊天的聊天，该玩手机的玩手机，压根没人把卓越放在眼里。加把劲，马上咱们就能创纪录，争取3分钟把这新来的赶走。哈哈哈，有意思。行，跟我玩这出是吧？本来只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哪想到换来的是这般待遇，没大没小的。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教你们什么叫尊师重道。这个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但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只能说他们运气真的很好。各位同学，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新班主任。
然而根本没人配合，底下该聊天的聊天，该玩手机的玩手机，压根没人把卓越放在眼里。加把劲，马上咱们就能创纪录了，争取3分钟把这新来的赶走。没大没小的，今天我就教你们第一课，身为学生该如何尊师重道。话音刚落，本来还在有说有笑的学生们，忽然间感觉被一股无形的恐怖霸气给笼罩了起来，身子陡然间就僵硬，表情也是木然，甚至带着几分惊恐不安。他们只感觉到有无比恐怖的气息将他们压制的不敢动。各位，现在能安静了吗？不少人心里面都还很抗拒，可是一想起刚才那种绝望的惊恐，抗拒的心思瞬间就被压了下去。见了鬼了，我干嘛要怕这家伙？不过是一个实习的老师罢了。下面开个班会，点到名字的喊一声道：徐天浩。角落里的徐天浩本来不想答应的，可终究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喊了声。在写轮眼的作用下，他的信息浮现了出来。许天浩状态：厌恶学习，霸王色敬畏效果持续1小时，恶习、懒惰、喝酒、飙车、骂脏话、看小视频，天赋5，学习效率负147%，综合评价 F 都不想给。恶习这么多也就罢了，这学习效率还能负的？孙娇娇，这一看就长了个学霸模样，肯定不会太差。徐娇娇状态：极度厌恶学习，恶习太多，显示不全，天赋 F 级舞蹈，学习效率负247%，综合评价垃圾中的战斗机。最后卓越扫一圈下来，全班人均恶习20种以上，学习效率负130%左右，最高的学习效率负78%。怪不得系统奖励这么丰厚，这7班简直是没救了。点名结束，卓越趁着霸气的效果还没过，就让众人开始自习。一个个不情不愿地拿出各科课本，假装看了起来。卓越心念一动，学习小精灵立刻飞了出来，开始在教室里面闲逛了起来。小精灵最终停留在了一位学生头顶，紧接着这位学生的身体表面竟然浮现出来淡淡的白色微光，这是狂热状态。姓名罗浩，状态狂热，持续10分钟，恶习忽略不计，天赋5，学习效率47%，综合评价 F。罗浩本来正搁那百无聊赖的翻看着语文课本，忽然莫名其妙的就感觉这文章写的还不错，竟是不知不觉的认真阅读了起来。系统开始抽奖，抽奖中，恭喜你获得技能模仿，特殊技能，释放后进入模仿状态，可模仿世间一切，获得其所有能力，持续1小时，冷却24小时，可升级。妈耶，这岂不是神迹？1小时之内想模仿谁就能够模仿谁，而且还可以获得模仿对象的所有能力，那我这不就等于全能了？待会儿就是体育课，好好收拾收拾这群小家伙们。然而7班的异常却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你们猜怎么着？刚刚我假装路过7班，发现7班的小家伙们竟然老老实实的坐在位置上在看书，简直离了个大谱啊！不可能，你一定喝假酒了。我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下课后，卓越回到了办公室，感觉气氛格外诡异，所有人都在偷偷盯着他，他自然是知道原因，索性干脆假装没看见，开始深思起来。因为系统的缘故，目前自己的未来已经和7班的小家伙们绑定在了一起。教学点是重中之重，但前提是这些小家伙能老老实实上课学习。霸气固然好用，但总归不是长久之计，而且因为耗费体力太多，一天用一次已经是极限。看来只能攻心了。今天新来的家伙不好对付啊。对呀，明明不比咱们大多少，气势好强，吓到人家了。听说还是刚实习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怕他，真是见鬼了。一群人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有些不寒而栗，他们可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偏偏遇上了刚来的卓越，竟然怂，甚至卓越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不敢抗拒。就在这时，卓越出现在了他们眼前，7班众人顿时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老师，现在可是体育课，你来这里干嘛？闲着也是无聊，过来教你们打球。你不是教语文的吗？你也会打球？老师，就你这小身板，就别丢人现眼了。这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但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只能说他们运气真的很好。一个个技术挺不错的嘛。老师，现在可是体育课，你来这里干嘛？闲着无聊，我也过来打会球。别逗了，你不是教语文的吗？你也会打球？老师，就你这小身板，就别丢人现眼了。谁说教语文的就不会打球的？敢跟我打吗？小家伙们！众人一听就乐了。老师，你确定要跟我们打？我们可不会让着你。没必要让着，不过就这么干打也没意思啊，来点赌注怎么样？你想怎么玩？斗牛，1对1就打3颗球，输的以后上课给我老老实实的，赢了的话条件随便提，怎么样？敢玩吗？这可是你说的，我先跟你打。众人一看是周峰，顿时觉得这波稳了。周峰打小在灯塔国长大，还专门请了月薪30万美刀的篮球教练，球技在全校都算是顶尖的。卓越还真有些小紧张，他从来没打过球，现在一切希望就只能寄托在模仿技能上了。先让你发球吧。
行，那我也不客气了。模仿凯里欧文。一瞬间，无数画面飞快地在卓越的脑海之中闪过，手中的篮球摸起来再也不陌生了，反而透着一股股的亲切之意。这就是欧神仙的感觉吗？来，话音刚落，卓越直接运球突破，周峰自是不屑，立刻防了上去。紧接着他就看到一个残影闪过，我去，好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球场的练体生们都不免有些吃惊。周峰的实力他们都是知道的，想一步过掉周峰可不简单。然而女生可不知道其中的道道。周峰，你别让着他呀！周峰，你要输给他那不丢死人了。周峰回过神后，呆呆地看着卓越。换你发球了。看来你技术还不错，接下来我可不会让着你了。小家伙，谁让谁还不一定呢。周峰二话不说运球强冲，他有强大的身体优势，卓越自然不可能挡得住他。我操！杀！卧槽，封杀该帽！这弹跳力怎么这么离谱？全场顿时哗然，一个个瞪大了眼睛，满脸不敢置信。周峰整个人都懵了，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竟然被人封盖，而且对方还是一个教语文的。周峰，怎么回事啊？一群人急得大喊。周峰一脸严肃地盯着卓越，他知道今天要是输了，那就太丢人现眼了，但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卓越的对手。没想到这家伙球技竟然这么好，运球更是稳着一批，几乎很难找到破绽。接下来拼死也得防住他。周峰死死地盯着卓越，双手已经打开，准备跟卓越死磕。卓越突然加速往右冲去，速度快得惊人。周峰刚反应过来，却发现卓越已经起跳了。卧槽，牛批啊，美如画！这也太帅了吧！我勒个豆！一群练体生瞬间就被卓越这一记帅气暴扣给征服了。年轻人，你这也不行啊！周峰的脸色跟吃了奥利给一样难看。你确定你是语文老师？不然呢？你体校毕业的？想啥呢？肯定是师范毕业，体校毕业我还能来教你们语文啊？那你球技怎么这么好？怎么想学吗？我可以教你哦。哇哦！老师，我想学，教我。我也想学，我要学暴扣。老师，我求你教我。练体育的学生一听卓越愿意教，立刻围了上去，对着卓越就是前呼后拥。只要以后上课给我老老实实的听话，每逢周末我就教你们打球，如何？老师，你现在就教我吧，我太崇拜你了。先教运球吧，你运球太稳了。周峰一脸尴尬的站在原地，一群女生骂骂咧咧的离开了球场。这一群叛徒太没劲了。其他男生也皱着眉头准备离开。周峰，你不会也想做叛徒吧？周峰扫了一眼被前呼后拥的卓越，果断做出了选择。我想学打球。靠，下头！众人顿时鄙夷的竖起了中指，转身离去。周峰也高高兴兴加入了练体生之中。果然就是一群小屁孩，真好哄。卓越趁着模仿效果还在，就针对众人的弱项一一指出问题，随后就在一边看着他们训练。此时体育老师李克走了过来。卓老师，李老师，抱歉，占用你上课时间了。说啥抱歉？我想上课都上不了，他们压根不听我的。你们班这些小家伙，我可伺候不了。不过你可真有能耐，球打得可真丝滑啊，跟欧文都有的一拼。还行吧。你也太谦虚了，我要不是知道你师范毕业的，还真以为你是体校出身的。下个月江南高校职工篮球比赛，你也一起吧。你要是来了，咱们学校肯定稳第一了。我现在还在实习啊，不算正式职工，不能参加吧？这些都小问题，你只管参加，其他的交给我。你现在还没找女朋友吧？没有，才参加工作，哪有空去找女朋友？那这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咱们学校可有不少漂亮的女老师，其他学校更不少，到时候肯定会来看比赛，你好好表现一番，以你的姿色，没准女朋友就来了呢。卓越一想，的确该找个女朋友谈婚论嫁了。行，我参加。是史上最为混乱的学渣班，所有老师都对他们避之不及，可他们一见到我就会兴奋的哇哇直叫，只因我拥有最强教学系统，拿捏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我去，老卓，听说你压制住了7班那群小家伙，怎么做到的？之前的班主任都被他们整得老惨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呗。物理的理，动作的动吗？瞎说什么呢？也是，7班那一群练体的小家伙，一个个跟吃了激素似的，5大3粗的，你想动手可能先会被揍。算了，反正我也不是班主任，知道了也没用，走吧，吃饭吧。周哥，看来咱们是被孤立了。孤立倒还好，就怕被针对，毕竟班里面全都是刺头，整人的办法多了去了，一旦被针对，那可麻烦了。要不咱们道歉吧，为了新班主任得罪这么多同学，没必要的。你特么还有没有点骨气？想做啥做啥，看他们脸色干嘛？眼看就要吵起来了，周峰没好气的说道：“吵什么吵？反正我是要跟老卓学打球。”周哥，没必要吧？虽然新班主任打球的确厉害，但是咱们以后被孤立了，那日子可不好过。你们懂个屁！老卓打球比专业的都专业。
周峰家里有钱有势，还是灯塔国回来的，一直都是练体生的主心骨。一听周峰这么说，众人都愣住了。我在灯塔国请的教练就是 NBA 退役的专业球员，教的都没老卓教的好。老卓看一眼我手掌就知道我投球的时候会往左偏，我请的教练都没这种眼力。我试了一下老卓的办法，内线3投3中，就冲这本事，这班主任我绝对服气，以后我要跟他混，不说进 NBA， 进 CBA 应该没啥问题。被周峰这么一提起，众人仿佛如梦初醒。我去，真别说，今天新班主任让我转身的时候调整重心，我试了一下，转身那叫一个顺畅，完全没有以前的停滞感了，仿佛是一下子打开了话匣。众人才惊奇地发现，卓越教他们的法子改善效果都极为明显。这下子明白了吧？且不说其他的，我请的教练1个月要30万美金，咱们上课那会儿规矩点，老卓就愿意教咱们打球，这么好的事情去哪找？我跟他们玩得好，也不见得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干嘛不跟老卓混？难道他们愿意花30万美金给我请教练？果然是生意世家，精打细算了。这叫前途投资，英文叫……算了，说了你们这群低能儿也听不懂。就是老卓的球风太熟悉了，众人天天看 NBA， 自然也有点感觉。欧文，就是欧文，运球的时候超像。我去 NBA 现场看过欧文比赛，不能说完全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太飘逸了。反正我话就说到这，我以后听老卓的，你们要是不乐意，就去找他们吧。那我肯定跟你啊！以前那些班主任都没劲，天天就巴拉巴拉的，烦得要死。老卓可不一样，我也愿意听他的。众人很快达成共识，坚定拥护卓越，也不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一晃眼就到了晚自习时间，数学老师吴英刚上了一节晚自习，就回到了办公室，找到了卓越。小卓老师，你是怎么做到的？平日里这块七班都差不多楼鼓喧天了，我今天一进去虽然吵，但是比以往安静太多了，你也太牛了吧！吴英这一开口，所有老师都忍不住一脸惊奇。看来大概是被今天的教师霸气给震慑到了，虽然敬畏效果已经消失，但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谢谢吴老师夸奖，可能是他们给面子吧。让你来做七班的班主任，真是正确的选的。你也是年轻人，能跟那群小家伙沟通，才管得住他吗？那可不，小卓长得又高又帅的，七班那群小姑娘肯定听话呀。这话听得卓越老脸一红。晚自习放学后，老师们各自离去，卓越也回到了教职工宿舍。系统，教师之眼和教师霸气升级需要什么条件？教师之眼需要10万教学点，教师霸气需要满熟练度，并需要20万教学点。算了，我抽奖得了，将近500点的教学点应该会出好货。经过将近50轮抽奖下来，最终抽到了2类基金的史诗教育技巧。史诗教育技巧，教育他人时直接赋予24小时，反思、敬畏2种状态，冷却时间48小时，可升级。反思状态下有一定的几率自我抹除一项恶习，时间越久几率越高。仅是看了一眼属性，卓越就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SS 级技能简直逆天，可以无条件直接赋予对方状态。系统，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可以教育任何人，哪怕不是我的学生。是的。哇哦！那 SSS 级的教育技巧，岂不是连动植物都可以教育了？啊，对。最后一个问题，恶习是否影响学习效率？有一定影响，但并不绝对。也是，学霸和学渣都可能会抽烟喝酒，确实没多大联系。眼下关键的还是先让七班老老实实的上课，霸气能不用还是尽量不用，稍有不慎会导致晕厥。明天早课就先找班里最挑的一个刺头，狠狠收拾他。此时别的班已经开始早读了，但七班依旧吵闹不断，直到卓越走了进来，众人才消停下来。虽然他们心里面很不爽，但身体却是格外的老实，毕竟上次卓越使用教师霸气给他们造成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他大早上带个球干嘛？玩球呗！卓越循着声音，一眼就瞧见刚才说话的人就坐在最后排，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昨天通过教师之眼，已经了解了班里的基本情况。这家伙是班里面比较棘手的人物之一，家里面确实有钱有势，黑白两道都得给面子那种。3个月记大过12次，3次严重警告，1次留校查看，换其他人都够开除10次了。然而这家伙依旧在学校里面，看来校方也不敢把他怎么样。那不好意思，你今天撞枪口上了。李阳，跟我出来！你算老几？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众人一瞧，不免幸灾乐祸地望向了卓越。七班头一个班主任可就是被李一阳给揍的。选谁不好，偏偏选李一阳，这不是自找没趣吗？周峰也一脸愁容，他虽然想帮忙，可也不敢招惹李一阳。全班敢跟李一阳叫板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然而这些人都在看戏，自然不可能会帮卓越的。其他练体生也都有些担忧，生怕卓越挨了揍。怎么，你这是在怕我不敢出去吗？众人顿时头皮一阵发麻，他们从来没见过有人敢这么跟李一阳说话。李一阳豁然起身，卓越已经走出了教室。没一会儿，李一阳气势汹汹的就走到了跟前。想怎样？卓越见李一阳这拳头都已经握起来了，随即心念一动，启动了史诗教育技巧。有你跟老师这么说话的吗？读了这么多书，连尊师重道都不知道。
李阳本来恶狠狠的神色，转瞬之间竟是变得敬畏了起来，紧跟着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李一阳状态：厌恶学习，敬畏持续24小时，反思持续24小时。此时，7班的众人已经偷偷摸摸来到了教室门口附近偷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尊师重道？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我的天哪！怎么了？外面什么情况？李一阳就在那挨骂，不还嘴的。你这不扯犊子吗？李一阳他能挨骂？不信你自己去看啊！随后，他们就只见卓越冷着脸，嘴里面的质问连续不断。李一阳低着头，不敢言语。恍惚间，这些偷看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的懵逼。连番质问下，李一阳却是久久沉默不语。李一阳，老实说，这么多，只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你人生的路还很长，要为自己负责。很多东西其实不用说，你自己心里面也清楚，对吧？本以为李一阳会依旧保持沉默的，然而李一阳却开始抽泣了起来，低着头抹着眼泪。反思效果，这么离谱？刚才还拽得没边的李一阳，只不过被教育了几句就落泪了，史诗技能未免也太强横了。眼下情况已经超出了卓越的预料，并且还在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他也就做过半年的实习期老师，压根没遇见学生被教育哭的情况。这可怎么办？反思属于特殊效果之一，会使对象不断进行自我纠错，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造成连锁情绪，如愧疚、懊悔等情绪。心理承受能力差者，长时间的反思会导致情绪崩溃，可能会导致内向、自闭、精神分裂，乃至于自尽的倾向。因反思效果无法停止，建议宿主及时进行安慰及开导，以免导致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不是吧？这刺头心理承受能力这么脆弱吗？外表看起来不是挺坚强的吗？看来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没白费老师我一番口舌。从这一点上看，你已经算是很优秀了，至少你敢于去面对自己的不足，也懂得反思。然而李一阳跟没听进去一样，仍然还在哭泣。卓越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要不老师给你唱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用不着，我就是眼睛进沙子了，揉一揉罢了。我可没哭哦。那就好，回去继续上课吧。李一阳进来瞧见所有人都盯着他看，脸色顿时就阴沉了下来。都给老子把头转过去！杀！一物降一物，他们可惹不起李一阳，就算是见到李一阳哭了，也不敢露出半点戏谑的模样。等卓越进来后，所有人都忍不住猜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三言两语就把嚣张到不可一世的李一阳给说哭了。难道新班主任其实是某个大势力的子弟，过来学校体验生活的？不然李一阳怎么可能这么怕他，甚至都哭了？可他明明就是个实习老师，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大势力的子弟呀。讲台上的卓越可不知道一群小家伙在瞎想什么，但今天他这一出杀鸡儆猴的戏码效果的确不错。看到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待在位置上，不吵不闹的，他很是欣慰。开学都3个月了，你们却连一个班委都没有。今天正好没人请假，由我来选一下班委。根据教师之眼观察到的信息和学生的资料结合，卓越心中早已经有了人选。班长选汪乐邦，虽然恶习不少，学习效率也低得令人发指，却是个红二代，3个月唯一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的人，并且家里面好做思想工作。体育委员周峰目前支持自己的练体生核心存在。学习委员秋月，全班唯一学习效率高达负98%的优等生，7班最强者。下课后，跟李一阳关系不错的人凑了上去。杨哥，你这是怎么了？他把你怎么样了？然而李一阳却是一脸的冷漠。杨哥，别烦我，一边玩去，我心情不好。此时，7班的一群练体生在厕所里吞云吐雾，吓得别班的学生都不敢进去。咱新班主任太牛了吧，连李一阳那种无法无天的人都能管得住。我是没想到李一阳会这么怕老卓，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想那么多干嘛？老卓牛批就完事了。上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眼下让卓越头疼的还是家访的事情。现在7班的家访资料都是空白的，这个是关考核指标。筛选了一番，卓越先给周峰他爸打了电话，经过交谈之后，定在今天晚上家访。不久后，卓越就来到了小区门口，周峰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小区是真壮观啊！老卓，别想了，就你那工资，不吃不喝干200年才买得起的。走吧，跟我进去吧。来到周峰家里后，周阳生见卓越来了，赶忙起身过来迎接。老师你好，我是周峰他爸周阳生。卓越连忙握了手打过招呼，然而这还没坐下来，周峰转身就打算回屋了。你个瘪犊子，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还不赶紧给你们老师倒水？周峰则是对周阳生一脸的不屑，但还是扭头去厨房给卓越倒水了。卓老师快坐，让你见笑了，这孩子从小在国外长大，刚回来不太懂规矩。没事，冒昧问一句，周峰的妈妈现在是在哪里？周峰很小的时候，我和我前妻就离婚了，他在国外。原来是离异家庭，抱歉。没事，周峰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目前来说挺好的，就是还需要继续努力。正说着，周峰端了杯水过来，刚放下扭头就要走，周阳生脸又黑了。又回你那狗窝里面干嘛？打游戏？关你什么事？你 TM 的敢跟我这么说话？卓越一下子就懵了，怎么眨眼的功夫就吵起来了？我平时就这么说话，你 TM 爱听不听？
我花那么多钱让你在国外读书打球，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周峰瞪着眼睛继续骂，拳头都捏得青筋暴跳。周扬生还要动手，卓越赶紧挡在了周扬生面前。周峰家长，你先冷静一下。周扬生这才想起来卓越还在，赶紧强压住了火气，收了手。继续啊，老邓，不打死我，我看不起你。你，周峰怎么跟你爸这么说话呢？回屋去。我就不回去，接着打呀！打我妈的时候不是挺能耐的吗？小王八蛋，你胡说什么呢？眼看这父子又要干起来了，卓越赶紧启动了教师霸气。周峰，回屋去。眨眼间，周峰的火气就被压制住了，本来怒气冲冲的表情也在卓越这一声之下怔住了，扭头就回屋去了。这白眼狼！周峰家长，陈老师，哎。眼下这情况，卓越其实大概就能判断出周峰家什么情况了。周扬生有家庭暴力倾向，前妻离婚可能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这个，而且本身周扬生也忙，压根没空管周峰，类似放养状态。周峰不学好，本身不自觉之外，周扬生也有很大的责任，真是头疼。这7班的家长也不让人省心。周峰家长，你大概1星期回家几趟？很少回，公司太忙。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可我也没办法，我不赚钱也没法养他。你知道他在国外花钱有多厉害吗？请个教练1个月就是30万美刀，生活费也是10万美刀起步，动不动还给我惹是生非，保释金都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了。周扬生开始大倒苦水，卓越也只能默默听着。这些东西我能理解，可周峰不一定能够理解，而且周扬生嘴里说出来的话，感觉也在逃避他家庭暴力的事情。哎，算了，来都来了，一块教育吧，谁让我是人民教师呢？卓越心念一动，直接启动了史诗级教育技巧。周峰家长，这些东西我都能够理解，但这些都不是你打孩子的理由。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尤其是家庭之中，这一点我很明确，的确是你的责任。卓越一边严肃地说着，一边观察着周扬生的状态。周扬生只是沉默地听着，也不搭话。周峰此刻正在屋子里气急败坏地打沙袋，一拳接着一拳，不断发泄着自己的怒气。然而就在这时，周峰却隐隐约约听见了哭声。什么情况？他偷偷摸摸地趴在门上，偷听屋外的声音。卓老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只是希望他能够争气，只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他了。我操！周峰整个人一懵，我气糊涂幻听了吗？周峰长这么大就从来没见过周扬生哭过，而且还哭得这么懊悔。卓老师，我真的很后悔，都是我的错。要不是我，周峰他也绝对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周峰家长，这个不能全怪你。周峰他自己也有责任，而且国外的环境本来就挺乱的，种族歧视也十分严重。周扬生的哭声和卓越的安慰声不断传来，听得周峰人都傻了。老卓这是最强王者，把李一阳说哭了还能够理解，毕竟李一阳年纪小不懂事。可是老卓咋就能够把自家那混蛋老爹都给说哭了？按理来说，论生活阅历和经验，明显是混蛋老爹占着极大的优势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卓越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周扬生的情绪。他是真没料到周扬生这种商业大佬会在自己面前泪崩。周峰家长，我去周峰那看看。麻烦卓老师了。你都听见了？老卓，你牛批呀！我头一次见老家伙哭成这鬼样子。你就这么称呼你爸的？由于霸气效果还在，周峰缩了缩脑袋，没敢说话了。既然别说话，千万别，我以后都喊他爸总行了吧？你会这么听话？听话，我说到做到。我可不想被你给说哭了，不然得多丢人啊！这还差不多，你爸都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呢？我不该顶嘴。没了。还有啥？果然你小子也该试试我史诗教育技巧的威力，不过今天对你爸用了，过2天再说。算了，鉴于你最近的表现还不错，今天就放你一马，以后跟你爸说话态度客气点。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自从上次卓越使用史诗教育技巧把7班小霸王给整哭了之后，这件事情也传开了。今天他在路上走着，就有不少学生问好，亲切地喊他一声卓老师，甚至是带着几分崇拜的眼神。对此卓越自然是喜闻乐见。可7班还是老样子，卓越上课的时候还算是比较老实，然而轮到其他老师上课就会原形毕露，保持不了课堂纪律，系统教学点的产出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这让卓越十分头疼。从周峰口中得知，7班有极多的小团伙，周峰的练体生就是其中的团伙之一，目前基本上已经被卓越用球技给征服了。除此之外，还有邓思佳为核心的舞蹈艺术生小团伙，庄娥为核心的声乐艺术生小团伙，廖坤阳为核心的绘画艺术生小团伙，何曹为核心的器乐艺术生小团伙。除了团伙之外，还有一些无人敢惹的散人刺头，代表人物李一阳、徐天浩、严茂、汪鄂邦，人称江南7班4小霸王。所以接下来卓越的策略就是逐个击破。得想办法先拿下艺术生的小团伙。这时，赵一舟忽然打了电话过来。干啥？你没看群里的消息吗？就咱们的大学群。没，想事情呢，哪有空去看？有事说事，没事我就挂了。苏娜喊去唱歌，好多留在江南的女同学都过去了，我反正是要过去，你呢？废话，肯定要去啊！等着，我马上换衣服。
这种机会卓越自然不愿意错过，女朋友又不会自个儿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得靠自己去争取。随后他就和赵一舟来到了 KTV 包间，这一进去全是熟悉的面孔，人还不少，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女的，只有3个男的。哟，卓老师和赵老师来了。来，给2位人民教师腾个座。一群女生一边打趣着，卓越和赵一舟倒是很识相的坐到了男生的那边，互相打了招呼后，没一会他们就聊起了大学的趣事。只不过男生的话题向来离不开妹子，聊着聊着，赵一舟偷偷嘀咕道：“以前在学校那会儿不觉得咱们班女生长得怎么样啊？这会儿一眼扫过去，咋感觉谁都挺好看的？”一开口就知道你是个老色批了。以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好看都会审美疲劳呗。隔了小1年没见了，一个个都有工作了，肯定得学会打扮呢。苏大美女，好久没见了，找男朋友了没？没有可以先考虑考虑我啊。切，没有也不找你，你长得那么帅，我可管不住。在赵一舟的社牛性格下，气氛很快就活跃了起来。这时赵一舟偷偷的对我说：“老卓，有没有看对眼的？我帮你撮合撮合。”你自己都单身狗，就没必要帮我操这份心了吧？不过卓越其实还真对女生堆里的李依然挺有感觉的，现在有机会，他自然也想发展一下。李依然同学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李依然一脸的害羞。跟你一样，只不过我去了2中。那挺好，那以后咱们碰面的机会可多了。哦，对了，听说你成了7班的班主任，这你也知道？本来我还以为是别人，但我记得你进1中了就知道是你了。你可真厉害，高1、7班换了那么多班主任都管不住，听说你一去就管住了。要不给你俩让个位置，深入交流一下啊！这一句话瞬间把李依然闹了个大红脸，手足无措。虽然卓越挺想跟李依然坐一块聊聊，培养感情，但李依然实在是太怕羞了。此时赵一舟直接拿起话筒唱了起来，只是这家伙压根没啥音乐细胞，声音全靠吼。所幸人家女生也不嫌唱的难听，等唱完了纷纷夸赞一番，给足了赵一舟面子。赵一舟还装模作样的鞠躬，就是 KTV 的评分系统只有22分，惹得众人哈哈大笑。见状，卓越也有些蠢蠢欲动。不能这么干坐着，我也得表现表现。看着下一曲是成都，卓越顺势就拿起话筒准备开场。模仿赵雷。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没关原唱吗？听起来跟原唱一模一样，但感觉又不是原唱，稍稍有那么些区别。我刚关了，现在是伴唱，刚才就是卓越在唱的。真是他唱的，我天，唱的好好听啊，声音也好有味道。大学4年同学，我都不知道卓越唱歌竟然这么好听。一堆女生顿时觉得惊奇不已，别说是女生们了，就连赵一舟都懵了。这不对啊，我记得老卓唱歌水平一般般的啊。不知不觉，一首歌就唱完了，包间内顿时欢呼雀跃，响声不断。太好听了，唱得好专业，转音都好稳的，情感共鸣太强了。一群女生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都喜欢唱歌，只是头一次有这种享受的感觉。献丑了，献丑了！话音刚落，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来了99.9分的字样，甚至还显示拿下了当前曲目排行榜第1名，将为你的包房赠送6瓶哈尔滨啤酒的恭喜说明。女生们顿时惊呼不断，各种好厉害，说的卓越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你这家伙藏的也太深了，大一那会儿迎新表演，你竟然还说你不会唱歌，你得接着唱，弥补一下我们受伤的心灵。本来就是想在李依然面前好好表现，卓越自然是不会拒绝。行，唱什么随便点，我都可以唱。这时赵一舟上来就拉着卓越娘里娘气的说道：“卓哥哥，人家要听青藏高原。”我操！滚一边去！被赵一舟这活宝一带，气氛就更轻松了许多。李依然也被逗得嘿嘿直笑，女生们纷纷说出自己想听的歌。第一首就是周董的《高黑气球》。1小时内，卓越可以无限模仿任何角色。那赵雷的声音肯定就不合适了。模仿周董。卓越一开嗓，从刚才厚重的声音瞬间变得俏皮了起来，女生群体惊呼：“声音怎么变了？这唱功逆天了，爱了爱了！”女生们兴奋纷纷跟着摆手，李依然也是一脸的吃惊，转而满脸笑意的跟着配合。此时包厢外几个服务生正在旁边站着。这群人听个原唱都能这么嗨，感情 KTV 是让你们来听歌的。我宁愿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紧接上集，卓越一首《告白气球》唱完，女生们眼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大屏幕。不出意外，99.6分，再次拿下第一，又是6瓶哈尔滨。又过了几首歌的时间后 ，KTV 的前台处，不是，这啥情况？系统出故障了吧？怎么可能全部都99分以上？前台服务员看着卓越所在包房10分钟刷了4首歌的记录，而且全都是99分以上，人都懵住了，赶紧联系了经理。没一会儿，经理就匆匆赶到了前台。出什么事情了？经理，你快看看。经理一看，皱了皱眉头，觉着肯定是系统出故障了，赶紧给技术人员打了电话过来维修。等会儿就有人过来了，我先去跟客人们解释一下。
随后，经理就赶紧让服务生提了几瓶哈尔滨啤酒，朝着卓越所在的包房去了。正好卓越这边刚刚唱完。各位客人，抱歉，系统出故障了，评分系统是错误的。作为赔罪，免费赠送1打啤酒，还请客人们谅解。原来是系统故障了才连续99分以上的。可话说回来，卓越唱的是真的好听，99分也属实正常。没事没事，多谢谅解，多谢谅解。说完就离开了包房。女生们继续催促着让卓越唱歌，这会儿刚刚嗨起来，都不想让卓越休息了。等经理回到了前台，技术人员已经赶到了，正坐在电脑旁检查着，直皱着眉头。怎么样，修复没有？奇了怪了，没出故障啊！我检查好几遍了，系统一切正常的。怎么可能没出故障？你看看7021包房的后台数据，连续4首歌评分都在99分以上，第2名最高也就87，还是老板家闺女唱的，那可是专门学声乐的。虽然看起来确实有些不大对劲，但真的没故障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估计来了很专业的歌手，真就凭实力唱上去的。那我得偷偷去听一下。经理自是一脸不相信，就算是专业歌手，发挥也不会这么离谱，连续4首歌全都99。没一会儿，经理就偷偷摸到了包房，楼道里都能隐约听见传来的歌声。芊芊的演员，这不开的原唱吗？他又仔细听了一会，发现好像又不是原唱，的确是有人在唱歌，不能说完全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那种。他伸着头看了一眼，确实瞧见有人在唱歌。沙发上一大堆妹子一脸陶醉，不断的跟着挥舞双手。经理，你这干嘛呢？刚才你有没有听见里面唱歌？听见了，我还以为开的原唱，听了一小会儿，发现真是那人唱的，好牛皮的，声音能随便换，跟原唱都差不多。我头一次见唱歌能唱到这种层次的，简直神了！真的假的？你要是不相信，就在这听着就行了，我忙去了。经理犹豫了一会儿，还真就站在了包房旁听着，听了半天，一脸错愕，好半晌，他才回到了前台。什么情况啊？真被你说中了，碰上个专业歌手了，而且专业到离谱那种，唱的都快跟原唱一模一样了。第几首了？第9首了，前面8首全是99，就没下来过，第1名全给占了。那就是4打啤酒，则271打，算下来1000多。你想多了，后面还有30多首，除了酒之外，咱们的活动还有连续霸榜的特等奖，10首歌就免除费用，还得赠送2件的充值卡。我刚才算了一下，真要是全唱完，可能小几万得送过去。半小时过去了，卓越总算是熬到了李依然点的洋葱。他瞄了一眼李依然，见李依然一脸的期待，卓越准备认真投入了。伴随着前奏缓缓响起，包间里面顿时安静了下来，认认真真的听歌。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卓越闭着眼睛，将情绪尽可能的带入歌声之中，一字一句回荡在整个包房之中，传入众人耳中。一时间，就连本来还笑眯乐呵的赵一舟都受到了情绪感染，笑不出来了。大抵是被歌声勾起了一些难过的回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当他唱完的时候，没有欢呼声，没有掌声，反而是一阵阵哭声。几个女生都哭着在那抹眼泪。这些个女生全都是大学谈过恋爱的，后面因为各种原因跟男朋友分手了。苏娜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道：“一下子唱得我怪难受的，本来都忘得差不多了，被你这家伙一唱就想起来了。”抱歉。目前也没法唱了，他赶紧回到男生这边，却发现赵一舟也是一脸的难受。不是吧？你跟着难受什么？你大学时候没女朋友吧？不天天在宿舍打游戏吗？网恋女友？我去，掏出来比你还大的那个。我操！能别提这茬吗？本来就挺难受的，被你这么一说更难受了。过了一会，女生们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纷纷抱怨卓越唱什么不好，偏偏要唱苦情歌。好了，都是我的错，我一会唱点欢快的歌，就当是赔礼道歉了。这时，经理赶紧走了进来。抱歉，打扰一下。话音刚落，几个服务生端着啤酒就走了进来。我们没点酒啊。那什么，我们刚才检查了一下，发现系统没错误，这些都是第1名的奖品。这么多，哪喝得完啊？能不能折现啊？这位先生已经连续10首歌第1位，拿到了活动的特等奖，今晚上所有的费用全免。另外，这是本店的 VIP 卡，里面有2000的额度，随时可以消费，也是本次特等奖的奖品。包厢里的众人全都懵住了，就连卓越自己都懵了。
先生，本店能够迎来你这样的贵客实属荣幸，只是本店经营不易，最近生意都不好做，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唱了，再唱下去，本店的库存啤酒快被搬空了。只要你愿意，今晚喝不完的啤酒我都可以半价折现给你。另外，我另外4人再赠送你一张2000额度的充值卡，你看怎么样？经理态度挺诚恳的，卓越自然也不会为难人家。行，可太谢谢你了，这是我名片，想唱歌随时找我，保证一定给你留设备最好的包。紧接上集，卓越一伙人前脚刚离开 KTV， 后脚就有一群青春靓丽的少男少女走了进去。这一群正是卓越班里的声乐生小团伙。门口的服务生一看，赶紧鞠躬欢迎。大小姐，您来了。把最好的烟酒送到我们包房来。是，马上为您准备好。好久没唱歌了，今天唱个痛快。上次我唱的演员可是足足有87分，排行榜第1。切，别嘚瑟，今天我一定把你挤下去。众人赶忙来到了点歌台，点了好几首 KTV 大热的歌曲，准备开嗓了。一首周董的《告白气球》很快结束，紧接着屏幕上就跳出来了88.6分的分数，惹得谢云云骄傲地扬起头来。看见没有，88.6分，比你高了1.6分，第1名归我了，喝吧。司马晴不服气地喝了几口，只是这刚喝完一抬头，突然眼睛一瞪。好，我白喝了。众人现在玩的就是打榜，赌能不能拿到第1，输的就得喝酒。上次司马晴87分直接第1，可是现在扭头一看屏幕上的排行榜，刚才谢云云唱的根本不是第1，而是第2名，司马晴更是被挤到第3名去了，而第1名是恐怖的99.5分。庄柔也是一脸的震惊，这怎么可能？我家 KTV 用的可是最专业的收音设备，正常人能唱80分就算厉害的了，怎么可能有人达到99分？哪怕是专业的歌星用我家的设备，最多也只能91分徘徊着。在座的都是学音乐的特长生，自然知道庄柔家 KTV 的情况，因为设备都是顶级的，所以他们一有空就来练练唱功水准。系统出错了吧？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应该是系统出错了，不然哪会这么离谱？那我还是第1。下一首演员，谁跟我赌？赌多少？一瓶吹。来啊，谁怕谁？很快一首演员就结束了，屏幕上显示出来了86.6分。然而等排名亮出来的时候，他们再次惊呆了。这不扯犊子吗？又是系统错误。庄柔脸色一沉，这可是他家的生意，而且还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按理说不应该会出现这种系统错误的。他立刻走出包间，让经理立刻过来一趟。是。没多久，经理就匆匆来到了包房，瞧见了庄柔就赶紧笑脸相迎。大小姐有什么吩咐吗？这屏幕上的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种分数明显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花钱是让你们吃干饭的吗？大小姐，这第1名确实是别人唱的。你说什么？经理哭笑不得，赶忙解释。咱们这来了个高手，这分数就是他唱出来的。我当时也以为是故障，让技术人员都过来检查好几遍了。技术人员说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偷偷过去一听，那高手唱的跟原唱简直一模一样。这告白气球和演员都是他唱的？是的。你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压根就不是同一种声线，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小伙伴们自然也是满脸不相信，毕竟这2首歌的原唱声线天差地别，就算模仿也不可能达到这么离谱的地步。但的确是那人唱的。我要听后台录音，马上找人给我弄出来。是。没多久，技术员就拎着电脑来到了包房，一番操作之下就把后台的录音给调了出来。大小姐，你要听哪首？让开，我自己来。技术员赶忙让到了一边，庄柔和小伙伴们在电脑旁挤成一团，先点了告白气球，整个包房立刻响起了卓越的歌声。庄柔等人顿时面面相觑，第一感觉还真是跟周董的声音极为相似，但稍稍有些区别。一般人自是什么都听不出来，但是庄柔这些人可不一样。紧跟着又调到了演员洋葱，无一例外，音色跟原唱都是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压缩到了最小，不仔细听压根都听不出来。就离谱，他现在用了7种不同的发音方式，而且可以以假乱真了。我的天，这家伙上辈子去了多少音响？理论上不可能有人能够涵盖全音域，各种唱法都能够信手拈来。就算是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乃至于声乐教授，一般都只会深度研习某一类唱法，其他方面总会有弱项。柔柔，所有的录音都帮我拷贝一份，发我手机上，这里面好多歌的唱法都是教科书级别的了。谢云云这么一提，其他人也来了兴致，纷纷掏出手机让庄柔拷贝一份，打算回家好好听听。就连庄柔自己都拷贝了一份后，才让技术员离开。这会儿众人都没心思去唱歌了，全在那听着录音，越听越离谱。有人直接将录音发给了自家请的声乐教练，让帮忙分析一下。我家那请的声乐老师根本不相信这是其他人唱的，说就是原唱。我请的这个声乐教练也不相信，他说他也学不会。这个人好厉害啊！那我们把他请来教我们不就好了？对啊，请他来教我们，砸多少钱都行，只要学会了，出道指日可待啊！谁还没有个明星梦？尤其是这一群声乐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舞台，享受着万人追捧的荧幕生活。众人越想越兴奋，庄柔立刻把经理喊了过来，让他想办法把卓越给找来。大小姐，那位客人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啊！我不管，你必须想办法把人给我找来，不然你就别干了。
经理有苦说不出，庄柔的性子他可是清楚，更何况老板又宠，让他今天下岗，绝不会拖到第2天，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无妄之灾。对了，去监控室，我想看看那人长什么模样。是。随后，庄柔一行人赶到了监控室，好奇心十足。保安调出画面后，经理就指着画面上的卓越：“大小姐，这就是那位客人了。”整个包间忽然死一般的寂静。这家伙是我们的新班主任。此时，卓越正在给七班上早读，但他发现了恐怖的事情。庄柔那一伙声乐生的眼神极为怪异，一直在盯着他，但其他人的眼神却是正常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想干什么坏事呢？一直等到下课的时候，卓越正准备回办公室呢，莫名感觉自己背后瘆得慌，扭头一看，庄柔一伙人就鬼鬼祟祟地跟在他身后，还是用那一副诡异的眼神望着自己。卓越正打算过去问问什么情况，然而庄柔等人突然扭头又跑了，搞得卓越一个头两个大。回到了教室里面，庄柔等人凑成了一团。真是他，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但是柔姐家经历可是亲眼见到的，不能认错的。这不科学啊！姓卓的是神仙啊，篮球打得那么好也就罢了，还有这么逆天的唱功，他真是师范毕业教语文的吗？然而，周峰等人最近这一段日子可不好过，不仅被完全孤立了，而且3天2头就被整，就连上个厕所都会被七班的人堵，厕所都不让上。周峰等人却是敢怒不敢言，庄柔等人不仅看在眼里，同时也是参与者。在这个学校跟卓越走得太近就是这后果，他们可不想被针对和孤立，所以他们想跟卓越讨教唱功的想法很快不了了之了。这一晃眼就过了2天，卓越攒够了学习效率6件套升级所需要的教学点和大量摆件，有了这些东西，全班的学习效率终于能变成正数了。啊，对了，差点忘记今天的系统签到了。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教师甜甜之力。教师甜甜之力，品质 S， 特殊技能，可耗费一定数量的教学点将书籍转化为甜品，使用后可将书籍中所有知识瞬间掌握，效果由使用者本身的学习效率所决定，不包含摆件、特殊道具的加成效果。所需要的教学点根据书籍知识的复杂程度而变动。看完了技能说明，卓越一时不知该兴奋还是该无奈。看起来好像雕炸天，实际上对于我目前的情况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啊！使用效果取决于本身的学习效率，就七班这群小家伙，不靠摆件效果的加成，全都是负的学习效率，吃了跟没吃一样，纯粹是浪费我教学点。就在这时，孙主任打来了电话，也没说什么事情，听语气似乎很无奈，让卓越去他办公室一趟。卓越突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主任，小卓，你过来看看吧。卓越一脸疑惑，走过去一瞧，顿时满脸无奈。七班地理老师要申请换岗，最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主任，这个跟你没关系，你才刚上任，除了你们班的地理老师之外，其他几位老师半个月前就申请换岗了。你看这厚厚的一沓，全是他们递交的申请，我已经做了好多次思想工作了，好不容易才把他们留住。卓越也知道七班什么德行，受不了是正常的。虽然他来这一星期稍稍有所改善，但除了他的课老师点以外，其他老师的课还是老样子。卓越也没办法每节课都跑去用教师霸气震慑。主任，那现在具体要怎么解决？我也没办法了。地理老师直接写辞职信，他告诉我不换岗他就不干了。七班的任课教师基本上都是老资历了，教学经验丰富，有的是学校抢着要，我肯定不能让他走啊，不然我这主任的位置也得被学校给下了。小卓，我也是没办法，只能给他换岗了。主任，那新的任课老师安排好了没有？最头疼的就是这个呀，我跑了1天了，开会都开了7、8次，没有老师愿意去七班上课。这可怎么办？我这思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你先顶上，同时教一下地理课，反正七班也不怎么上课，你坚持一段时间，等我找到地理老师就顶过去，你看怎么样？好家伙，原来在这儿等我呢。卓越也真没办法拒绝，他是跟七班绑在一起的，如果真是没有人去上课的话，七班可是会被撤掉的，到时候他也得凉凉。现在有教师甜甜之力，应该是问题不大，吃几本书教七班足矣。好，我知道了。哦，孙主任顿时大喜。实在是辛苦你了，放心，福利待遇少不了你的。这个月你补贴和奖金翻倍，我做主了，主任给你比个心。等地理课的时候，七班还在那闹腾，突然间就见卓越走了进来，仿佛跟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忙安静了下来。老师，这节不是地理课吗？你们还好意思问？地理老师已经被你们劝退了。众人一听，不仅没有一丝愧疚，甚至还有些人在偷乐，仿佛完成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一般。目前学校没有空余的地理老师，所以接下来的地理课由我带上。底下众人虽然很不情愿，但是却没人敢吭声了。开始上课，2节地理课上下来，倒是没有卓越想象的那么累人。然而到了备课的时候，却让他很是头疼。语文和地理得同时进行。算了，用甜甜之力吧。本来还打算拿来抽奖的，不过眼下还是把备课的事情搞定了再说，毕竟上头要检查的。卓越拿起地理教材，是否耗费12000教学点将其转化为随机甜品？是。这么多，你要溺死我呀！第2天地理课，见卓越走进了教室，七班再次安静了下来。翻到课本第32页，今天讲地球的运动。
卓越一开口便是滔滔不绝，目光不断的扫视着七班众人，一个个的看着好像是在听课，至于听没听进去，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倒是周峰很快察觉到了异样，听着听着表情逐渐惊愕。卧槽，啥情况？老卓，昨天上课的时候不是这样啊，讲2句就要看一眼教材，就连写板书的时候手里面都要拿着课本。今年老卓连课本都没带啊，怎么讲出来的内容跟课本上丝毫不差，一个字都没错，这怕不是把课本都给背下来了。卓越正讲着，瞧见周峰那一副奇怪的表情。周峰，你没事吧？老师，78页第1句是啥？山地形成的内力作用。你问这个干嘛？还没学到这里，别捣乱。周峰一坐下就赶紧翻开了78页，开头第1句就是山地形成的内力作用。周峰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头皮瞬间就发麻了。一直等到下课了，周峰还愣在座位上，有些没缓过劲来。周哥，咋了？刚才上课你没发现老卓不对劲吗？哪不对劲了？我也没怎么听啊。你竟然没发现？老卓连课本都没带啊。那又怎么了？他是老师，不带课本也不稀奇啊。昨天老卓上课的时候，是不是讲一会儿就得看一眼课本然后再讲？好像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傻呀！老卓今天上课连课本都没带，怎么就知道72页讲的是地球运动的方式，而且讲出来的内容跟课本上写的一字不差？他教地理的，有什么奇怪的？等会，不对，他不是昨天才接的地理课吗？对啊，我刚才课上不是问了他78页第1句讲的是什么吗？我还以为你给老卓捣乱呢。我记得老卓说什么山什么地的。山地形成的内力作用跟书上一模一样，而且他几乎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根本一点迟疑都没有。杨天宇愣了一下，渐渐陷入了沉默，半晌，神色诡异的跟周峰对视了一眼。周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老卓一晚上的时间就把地理课本给背下来了？周哥，你的意思不会是说老卓一晚上时间就把地理课本给背下来了吧？是的。这不是扯犊子吗？怎么可能有人一晚上就能把那么厚一本的地理课本背下来？打死我都不信啊！巧合吧？可能老卓刚好看到了那一页就给记住了。要是别人，周峰肯定以为是巧合了，但这人是卓越，一顿嘴炮能把他爸给说哭的男人，别人不相信这种事情，周峰却是信了。要不咱们赌一把？赌啥？你随便翻一页，咱俩现在拿着课本去办公室问老卓，要是回答不上来，我把我那颗蒂森签名的球送你。哦，真的假的？我啥时候骗过你？不过，要是老卓回答上来了，你昨天抢的那双全球首发的 KS 联名款球鞋送我，怎么样？杨天宇想都不想就答应了。走，咱们现在就去。两个人拿着地理课本就朝着办公室去了。瞧见卓越正在那看资料，赶紧就走了过去。怎么了？老师，杨天宇有个问题想问你。周峰赶紧给杨天宇使了个眼色。老师，地理书上第48页第1句是啥？径流变化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杨天宇正仔细盯着地理课本，突然就忍不住大喊：卧槽！这一声瞬间惹来了其他老师的注意。谁胆子这么大，敢在教室办公室里面？哦，戏班的杨天宇和周峰啊，那没事了。众老师装作没看见，继续该干嘛干嘛。杨天宇，平日里少说些粗话，更何况这里是老师办公室，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杨天宇人都还有些懵，周峰却是咧嘴一笑，他以后肯定会注意的。卓老师，我们就先走了。周峰直接拉着杨天宇匆匆离开了办公室，看着两人离去，卓越眉头一拧，他早就该反应过来的。没想到周峰观察还挺细致的，已经察觉到自己把地理课本的知识内容全部吸收了。不过问题不大，待会儿再去教务处那边领一本地理教材去，还是表现的正常一点比较好。现在信了吧？愿赌服输，你那双球鞋归我了。杨天宇还是一脸的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一天时间就把课本的知识内容全部记下来了呢？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而且书都是你自己翻的，还怀疑什么？就是亲眼看到了才感觉更尼玛离谱啊！卓越并不知道周峰和杨天宇有什么地下勾当，他一边假模假样的看着书，一边则是暗中抽奖试水。在第3抽，抽中了学生天赋随机模块。学生天赋随机模块，品质低，一次性消耗品，对单独学生使用后增加一项随机天赋。随机天赋，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运气足够好，甚至能出现 SSS 级的天赋。不过那几率恐怕比中彩票还要低，倒是不急着使用，毕竟就现在7班这状态，多好的天赋都白下。抽完了奖，卓越的心思就拉向了如何攻略7班的奇葩小团伙。自打地理老师申请换岗成功之后，他已经感觉其他老师也有些蠢蠢欲动。他要是再控制不住7班，可能真要出大事。所以眼下的情况还是十分严峻的，得给这群小家伙们下套了。到了晚自习的时候，卓越走进了教室，倒是没急着上课，反而是扫了众人一眼。今晚上第1节课就不上了，开个小班会，你们放轻松点。底下众人自是一脸的没兴趣。今天的班会内容不讲其他的，就是跟你们随便聊聊，咱们互相增进一下师生之间的感情。同学们，平日里你们都喜欢玩什么游戏？吃鸡、王者荣耀、英雄联盟还是什么？整个教室里面安静一片，没人搭理卓越。周峰等人也不太好明目张胆的配合，只能是偷偷朝着卓越使眼色。这一切也都在卓越预料之内。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吧，我什么都玩，并且样样精通，无论是吃鸡、王者荣耀还是英雄联盟，随便挑出来一款游戏，我只能说，在座的同学们论单挑，没有人会是我的对手。这一句话放出来，不少人翻了翻白眼，自然是嗤之以鼻，冷笑连连。你好大的口气哦！卓越心里一喜，钓到鱼了。怎么不相信？比一比。一群练体生怔了一下，这画面怎么感觉如此熟悉？别说是练体生了，7班众人瞬间就想起来了1星期前的篮球场事件。王旭眉头皱了皱，他对自己的游戏技术那可是极有自信的，何况卓越还是个老师，他可不相信卓越的游戏技术能有他的好。打球和游戏可是两码事，纠结好半晌，王旭最终还是没应声，撇了撇嘴就沉默了下来。小家伙可以啊，还挺沉得住气的。王旭，你就对自己这么没信心？我倒是有所耳闻，听说你的英雄联盟还是国服最强王者，不会是买的号吧？就为了在同学们面前秀秀优越感？王旭的脸色立刻就黑了下来。稳住，稳住，一看就有诈，姓卓的没准真是游戏高手。然而年轻人哪有能沉得住气的？比一比，单挑父子局，你输了，以后见着我就喊爸爸，在学校里也得这么喊，敢吗？正在看戏的徐天浩顿时起哄了起来。比一个，比一个！本来好些人都觉着卓越有诈，但是王旭这一嘴说出来，一个个顿时上头了。反正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起哄。练体生们顿时面面相觑，反倒是担心卓越了。他们可是知道王旭的技术。峰哥，感觉不太妙啊。放心啦，老卓肯定有谱的。你见过老卓打游戏没？打游戏是没见过，就见过老卓一顿嘴炮把我爸整哭了。那你怎么就知道他有谱？比这离谱的事情我都见过。你现在说老卓是奥特曼转世，我都信。哈，讲台上的卓越确实有些犯了难了。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上来就要父子局，传出去影响肯定不好，没准撤职都是有可能的。不行，现在要是怂了，以后更没办法压制住7班了。我干了！看大家这么兴奋，要不咱们玩大点？就王旭一人多没意思，谁想参加这父子局？只要我输，我就喊。相应的，我要是赢了，从今往后你们不仅上课给我老老实实的，见到所有老师也要礼貌问好。年轻人们可别怂啊，你们不是挺爱玩的吗？多刺激啊，对不对？卓越态度突然这么强势，又是让不少人瞬间冷静了下来。想想之前周峰等人被卓越的球技压制，忽然间就没了多少底气，一下子倒是安静了许多。王旭也看出来了大家的顾虑。打篮球又不是打游戏，他打篮球厉害，不见得游戏真玩得厉害，何况他哪有时间打游戏？众人一听，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你一言我一语的，很快就有几个人参加了。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动静，要么是干脆没兴趣，要么就是感觉没底气。毕竟上次周峰等人被降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就7个，这也太少了，我还想一招定乾坤呢。早知道之前收拾周峰等人的时候就玩大点了。行，那就这么定下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明天我弄电脑过来。用不着等明天，一会放学我们去玩。此时，卓越和他的一群学生来到了网吧。别愣着了，登账号吧，老师。我急着你叫我爸爸呢。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小家伙。在众人的注视下，卓越登上了账号，一群练体生就在他身后看着，一个个都一阵无语，因为卓越登上去的号是个5级新手号，段位更是最低的坚韧黑铁。7班的其他人瞧见了，顿时哄堂大笑。竟然是13年的新手号，这哪来的勇气敢这么狂的，甚至挑战王旭？有不少人在嘲笑，但另一部分人都是一脸怪异。虽然跟卓越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或多或少已经了解了这班主任的性子，没有把握他肯定不会说这种话的。对了，这家伙肯定是在扮猪吃虎，钓鱼执法，真就拿我们当小孩耍吗？你们是白痴吗？怎么就知道他不是故意开的小号呢？让你们好心甘情愿的参加这场赌局呢？此话一出，刚刚那些嘲笑的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新着的这么阴险啊，差点一不小心就栽进去了。好你个徐天浩，坏我好事。他倒是没有故意开小号，登的就是自己的号。本来他就没怎么玩过英雄联盟，当然这一切都在计划之内。本来还想先把7班里面不太聪明的拿下，只是没想到阴谋这么快就被识破了。不过也无所谓了。很快，对局开始，王旭二话不说就直接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德莱文，而卓越没有任何迟疑的选择了引流之主。杨天宇等人一瞧，也是惊了一下，引流之主的操作难度可不小，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在秒杀的时候不空技能和利用分身脱身的时机，需要技术含量可比德莱文难多了。比赛随之开始，双方出完装之后很快就碰了头，互相倾线发育，直到卓越达到了4级，画风陡然一变，卓越突然一个位移就对到了王旭的脸上，伴随着噼里啪啦的键盘响声，王旭躲都来不及躲，瞬间半管血就没了。卧槽，这手速和操作，这特么也能预判到？众人看的都傻眼了，王旭身边的人也吓了一大跳，有些慌了神。不过王旭倒是一脸的冷静，虽然确实被卓越给惊了一下。但20分钟后，王旭已经汗流浃背了。卓越恐怖的侵略式打法野蛮至极，一度越塔强杀了王旭6次，目前战绩11比0，王旭一个人头都没拿到，而且最后一个防御塔都只剩丝血了。到了这一步，显然已经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王旭放弃了抵抗，点了投降。
一时间七班寂静异常，王旭喘着粗气，他实在是想不通，作为一个老师，卓越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游戏技术，甚至是意识，比起那些专业的电竞选手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好了啊，小家伙，我赢了。愿赌服输，你们要是个男人的话，可要遵守自己的诺言，以后上课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乖乖上课，不准闹事，而且见到老师也要礼貌问好。用不着你说，我们也会做到。那挺好。虽说已经结束了，但七班众人看着卓越的眼神依旧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算上周峰一伙12人，加上王旭这7个，一共19个人。七班1/3的学生以后至少是老实的，当然接下来的2/3就比较难搞了，得想想其他的套路。对了，鲁迅曾言兄弟祭天，法力无边，要不要让老赵配合一把，让他故意去挑衅七班的刺头，尤其是徐天浩那一小伙，老赵肯定得挨一顿打，然后自己从中出现，再来个钓鱼执法，好像也不是不行。我怎么突然有股不祥的预感？太熟悉了，老卓这家伙不会又想坑我吧？第二天一大早，吴英刚上完其他班的数学课，朝着办公室走去，路上正好碰到了王旭一伙，吴英下意识的就装没看见，想避开他们。老师好。吴英一下子愣在了原地，王旭等人问了好之后，就朝着厕所去了。我刚才幻听了，妈耶，7班的学生竟然跟我问好了。吴英回到办公室后，左思右想都觉着不太对劲。秦老师，刚才7班的王旭、陆鹤明他们跟我问好了，声音还挺客气的。吴老师，你昨晚上喝了多少？但凡有课画上米，你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啊！秦源以为吴英是在开玩笑，吴英自己都觉着好像是在开玩笑。此时，7班的英语老师郑明远也走了进来。我刚才碰见7班的王旭和陆鹤明从厕所出来，你猜他们怎么的？跟你问好了吗？你怎么知道的？昨晚上你跟吴老师一块喝的酒吧，你们俩合着一块戏弄我。吴老师，你……他们也跟我问好了，我现在都还以为我产生幻觉了呢，离谱啊！一直等到卓越进了办公室，吴英和郑明远都跑过来说了这事。这不是好事吗？两位老师有什么可纠结的？是倒是好事，但我总感觉不太对劲啊！你说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想对付我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想多了，我跟他们做了个小小的约定而已，至于具体是什么约定，我就不能告诉你们了。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更是忍不住高看了卓越一眼。小卓，我执教这么多年，还真没有敬佩过几个老师，你算一个。我也是，以后我强都不服就服你了。那么请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和信任，我会让7班变得更好。没问题，我一定支持你工作。随后，卓越着手准备家访的事情。汪乐帮情况比较特殊，是红3代，英雄世家，这家伙犯的事情也不少，殴打了不少同学，就连7班的好多人都被他揍过，暴力倾向比较严重，跟李一阳有得一拼。只不过学校没给汪乐帮任何处分，也没有做任何通告，而且不是被迫的，是主动的帮助掩盖了。决定下来后，卓越给汪乐帮家长通了电话，汪奶奶答应的很爽快，时间就定在了周末下午。因为不确定汪乐帮会不会阻挠家访的事情，卓越思来想去就没通知他。等到周末下午，卓越就来到了汪家，一进去，院子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坐着听收音机。汪奶奶听见了脚步声，连忙把收音机一听，是卓老师吗？卓越这才发现汪奶奶似乎是已经失明了。是，奶奶，你不用起来，我就是汪乐帮的班主任。好，卓老师，快里面请。奶奶，冒昧问一句，您这眼睛的伤是怎么回事？这说起来可就太久了，我那会儿是战场护士，一不小心就被弹片划过去了，伤了神经。以前还能看得见点，现在基本上就只能瞧见个影了，跟瞎了差不多。不说这些了，我家乐帮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啊？卓越正要开口说话，汪乐帮此时走了进来。你怎么在这儿？乐帮怎么跟你们老师说话呢？汪乐帮正冷冷地盯着卓越，走上来就把卓越往外拉，一边拉一边说：奶奶，等会儿我和老师去拿点东西。那快点回来。你怎么会突然跑来我家的？作为班主任，我来学生家里家访好像没什么毛病吧？你跟我奶奶说什么了？你在害怕什么呢？姓卓的，我警告你，你但凡敢在我奶奶面前说我在学校的事情，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卓越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汪乐帮，有你跟老师这么说话的吗？还威胁我，给我道歉。汪乐帮那可是纯属人狠话不多系列，突然就抬起了拳头，做事要打人。卓越也不惯着他了，直接就模仿叶问跟他打了起来。给我道歉。姓卓的，我要告学校去，说你揍我，撤你的职。哟呵，随便你去告呗。你觉得学校是信你还是信我？我看着这么老实巴交，还没你长得块头大呢。你打我还差不多吧？此时汪奶奶着急忙慌地走了出来。出什么事了？汪奶奶，没事，汪乐帮他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已。汪乐帮，你说是吧？汪乐帮强压下怒意和疼痛。奶奶，我没事。没事就好。你说你这孩子平时就冒冒失失的。老师听乐帮说他在班里面是班长。对，班长，我亲自点的。他平时表现很好，学习也十分努力上进，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的。我这次来就是特地过来表扬他的。
本来卓越还有点火气，但是一看汪奶奶这样就没说什么了，毕竟就连学校都压着消息，显然是已经知道汪家的情况了。汪奶奶一听汪乐邦在学校表现得这么好，心情更是不错了。对了，老师还没吃饭吧？今天一块吃吧。一听这话，汪乐邦顿时急了。奶奶，我们老师他还有事情呢，你就别强人所难了。别，我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奶奶盛情邀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汪家自然是请了保姆照顾汪奶奶的。吃饭时，卓越就问了问汪奶奶以前的故事，汪奶奶倒是真没把卓越当外人，性子本就爽朗，有什么都说，吃着饭的时候嘴巴都没停下来过。一旁的汪乐邦那可是看得咬牙切齿，卓越刚赏给他那一顿揍还不轻，一直隐隐作疼。饭后没什么事情，卓越就打算离开了。汪奶奶赶紧让汪乐邦送人，等走到了院子，卓越又拉下脸来。汪乐邦该道歉了。汪乐邦也没什么好脸色。突然，卓越动了动胳膊，吓得汪乐邦一哆嗦，却见卓越只是挠了挠头，一脸戏谑地看着他。汗流浃背了吧，老弟，赶紧道歉，我着急走呢。虽然模仿效果过了，但卓越还有教师霸气。汪乐邦这小家伙，现在卓越能随便拿捏。凭什么给你道歉？那我喊汪奶奶了。我靠，姓朱的，你太卑鄙了。那还不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总行了吧？态度不够诚恳，鞠躬道歉。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了啊！我真喊了。汪乐邦瞬间一个鞠躬。对不起，我错了。这还差不多，原谅你之前对老师我的无理之举了。汪乐邦一抬头，仍旧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除了道歉，你可还欠我一个人情。我可没把你在学校的烂事跟你奶奶说，而且夸了你好半天了，这可是违背我作为人民教师的初衷和信仰。那你揍我这一顿怎么算？那还不是你自找的，威胁恐吓打老师，我还嫌揍得太轻了呢。你，汪乐邦这才想起来，眼前的卓越是语文老师。我靠，打又打不过，说又说不过，烦死了！奇了怪了，按理说你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啊，为什么不学好呢？我怎么就不学好了？那还不是他们嘴欠自找的。这个算一点，你抽烟、喝酒、飙车、早恋。咦，不对，你跟谁谈恋爱？你怎么知道的？其他的也就罢了，卓越知道也不奇怪，但是谈恋爱的事情压根就没告诉过任何一个人，他是怎么可能会知道？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那你也别问，你又是从哪儿学的格斗？我现在严重怀疑你不是一位老师。想学吗？不想，我可不是周峰和王迅那一群没脑子的家伙，不吃你这套。行，今天家访到此结束，跟你奶奶说一声，我有空就来串门。你家保姆做的饭还挺不错的。你还要不要脸，来我家蹭饭？卓越脸色微红，挠了挠头，看起来还有点害羞。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夸你吧？卓越也不逗汪乐邦了，嘿嘿一笑，转身离去。汪乐邦是越想越气，同时也是越想越疑惑。等到了晚上，汪乐邦偷偷打了电话。高哥，帮我查个人行不行？行啊，茶水。他叫卓越，也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人有问题。行，我这就让我同事去查查，10分钟就给你消息。这可不是汪乐邦闹着玩，他现在是真的怀疑卓越有问题。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打球打得好，游戏玩得好都不算太离谱，但是竟然有练武的底子。最诡异的是，竟然会知道我早恋的事情。所以他严重怀疑卓越在调查跟踪自己。如果仅是如此，事情自然没那么复杂。可问题是，汪乐邦很清楚他自己什么身份，红三代，家庭背景，这一切串联下来，汪乐邦很快就联想到了几个关键词：特工、间谍、境外势力。半晌，高哥打电话回来了。没什么问题啊，老家是陆川的，爷爷老师，父母也是老师了，小初高都是在绿川上的，大学考进了江南师大，3代人民教师，说是教师世家都不为过了。就是没什么问题才更有问题啊！继续查，这人绝对没那么简单。乐邦啊，别胡闹了，我这还忙着出任务呢，就不说了，拜拜。哼，大不了我自己去查。恭喜宿主第10天签到，获得教师宝塔。教师宝塔每周可挑战1次，将生成随机副本，进入后限时时间将会暂停，根据副本评价获得奖励。注意，一旦死亡会直接退出副本，且无法获得任何奖励。还会死？系统，这不会有生命危险吧？不会，教师宝塔所生成的只是宿主的意识体，死亡并不会对宿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会对宿主造成一定的精神刺激，请宿主尽量避免死亡。得到了系统的肯定，卓越这才松了口气。反正限时时间是会暂停的，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请问宿主是否进入？注意，一旦进入副本之后，宿主将无法主动离开副本，只有通关副本或死亡后才能够离开。是。副本情书简介：这里曾经是一所学校，因为发生了整班集体跳楼事件而导致学校倒闭，荒废多年，请搜集线索，调查出事情的真相。难度极度困难，存活率12%，奖励是副本通关评价给予奖励，存活率只有12%。虽说卓越心脏还算挺强，恐怖片也看过不少，但是真来到这种环境里面，瞬间就有点怂了。这应该跟恐怖片里面差不多，肯定有鬼的存在，不然存活率怎么会这么低？
强压住了内心的慌张。卓越环顾四周，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楼道就不寒而栗，隐隐能瞥见旁边教室里面的情况。桌椅板凳都已经是被拆解了，满地都是，而且墙壁上也是各种诡异的涂鸦，不知道是油漆画的还是用血。冷静，冷静。首先，副本的名称是情书，这是一个线索，也可能是整个副本的导火索。其次就是副本的简介提到了一个班集体跳楼，首先得确定这个班是哪个班，然后再寻找线索。先去教师办公室，那里肯定会有资料的。卓越鼓起勇气，壮着胆子就开始在楼道里走动了起来，每一步走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不断的观察四周。就在卓越刚路过一个教室门口的时候，突然间教室里面就传来了刺耳的声音。卓越身子一僵，下意识的瞥了一眼，就见一个歪着头的男生正双手托着桌子在地上滑。卧槽，怎么是许天浩？他的头歪的角度十分诡异，几乎是90度角了。卓越被吓得口干舌燥，话都说不出来了。似乎是察觉到了卓越的目光，那歪着头的许天浩突然停下来了动作，脖梗间传来诡异的声响，那已经歪了90度的头开始朝着卓越的方向扭过来。接上集，卓越进入副本后遇到了诡异徐天浩，情急之下，卓越抬手使用了教师霸气，成功震慑徐天浩。我去，吓我一身冷汗，还好霸气在副本里也有用。看什么看，给我把头转回去！许天浩的动作陡然一僵，下一刻把头给扭了回去。谁让你拖着桌子吓唬人了？松手，给我站好！许天浩没有任何反抗，双手一松就放在了裤腿上，老老实实的站在了原地。姓名徐天浩，年龄35，生时15岁，状态厌恶学习，敬畏持续1小时，学习效率负147%，综合评价学渣中的战斗机。看看你丢不丢人？嘎了20年了还是个学渣战斗机，给我把头扭正了，在我面前都敢吊儿郎当的。能说话吗？算了，我问你答，是就点个头，不是摇个头。徐天浩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跳楼的是7班，全没了。好家伙，一个活口都没有了。我长得帅吗？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是不是有人逼你们跳楼？徐天浩的身体再次僵住，表情也变得痛苦。你怎么了？骤然间，徐天浩的身体直接消失了。什么情况？怎么不见了？难道这是副本敏感话题吗？看来要从学生口中获得线索恐怕行不通，只能是自己去寻找了。好在经历了这么一系列的冲击，卓越的承受能力已经强了许多。来到办公室后，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找到了学生手册的文件夹，拿起来一瞧，卓越的神色变得有些诡异了起来。上面的字迹是我写的，那也就意味着我实际上是已经经历过这一切。那我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时，手册里突然掉出来了一个粉红色的信封。获得线索，情书，注：原件已被取走作为证物，此为副本复制版本。卓越连忙打开一看，我喜欢你，今晚8点，教学楼楼顶见面，不见不散。字迹倒是十分清秀，应该是女生写的，怎么署名和对象都没有？这是学生写给学生的，还是学生写给我的？7班女生里面写字好看的就那几个，其他的全部写的跟鸡抓似的。这些小女生按理说都是颜控，我也谈不上什么帅哥，应该不是写给我的吧？卓越也不能确定，只能赶到楼顶去看看。等卓越来到楼顶之后，扫了一眼时间，7点56分，还有4分钟。8点整的时候，果然一个女生走了过来。卓越没有任何迟疑，果断使用教师霸气。站住，不准动！姓名田潇，年龄35，生时15岁，状态厌恶学习，敬畏持续1小时，恶习忽略不计，天赋5，学习效率负114%，综合评价 F。没想到是田潇写的信，我记得田潇可是有不少的追求者的，而田潇本人还是那种傲气十足的骄横脾气，主动表白根本就不是田潇的性子啊！我知道你不能说话，我问你答，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田潇立刻点了点头。田潇，是你写的情书？你写给我的？虽然老师我知道我自己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但是你也不能喜欢我呀。田潇突然往地上吐了口血。你刚才是想吐唾沫的意思啊？你绝对是打算吐唾沫。好家伙，都赶了20年了，还要跟老师作对，性子倒是一点没变。此时卓越大概猜到了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只捋清了一部分的思路。如果接下来继续问，容易涉及到敏感话题，田潇也有可能直接消失。卓越捋了捋思路，决定换个方式问：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想表达的？田潇犹豫了许久，忽然伸出了手，手心里面似乎是攥着什么东西。这会儿卓越倒是不害怕田潇会搞自己，连忙走了过去，伸出手一接，一颗纽扣就落在了卓越的掌心上。当纽扣落在了卓越掌心上时，眼前的田潇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获得线索，纽扣。卓越连忙看向手中的纽扣，神色变得更加古怪了。金属纽扣？我所有的衣服都没有金属纽扣，全都是塑料纽扣啊！这绝对不是我衣服上的东西，看来得先找到纽扣的主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推论。卓越顿时有了思绪，直奔着教师办公室去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翻找，很快卓越就找到了一个相框，上面是卓越入校的时候开的学校大会，一中老师的全体合影。果然，这是学校给教师们发的正装纽扣。我那时是实习教师，根本还轮不到发正装的时候。许天浩和田潇嘎的时候都是15岁。
这一年我肯定没有转正，即便是转正了，想要拿到学校免费定制的正装，最起码也还得申请个半年的时间。实习的老师基本上可以排除，女老师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下高一的男老师。卓越大概算了一下，光是高一的男老师就27位，范围太大，根本无法确认纽扣的主人。不行，这会儿我得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我的正装纽扣被扯掉了，我会怎么办？对了，要么就是自己补一个上去，要么就是去后勤处申请补一下纽扣。正装的纽扣是没备用的，那就只能去后勤处，后勤处肯定会有登记的。不久后，卓越就来到了后勤处，找到后勤记录登记表后，赶紧看了起来，看了10多分钟，终于一个名字映入眼帘：齐超，登记了补纽扣，而且也是高一的老师。获得线索：后勤登记表。虽然已经确定了齐超的存在，但是情书却是夹在我的学生手册里面的，所以说齐超害怕查到他，就把情书又塞进了我的学生手册里面，栽赃嫁祸。我去，齐超这人真不是个东西。绕了一圈，线索反而又回到我身上了。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只有一个了。随后卓越就来到了孙主任的办公室。8月13日，田校坠楼，当天所有教师、员工和学生配合调查，封校停课。8月14日，全校通告，高一7班班主任卓越接受调查，7班停课。看来齐超这家伙栽赃成功了。8月15日，全校紧急停课，原7班班主任卓越潜逃，并携带枪支，已发布通缉令。这么离谱？但是仔细想想，好像真是我的风格。毕竟被冤枉了，而且证据都指向了我，又解释不清楚，肯定是动用了史诗教育技巧溜了出来。8月22日，全校恢复课程，嫌疑人卓越已被击毙。我操，我被毙了！妈耶，我这嘎的也太冤枉了吧！不过卓越反倒是松了一口气，他现在迫切的想要知道真相，只有这样，回到现实才能及时干预发生7班集体跳楼的事件。从目前的线索来看，卓越其实已经能推论出来大致的事情经过。田潇写的情书，而且是给自己的。不过以田潇的性子，肯定不是真喜欢我，而是要故意搞我，拍下点什么证据之类的，公之于众。到时候我肯定会撤职，毕竟学校绝对不允许学生跟老师之间发生任何一丁点的关系。结果这情书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落在了齐超手里，齐超误以为是田潇喜欢他，他就去了楼顶。要么就是齐超见色起意，想要对田潇做什么，要么就是齐超也入套了，被田潇威胁，两人扭打撕扯了起来，无意间就被田潇扯下了纽扣，随后就被齐超推下楼去。当然也可能是失足坠楼，齐超肯定是慌了，这事情肯定脱不了干系，所以就把情书塞到了我的学生手册里面，栽赃嫁祸，然后我成了替罪羊，被击毙了。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疑点，纽扣的存在，按理说警方不可能忽略掉这么一个重要的线索，而且事发时肯定会封锁现场，寻找可疑的痕迹，纽扣不可能找不到，所以可以推断纽扣绝对被拿走了。但齐超应该是没胆子回去找纽扣，那么是谁拿走了纽？仅用了一招离间计，便成功收服7班7月生。接下来该怎么制服7班的小家伙们呢？卓越又忍不住思索怎么给7班的小家伙们下套，思来想去，他决定下一招离间计。既然7班的小家伙们这么抵触我，而且谁跟我接近就会受到孤立，那我恰恰就利用这一点。那该对谁下手呢？卓越的目标很快就确定了下来。根据弃暗投明的周峰交代，何曹这专门玩乐器的小团伙跟其他人闹过不小的矛盾，7班特长生绝大部分都是来混日子的。然而何曹却是异类，实打实的钢琴7级水平，所以让7班的人很不爽。等晚自习的时候，卓越当着全班的面就一脸和气的让何曹出来一趟，让其他人自习。何曹本来还想大拽拽的拒绝，可是一想起李一阳的前车之鉴，果断怂了。老师找我什么事情？走，去办公室细聊。一听这话，何曹脸色大变。你又想用激将法，我绝对不会跟你赌的。是吗？你觉得我会弹钢琴吗？这要是换以前，何曹自然是一脸鄙。但是自打卓越先后展露出高超的球技和游戏技术之后，何曹心里面还真没底。老师，你到底找我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在这里说行吗？我求你了。这还真不行，去办公室里面细聊。放心了，我肯定不跟你搞什么赌约的。办公室也来了，老师，你到底找我干嘛？什么也不干啊，在这坐着就行了。那要是没什么事情，有事。什么事？坐着就行。半个小时后，何曹一直在那坐着，等了半天了，卓越也没搭理他。何曹心里面都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性，偏偏卓越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是，你到底要干嘛？卓越看了看时间，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行了，你可以回去了。此时教室里面议论纷纷，见何曹回来了，顿时安静了一些。姓卓的喊你进去干嘛？什么也没干啊。那喊你进去干嘛？你问我，我问谁去？众人自是一脸不信。没一会儿，卓越就接着回来上课了，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7班众人一瞧，更是感觉不对劲了，总觉着卓越跟何曹似乎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似的。放学后，几个7月生聚在了一块。何少，姓卓的叫你去干嘛了？他就让我进去坐了半个小时啊，真的，我发誓。他有病啊，让你进去坐半个小时。何少，咱们是一伙的，放心，你尽管说，我们肯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是不是姓卓的对你干什么了，威胁你了？
怎么你们就不相信我呢？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几个契约生面面相觑，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好，何少，我们不问了，你别急。见话说到这份上了，跟自己关系极好的几个人都不相信。这会儿何曹才算是彻底反应过来了。卧槽了，姓卓的这个老阴笔，我这不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解释吧，没人信；不解释吧，人家就更怀疑我和卓越之间有什么勾当。第二天到了学校以后，何曹就感觉自己已经被孤立了。本来之前他和庄柔他们一群声乐生玩挺好的，今天庄柔一伙人已经完全不搭理何曹了，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就算是那几个跟他一块的器乐艺术生，竟然也不搭理他了。何曹有点慌了，他很清楚被孤立只是开始。接下来七班肯定会想方设法的针对我，到时候日子肯定就不好过了。周峰等人就算是被针对了，最起码是抱团取暖，而且一个个5大3粗的，七班顶多就是戏耍一下，不敢玩过火。毕竟真要是打起来，谁干得过周峰一伙？可我现在就一个人，势单力薄的，岂不是会被七班的人给玩废了？顿时，何曹就感觉遍体生寒。何曹实在是太了解七班的规矩了。思来想去，何曹决定去找徐天浩。班里面有话事权的就那么几个，徐天浩算其中之一，而且平日里何曹也就能跟徐天浩搭上话，其他小霸王关系都不太好。趁着课间休息这会儿功夫，何曹就赶紧来到了徐天浩身边。一边去，别过来烦我。天浩，我真跟姓卓的没什么关系啊，关我屁事！再烦我可揍人了呀！回到了自己位置上后，何曹越想越火大，当下便气势汹汹地走出了教室，直接奔着办公室就去了。众人一看何曹去了办公室，而且神色还不太好看，感觉似乎有热闹可看。片刻之后，何曹就走进了办公室里面。卓越见何曹来了，大抵也猜到了是什么情况。何曹同学，有什么事情吗？何曹本来想骂卓越卑鄙，更是想学李一阳一样，干脆就揍一顿卓越。干！我好像打不过他，这家伙打起篮球来，连周峰都顶不住，体力又好，动作又快，真要是打起来，倒下来的肯定是我。骂他几句吧，我今天估计的在办公室里面痛哭流涕，到时候全校都知道我何曹在办公室里面被教育哭了。最后他只能狠狠地瞪了卓越一眼，就走出了办公室。随后又是气汹汹地回到了座位上待着。众人一看屁事没有，都以为何曹是找卓越打小报告去了，纷纷决定实施计划。等到了下午的时候，何曹就已经是心态崩了。课本上沾口香糖、被堵厕所之类的，仅是七班的基操。他吃饭的时候，七班的人还用菜汤洒了他一身。不管他怎么解释，七班的人也已经不相信他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办公室。何曹，你身上怎么这么一大股胡萝卜汤的味道？姓卓的，你上明知故问，我认栽了。我玩不过你，我以后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嘛我干嘛，我要入伙。瞧你这话说的，老师我这么慈眉善目的，又不是什么恶人，说什么入伙嘛？以后你就是我们的新同志了。等会儿我还有个条件，陆阳那几个家伙平日里跟我称兄道弟的，这会儿竟然反过来对付我，我也不让他们好过，我就是叛变也要拉个垫背的。哟呵，新来的何曹同志觉悟很高啊，我喜欢。那你打算怎么做？不知道。你过来，我悄悄告诉你。哦，卧槽，绝了！你这做老师的怎么一肚子坏水？在老师面前要懂得讲礼貌。好的，我以后注意，我这就按照你的法子去搞。别，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要缓一缓。放心，我会让周峰他们照应你的。次日，趁着下课的功夫，陆阳一伙人出了教室。见状，周峰一伙加上何曹全部追了出去。这一下子，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周峰一伙那可是卓越的人，突然跟着出去，明显是有猫腻。走，跟出去看看。陆阳一伙刚进了卫生间，周峰等人紧随其后，果断把厕所门给堵上了。陆阳等人见何曹跟周峰一伙跟着，还把门给关上了，立刻意识到了不对劲。何少，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何曹却是冷笑一声，立刻跟周峰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几个练体生顿时一脸不怀好意的朝着陆阳等人靠了过去。这还未来得及呼喊，练体生们就把陆阳等人给控制住了，直接捂住了嘴巴。然后何曹跟周峰等人也没有动静，而周峰就只是拿着手机看着，厕所里面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厕所门口有人偷听，可以进行计划。众人赶紧眼神交流了一下。何曹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一边说道：陆阳，老卓让你办的事情，你怎么还没办好啊？下一刻，杨天宇就模仿着陆阳的口气开口：何少，再等等呗，七班那群傻子肯定会下套的。陆阳，放心吧，老卓交代过，我们肯定会配合你们的。放心，有我们做内应，这计划一定成功。卧槽，哪有你们这么明目张胆的陷害人的，还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做个人行不行？身为实习教师的我，却接管了号称教师修炼场的高一七班，只因我拥有最强教学系统，而这群无人敢惹的特长生，将会在我的带领下，成为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佼佼者。紧接上集，周峰一伙计划成功之后，就故意一脸尴尬的和门口偷听的众人说道：今天的厕所真的很不错，推荐你们上一下。是啊，我上完瞬间就没有想上厕所的感觉了。随后他们一个个看起来无比心虚的离开了厕所。此时在远处的卓越忍不住大喜，这招叫我就是故意陷害你，你又能怎么着？
毕竟本来何曹跟陆阳就是一伙的，现在还被罗浩抓了个正着，等待的自然是七班的集体报复。根本都用不着一天，陆阳等人就尝到了比何曹还要惨的捉弄。下午放学那会儿，果断跑到了何曹面前认错。之前整我不是整挺爽的吗？你们多玩几天呗，反正他们也不会弄嘎你们。何少，我们真的知道错了。行了，这次就算了，要是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放心吧，何少绝对不会有下次的。我们去跟老卓表忠心吧，老卓实在太阴险了，随便出个招就把我们收拾了。这要是不入伙，往后还不知道他有什么更阴险的损招。陆阳等人连忙点头，随后何曹就带着陆阳等人叛变了，集体来到了办公室跟卓越表忠心。我给周峰交代过了，以后你们就跟着周峰等人抱团吧，最起码是不用担心被七班的人孤立针对。经历了卓越这一段时间的整治之后，七班其实也算是焕然一新了，秩序比以前可不知道好了多少。现在各科老师们去七班上课，总算是没以前那么抗拒了。不过卓越可不满足于一个听话老实的七班，而是要打造出来一个成绩优异、友爱团结、尊师重道的超级特长班。可惜这离间计只能用一次，而且只对何曹这伙人有效。但凡换作邓思佳或是庄柔等等这些小团伙，本身就有话语权，还是挑起七班与老师们对立的核心存在，这离间计就没啥效果了。不过周五下午还有机会。一晃眼就到了周五下午，学校每隔半月就会组织一次班级课外活动，让老师和学生们一块游戏。然而七班这边不仅四面八方没有任何班级敢靠近就罢了，就连人也分成了好几波，几拨人谁也不搭理谁，根本没有要活动的意思。卓越思来想去，倒是有了主意。你们谁想玩扔沙包？多大了还扔沙包？你幼不幼稚？老师，你找个有意思的游戏行不行啊？老卓，他们不玩就算了，咱们玩就行。是的，老卓，他们也不会跟你玩的，你就别自讨没趣了。你们要是觉得幼稚，那咱们就玩点不一样的。你们所有人对付我一个，谁要是能砸中我一次，集体免一天作业，2次就是2天，没有上限。不过前提条件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少一个都不行。这话一开口，顿时就让不少人心动了。老师，真的假的？我可是向来说话算数的。不过鉴于卓越之前一直给他们下套，徐天浩、邓思佳他们虽然心动，不过还是作弊上关，没出声。放心，没什么赌注。就是玩玩，砸不中我也没什么要求，单纯图个乐。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徐天浩一有动静，其他人也纷纷来劲了。别说是徐天浩这一波了，就是李一阳、汪乐邦这些人一听，也是满脸的不怀好意。汪乐邦自然是想报上次家访之仇，李一阳就更不用说了。卓越上次让他丢了那么大人，这次肯定想借机会好好报仇了。我参加，我也参加。七班的不少学生早就看卓越不爽了，这会儿不仅有可以免作业的机会，还有能报复的机会，这一下子所有人都来劲了。可以开始了吗，老师？可以开始吧。话音刚落，七班众人就齐齐地扔出了沙包，毫不留情地砸向了卓越。一晃眼过了几分钟了，卓越已经被砸中了7、8次了，这一下子就是1星期的作业免了，而且砸得还挺爽的，搞得七班的众人极为兴奋，十分投入。然而周峰总觉着有些不太对劲。这也太不像是老卓的作风了。以老卓的反应速度来说，七班的人就算是使尽浑身解数，也不太可能砸得到他。周峰扫了一圈，似乎所有人都投入了其中，浑然没有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一想到这里，周峰忍不住浑身一个激灵。原来如此，老卓这是又在下套啊！太坏了，我喜欢。快乐的时光总是消逝极快，没多久，半小时就过去了。等会儿，休息一下，我跑不动了。众人一看卓越露出这般狼狈的模样，莫名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老师，你说话算数吗？当然算数。你可是被砸了36次了，那就是36天不用做作业。对，36天不用做作业，无论哪个科，到时候我会直接跟所有的老师说清楚的。一听这话，众人更加兴奋了。你休息好了没？我们可还没玩够啊。是啊，继续啊。别急啊，让我休息会儿。有没有人想玩大点的？众人一听，瞬间警觉了起来。怎么个玩法？砸中一次免2天的作业，但我要是接中一次，你们所有人都得老老实实上1天课，怎么样？七班众人没敢答应。等会儿我们商量商量。徐天浩一招手，给邓思佳、庄柔等人一个眼神，七班的几位大佬顿时聚在一起开了个小会。我感觉有诈，咱还是别玩了。我同意。你怎么说？有诈也不怕，见势不妙咱收手就行了。如果他接住了，咱们立刻打住，顶多就是让他赢一次，也不过1天而已。这招叫及时止损，姓卓的或许赚了，但我们绝对不亏啊。行，就这么办。老师，那就按照你的法子玩。好，来吧。七班众人接着扔沙包，没一会儿，卓越又被砸中了2次，并且卓越的动作越来越慢，反应速度也是越来越迟钝。七班众人一看卓越都累成这样了，那自然是各种不客气，有多大劲就是多大劲。才不过10来分钟的功夫，卓越又挨了10来下，七班众人更加上头。看来老卓这次是玩砸了。何曹等人也是面露苦涩，唯独周峰心中更发觉得不对劲。
虽然的确看着像是玩砸了，而且已经是体力极限了，可老卓那恐怖的爆发力、反应速度等等，压根从一开始就没有展现出来，并且老卓的体力绝对不会这么差，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老卓在演，而且就连自己人都演，完全演出来了一个力竭的形象，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七班的所有人早已经上头，而且刚开始的戒心也随着卓越这离谱的演技逐渐消失，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被蚕食了理智。卓越又挨了10几下以后，赶紧喊了暂停。但凡是个人一瞧就知道卓越已经完全到达了极限。徐天浩见状，一脸坏笑的走到了卓越身边。老师，玩砸了吧？卓越脸上顿时露出几分不爽的神色。徐天浩更兴奋了，还玩不玩了？玩，我跟你们梭哈。你行不行啊，细狗？还敢不敢玩了？老师，敢不敢玩的再大一点？哟，怎么个大法？我把你们下个学期的作业都压上，就一次，我接住沙包。这学期你们全得老老实实上课，接不住，下个学期你们的作业也全免。哦，我没问题，你们呢？邓思佳、廖坤阳和庄柔等人都被卓越的演技蚕食了心智，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那可以，就按照你说的办。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接不住，下学期我们作业免了。终于上套了，不枉我演了那么久。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了，来吧。反正只要卓越接不住，就算我们赢，那我扔哪不是扔？哈哈哈哈哈！姓卓的，这次你不仅玩砸了，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都让开，我要发力了。说时迟，那时快，眼看徐天浩就要大力砸出沙包之时，一脸坏笑的将手中的沙包一松，朝着自己的脚边落了过去。正在得意之际，脚下突然传来了卓越的声音：“徐天浩同学，你小子挺会玩啊！”徐天浩仿若机械的低头一看，卓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的脚跟前，并且已经抓住了沙包。在场的所有人全懵了，迟迟没有回过神来。我接住了沙包了，按照刚才约定的，剩下的半个学期，所有人都得给我老老实实的上课。徐天浩这才回过神来，看了看沙包，又看了看卓越，表情有些呆滞。要不继续，我把下学期的作业压上，你们也把下学期压上。此时的众人哪还不知道又被卓越给耍了？我真的裂开了这个！靠，不玩了，以后再相信你，我就是条狗。真就走过最长的路，就是老卓的套路啊，连我们自己人都骗。舒服啊，这把赢了，整个上学期基本上就稳了。小卓，你帮帮我。吴老师，出什么事情了？我今天去上课的时候，发现七班特别安静，所有人都坐在位置上，一点也不闹腾，吓得我压根都不敢进去。他们肯定要对我使坏了，我一直都没招惹过他们啊。卓越哭笑不得的安慰了一番，吴英才将信将疑的上课去了。然而七班的异常是真把这些任课老师给吓坏了，一个个上完课回来以后都是大眼瞪小眼的。现在也没有好的办法收拾他们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金手指上了。系统升级教师之眼。升级成功，初级教师之眼成功进化为中级教师之眼。中级教师之眼可观察学生详细数据和基本概况。感觉眼下自己能用的东西还是太少了，现在一共有3个随机天赋模块，去给周峰他们用一下看看效果。老卓，找我们什么事？跟你们商量点事。卓越先是拍了拍周峰的肩膀，嘴上说着周末打球的事情，实则对周峰使用了天赋模块。使用成功，姓名周峰，天赋1级篮球 ，S 级数学家，学习效率123%，综合评价 C。我勒个豆 ，S 级评分更是直接升了 C， 以前不是懒得评价吗？老卓怎么突然就不说话了？没啥，我本以为来个 D 级天赋都算不得了了，结果上来就一个 S 级的数学天赋，这小子上辈子拯救地球了。行了，周峰，你先回去吧。周峰被搞得一头雾水，还是转身离开了。卓越又拍着杨天宇的肩膀，使用了天赋随机模块。使用成功，姓名杨天宇，天赋 C 级美术，学习效率133%，综合评价 F。我去，天赋走差了呀！一个体育生点了美术天赋，太夸张了。老卓，行了，你也回教室去吧。不是，你啥也没说。暂时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回去吧。老卓，你到底在干嘛啊？我们上课没捣乱啊？没事，给你们摸骨呢。你还会摸骨？卓越也不想解释了，一把抓住了曹云锦的肩膀，使用了最后一个天赋随机模块。姓名曹云锦，天赋低级驯兽，学习效率107%，综合评价 F。卓越神色古怪地望着曹云锦，曹云锦顿时有点慌了。老卓，你摸到什么了吗？没有。那你干嘛用这种表情看着我？我现在有点慌。不慌，你先回去吧。杨天宇的美术天赋还行，就算是走差了，但最起码可以走美术生方向，而且没准能混出点名堂来。驯兽天赋，其实也不算太差，用好了没准以后能成为动物学家或是马术运动员，混得再差也能开个宠物店之类的，再不济去街上耍猴，也算是发扬传统文化了。算了，看在他运气这么差的份上，下次有天赋模块再补偿他吧。系统 S 级的数学天赋有多强？根据苏竹所在世界判断，数学家平均天赋为 A，S 属于顶尖数学家行列。我去，
我这一不小心弄出来了个数学家，还是个体育特长生。周峰，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你在数学上极具天赋。老卓，这个你要说我打篮球有点天赋，我挺开心的。但你说我有数学天赋，这不扯犊子吗？有，周峰，你要自信。老卓，别逗我了，我真没有。你真有，只是你自己没察觉罢了。第一单元看了多少？一点点。集合的概念弄懂了没？没懂。啥叫子集？集合 A 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是集合 B 的元素，那么集合 A 成为集合 B 的子集。我咋知道的？我说了，你有天赋，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真的假的？我去，之前就瞄过一眼，我竟然记住了。老卓，我真有数学天赋。有的，而且可不是一般的数学天赋。这么说吧，只要开发的好，你甚至有可能成为数学家。数学家？你这玩笑就开得太大了。老卓，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别说是数学家了，我数学考试能及格都谢天谢地了。自信点，你能考满分。就我数学考满分，我是直接校还是走程序？果然不相信，不过一切都在预料之内。我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告诉周峰他有这个天赋，引导他潜意识之中树立一个方向。周哥，老卓找你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有数学天赋，而且是能成为数学家那种。就你这样的，又不是我说的，他肯定忽悠你的。很快，这事情就被周峰抛之脑后了。卓越观察了几日，也不见周峰有什么异常，不免有些无奈。看来当时那一番话并没有对周峰有多大的影响，果然还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周峰的积极性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再想其他办法吧，不然我的榜一大哥迟迟不能上线。明明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实习教师，可我的学生却每天背地里找人调查我，只因我表现得过于全能，让他们产生了误解。英姐，帮我查个人行不行？查谁？我想让你帮我查下我班主任，他不仅唱跳 rap 打篮球样样精通，而且游戏系数也是最顶尖的。最离谱的是他还会格斗术，你也知道我的功夫，他一招就能把我收拾了。我不信一个老师能这么全能，他肯定有问题。照你这么一说，倒是还真有些古怪。是吧？高哥他都不信我，说我胡闹来着，我就觉着这人肯定有问题。英姐，你去查查，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没准是条大鱼呢。我想查就能查啊！你当国安我家开的，上面要审批的，何况你又没什么证据。我有证据。汪乐邦二话不说就把手机给拿了出来，递给了月英，上面有不少视频，要么是卓越在打篮球的视频，要么就是卓越在打游戏的视频。月英看了以后，也是越发觉得怪异了起来。乐邦啊，你老师几岁了？23还是24，记不清楚了。比我小这么多啊！他有女朋友了没？我去，英姐，我让你查他，不是给你介绍男朋友啊。好了，我知道了。恭喜宿主抽奖获得教师星星之力，解锁学生升星功能。教师星星之力特殊技能，满足要求后可以提升学生的星级，增加学生属性，星级越高属性越强。卓越赶紧找到周峰的看了一眼，周峰星级0，升级所需周峰灵魂卡2张或者升星符。系统，这灵魂卡和升星符从哪弄？学生在忘我学习状态下有一定的几率产出灵魂卡，抽奖签到均会产出升星符。忘我状态，就7班那集体复述的学习效率能产生忘我状态。哎，又是一不小心抽到了个没用的高级技能。怎么了？汪乐邦刚才找了我说让你周末去他家一趟，做个回访。汪乐邦竟然主动让我做家访，这太不对劲了。老卓，怎么你也把他爸妈给整哭了？回去吧，你跟他说我知道了。这汪乐邦搞什么名堂？算了，继续抽奖。恭喜宿主获得 SSS 几百件9区黄河笔。我操！ SSS 几百件，我还没开始献祭照一周呢。系统介绍一下功能。9区黄河笔，相传是上古书圣所用之笔，效果未知，请自行探索。名字这么霸气，但为什么就是跟碳素笔，跟超市里卖的1元钱一支的笔一模一样？系统，这9区黄河笔怎么用？宿主权限不足，请自行探索。卓越盯着9区黄河笔仔细研究。你瞅啥？信不信我削你？谁在说话？我问你，你瞅啥？你竟然会说话！就你这小子把我给吵醒了，你说想咋地吧？回答的让我不满意，我指定削你。我没想咋的，比哥啊，不，别，你要不回去接着睡？这哪还睡得着？你这小老弟身上有不少吃的吗？给咱来2口，不给我就削你。9区黄河笔向你索要1万教学点，是否同意？我靠，上来就抢啊！不给他就削我了，我敢不同意吗？明白。味道不错，你这小老弟还挺厚道，以后笔我罩你了。是，多谢笔爷。有啥事你吼一嗓子就行，我都能搞定。我先接着休息去了。说完，他就钻进了卓越的身体里。这算了，惹不起。系统 SSS 几百件都会说话了。SSS 级是神话级的存在，已经诞生了意识，并且拥有和宿主交流的能力。那到了后期，我身边的 SSS 级百件越来越多，
那岂不是神仙打架？而且 SSS 几百件都拥有自己的意识，不一定能管得住的，得先跟比爷培养好关系。比爷能听到吗？小老弟有啥事？不知道比爷有什么独门绝技吗？消淫。除了消人呢，比如写画画什么的。那都啥玩意儿？消淫多痛快，看谁不爽，消他就完事了。这一下子顿时把卓越给整不会了。比爷，那没事了，你休息吧。下午这会儿上的地理课，卓越刚上课不久，比爷突然就冒了出来。这都什么玩意儿？一个个看起来咋这么欠削？比爷，你这是咋了？这群小犊子看着真让人上火。卓越瞬间意识到九曲黄河比应该是拥有类似于教师之眼的能力，能看到七班的详细情况。本来九曲黄河比脾气就挺暴躁的，这会儿卓越是真怕九曲黄河比飞过去削人。消消气，消消气，没必要跟这群小家伙们一般见识。不行，这群小王八犊子欠管教，我今天高低得削他们一顿。比爷，你看能不能卖我几分薄面，就别跟那群小家伙斤斤计较。要是把人打伤了，我可拿不着教学点了，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比爷你啊。说的也是哈，咱比爷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哈。行，就给我小老弟一个面子。这一晃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周六，卓越来到了汪乐邦的家里，隔壁屋内的电脑桌旁，月英正坐在桌边看着电脑上的画面。英姐，我去试试他，你就知道这家伙多不对劲了。就在卓越跟汪奶奶聊着天的时候，汪乐邦就鬼鬼祟祟的靠了过去。这会儿卓越浑然不知汪乐邦已经在他身后，看我怎么戳穿你的真面目！乌鸦坐飞机，呀呼！杀！出什么事了？没事，你怎么不躲啊？我躲你妹啊！我背后又没长眼睛。此时汪乐邦心虚无比，完全不敢跟卓越对视，避开了卓越的眼神。老师，出什么事情了？奶奶，今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汪乐邦了。没等汪奶奶反应，卓越直接就给汪乐邦上了24小时的敬畏和反思状态，之后就开始了3连质问。月英本来正看着电脑上的画面，见汪乐邦突然把卓越给撂倒了，然而就在月英准备动手过去制止的时候，汪乐邦突然就抹起了眼泪，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了汪奶奶面前，痛哭流涕，隐隐约约的，月英甚至都听见了汪乐邦的哭声。奶奶，对不起，我错了。我在学校天天不学好，整天打架斗殴，我以后一定会改的。月英此时也来到了院子里，这会儿汪奶奶脸色也有些难看，坐在石墩上一言不发。听见自家孙子在学校里竟然是这般模样，汪奶奶血压都上来了。突然间，汪奶奶躺倒在了院子里，似乎是晕了过去。众人都是脸色大变，卓越赶紧使用了模仿技能，检查了一番，基本上确认是高血压引起的眩晕症。月英也知道汪奶奶的症状，立刻拿了速效救心丸过来。麻烦你赶紧打个120。好的。来到医院以后，卓越也不免有些愧疚，但也并不后悔。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汪奶奶迟早也会知道汪乐邦做的一切，而且那时候必然是汪乐邦已经闯出了就连学校都没办法帮他隐藏的大祸，所以这肯定不能惯着。医生，怎么样了？情况已经平稳下来了。谁做的急救措施？我做的。手法很专业，短时间内平稳住了血压，不然的话极有可能引发脑梗的。你哪个医科院校毕业的？我不是医科大学毕业的，也不是医生，只是正巧懂一点急救。什么？懂一点？你这个懂得不是一点，我手法都不见得有你的好。不过刘一坤倒是没在这问题上深究下去，让卓越跟着他去一趟拿病情报告。月英和汪乐邦就赶紧进了病房，见汪奶奶没事，月英才算是松了口气，瞥了一眼此时的汪乐邦，这心里面还是要多古怪有多古怪。乐邦，你这是怎么了？这不问倒还好，这一问，汪乐邦的情绪又控制不住了。英姐，我错了。你错啥了？小时候你家玻璃就是我砸的，害你被打了，对不起。行了，这事情我一猜都知道，肯定是你干的，用不着道歉。但这还没完，汪乐邦把自己犯的事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出来。听着听着，月英血压也逐渐升高，本来月英听着都想打人了，但是汪乐邦说着说着，眼泪也开始不争气的流了下来。见状，月英那表情简直要多古怪有多古怪。这家伙今天怕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压根就不是我认识的汪乐邦啊！他的班主任3言2语就把汪乐邦心态搞成这样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是心理学吗？我得向上面反映一下。小卓，迎新晚会可要好好表现啊！年轻人就是有活力，我们现在可不太行了。什么迎新晚会？你不是报名参加迎新晚会的舞蹈表演了吗？啥？我没报名啊！等卓越回过神来，立刻就意识到被坑了一把，他立刻给赵一周打了电话，结果电话一直没打通。好家伙，还给我拉黑了！一中的舞蹈训练室，赵一周正跟青春靓丽的舞蹈老师们聊得正欢。老赵，找你有点事情，跟我过来一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就你这老色批，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你没课必然在这里。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莫名其妙报名参加迎新晚会的舞蹈表演了？老卓，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吗？咱们学校舞蹈老师都挺漂亮的，身材又好，气质也挺不错，到时候一块跳跳舞，增进感情不是好事吗？而且我也报名了，咱俩一起上阵吗？
我看你就是自己报名了，害怕出丑，所以才把我也拉上的。不过邓思家的舞蹈生团伙也是要参加迎新晚会的，倒也不失为一个接近邓思家等人的机会。算了，我就帮你一次吧。哦，果然是好兄弟。没办法，上阵父子兵嘛，我也不太放心你。哎，占我便宜。瞧你这话说的，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谁是谁爸爸，谁是谁儿子都无所谓了。迎新晚会有好几个舞蹈表演，有的是老师群舞，有的则是和学生群舞。当然，报名的可不仅仅只是赵一舟和卓越，还有不少男老师，这会儿正聚集在舞蹈室里面等着安排，都是为了青春靓丽的女老师。咱们一共4个节目，3个是老师群舞，1个是和学生们的团体舞蹈。随后报了节目名字，说清楚了要求，除了卓越之外，所有男老师都选择了教师群舞的3个节目，包括赵一舟在内。你打算跟学生们跳，那有啥意思？毕竟愿意来参加的男老师，10个有9个都是抱着来和年轻漂亮的舞蹈老师们交流交流的。你懂个棒槌！其实他也挺想跟舞蹈老师们跳，不说别的，最起码养眼。但是为了7班，只能选择学生群舞了。卓老师，你倒是挺特别哈。愚蠢，年轻漂亮的舞蹈老师们不香吗？傻子吧，跟学生去跳舞有啥意思？跟学生多交流交流嘛。挺好，那你跟袁文老师一块。卓越点点头，确实不知道袁文是谁，反倒是那一堆男老师，刚才还一脸的讥笑，瞬间所有人都是一副吃了屎似的表情，说曹操曹操就到。主任，不好意思，来晚了。没事，你负责学生群舞，卓老师就交给你了。卓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该说不说，还真是有种被惊艳到的感觉。话说，我们学校有这么漂亮的女老师吗？随后，卓越跟着袁文准备去见学生了。临走时，更是莫名感受到了一股股强烈的怨气。卓老师，你打球的视频我可是看过，打得很不错啊。谢谢，袁老师，我以前没见过你啊。我上个月刚回来，去年1年都在北舞学习交流呢。北舞吗？舞蹈室，邓思佳等人正等着袁文老师来排练，大抵也是听说会有男老师跟着一块排练，不免都有些议论纷纷。今天来了一位男老师跟我们一块排练，大家期不期待？众人一脸期待地望向了门口，紧接着就看到卓越走了进来。邓思佳等人顿时翻了翻白眼，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倒是其他的艺术生们疯狂欢迎，只因他打球那段视频吸了一大波粉。卓老师既然这么有人气，那就请这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1、7班的班主任，姓卓名苑，接下来会和大家一起排练和表演，希望能和各位同学好好相处。卓老师，你打球超帅的，我们班的好多男生都把你当偶像了。我们班的男生也是，天天嚷嚷着天不生我卓老师，万古求道如长夜。过奖了，过奖了。袁老师，我有问题。邓思佳同学，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班主任1没有形体条件，2没有舞蹈功底，凭什么能够跟我们一起排练？大家好不容易练了这么久，突然来了个什么都不会的老师过来瞎掺和。袁老师，我觉得你这样做决定有点太儿戏了。邓思佳一开口，所有人都不敢吭声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舞蹈室扛把子了。邓思佳同学，你说的这些问题老师之前也考虑过了，所以接下来我会在群舞上稍作改变，不会让卓老师影响到各位的表演效果。哼，反正我不同意，他又不会跳舞，没准是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呢。就是说啊，袁老师，看来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意见。你们怎么知道我就不会跳舞的？ What？ 就你跳舞？怎么了？不像吗？那你说说，你会跳什么舞？街舞、芭蕾、国标还是啥？基本上都会。这也太能吹了吧！我堂堂北舞毕业的都不敢说出这种大话。不是，你哪来的自信？虽然你会打篮球，游戏技术也不错，可这些跟跳舞可都一点都沾不上边。不说别的，你要是现在能来上一段，我保证以后绝无二话。没问题。袁老师有没有音乐？卓老师，你真会拿捏。好吧，你想要哪首曲子？就你们排练的曲子就行。哼，邓思佳依旧是一脸不屑，就等着卓越出糗。卓越跳完之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是满脸惊讶之色，邓思佳更是瞪大了眼睛。他竟然真会跳舞，这起手的标准姿态，一看就是练过的。就连袁文也是被深深的震惊了，满脸都是惊喜之色。这一看就是专业舞者的水平，不，专业的水平都可能还达不到这种层次。我的天，这跳的也太好了吧！打篮球这么强也就算了，跳舞都跳得这么惊艳，这会儿想来没人有意见了吧？见到卓越的舞技，就连邓思佳几人也不好多说什么。既然都没意见了，那大家以后也要跟卓老师好好相处哦。请各位同学多多关照。卓老师，你学了多久了？跳的也太惊艳了。真是天不生我卓老师，万古舞道如长夜啊！好了，大家开始排练吧，时间不多了。
排练了半晌，卓越看模仿效果快过了，赶忙找借口溜了。邓思佳这一伙有点油盐不进啊，排练的时候还一直针对我，难搞。时间一晃就过了2天半，这些日子卓越可感觉有点不太好过，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好像是被单身的男老师们给针对了。吃过饭后，卓越在办公室闭目养神，为下午的排练做准备。这时候赵一舟着急忙慌地找了过来。老卓啊，你麻烦大了，有人要搞你啊！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了。咋我就凶多吉少了？刚才食堂吃饭的时候，你没瞧见张云磊？见到了，那又怎么样？你是真不知道张云磊什么人物啊？我跟他又不熟，干嘛要去打听人家？这么说吧，咱们学校就连上面都得看他家人脸色行事。张云磊原来就不是咱们学校的，原文老师进咱们学校之后，他跟着就过来了，而且都放过话了，说原文可是他的，让其他人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是，我跟原文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废话，我当然知道你跟原文没啥关系，你啥家庭，人家原文啥家庭，铁定是瞧不上你的，除非他眼瞎。你说的是人话吗？我知道，别人也知道，但张云磊一个纨绔子弟，想搞谁就搞谁，他自己都没机会能天天跟原文接触，你却天天一起跳舞，你这不就是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扇了张云磊一耳光吗？我就是冲着7班的学生去的，顺便装个13，这都能惹祸上身。我估摸着张云磊10有8九肯定会搞你一波，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平日里给你穿小鞋之类的，就怕他把你工作给搞黄了。不至于吧？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反正你要是想保住饭碗，就去张云磊那低个头认个怂，撇清关系，咱们惹不起他的。我靠，凭什么？就凭别人家有关系呗，咱们就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拿什么跟人家斗？没事，你让他来，我看他敢不敢搞我。当我史诗级教育技巧是摆设呀。下午的时候，众人都排练完了，正在休息。就在这时，卓越忽然瞥见了窗外的一道身影。张云磊面无表情地扫了一眼卓越之后，便转身离去。卓越倒也没怎么放在心上。然而片刻之后，教学处主任就来到了舞蹈室。卓老师找你有点事情，出来一下。主任，什么事情？你的备课是怎么回事？已经快1星期没交备课录了。孙主任没跟你说明情况吗？我只是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办事，今天之内必须将欠下的所有备课录交齐，不然的话全部按缺勤处理。行，我知道了。卓越心中很是不爽，正如赵一舟所料，张云磊开始搞小动作了。不就是备课录吗？交就交。小卓，你怎么回事？咋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孙主任，我这是无妄之灾，赶紧想办法解决。我这边可是给你顶住压力了，刚才上面的人都给我通电话了，让我想办法把你调出去。对方态度坚决，就只给了我3天时间。行，我知道了。卓老师，今晚上排练的老师们有个聚餐，你去不去？不去了，有点事情，你们玩得开心些。袁文目送着卓越离去，忍不住皱了皱眉头，半晌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爸，帮个忙。怎么了？帮我保个人，我们学校一个叫卓越的老师。你男朋友吗？不是，是个朋友，被人整了。知道了，待会儿我打个招呼。真不是男朋友。真不是。真不是，你干嘛这么关心人家？卓越这会儿在宿舍正琢磨着想办法怎么解决一下张云磊，然而孙主任电话马上又跟着打过来了。小卓，小瞧你了，可以呀。啥意思啊？行了，别给我装了，有这么个未来岳父，没谁敢动你。你小子真挺有能耐的，把咱们学校最美那朵花都给摘了，厉害厉害。没啥事了，教务主任那里我也已经打招呼了，备课录什么的也不用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女朋友都还没呢，哪来的岳父？张哥，袁文这女人实在是有些太不知好歹了。对呀，你跟他才是门当户对，金童玉女，他怎么就瞧上卓越那种货色了，还让他爸护着卓越？都他妈闭嘴！去找机会对那家伙下手，不需要太狠，先给个教训就行。次日下午，月英下了班，来到汪家。奶奶，闺女，上次可真的谢谢你了。奶奶，我可真没帮上什么忙，全亏了卓越老师。是，可真的好谢谢卓老师。奶奶，热帮呢？客厅扎马步呢，是该好好收拾这小子了。奶奶，我去看看他。干嘛？那天怎么回事？别问，就是我那天脑子抽了。是不是你班主任对你说些什么了？不知道，但他肯定对我做了什么手脚，这事我跟他没完。你咋就确定他对你做手脚了？汪乐邦本不想说话，不过在月英的一再逼问之下，就把李一阳的事情也说了出来。3言2语就能够攻破心理防线，卓越这怕不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毕业的。月英突然想起来，国安这边抓了不少的硬茬，心理素质强的离谱，审了快半年了，请了不知道多少审问专家都没用，硬是没从对方嘴里面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反正是没招，倒不如让卓越去试试。老大还在犯愁呢？能不愁吗？就剩半个月了。
老大，我倒是认识一人，要不要试试？哦，谁呀？一个老师，真的很厉害，要不要试试？少跟我在这扯犊子！我请了那么多专家来都没用，一老师管什么用？教育学生就得了，让他来审问罪犯不是闹笑话吗？也并不是不可以。老师，这又不是过家家，您堂堂审讯顾问审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让一个老师来能有用吗？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你也别小瞧了高中老师，他们要面对的正是一个人最叛逆的时期，不仅要去分析学生的思想进行引导，同时还要去管教学生，都属于心理学范畴。Coco，小月他若是没有把握，应该不会提这个建议给你。将来他所认识的那位高中老师必然还是有些厉害之处的，何况现如今这个情况，也只能是另辟蹊径了。我倒是觉着可以试试。人第一次不穿内裤给学生上课，就被国安局的人找上门。卓老师出来一趟。主任，怎么了？你没犯什么事吧？我会犯什么事情？到底怎么了？国安的人来找你，人就在学校门口等着。国安，我没犯事啊。你赶紧去吧。行，我立马过去。等来到了学校门口，卓越就见到了一位半生不熟的身影。卓老师，抱歉，事先没跟你打过招呼，就这么来找你，实在是不好意思。没事，是你找我有事吗？不是，我是过来接你的，具体的事情需要你签了保密协议之后才能跟你说明的。不是我犯事了吧？不是，你要是犯事了，不会通知你的，一般直接上门来抓你了。那就行，那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车子停在那边，你跟我来。好。三哥，见到人了，就在学校门口，快过来。是啊，你警察，我们这就过来。很快，卓越就跟着月英上了一辆小型客车，里面坐着7、8个全副武装的特战队成员。卓越一下子就僵在原地，不敢动弹了。卓老师，不用紧张，因为这次的任务属于机密，所有相关人员都会安排特战成员全程护送。好。卓老师，签过保密协议之后，我会告诉你具体的情况，但一旦你签了，绝对不能对外透露任何信息，否则我们将追究你的责任。可以，没问题。此时，3辆车一同驶来，突然间就下来了几10号人，一个个都携带武器，气势汹汹。人呢？就在那辆车上，还没走呢。去把车给我砸报废，人给我拖出来。三哥一声令下，所有人立刻对车猛砸，任凭众人如何用力，愣是没把车窗给打碎。倒是车内的众人已经听见了动静，不过因为防弹玻璃是无法看到外面的，所有特战人员即刻摆出战斗姿态。卓越一下子都懵了，这还没来得及消化月英说的事情，紧跟着就出事了。月英眉头一皱，立刻比了个手势，众人心领神会。伴随着月英等人下车，所有混混的脸色都跟吃了屎一样难看。三哥懵了，小弟们全都懵了，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呀！三哥轻车熟路的自个跪在了地上，其他小弟有一个算一个，都把手里面的家伙全给扔了，跟着三哥纷纷跪在了地上。几进宫了？三次，我是受人指使来的。受谁的指使？又是针对谁的？张少办的，张云磊，冲他来的。张云磊要我们就去一杀他。联系附近的派出所，让他们来处理。不久后，卓越就来到了江南国安，而月英已经在路上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他。这刚一进门，孙冲和卢青海便打量了起了卓越。见卓越那还有些青涩的脸庞，孙冲实在是哭笑不得。卓老师，不好意思，麻烦你一趟了。哪有的事情，能为祖国献一份力量，实属我的荣幸。这觉悟不错。事情的经过，小月想必已经告诉你了。不过你毕竟没有接触过审讯这方面的学习，所以我需要临时指导你一下。是，有劳卢教授了。随后，卢青海跟卓越交流着，只是说着说着就感觉不太对劲，感觉卓越没啥城府，比较单纯，就一个刚踏入社会不久的萌新教师，甚至还怀疑月英的情报是不是有误。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能试试了。接着就开始教卓越一些关于审讯的东西，卓越可是听得认真仔细。对于审讯的事情，卓越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要面对的可不是普通人，而是间谍特工。他只希望史诗教育技巧给点力。不知不觉就过去了2小时，卢青海该说的也都说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切入角度，只要能从他们口中得到消息，就算是你的胜利。你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到时候你带上隐形耳机，我会随时盯着的。没多久，卓越和卢青海就来到了审讯室。准备好了没有？随时可以。进去吧。怎么，果然没人了？让你这种毛都没长齐的家伙来审讯我？姓名？姓名？对方依旧不配合，反倒是冲着窗外面吹了吹口哨。有美女吗？算了，请出来吧。老师，这还没开始呢。已经结束了。卓越太年轻了，实在是没震慑力，开始就输了。我去开门吧。姓名？
完了，这可是间谍特工，又不是学生，你拍桌子吓唬得了谁啊？李子兰。一时间，整个审讯室安静的落针可闻。不仅先看看什么情况。只见李子安刚才还嚣张跋扈的表情，转眼间便化作了极为不安的神色，似乎十分畏惧卓越。老师，这小子怎么做到的？竟然让李子安都露出这么不安害怕的神色。大概是某种心理暗示勾起了李子安心里面比较脆弱的那一部分。拍桌子嘛，我们也没少拍啊。可能是，不过应该还有其他的，只是就连我也瞧不出来。看来真是我低估了卓越，仅凭手上的资料就能够推断出来李子安的最为脆弱的心理防具，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的任务是什么？好家伙，这么直接的吗？什么心理工作都不做就直接上了？此时李子安表情有些不太对劲，显然是已经触及到了敏感问题，恐惧和理智开始进行交战了。说792量子工程。审讯室顿时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敢相信。卧槽，这他妈啥过程都不走，竟然真问出来了！周老师问他掌握了多少信息，信息又储备在什么地方，与境外的联系方式还有同伙。卓越接收到了消息之后，立刻开始提问。在实施教育技巧的强烈敬畏下，李子安开始交代他所知道的情报。只是当问到境外的联系方式和同伙以及幕后主使之时，李子安突然就捂着脑子，表情极为狰狞。卓老师，这时他的心理防御开始作祟了，这让卓越有些猝不及防，扭头望向了审讯室内，露出了求救的眼神。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击溃对方的情绪，让他陷入混乱。你要是做不到，我立刻让人给他注射镇静剂。击溃情绪，这我在行啊。李子安，你连你哪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你祖宗8辈要是晓得你做汉奸，肯定跟阎王爷请假从坟里蹦出来剁你，信不信？你连你哪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你祖宗8辈要是晓得你做汉奸，肯定跟阎王爷请假从坟里蹦出来剁你，信不信？接上集，卓越在审讯室内疯狂开喷，言语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听得审讯室外的众人都不免傻了眼。卢青海也是懵了，我只是让卓越想办法让对方情绪崩溃而已，没让他骂人啊。然而就在卢青海想要阻止这一切的时候，李子安的反应更是让人琢磨不透，低着头沉默不语，任凭卓越怎么羞辱他也没有任何的言语反击，直到我错了，我认罪，我愧对列祖列宗，我什么都交代，只希望能够赎罪。审讯室外的众人已经惊得合不拢嘴了。卓越见状，赶紧接着审问。李子安哽咽着，全给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卓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一脸佩服的表情。虽然看不懂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大为震撼。最难啃的李子安，竟然就这么被卓越给治得服服帖帖，硬生生被骂哭了，可还行？真就是小母牛坐飞机，牛批上天了。小周，非常感谢你帮助我们的工作。应该的，应该的，能帮得上忙实属荣幸。何止是帮得上，简直就是帮大忙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卓老师，你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出一份学习资料，让大家都来学习学习？这是天赋，你以为想学就能学得会的？卓越对于时机的把握、切入的角度都有他独特的见解。就算是给你学习资料，你没有卓越的这种思维，根本没法行得通的。小卓，是我冒昧了。没事没事，我只是有金手指而已，并没有独特的见解啊。卓老师，还有几个硬茬，要不要都给解决了？你这不是胡闹吗？审讯是很消耗精神的，让卓老师休息休息，明天再审下一个。对此，卓越倒是没什么意见，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与此同时，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走进了国安大厅。这不少工作人员见了来人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来人正是李子安等人的辩护律师常远超，也正是在他的3寸不烂之舌下，国安的工作屡屡受阻。我要见我的委托人。切！工作人员不情不愿的应下，半晌就有工作人员领着常远超来到了一个休息室。你们什么意思？我要见的是我的4位委托人，让我来这里干嘛？常先生，稍等片刻，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常远超眉头紧锁，紧接着就见孙冲走进了休息室之中，让常远超不由得一愣，反应过来，心里面不由得冷笑一声。看来是想让我松松口啊，只不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口，李子安背后的势力可不是我能够得罪得起的。孙楚，作为一个律师，我既然接受了委托，那就要为我的委托人负责。麻烦你现在就让我见我的委托人。我也没说不让你见，我过来就是单纯的和你说一声李子安招了而已，你这个金牌律师也没辙了哦。孙冲就是过来嘚瑟一下的，毕竟这常远超跟他对着干了半年，早就看常远超不顺眼了。今天李子安招供，他终于可以放肆的宣泄一下了。这绝不可能，他压根就没罪，就是你们抓错人了而已，都没有罪，哪来的认罪一说？孙冲也不解释，露出一个怪异的表情，随后走出门外。常远超不免有些心神不宁，毕竟孙冲那一副暧昧的态度，着实让他心里不舒服。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子安等人怎么可能主动招了呢？
就在常远超思索之时，李子安就走进了会面室。李子安，怎么回事？常先生，我已经招了，你不用管我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为什么就招了？他们动刑了吗？没有，我只是深感惭愧，对不起我的祖宗，为了钱我竟然卖国通敌，真是罪无可赦。麻烦你辩护的时候帮我罪行加重一些，无期起步，最好来个死刑。你常远超整个人都懵了，瞬间就给他这个金牌律师整不会了。李子安，我现在可没跟你开玩笑。常先生，我也没跟你开玩笑。你真招了？全招了，不过我觉着还不够，要不你帮我想想，我只想尽快判刑，别拖着我的刑期。他们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东西？我这种垃圾怎么配吃东西？简直就是在浪费食物。看来已经神志不清了，这下子国安算是彻底栽了，折腾了半年，终于是扛不住压力动用私刑了吗？我明白了，我要立刻申请委托人的血液检查。查呗，让你查。常远超立刻请了医生来抽血化验，半小时后，李子安的血检报告就出来了。不可能，怎么会一切正常？常远超最后又请来心理医生，也把心理医生给整懵了。这个我也判断不出来到底什么毛病，他现在好像只是单纯的情绪非常悲观，好像是在反思自我，其他的并不受影响，思路也十分清晰，不管问什么都很有条理，更没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常远超听完简直脑壳都要炸了，他只能放弃李子安。接下来他一一见了其余3人，说的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无论他们如何审讯，绝对不要接茬，一句话都别说。国安也不敢动刑，拖延时间，只剩7天时间。过了这1周，天高海阔任鸟飞。放心，绝对一个字都不说，不会重蹈李子安的覆辙。次日，常远超再次来到了国安，没一会儿，刘申林就走了进来。刚坐下，常远超就瞧见刘申林那一脸悲痛的神色。常先生，抱歉，我也招了。我愧对我的妻儿，麻烦你转告他们一声，我是个人渣败类，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让我的老婆改嫁吧。你们一个一个的怎么回事啊？对不起，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愧对人类。常远超血压瞬间就拉满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连续2天就让李泽安和刘申林全招了，就只剩下2个人了，这可如何是好啊？随后，常远超又见了剩下的2人，就差没给2个人跪在地上磕头了。2位，求求你们嘴硬一点吧，千万不能再招了。剩下的2人自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神色，让常远超放心，表示但凡要是开口就是个畜生。第3日，常先生，我畜生不如啊。第4日，常律师，他们说只能判我无期，你帮我争取一下，判个死刑成不成？我实在是不想活了。最后，常远超如行尸走肉般从国安走了出来。常律师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孙楚，好手段，我输了。哟呵，不再努力，带不动。可惜你不走正道，不然我还是挺欣赏你的。我国安的法律顾问愣是被你搞得不知道如何反驳。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到底是怎么审的？是魔法，我们用了魔法。接上集，卓越在完成任务之后，深藏功与名，继续回到学校上课。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回来多了个国安顾问的头衔。卓越时隔数日回到办公室，老师们就全部围了上来，大倒苦水。卓老师，你不在这几天，这课是压根没法上。是啊，这几天那叫一个闹腾，感觉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进7班教室就跟进菜市场似的，吵得不行。卓越听得满脸无奈，不过心里面也清楚，他也就靠着一些小手段压着7班，也没真正的收服人心。好吧，我来想办法。好在这趟去国安不仅白嫖了一个国安顾问，顺便还从月影口中知晓了汪乐帮的不少事情，正好趁热打铁，尽早拿下汪乐帮。只要有汪乐帮撑自己，这7班就算是降服一半了。只是该怎么办呢？多大点事儿，让我削他们一顿就完事了。比爷，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谁说不能的？这天底下就没有我比爷削一顿收拾不了的人。如果有，那就削2次。听着九曲黄河比这自信满满的语气，卓越不由得权衡了起来。主要是他不知道九曲黄河比口中的削人到底是不是只揍人。先试试，不行再及时制止。比爷，那这事就拜托你了。行，先给我点劳务费。九曲黄河比向你索要3万教学点，是否同意？同意。九曲黄河比发动神威，成功斩掉汪乐帮心魔。斩掉心魔是什么意思啊？比爷去的是心魔界，斩掉心魔之后，人就会变得善良。哇！卓越立刻来到教室，催动了教师之眼，看了一下汪乐帮的情况。姓名：汪乐帮，德行97，心魔将于94天后复活，状态：厌恶学习，正道的光，该状态下德行会持续上涨，心魔复活后该状态会消失，学习效率113%，潜力144%，综合评价 F。
德性竟然涨了这么多，这个程度已经达到优良水平了。只是不清楚德性提升那么多会带来什么影响，但肯定是好的。这3万教学点没白花呀，比爷还是不亏是 SSS 级。时间一晃过去了2天半，下课后，周峰急匆匆的来到办公室找卓越。老卓，这几天汪乐帮太奇怪了。怎么奇怪了？今天徐天浩不是跟几个人在闹着玩吗？一不小心撞到了汪乐帮，你猜怎么着？怎么了？汪乐帮不仅没骂人，还扶了人家一把，甚至还特别关心的问了一句：“没受伤吧？”好家伙，徐天浩那一伙都准备动手了，结果汪乐帮突然来这么一句，瞬间给他们整不会了。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太不对劲了呀！要是以往，汪乐帮肯定扯着人家衣领子打起来了呀。这不挺好？好是好，就是感觉不太适应啊，感觉那人好像是汪乐帮，又好像不是。现在7班的气氛太古怪了，慢慢适应就好了，回去吧。然而，周峰前脚刚退下，后脚吴英老师也来了。小卓，汪乐帮是不是撞到脑子了？感觉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怎么了？刚才我正准备回办公室，汪乐帮竟然主动上前要求帮我拿课本，态度十分殷切，我也不敢拒绝。来到了办公室，把课本交给了我，还说了声老师辛苦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在路上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要搞什么恶作剧呢。卓越也没料到汪乐帮的心魔被除掉之后，转变竟然会这么夸张。随后，卓越又亲自观察了几天，几乎每次下课都能瞧见汪乐帮在楼道里面四处逛。请问你需要帮助吗？学生一看是7班小霸王，瞬间就冷汗淋漓。我不需要，谢谢。该上课了，我送你回教室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他心魔复活时间竟然随着他做好是在不断延长。卓越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主任，怎么了？小卓，赶紧带着你们班汪乐帮来我接待处一趟。出什么事了？我这也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呢，好多校领导都来了，你赶紧把人带过来吧。好，汪乐帮老师找我有什么事情吗？跟我来一趟。好的。汪乐帮也不问缘由，跟着卓越就走了。路上看着汪乐帮一直保持谦逊的模样，着实让卓越是不太适应。乐帮，之前家访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记得，老师，我终于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更是深刻认识到了我的错误。我现在一直在反省的，请老师放心，我正在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定做有个让大家放心且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果然不正常了，这压根就不是汪乐帮啊！不一会儿，卓越就带着汪乐帮来到了接待处。警察都来了，怕是真出什么大事了。这位同学就是汪乐帮了，这位是汪乐帮同学的班主任卓越。汪同学，我代表603专案组向你表示感谢，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愣是没想到昨天出手的竟然是个高中生，年轻人，前途无量啊！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都是我应该做的。好，很好，同学，跟我来，跟你商量点事情。好。汪乐帮连忙跟着老者去了。等所有人落座，警察同志才讲述起事情的经过。就在昨天晚上，汪乐帮同学回家途中发现了有一伙人表现极为异常，而那伙人正是我们一直盯着的一个巨大的武装贩毒集团。1个月前，我们查清楚了幕后老大的位置就在江南一处别墅之中度假。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上100名精锐警力和大量特警对其幕后主使及主要骨干实施抓捕。但是幕后老大太过狡猾，竟然在别墅区设置了地下通道，带着数十名武装亡命之徒潜逃至河西大院，躲过了警方的包围圈。警方一路追踪，为了不伤及无辜，只能便衣进入河西大院继续实施抓捕。汪乐帮同学发现这伙人不对劲，他立刻开启反跟踪模式。汪乐帮趁其不备偷袭其中一个落单的，当场就把对方给打晕了过去，夺得消音手枪，第一时间报警并进行路线还原，推理出来了对方的大本营就在附近的3层楼的出租房，最终协助我们警方成功将他们一网打尽。卓越听完觉着十分离谱，又觉得心惊肉跳。这小子敢大包天了呀！大抵是因为汪乐帮的心魔被自己灭了之后，汪乐帮的负面情绪已经降至最低，也就是说，这小子现在压根就不知道害怕2个字怎么写了。勇得一匹，单枪匹马硬刚武装团伙。现在想想，我们都觉着挺匪夷所思的。不过在我们了解了汪乐帮同学的家庭背景之后，才感觉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离谱，毕竟从小接触了专业训练。不过这件事情，我还要跟学校的各位领导说明情况。汪同学只是个例，而且是不可复制的个例，所以请校方这边保密，不要有任何宣扬，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校方这边自然是没有意见。我们这次过来，一是表扬汪乐帮同学对我们警方的极大帮助，二是这件事情在我们内部很快就传开了，全国一共有12家地方警校纷纷向汪乐帮抛出了橄榄枝，拿出了特招保送、硕博连读的名额，而华夏公安大学也特例拿出了一个特招保送名额，跳过高考，可以现在就进入学习。就在这时，汪乐帮和那老者也回来了。想来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刚才和汪同学好好聊了聊，那么汪同学说说你的选择吧。我打算去云警。哦，为什么不是华夏公安大学呢？云警离家近，我能多陪陪奶奶，而且我打算高3毕业的时候再去。现在我还是想留在一中继续念书。卓越听完，心里面倍感欣慰。 3年以后，如果一个个把你们都送进全国各大学府的时候，我该有多欣慰啊！
这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可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拿捏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同学们，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你们的数学老师要去实现梦想了。接下来由我同时教你们语文、数学加地理。周峰，跟我出来一趟。老卓，这次又打算套路谁？什么套路不套路的？从今天开始，我将开始对你1对1的进行数学辅导。老卓，放过我吧，我真不喜欢数学啊！一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公式，我脑子都快炸了。这事情没得商量，拿着数学课本和纸笔，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今天晚自习你就跟我过吧。啊，就我一人了，把杨天宇和曹云锦都给喊过来，行不行？不行，就你一人，动作快点。这学期的数学都记得多少？一点都不记得了。翻开课本，我从第1页跟你讲。讲了2个半小时后，有哪不明白的吗？有2个地方不太明白。哟呵，这家伙终于是肯念书了吗？哪不明白？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明白。周峰，你觉着你很幽默吗？老卓，我活跃一下气氛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给你10分钟，把这几题都做一做。好。周峰赶紧拿起草稿纸，开始做题，一顿苦思冥想。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如此简单的题目都能琢磨成这个样子，亏我还给你了 S 级的数学家的天赋。周峰，错一题100个俯卧撑，我陪你做，做不完就别休息了。老卓，这么狠！还有7分钟。时间1分1秒的流逝，卓越就在一旁盯着。时间到了，我还没检查呢。高考的时候，监考老师可不会给你留时间。卓越扫完了一遍，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面却乐了。虽然难度够简单，字写的跟坤坤似的，但是全对了。继续做题。一直到了第3节晚自习上课，周峰总算是有些状态了。这会儿做题表情那叫一个认真，已经不像之前那般抓耳挠腮了。再看周峰此时的状态，卓越不免大吃一惊。智力55，体力77，状态厌恶学习状态逐渐消减中，天赋加持对数学类学科学习效率逐渐提升，各习封印状态天赋 B 级篮球 S 级数学。晚自习放学了之后，周峰又跟着杨天宇、曹云锦等一众练体生结伴回家。说是回家，其实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峰哥，你怎么了？干嘛皱着眉头？是不是老卓对你干什么了？对呀，今天晚自习你一天到晚跟老卓在办公室干嘛呢？做数学题。哦，老卓也太狠了，竟然逼着你做数学题。你平日里不是最讨厌数学的吗？行了，今天我就不陪你们去玩了，我自己回去做数学题了。峰哥不会是被老卓给洗脑了吧？今天连烟都不抽了也就算了，还折腾起数学题了。不会变成跟汪乐邦一样吧？别，千万别。第2天一早，卓越就发现了异常，砸我的教学点突然飙出来好几万，系统咋回事啊？昨日10点截至目前，周峰已经为宿主创造了37884的教学点。什么？一个晚上顶全班将近2周累计的所有教学点？他不会通宵刷题了吧？想到这，卓越奔着教室去了。早自习的时间，却见周峰在那看着数学题。瞧见这状态，卓越赶忙把周峰给喊了出来。老卓，正好有个题我有点想不太明白，你帮我看看。周峰，你昨晚上没睡觉？睡了呀，你看我像是通宵的模样吗？几点睡的？1、2点吧，我也记不清了。这可不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再怎么喜欢也不能这么玩，身子迟早要垮的。我知道了，你快帮我瞧瞧。卓越一看，瞬间就愣住了。这你从哪找的题？奥数题，昨晚上找的，今早上我一直在琢磨呢。老卓，你给我点提示呗。那我也得会啊，我就吃了高1上下2学期的数学教科书，都还没消化完呢。卓越赶紧用模仿技能给周峰了一点点提示之后，周峰顿时间豁然开朗，急急忙忙就跑回了教室。峰哥，自个儿玩，别烦我。众人面面相觑，然后下意识地望向了汪乐邦。你好，你需要帮助吗？不用，谢谢。汪乐邦继续寻找需要帮忙的对象，正好就迎上了一群练体生的目光。卧槽，快跑快跑！我什么也没问呢，跑什么？对应，从周峰身上获得788教学点。对应，从周峰身上获得788教学点。卓越坐在办公室里，听着系统传来的提示声，陷入了沉思。按照这速度，只靠周峰一个人，一天的教学点产出都是小几万。天赋，只要再出一个 S 级天赋，不 A 级天赋，我就真的不用愁了。现在手里面一共50来万的教学点，系统先来3000超，另外再次献祭招1周50年单身，我就不相信出不了好东西。抽奖完毕，请宿主自行查看奖励。卓越没在意其他东西，注意力放在了全新的道具上面。
B 级学生模板，特殊道具，可无限制使用。当宿主绑定的学生恶习少于5项时，可以对其使用。使用后将会覆盖学生原有的所有属性、状态、学习效率以及天赋。具体效果如下：全属性均衡60，潜力点100，覆盖原有天赋，新增1项1级学科天赋，学习效率提升为50%，附加认真状态，学习理解力小幅度加强，评价上升为 E。这学生模板恐怕是不能对周峰、汪乐邦使用的。一旦使用，不仅原有的天赋会消失，而且全属性都会降到60，并且附加的状态也会全部消失，瞬间就打回原形。可前提条件就是恶习少于5项，但7班人均20项恶习以上。卓越琢磨了一会，突然想起来放在物品栏里面吃灰的地狱犬。地狱犬可是有吞噬技能的，可以吞噬随机恶习或是潜力点。现在潜力点多少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使用了1级学生模板了之后都会回到100点，这不正好？等到上课的时候，卓越立刻关门放狗。一放出来，这地狱犬立刻撒欢似的在教室里转了起来。为了周峰和汪乐邦，卓越一边上课一边盯着地狱犬。没想到的是，地狱犬一直在徐天浩身边周围徘徊，动不动就对徐天浩咬上一口。一整节课，徐天浩竟然全程都在敬畏状态之中，老实巴交的。徐天浩因为德行太低，受到恶魔生物的喜爱吗？好吗？你这妥妥下地狱的主了。本来只是单纯想随机抽取一位幸运观众来个1周史诗教育幸运套餐的，那么徐天浩就你吧。第二天正上着政治课，卓越把徐天浩叫了出来。上课玩手机好玩吗？你针对我吧？我旁边4个玩手机的，你怎么不全喊出来？你听没听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呵，怎么又想杀鸡儆猴？你以为我是李易阳，是你随便2句话就能够说哭的？姓卓的放马过来，但凡我认个错，我徐天浩的名字倒过来写。姓卓的放马过来，但凡我认个错，我徐天浩的名字倒过来写。对不起，卓越老师，我错了。回去好好反思。是。看到许天浩一脸悲伤的样子，黎阳眼里满是幸灾乐祸。总算被说哭的不止我一个了。浩哥，别烦我，老子正反思人生呢，滚一边去。一直等到了晚自习结束的时候，徐天浩的反思状态依旧持续。徐天浩，等会儿，我找你有事情要商量。此时还有敬畏状态加持，徐天浩哪敢抵抗？老师，大概多久结束？我们等着浩哥。不用了，完事我送他回去。随后，卓越带着许天浩来到了办公室。徐天浩坐在位置上，又慌又怕。没事，你别慌，咱们聊聊天。聊什么？随便你想聊什么都行。12点才熄灯，我们就聊到12点。到点了，我亲自送你回家。哦，对了，我跟你爸已经打了招呼了，你爸没什么意见。我不知道聊什么。好，那老师跟你聊聊做人该如何反思。徐天浩，接招吧，今天就收拾你了。卓越放出地狱犬，然后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同时全程开启教师之眼观察着徐天浩的状态。2个半小时后，地狱犬一共咬了许天浩132次，不仅吃掉了许天浩飙车的恶习，还把他偷窥的恶习也给吃掉了，并且反思效果也跌到了14个小时。有戏！虽然徐天浩恶习高达40多种，但如果能持续1周的反思，改造徐天浩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卓越才送徐天浩回家。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老师再见。过了一会，许天浩的姐姐回来，瞧见徐天浩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表情姿势有些古怪。徐天浩，你杵在那干嘛呢？这么晚了还不赶紧睡觉去？徐天浩没吱声，也没什么动静。喂，我跟你说话呢。姐，对不起。爷，你在说什么？按照正常情况，徐天浩应该说我特么在这坐这儿碍你什么事了，臭八婆。然后姐弟俩日常开骂，最后不欢而散，各回各的房间。结果徐天浩突然来一句对不起，瞬间给徐千惠整得一脸懵逼。徐天浩，你今天吃错药了。见许天浩没回答，徐千惠赶紧走到徐天浩身边，古怪的打量着徐天浩。你个小王八蛋，不会是碰了那些不该碰的东西了吧？这要是让爸知道，你可是真的会被打断腿的。徐天浩只是沉默，徐千惠一看更急了。你可真是不知死活，爸什么脾气你不知道的。他说打断你的腿可是真会打断的，你平时怎么玩都无所谓，该帮你擦的屁股也帮你擦了，唯独这个你呀，你这不是活腻了吗？姐，我没磕东西，我就是心里面堵得慌、难受、惭愧，我该打你再抽我一耳光吧。徐千惠抬着手，人傻了，整个人脑袋都是嗡嗡的。你压的是徐天浩吗？姐，我现在好惭愧呀。你惭愧什么？我以前就不该骂你，还骂得那么难听，还扯你头发，踹你屁股。明明你对我那么好，小时候人家骂我拿我是劳改犯的儿子，都是你站出来护着我的，不让别人欺负我。可我……说着说着，徐天浩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声音之中满是愧疚。你为了不让我被打，还跟那些混混玩一块。明明你以前学习那么好的，我为什么偏偏不学好啊？徐天浩一时间声泪俱下，一旁的徐千惠看着徐天浩哭得悲痛欲绝的，心里面不免还有些难受。
行了，都过去的事情了，我都忘得差不多了，你还提这些干嘛？我今天挺累的，先回房休息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快睡觉。回到房间后，徐千惠坐在床上，脑海中止不住地浮现出往日的一幕幕，眼泪终于是忍不住夺眶而出。次日一早，徐天浩一脸无精打采的模样，低着头沉默不语。一群练体生围坐在一块，表情极为复杂。看了一眼正在讲台上擦黑板的小霸王汪乐邦，看了一眼正伏案在桌上疯狂刷题的周峰，又看了一眼正低头沉默不语的徐天浩。老卓终于开始下手了吗？先是汪乐邦，再是峰哥，现在就轮到徐天浩了吗？怎么办啊？咱们能逃过这一劫吗？你觉得能逃得掉吗？老卓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谁也跑不了的。你们在这干嘛？走啊，上厕所来一根。你们就没感觉有什么异常吗？这不挺好的吗？你是巴不得徐天浩和汪乐邦找你们麻烦是不是？哦，哎，也是哈。走，整一根。周峰这2天在干嘛呢？体育课都不跟你们一块打球了。做数学题。就他，乘法口诀会背了没有就去做数学题。鬼晓得怎么回事，自从2天前他被老卓喊进办公室以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啊，你们说老卓是不是给峰哥催眠洗脑了？厕所里面一下子陷入了沉寂，半晌，竟是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你们说，老卓会不会是小说里面那种修仙者，为了修炼就特地跑我们班来了？不好说。我要真是修仙的，这会儿一掌把你们全打进墙里面，抠都抠不出来。这一下，所有人顿时僵住了，夹着烟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把烟灭了，好好一个厕所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的。今天下午全给我过来扫厕所，再写份检讨，今天晚自习之前交上来，听见没有？是，保证完成任务。那还愣着干嘛？等我上完厕所出来送你们回教室啊！这一天卓越就没闲着，中午放学把徐天浩给截住了，继续给许天浩上反思课。下午放学，晚自习结束亦是如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甚至用不着1个星期就可以给徐天浩套上学生模板了。姐，我回来了。好。徐千惠正想说些什么，却见徐天浩立马回了自己的屋子，跟上去却发现许天浩拿着一把剪刀，正在思考着什么。不是，你要干嘛？削发明志，从今以后我要弃恶从善，我要改变自己。那也用不着把自己头给剃了。剃头以表决心，姐，你来帮我吧。徐天浩，千万别！你不剃头还像个好人，剃了头就跟爸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了。走，姐带你去理发店。次日一早，徐天浩四周那几个小弟看着徐天浩把头发给剃了，有点猛。浩哥，你不是挺喜欢留长发的吗？削发明志，从今天开始，我要改头换面。几个小弟没敢搭话，跑到外面嘀咕了起来。肯定是姓卓的动了手脚，是不是为了浩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不知道啊，现在浩哥都不搭理我们了，这都2天了，天天低着头思考人生。要不咱们也把头发给剪了吧？为啥？说不准哪天浩哥变正常了，见到自己头发没了，肯定大发雷霆，到时候拿我们发火啊！哦，有道理，我们也把头发给剃了，到时候浩哥应该不会冲着咱们发火的。到了下午这会儿，班里面就又多了几个徐天浩同款发型。浩哥，我们跟你一块削发明志。挺好，看起来很有精神。浩哥，到底是出什么事情了？我感觉你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我在反思自己，对不起。不是，浩哥，跟我们说什么对不起啊？你们以前不是这样的，都是跟了我以后学坏了，我实在是愧对你们，无颜面对你们。浩哥，不至于，又不是你逼着我们去学的。实在是对不起，我以后就不跟你们一块了，我也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的存在只会让你们误入歧途。别啊，浩哥，咱们可是兄弟。我怎么有脸跟你们做兄弟呢？我只是个罪人而已。没一会儿，徐天浩的几个小弟又跑到外面嘀咕了起来。浩哥，这是以后真不打算带我们玩了？那不意味着咱们以后不就没人罩着了？戒烟吧。浩哥2天没抽烟了，到时候变正常，发现我们还抽烟，后果自负。戒，一定戒。说好了，谁要是再抽，到时候被打进医院，我们可不帮忙。行，浩哥，我们决定戒烟了。浩哥，我们也跟你一样，削发明志，改头换面，从今天起，不仅戒烟，还戒酒，不去夜店，不去蹦迪，啥都不干了。对，你们真是我的好兄弟，能认识你们，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一群人撇过头去，一脸的不好意思。男人在回家时发现了可怕的事情，几个醉酒的黑社会在骚扰几名高中生，可一旁的人却都不敢上去帮忙。救命啊！此时卓越一如既往的陪着徐天浩在办公室里说话，不过就在这时候，手机忽然响了起来。老卓，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忘了帮跟黑社会打起来了，就在学校前面的那个拐角，你快过来帮忙，我们先上了。等一下，卓越话没说完，杨天宇就已经把电话挂了。你先在这里等我，我出去一下。
等卓越赶到的时候，一群学生在四面八方看着，周峰一伙人都挂了彩，四周一片狼藉，倒了7、8个成年人在那哀嚎，看样子都伤得不轻。卓越赶紧走了过去，只见汪乐邦正坐在地上捂着手，地上全是血。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清楚，刚来的时候就见汪乐邦被10来个人围着。卓老师，刚才有个男的喝了酒，把我们给拦住了，非要我们电话，还不让我们走，我就喊了救命，然后这个同学就上来帮我们，结果对方动了手，还喊了人过来，接着就打起来了。老师，他没事吧？没事，见刀不知道躲呀，还跟人家硬刚。我就是不小心失误了，夺刀的时候不小心滑到的，再来一次，我肯定能完美夺刀。老卓，汪乐邦贼能打的，你看这倒地上的全是被他打的。重点是这个吗？你们没事吧？没事。过了一会儿，警车和救护车也来了，该送医院送医院。卓越也陪着汪乐邦去了医院一趟，做了伤口处理。第二天，汪乐邦正忙着打扫卫生的时候，许超犹豫地走了上来。喂，汪乐邦，怎么了？今天晚自习的时候跟我们一块走，别自己一个人回去。为什么？你动的是老狗的人，昨晚上你伤了他的小弟，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跟我们走，他不敢动你。谢谢，不过好意我心领了，不必了。哼，随你的便吧。许超见汪乐邦不领情，不爽的扭头回去了。阿超，再说，不领情，给他脸了是不是？那别管他了。不行，这事儿咱们还是得插手，不然浩哥以后肯定的发火。毕竟一中可是他的地盘，在他地盘上撒野，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那今晚上跟着他呗。这一晃眼就到了晚自习下课放学，许超赶紧出门去追汪乐邦，然而却见卓越把汪乐邦给叫住了。其实卓越也挺担心昨天那些人会来报复，虽然汪乐邦个人战斗力挺强，但终归双拳难敌4手。汪乐邦，今天我送你回家。老师，不用了吧？别废话，走吧。姓卓的干嘛掺和进来？算了，反正都一样，跟上去吧。这会儿，邓思佳一伙人也正好瞧见了卓越陪着汪乐邦一块出去。佳佳，汪乐邦和老周。邓思佳皱了皱眉头。汪乐邦昨天惹的是老狗的那一伙吧？好像是，跟上去瞧瞧吧。刚说完，庄柔一伙人也跟着凑了过来，一块过去。行。此时7班只剩徐天浩还在学校，见卓越没来叫他自己反思了起来。吾日三省吾身。卓越跟汪乐邦出了学校之后，本来想打车直接送汪乐邦回家的，然而汪乐邦却是给拒绝了。老师，走路挺好的，锻炼身体。你那是奔着锻炼身体去的吗？卓越一猜就知道汪乐邦恐怕就是等着昨天那些人的报复。毕竟按照这家伙现在的性子，没准都想着怎么去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人家老巢给掀了。卓越铁定不允许汪乐邦做这么冒险的事情，他决定压一压汪乐邦的性子。乐邦，首先呢，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你要学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老师可不是在骂你，而是让你学会审时度势，做任何事情先三思而后行，看清形势，不要脑子一热就冲上去。当然也得看情况，10万火急的时候不用考虑那么多，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下尽管上。汪乐邦认真的听着，而卓越边说边走，大概走了5、6分钟左右，突然间就涌出一堆人来。卓越脸色一变，这一眼扫过去，最起码30、40号人，正想要掉头走的时候，后面也是一群人涌了过来，把路给堵死了。人群一下子就把卓越和汪乐邦给围住了。想跑？各位，闹这么大阵仗是要干嘛呀？你他妈谁呀你？我是他老师，各位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好好坐下来商量商量吗？老师，怎么你要护着他？我这做老师的当然得护着学生了。这位朋友怎么称呼？你他妈什么东西就跟狗也在这套这话。老狗正要说话，却突然感觉天地倒转，卓越直接使用模仿技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老狗制服，随后轻车熟路将老狗狠狠地踩在脚下。老狗就感觉手臂都要被人给踩断了，忍不住惨叫了起来。一群小弟做事就要冲上来，谁过来我就把他手臂给踩断了。别过来，都别过来。老狗疼得一直在狗叫，这一群小弟见了还真没赶上来。一旁的汪乐邦人都傻眼了，脑海里面想起来了不久前卓越说的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家伙，话是你说的，上来第一个动手的也是你。你不是说你是老师吗？对，并且教语文、数学和地理。说完又加大了几分力道，疼得狗哥直叫唤。我说你跟着一孩子较劲有意思吗？不嫌丢人的？老狗刚想骂人，突然四面八方驶来了不少车，外围的人一看，突然密密麻麻全都是车，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别，不对劲了！卧槽，怎么还有一大片穿黑西服的？人群突然就乱了，感觉情况极为不妙。只见前方突然就从车上下来了70、80号人，个个5大3粗，凶神恶煞的。后面也来了2波，一波看着像是正常人一样5大3粗的，大概40、50号人；另一波全是穿黑西服的，大概也有50、60号人，黑压压一片。三方人马汇涌而来，搞得老狗这一群涉世未深的小弟们吓得脸色都变了几分。这他妈啥情况啊？怎么回事？不知道啊，突然来了好多人。干嘛呢？大晚上不睡觉，在街上乱逛什么？还拎着家伙？特么大，一群毛都没长齐的在这冒充黑社会呢，草抽是不是？
一群人骂骂咧咧的，给前面那一群小弟给吓得动都不敢动弹。这会儿许超和徐天浩的几个小弟才从后面悠悠的走了出来，靠前的几个小弟一瞧是许超等人，顿时头皮一麻，哪还不知道这是徐家徐三爷的人。然而跟着许超的几个小弟却是疑惑的望向了后面那2拨人。超子，那2拨人又是哪边的？黑衣服的那些是邓思佳他家保镖，其他那波是给庄柔他家 KTV 看场子的那些。突然折腾出这么多人，要出事的。喂，老狗呢？里面被一老师给扔在地上呢。许超等人愣了一下，赶紧走进去一瞧，果然是卓越把老狗摁在地上动弹不得。你们几个怎么在这儿？老师，我们这不是怕出事过来帮忙吗？老师，把老狗放了吧，他不敢乱来。卓越见状松开了脚，老狗这才松了口气，心里面固然火大，可是见了许超等人，瞬间也不敢吱声了。老狗不服气吗？服气，哪敢不服气啊！今天算你走运，浩哥没来，不然你就废了，滚吧！可就在这时，突然间就听见了齐刷刷的脚步声和嘹亮的口号声。只见不远处，一支气势昂扬的队伍正迎面而来。老狗，你不服气吗？服，哪敢不服？你该庆幸今天浩哥没来，不然你就废了，滚吧！就在老狗要带着小弟们走的时候，只见不远处，一支气势昂扬的队伍正迎面而来。老狗这一大窝人顿时吓得就不敢动弹了。许超带来的那70、80号人也懵了。这大晚上的怎么会碰见部队的？他们的这么巧合的吗？这声音下的那40、50号黑衣保镖们和庄柔他家看场子的那些人立刻扭头就火急火燎溜走。卓越愣了愣，旋即下意识地望向了汪乐邦。老师，你说的审时度势吗？只听见口哨声响起，约莫30来人倏然停下，全体都有，随时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战斗是什么鬼？老狗那一窝人正脑袋嗡嗡的，因为人就站在他们跟前。黑社会聚众闹事？不是，跳广场舞的。对，跳广场舞的都要跳完回来。不要聚众扰民，请马上离开。是。刚才还乌泱泱的人群，转眼就只剩下卓越和汪乐邦、许超几人了。那排长只是瞥了一眼汪乐邦，什么也没说，扭头就回去了。伴随着整齐有序的步伐，一群人民子弟兵渐渐远去。看来汪乐邦这小子倒是挺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也不是没脑子那种。大概老狗这伙人以后也估摸着不敢来找麻烦了。回来后，老狗不服气，感觉颜面尽失，想要找回场子。徐天浩是徐三爷的儿子，许超这波人也是跟着徐天浩的，我不敢动，但是可以动其他人。于是他找人弄来了7班的名单，准备一个个收拾。邓思佳，算了，今天的黑衣保镖就是他家的。庄柔，算了，今天另一伙也是他家的。汪乐邦，算了，军队是他喊的。周峰，算了，何草，算了。这他娘的，我咋一个都动不起？学生我不敢动，我动哪个掰魔手的老师？他立刻托人查了卓越的身份，结果一查更加诡异了。啥意思？动学生就遭殃，动这老师你估摸着得吵架。为啥？凭直觉，其他方面的渠道都被封锁了，能查到的消息极为有限。这种情况只可能是涉及机密。老狗联想起卓越那干脆利落、行云流水的身手，瞬间头皮一麻。第二天连夜买了回老家的车票跑了。一晃眼来到了周4，晚自习结束了之后，徐天浩再次被卓越留住。经过4天的改造，发生了点意外。姓名徐天浩，德行未知，智力未知，体力未知，审美未知，状态自我升华徐天浩专属隐藏状态，当没有恶习之时，长时间反思将会触发大彻大悟，持续状态未知，平和自我升华附加状态，感染力提升2000%，持续时间未知，天赋 A 级教化，综合评价 B。我到底教了个啥出来？徐天浩，你没事吧？没事，谢谢老师关心。只是看了徐天浩一眼，卓越就感觉自己整个人的心情也瞬间平静了许多。离谱！系统 A 级教化是什么天赋？教化即对他人进行教育感化，可导人弃恶从善，属于稀有隐藏天赋之一，万中无一。妈耶，这么说，徐天浩也有史诗教育技巧啊！老师，谢谢您这些天的教诲，我悟了。嗨，天浩，那什么，你没有出家当和尚的想法吧？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没事，开个玩笑。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然后找一份工作，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老师有什么建议吗？对于我人生的未来规划，我很希望听听老师的意见。这个，系统，这教化天赋适合哪种方向啊？监狱管理适配程度100%。监狱管理，改造罪犯，现场超度，史上最强监狱长。天浩，你有打算去监狱工作吗？比如做教官之类的？这个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听老师这么说挺有趣的，或许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老师这个只是建议，具体还得看你自己的选择。当然，要考上大学以后再说。好的，我一定会将老师的话铭记于心的。
前有汪乐邦，后有徐天浩，一个管抓，一个管押，感觉这路越走越野啊。次日，许超和几个小弟发现徐天浩一脸的平和，心里面感觉无比别扭，但偏偏又觉着这样的浩哥还挺让人舒适的。浩哥今天又变样了，我刚才跟浩哥说话，就感觉浩哥脾气变得太好了。我上个月跟我妈去寺庙烧香拜佛的时候，看见一个90来岁的大师，浩哥笑的时候，那感觉跟他一模一样。此时，汪乐邦正在清理教室后排的灰尘，这一边拿着抹布在哪里擦着，却是一不小心碰到了后座的徐天浩。整个七班忽然间就安静了下来，却见徐天浩扭头，平和一笑：“辛苦，需要帮忙吗？”“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二人相视一笑，汪乐邦继续擦灰，徐天浩继续看书。这特么的是什么画风？这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平日里这会儿两个人应该是要打起来了的。这才几天的功夫，七班的气氛就变得格外诡异。老卓的老家不是利川吗？我记得那里还有好多苗族，没准老卓也学会了下蛊。所以乐于助人蛊，努力学习蛊。话音刚落，上课铃就响了起来，全班众人赶紧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正襟危坐。半晌，卓越就走进了教室之中。上课之前先通知几件事情，下周3迎新晚会不上晚自习了，到时候去体育馆。第二件事情，下周5月考，都打起精神来，好好复习，不求你们考多好的成绩，比上一次进步就行，听清楚了没有？随后卓越一边上课一边盯着地狱犬的动向，果不其然，现在地狱犬已经完全不缠着徐天浩了，扭头就趴在了隔壁许超的脑袋上。下一个改造对象就是许超了。临了下课，卓越把徐天浩给喊了出去，没一会儿，徐天浩就回到了教室。浩哥，姓卓老师找你干嘛去？徐天浩只是平和一笑，没有多言。众人本来挺好奇的，被徐天浩这么一笑，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中午放学的时候，徐天浩叫住了徐超，听到叫声的徐超身子没来由的一僵。浩哥咋了？私聊。许超环顾四周，不见卓越的踪迹，心里面顿时松了口气。还好，姓卓的应该是没打算对我下手。其他人先走吧，我有事要找许超单独说。行，那我们先走了。没一会儿，教室里面就只剩下了许超和徐天浩。浩哥，啥事啊？许超，我给你讲个故事。浩哥，要讲故事也得吃饱饭再讲吧，我快饿死了。想进医院吗？你不要用这么平和的表情说这么恐怖的话啊，很吓人的好不好？浩哥，你说，我听着呢。没过多久，卓越拿着2份饭菜进了教室，刚走过去就听见了许超哽咽的声音。浩哥，我好惭愧啊。没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卓越扫了一眼许超的属性，看来已经进入状态了。来，吃饭了。老师，我惭愧。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惭愧。还明明已经获得保送最高学府的机会，可他的母亲听了非但不高兴，还要立马让他转学。卓越知道此事之后，立马把邓思佳叫到了办公室。来，邓思佳，坐下，老师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丑话说在前头，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啥意思啊？我知道你什么心思，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来看，老师，你没戏的，死了这条心吧。你到底在说些啥？我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呀，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就这儿还想追袁老师，就算是我给你当僚机，我也带不动你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别胡说呀，你这电视剧小说看多了吧？哼，男人。说正经的，袁老师不是跟你说了保送云武大的事情了吗？你怎么直接拒绝了？450分，我这差200多分呢，你觉得我能保送吗？能，当然能，你肯定能保送，这不还有我呢吗？就算是我能保送，我也去不了的。怎么就去不了？是不是家里人不让去？邓思佳点了点头。那老师得先问问你，假设你能保送，你愿意去云武大吗？你真喜欢跳舞吗？我喜欢又能怎么样？这么说是喜欢喽，那这事情就简单了，谁不让你去？你告诉老师，老师去给他做思想工作。省省吧，我可不想挨骂，就这么着了，我先回教室去了。你倒是对老师有点信心啊。卓越立马给邓思佳的家人打去电话。你好，邓思佳的家长是吧？卓老师有事吗？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家访的事情。我暂时没什么时间，我看家访的事情卓老师也不用操心了，我已经在给佳佳办转学手续了，就这样吧。果然7班的家长才是最头疼的。次日，卓越再次把邓思佳给喊了出来。你昨天给我妈打电话了？对，转学又是怎么一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一听我被保送，他立马给我找了个私立的贵族高中，正好公司总部在那边，他随时都能盯着我呗。可能再过几天，咱们就得告别喽，老师。你想去吗？不想又能怎么样？他控制欲很强的，从小到大我就没离开过他的视线，没得选择的。不过没想到你还真打算去做我妈的思想工作呀，谢谢了。不过她不可能答应的。再怎么样也得争取一下试试，你带我去见你妈妈，一次就好。算了吧，这会让我妈生气的，她一生气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吓人的，我怕你会哭。呵，
小瞧人了吧，指不定谁哭呢。邓思佳瞧见卓越没有说话，而是一脸认真的表情。看你好像是真打算试试的样子。我可不想让我的学生留下遗憾。这话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行，挨骂就挨骂吧，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反抗过一次。不过平时我都是见不着我妈的，她一般情况下只在公司里面，你要去就只能等到周末。行，那就周日早上8点。不行。为啥？我起不来。下午3点。你这时间跳的跨度可有点大。美容觉嘛。次日下午时分，按照和邓思佳的约定，卓越如约来到了朝阳集团大楼的门口对面等着。正在那等着，就听见了好几声叫声。怎么你们全来了？佳佳说你要给何阿姨做思想工作，让我们过来给你壮壮胆。老周，不要怂，勇敢娘娘，不怕困难。你们当是看戏呢，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人多一点，我妈说话就不会那么难听的，省得你到时候挨骂受不了。我妈真生气，那可不管你是不是老师。对，老卓，你是不知道何阿姨骂人有多狠，那眼神就像是要吃人一样。好了，别开玩笑了，老周，我们都不希望佳佳转学，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不一听说你打算给何阿姨做思想工作，所以就特地过来鼓励你的，我们肯定不会添乱的。走吧。随后，邓思佳带着人就往集团大楼去了。一进去，前台的小姐姐见状，赶紧就迎了上来。大小姐，董事长正在开会呢。啊，那我们去贵宾接待室等着，你待会儿跟秘书说一下，开完会了让我妈来找我，我有点事情跟她商量。好的。贵宾室内，卓越等人等了一会之后，便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妈，阿姨好。你又是谁？你好，邓思佳家长，我是邓思佳的班主任，之前跟你通过电话的。卓老师，一中就派你这么年轻的老师做班主任，按理来说，你这种年纪顶多做小学班主任，怎么担当得起高中的班主任？你们一中不是在胡闹吗？这个情况有些特殊。算了，我也没兴趣了解。卓老师来这有什么事情？如果是家访的事情，之前我已经答复你了，没有这个必要。何女士，实际上我有一些关于邓思佳同学的问题想跟你聊聊。关于我女儿的事情，我心里面有谱，就用不着卓老师操心了。我接下来还有一场重要的会议要开，我叫人送你离开吧。何女士，等会儿就耽误你几分钟，我真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说完，卓越不断的给邓思佳使眼色，邓思佳吓得一直在缩头缩脑的，不敢说话。在经历了反复的心理斗争之后，小声的说了一句：“妈，就耽误你几分钟，你就跟我们老师谈。”何雪晴疑惑的望了邓思佳一眼，邓思佳吓得果断把头给低了下去。小田，会议推迟10分钟。是，董事长。卓老师，你只有10分钟时间。好的，很感谢何女士，进去里面说吧。何雪晴一进去，一群提心吊胆的小女生总算是松了口气。佳佳，你妈的气场真是见一次吓一次，太可怕了！我看老卓是凶多吉少啊。邓思佳也是忍不住颔首，感觉应该是没戏了。田姐姐，这些话你可别告诉我妈呀。大小姐，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如果我没有猜错，大小姐找你们班主任过来，是想跟董事长商量关于转学的事情吧？你怎么知道？董事长让我找的学校，我大概已经猜到了。大小姐请放心，我帮你找的那所学校，无论是教学质量还是升学率都比较高，在同类型的私立高中之中，算是出类拔萃的存在。可我不想转学呀。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董事长定下的事情，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牵得动他的。这个不用你说我也。邓思佳话还没说完，突然间就听见会面室隐隐约约传来了女人的哽咽声。什么声音？好像是女人的哭声。不应该是老卓的哭声吗？卓老师，我实在是惭愧，我的确不算是个好母亲，我只是想让她变得更好。何女士，我知道为人父母，又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器呢？只是您的方式总归还是过于偏激，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是，我实在是无颜面对佳佳，我怎么能对佳佳这样呢？我实在是愧对我死去的丈夫，他临走前让我一定要让佳佳幸福快乐的。等我以后下去见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不至于，何女士，现在还来得及。邓思佳同学表现很不错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门外所有人都是大眼瞪小眼。田姐姐，我没有听错吧？那是我妈哭的声音。大概，可能，或许是董事长吧。来，邓思佳，你妈妈有话要跟你说。老卓，你对我妈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你妈挺通情达理的。通情达理，你确定？邓思佳瞪大了眼睛，就在门口僵住了。愣着干嘛？快进去啊！卓越坐下之后，扭头望了一眼众人，这都啥表情啊？卓老师，你怎么做到的？就坐下来好好谈了谈。你们董事长挺感性的，就变成这样了。感性？田秘书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何雪晴走了出来，眼睛发红，声音更是没了几分以往的生气。小田，今天的会议取消吧。董事长，取消会议？是，后续交给你处理了。我想回家陪我女儿好好聊聊。
等回到家中的时候，何雪晴依然拉着邓思佳的手就没有松开过。江江啊，妈，怎么了？你是不是很讨厌妈妈？没有。果然你还是讨厌我，现在就连真话都不愿意跟我说了。江江，对不起，对不起。何雪晴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就这会儿整得邓思佳愣头巴脑的。我真的不讨厌呢，就是你管我管得太严了，还什么都给我安排好了，我就感觉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妈妈错了，妈妈以后改，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妈妈都不会阻拦的，你开心就好，原谅妈妈好不好？好，妈，你别哭了。好，妈妈不哭。另一边，卓越跟着刘雨辰等人才走出朝阳集团大楼，一堆小女生仍旧是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都快回家吧。老周，我们待会儿要一块吃饭，你跟我们一块吧，我请客，拜托了，请给我爸爸也做思想工作。刘雨辰这一句话瞬间惊醒众人。老卓，可怜您的学生，请给我们也做思想工作。别胡闹，你们以为做思想工作动动嘴皮子就行了是吧？在此之前，我可是做足了功课，研究了不少心理学课程。昨晚上一天没睡觉，不然你们以为这么容易就能说动邓思佳她妈妈呢？众人一听，顿时心里面满是感动。放心，我会到你们每一家都家访的。当然，你们要主动跟我说清楚家里面什么情况。这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可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拿捏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紧接上集，第2天一早，邓思佳就找到卓越。我不转学了，我妈也支持我跳舞的事情。这不挺好？我说让你相信老师吧，这会儿信了吧？能不信吗？我妈被你说了之后，哭了一晚上了。刘雨辰他们跟我说了，说你一晚上没睡，就为了给我妈做思想工作。谢谢老师。不客气，记得跟袁文老师说一声。我知道了。行了，回教室吧。昨天何雪晴就抱着他哭了一晚上，忏悔了一晚上，反思了一晚上。邓思佳不禁是内心触动，他忽然理解何雪晴为什么要对他控制欲这么强了。爱之深责之切。邓思佳回到了位置上，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抽出了下一节课要上的课本。老卓说就差200来分，我能行的。不试试的话，总感觉对不起老卓了。邓思佳拿起书看了起来，而刘雨辰等人也没闲着，纷纷拿出来了课本，该看什么就看什么。这会儿，杨天宇抱着手环顾四周，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是学渣班吗？你干嘛呢？没事。你手里面是啥？昨晚上路过一个宠物店，瞧见这仓鼠蛮可爱，我就给买来了。是不是看起来挺治愈的？我记得你不是挺讨厌小动物的吗？人总是会变的嘛，而且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就是我好像能跟动物沟通，也知道他们想要说什么，做什么。咦，你以为你太上啊？嘿嘿，少管我。咋一个个都变得不正常了？回到座位上，杨天宇神色凝重，望了望自己草稿纸上，昨晚上他心血来潮画了一张老大的画像，还画得挺好，忍不住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廖坤阳从一旁路过，瞧见杨天宇桌上的素描，忍不住驻足瞄了一眼。哟呵，你画的？对，怎么了？你一个体育生画画得还挺好，跟我们画得了，还打什么球？杨天宇没搭理廖坤阳，廖坤阳觉着自讨没趣就走了。此时，卓越正在办公室研究系统，这时候田潇走了进来。老师，有什么事情吗？我想请3天假。请3天？干嘛去？老师，你就别问那么多，给我批就行了。田潇属于还没有降服的那一小波人，总归对卓越的态度还是原来那般。你不说清楚，我怎么给你批？到时候你出了事情，谁来负责？说清楚是什么事情。那算了。站住！说清楚怎么回事，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跟老师说，不要摆出这种态度。可是田潇依旧一脸的不耐烦，卓越当即甩出教师霸气。说清楚！教师霸气一出，田潇顿时就不敢动弹了。我有个朋友出了点事情，我过去陪他几天。李倩。你怎么知道？你不用管老师怎么知道的。李倩出了什么事情吗？他说他感觉这几天被人跟踪了，挺害怕的，晚上也睡不着。他爸妈都出差去外地了，家里面就他一个人。卓越眉头稍稍一皱，着实有些不安。你们2个女生不是更不安全吗？真要是来了坏人，你对付得了？卓越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月英，不过仔细一寻思，人家是国安的，肯定也挺忙，自然是去不了。何况这没头没尾的，也不好说。我应该能应付，我学过跆拳道的。先坐下，老师先跟你说点事情。看你老师，我想办法给你弄个格斗天赋出来。卓越即刻使用随机天赋模块，使用成功，1级枪械。再用一个，使用成功，C 级潜行。不是，没搞错吧？为毛衣女生又是枪械又是潜行的，等级还挺高。继续。 D 级侦察 ，D 级战争学 ，C 级战略战术学 ，D 级爆破。田潇天赋达成连锁羁绊，已自动开启天赋进化模式。进化成功，覆盖原有天赋，已激活全新天赋。
姓名田萧，天赋 B 级兵王，稀有隐藏天赋之一，暂未激活，综合评价 F。见卓越沉默，迟迟不说话，田萧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问道：“老师，我可以走了吗？”田萧同学，你以后想做什么呀？嘿嘿嘿，我想当明星，万人瞩目那种。呵呵，是吗？那你好好努力，假我给你批了，你可以走了。好的，谢谢老师。卓越眉头紧锁，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一段画面：某市机场，10万战斗机天上盘旋，又有10万将士列阵欢迎。只见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身披荣耀战袍，10万将士立刻单膝跪地，大喝一声：“恭迎田萧战神！”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田萧拿了假条之后，还有些不敢相信。他本以为卓越应该是不会批的。至于田萧和李倩的安危，卓越自然已经有了准备，倒是不必要担心。因为李倩在家一个人不安全，所以田萧果断把李倩带回了自己家。此时，一个身着卫衣、戴着帽子的男子出现在了附近，仰头打量了一番小洋房之后，确认四周并没有监控，就果断上前去摁门铃了。谁呀？你好，送快递的。这一大早的送什么快递？放门口就行了。不好意思，需要签个名才行。那你等会儿，我现在下楼。就在田萧下楼的时候，门口伪装成快递员的男人不断的环顾四周，刀脖底下的手中赫然还拿着一把匕首，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却在这时候，男子却突然感觉肩膀有点疼，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戳他。男子下意识的扭过头来，却是陡然间瞪大了眼睛，他就瞧见一支碳素笔就悬浮在自己的身后。比爷，我就问你一句，你这脑袋保熟吗？我靠！田萧刚下楼，听见了动静，赶紧过去一开门，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包裹放在地上。什么鬼？田萧一脸疑惑，又捡起包裹一看，发现里面压根就没啥东西，就是一个空的包裹。约莫半小时后，附近辖区的派出所突然就接到了群众报案，说有人受了重伤，躺倒在路边，奄奄一息。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把人送医院去进行抢救。然而在认出对方的身份时，警方都懵了。是个在逃通缉犯，3个月前犯下的灭门惨案，干了一家3口并实施侮辱猥亵，手段极其残忍。这是警方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更没有预料到的是，这通缉犯经过抢救之后竟然活了下来，可已经是生不如死，全身共有创伤784处，鉴定结果更让人扑朔迷离，凶器似乎是碳素笔。警方等待通缉犯苏醒之后就开始问话，然而通缉犯这一开口就一脸惊恐。笔，我见到了一支笔，他还会说话，说我激怒了他，要让我生不如死。他还是东北口音。警方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通缉犯，经过心理医生鉴定之后，确定通缉犯精神系统已经出了问题。只是2分半后，通缉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伤口多处崩裂，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小老弟，比爷，你回来了呀？田萧他们没事吧？没事，有比爷我在，他们能出什么事情？顺便我还削了个人渣。还真有人要对他们不利啊！我觉着可能是要出事，所以就先下手为强了。我就削了他700多下，给他留了口气。我操！比爷，人没嘎巴，嘎不嘎关我屁事，嘎了又能把我怎么的？说的谁会来抓我似的，谁又能抓得着我似的？这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可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拿捏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这一晃眼就到了周3，而这些天，7班也终于出来了几位符合套用学生模板的学生：许超、孙子阳、吴明、邓为4人，也就是徐天浩的5人帮。卓越给他们统一套用上了1级模板之后，4人都拥有了各自的学科天赋。许超1级生物科学，孙子阳1级文学，吴明1级法学，邓为1级地理。而且这4人受到了徐天浩不小的影响，状态栏上都附加了一种特殊的状态，以至于今天上课的时候，卓越朝着徐天浩的方向望了一眼，捂脸心平气和的微笑。临近月考，卓越也暂时不打算在学生们身上动什么手脚了，先看看具体的情况再说。正好也从考试看看7班的真实水平。一直来到了周5，卓越来到了教室，每个人尽力去考，不管考得如何，我都不会怪你们。只有一点，绝对不允许作弊。开始考试。第一门考试，语文。看着底下众人抓耳挠腮的模样，卓越无动于衷，就连周峰也是一脸的惆怅。数学天赋是点满了，语文却依旧是个白痴。结果到了第2门数学考试，20分钟，别的学生还在那琢磨选择题，周峰就已经交卷了，脸上一阵风轻云淡的表情。不知不觉这一天的考试总算是结束了。卓越也回到了办公室批改卷，最让卓越期待的自然是数学。抽出周峰的试卷，扫了一眼，压轴题也对了，没啥毛病，满分150。要是这次写的再好看点就舒服了。周一教研组肯定会质疑周峰的成绩，做个准备吧。第2天一早，卓越就被电话声给吵醒了。卓老师，你好，我是王旭家长。你好，王旭家长，有什么事情？昨晚上王旭没回家，我找了1天了，可急死我了。卓老师，你那边有没有见到王旭啊？我也没有见着他，完全联系不上吗？
是，手机关机了。他经常去的网吧我们也找遍了，他的那些朋友我都问了，都说没瞧见。警方那边还不到24小时，暂时没法帮忙找人。王旭家长，你先别着急，我这边也没消息，你等我问问其他学生，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好，麻烦你了，卓老师。挂了电话后，卓越一时间也不知道给谁打电话，因为王旭在班里面的交集就那么几个人，王旭他妈妈应该是全问了个遍的。小老弟，有困难吗？哦，比爷，能不能帮忙找个人？好说。9区黄河比发动神威，正在搜寻王旭，已定位。跟我走吧。好嘞。卓越出门就赶紧打了车，按照9区黄河比的指示，让司机师傅开着车，没多久就停在了一家电竞酒店门口。3楼305房间。收到。谁呀？你班主任。卓越隔着门就放出了教师霸气。开门。王旭一脸畏惧的开了门，靠墙站着。王旭哪敢反抗，畏畏缩缩的靠着墙壁站着了。卓越进去里面一瞧，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倒是电脑开着的，上面是一大串的代码。这又是什么？木马。这小子还有这本事？你写木马干嘛？我要让我爸身败名裂。你爸干什么了？他对不起我妈，还在外面找小三，我要收拾他。跟你写木马又有什么关系？他电脑从来不让人看，里面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写木马入侵他的电脑，我要曝光他。你妈找了你1天了，都急坏了，你就不能跟你妈说一声？他要是知道了，不会让我做这些事情的。那你也得跟家里面打声招呼，找个借口让你妈妈放心啊。我不想骗他。王旭沉默了片刻，忽然才意识到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收拾东西跟我去见你妈妈。可我的木马还没有完成，我昨晚上才学的，马上。多说无用，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终归是挡不住教师霸气的威慑，王旭只得收拾东西了。老师，这事情我帮你保密，谢谢。木马这东西这么好做吗？卓越下意识地动用了教师之眼。这天赋怎么是个问号？系统怎么回事？王旭本人正处于天赋萌芽期，一旦时机成熟，便可生成天赋。萌芽期需要多久才能成熟？无法解答，但宿主可通过手段进行干预，使其尽快加速成长，并且萌芽期状态下干预的越深，得到高级天赋的概率越高。卓越大概是明白什么意思了。王旭，先别收拾了。卓越坐在了电脑旁边，招呼着王旭过来。王旭，不管你待会儿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今天的一切事情都要保密，绝对不能告诉第2个人。是，老师，你要干嘛？做老师该做的事情，给你上课。模仿。等卓越送王旭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王旭这一回家就连忙道歉，因为卓越在一旁，王旭母亲也不好发飙。卓老师，谢谢你啊，快进来坐。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情。没想到这小子接受能力竟然这么恐怖，才1个小时的功夫，竟然就记住了这么多东西。天赋这东西果然很可怕，希望这小子走正道，可别白费了我一番苦心。眼看周末快结束了，卓越这会儿又开始考虑田萧天赋的事情。田萧的天赋实在是过于特别，所以如果要引导的话，还是要好好费些心思的。最起码得先让田萧老实乖巧下来，愿意听人说话，这还得我徐大监狱长出马。卓越立马给徐天浩打了电话。老师，找学生有什么吩咐吗？天浩，你在哪儿呢？外面，正准备回家，有点吵。卓越把事情快速的给徐天浩交代了一下。田萧就交给你了。好的，老师，学生一定竭尽全力。挂断电话后，徐天浩望向了路边7、8个缩在巷口里面，一脸惊恐不安的街溜子。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对你们做什么的。徐少只是想跟你们讲道理而已，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怎么能欺负学生收保护费呢？街溜子们早已经是吓得面色苍白无比。我们错了，徐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们一马吧。徐天浩却是没搭理这一群街溜子，而是一脸笑意地望向身旁的几个初中生。弟弟们，没事吧？看看钱少没少？没少，还多出来50块钱。拿着吧，他们抢你们也不是1次2次了，就算是他们对你们的补偿了，你们大可放心，以后这条街上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们，朝你们收保护费的。要好好读书，努力学习。好的。行了，快回家吧，别让家里面人担心。明明每次考试都是20-30分的大学渣，可这次却得了满分，而且还仅用了20分钟就交卷了。这一下就引起学校教研组的严重质疑。小周老师，你们班这个周峰是怎么回事？他数学竟然满分。是的，乔组长，你看，这是周峰同学的考试原件和复印件，我都给带来了，您看看。乔建平坐下来，仔仔细细地看起了试卷。周峰可是实打实的数学天才，我也是无意间才发现的，而且我可以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周峰绝对没有作弊。想作弊也不太可能，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出的题目，网上也没有原题。
虽然字写的跟坤坤似的，不过这解题思路倒是清晰明了，甚至都没有多余的过程。这压轴题，全校就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对的。那可不，我可是给他用上了 S 级数学家的天赋。卓越没敢说周峰20分钟就交卷了，不然怕把人吓到。卷面上看倒是没什么可质疑的，只是小周老师，你们班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在此之前，7班3次月考，周峰的数学都是20-30分，你的说辞有些站不住脚。是，我明白，事实胜于雄辩嘛。乔组长，要不我把周峰喊过来，你当面问问。你把人喊过来，我问问。人就在外面，我已经喊来了。进来后，乔建平一看周峰手上还拿着平板电脑，忍不住有些火大。周老师，你是不是太纵容你们班学生了？学校可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电子产品。乔老师，这个周峰同学是我特别允许的，他拿着平板电脑就是过来刷题的。周峰，把平板给组长瞧瞧。这不是常微分方程的题吗？这都是周峰同学自学的。至于试卷的问题，乔组长，你有什么就只管问吧。乔组长回过神来，又看了平板电脑一眼。按你的思路，接下来呢？周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起了解题过程。乔组长一脸严肃，一旁的卓越听得云里雾里，也不知道周峰在说些什么。因为周峰学得太快，卓越已经放弃吃书了。周峰说完了之后，乔建平一脸波澜不惊。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你先下去吧，我跟你们老师聊聊。好，老卓，那我先走了。去吧。组长，怎么样？怎么说呢？别人考150是只能考150，周峰考150是满分就只有150。我就说了，周峰是数学天才吧。乔组长，要不你来带周峰吧？呵，你倒是真不客气。乔建平没好气地瞪了一眼卓越。你什么心思我不知道。这不是怕这么好的苗子砸我手里面了吗？刚才周峰说的什么我都没听懂，毕竟我也是半路出家，临危受命的数学半吊子。你也挺辛苦的，一个人带3门课，这么好的苗子放你手里面的确会砸了的。这样吧，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和他家里人商量商量。好的，乔组长，多听你的安排，我会跟周峰说明情况的。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今晚上有空，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他家里人。好。卓越赶紧出去给周阳生打了个电话。卓老师，有什么事情吗？周峰家长，你今晚上有空吗？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当面商量商量。有空。行，那今晚上我过去一趟。好的。等卓越走了，办公室里面就只剩下了乔建平一人，严肃的神情终于是绷不住了。简直离谱，这才高一就学到这种程度，天才，1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啊！这要是培养出来了，绝对是世界级的存在，绝对记载在教科书上的人物了。我这几10年的教书生涯，只要出了这么一个就值了。没准还能攻破一些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到时候狠狠抽那些洋鬼子的狗脸，想想就贼他娘的长脸。大概晚上8点左右，乔建平和卓越就来到了周峰的家里。2位老师，欢迎。周峰也连忙跟2人问好。行了，周峰，没你什么事情了，回去刷你的题吧。好嘞。周峰家长，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校的数学教研组组长乔老师。你好。卓老师，这是周峰这次月考数学满分。周阳生一怔，整个人的表情顿时有点懵。周阳生依稀记得他把周峰领回国的时候，周峰连乘法口诀都不会。当然，周峰的数学其实已经超纲了。这么说吧，周峰就是万中无一的数学天才。乔老师，可以这么说吧？可以。这个，等会儿让我捋一捋。卓老师，这个周峰是数学天才？对。周阳生整个人脑袋有些嗡嗡的。具体来说呢，他有非常强的数学天赋，只是以前并未挖掘出来。小卓老师在这里功不可没，发现了周峰的潜力，并帮助其引导了出来。应该的。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呢，是有些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以目前周峰的积累程度来看，他已经自学完了高中、大学本科大部分课程，并且涵盖方面极广。按照正常的进程，他足以拿到任何一门数学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应该也轻而易举。我和卓老师商量了一番，接下来周峰的数学交由我来辅导，我可能会长时间来家中叨扰。如果周峰后期课程已经学完了，大概我会安排他去高校找我的老师们进修学习。这个进修是保送的意思吗？周峰家长，你似乎没了解情况。周峰不需要保送，以他现在的能力，甚至可以直接破格当大学导师带课程了。有的是学校抢着要，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是数学家的料子，甚至是最顶尖的那一波。周阳生傻了，而卓越也有点吃惊，没想到乔建平跟周峰都没打过几次交道，都能给予周峰如此之高的评价。好，可以，没问题，欢迎老师来叨扰。卓越和乔建平离开之后，周阳生依旧是脑瓜子嗡嗡的。我周家有这个基因吗？奇了怪了，我周家5代从商，从老祖宗辈就是生意人。周阳生思来想去打了个电话。怎么了？
爸，我说个事儿，你可别吓着。少卖关子，有屁快放！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孙子可能会变成数学家。周阳生，那你爹寻开心呢？老门子北门鸡了是不是？我那孙子什么德行我不知道，都特么你这兔崽子教坏的。当年就说了，别让你送出国去，看看都什么德行，你还跟我犟，还特么的数学家，他识数么就数学家。爸，你保重身体。过年了，我带周峰回家看你和妈。女人明明已经知道丈夫出轨长达6年之久，可她仍然不愿意离婚。妈，你跟我爸离婚吧。胡说八道什么呢？妈，我认真的。随后，王旭拿出来了手机，直接点开了一张照片，只见上面是其父在床上搂着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照片？这个人你应该认识的，这是他秘书，而且这是6年前的照片了，你不可能没有一点察觉。你也知道这些事情对不对？王旭母亲竟是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妈，他都这样对你了，你怎么不跟他离婚？王旭，他是你爸爸，你可千万别乱来，你快点把照片删了，千万不能把照片流出去，不然你爸爸可就毁了。这种时候你怎么还护着他？你只会这么忍着吗？都忍了这么多年了。王旭，这是爸爸妈妈之间的事情，你就安安心心读书，好不好？这事情让爸爸妈妈来处理就行了。不好！王旭见母亲唯唯诺诺的模样，气得要死，又是不好骂人，一怒之下直接就走了。王旭，你去哪儿？别管我，不要跟来。卓越刚回学校没多久就接到了王旭的电话。老师，我心情不太好，想来想去，好像只能找你聊聊天了。卓越赶紧问了地方，立刻动身赶了过去。就在王旭家不远处的一个椅子上，瞧见王旭正一脸烦躁的坐着，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感觉整个人似乎是崩溃了一般。今天特例，我不管你，说什么情况吧。我妈是不是脑子有病？年轻人看事情太表面了。王旭的家里面情况，卓越大致也了解。父亲是上市集团的高层之一，而母亲就是个全职太太。不过父亲经常不着家而已。我也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不过老师给你一个视角，你再去看待一下问题。你妈妈其实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可能甚至早就有离婚的想法了。但是，一旦离婚，对你的影响可是很大的。其次，你妈妈是全职太太，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即便是离婚了，抚养权判给了她，但是她拿什么来养活你？找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你可是锦衣玉食惯了，过得了苦日子吗？你未来读书上学乃至于工作，她都没有这个能力为你铺路，可你父亲是有的。如果老师这个假设成立的话，你妈妈或许愚蠢，或许懦弱，但是她求的只是你能过好日子而已，为此她愿意忍受这一切，懂吗？那我不要这一切，我不希望她就这么过一生。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老师不会干预，也没办法去干预，最好嘛，好聚好散。还有，我教给你的东西用到正道上。送你一句话，是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的。我爸也是语文老师，他说，为人者不求顶天立地，但求无愧于心。随后卓越不再说话，陪着王旭就在路边坐了1个多小时。这1个小时，王旭应该是想了很多。老师，谢了。早点回家，别让你妈担心。到家了给我回个消息。好的。卓越看着王旭离去的背影，重重的叹了口气。终归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只希望王旭能够正确处理和对待。时间一晃，2天半就过去了。卓越见这2天王旭都没有找他聊，他还是挺担心的。这回就把王旭喊了出来。老卓，我已经跟我爸摊牌了，下个月离婚。王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变得释然了许多。我拿着那些证据，逼着我爸让出来了1半的财产。你对自己亲爹下手也蛮狠的。我没让他净身出户就不错了，不然我随时能够让他身败名裂，让他啥都没有。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的好聚好散吗？我给他留点尊严，也不用让我妈太难受。卓越点了点头，也不做任何评价，终究是王旭自己的选择。不过他还是挺欣慰的，王旭并未选择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至于后面吗？我读书什么水平我自己还是知道的，考什么好大学估计是没戏了，考个职技学校专攻程序之类的也不错。不过你大可以放心，你教我的东西我会用在正道上的，我对违反犯罪的事情可没多少兴趣，毕竟从我爸那里分来的财产足够我和我妈下半辈子活得很滋润了。你要听听有多少吗？不必。行，那我先回教室了。哦，对了，谢谢老师。说完，王旭这才回教室去了。卓越还真是有点羡慕，他的存款还没有班里面的学生零花钱多。周一，卓越正在上着课，其他人都在老老实实的听着，唯有王旭低着头，不知道在那摆弄着什么。卓越从讲台上下来，直接走到了王旭跟前，然而王旭根本就没有任何察觉。王旭，好玩吗？别烦我，我写。王旭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一抬头就迎上了卓越那冷冽的眼神，身子顿时一僵，干笑着将手机递给了卓越。下课了，来办公室一趟。等下了课，王旭就低着头跟着卓越进了办公室。还以为你成熟了不少，结果还是老样子。老卓，我没完，做正事呢。做正事？做什么正事？我正在跟一个骗子聊天，套他话呢。
真的，昨晚上忽然加的我，让我带他打游戏，还给我发了他的照片，小嘴还挺甜的。你知道是骗子还不赶紧删了？那多没意思，我正琢磨着怎么反客为主呢。这是你上课的时候该干的事情吗？我错了，老卓，你念在我初犯，放我一马可行。要是再有下次，这手机你就等着高3毕业的时候再拿回去。还有，赶紧把那骗子删了。好，听你的。这小子心思压根就没在学习上，可愁死人了。然而比王旭更让卓越发愁的还得是邓思佳。上次月考，邓思佳再创新低，187分。袁文一听这分数，当场就傻眼了。本想着保送云武大，好家伙，邓思佳反向进步，就冲这一点，袁文都觉得保送云武大的事情估计是凉了。思来想去，卓越还是决定找邓思佳私下里聊聊。中午放学的时候，卓越就把邓思佳给留住了，带着一块去职工食堂吃饭。邓思佳好像明白卓越要说些什么，小脸上一阵尴尬和心虚。老卓，开心点嘛。我开心得起来吗？月考之前我还拍着胸脯跟袁文老师保证你成绩肯定会进步，你倒好，总分187，班级倒数第2，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人？总归不是倒数第一嘛。倒数第1是田潇，他就请假了没来考试。老卓，消消气，我下次努力争取200分以上。你到底还想不想进云武大跳舞了？想，当然想啊，可400多分实在是。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保送机会吗？正常的考试要进入云武大，那可是得500分左右。你现在只需要考400多分就能进去了，你支棱起来啊，学起来啊！好，我一定努力。说完，邓思佳便开始吃饭，丝毫不像是要努力的意思。不行啊，感觉这小妮子压根就没端正态度，可能即便是态度端正了，底子实在是太差了。趁着吃饭的功夫，卓越即刻对邓思佳使用学生天赋模块。使用失败。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天赋模块，再来。使用失败。连续2次使用失败，系统这怎么回事？根据系统检测，邓思佳属于天赋绝缘体质，即无法对其使用天赋模块。邓思佳吃着饭，却见卓越用一种极其诡异的眼神盯着他，不免有些紧张。老卓，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卓越话到了嗓子眼，却又收了回来，心态不免有些崩溃。算了。这一瞬间，邓思佳感觉到卓越无比的失落。老卓，别这样，我努力，我不午休了，我现在就去教室里面复习功课，开心点，振作起来，我努力让你不失望。好。邓思佳赶忙走了，一路朝着教室就杀了过去。从某种程度来说，7班真的是人才济济。人随手写了个病毒，竟让缅北诈骗集团300万台电脑同时瘫痪，使得缅北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元，严重涉及国际外交问题。警方也立刻立案展开抓捕幕后黑手。而王旭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来找到卓越。老卓，我好像闯大祸了。说吧，闯什么祸了？我前2天不是套了一个骗子吗？我不是让你把他删了吗？我想着跟他玩一玩，然后我就偷偷往他电脑里面扔了个病毒，想着耍一耍他。然后你就把他电脑给黑了？对，结果一不小心病毒就扩散了。境外的诈骗团伙吧？是的。没事，黑了就黑了，没多大影响，他们也没胆子跑回来找你麻烦。我原本以为是这样的结果，可是我没想到那些家伙那么傻逼，就明知道是病毒，还把病毒给传出去了。昨晚上我那病毒一下子感染了80万台电脑，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往上涨。今天早上一看，传回来的数据显示都300多万台电脑了。我操！卓越当场愣在了原地。王旭站在卓越身边，急得不行。老卓，怎么办啊？你给我老实待着。卓越赶紧在手机上搜索起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消息。很快他就看到一条名为反诈病毒一夜之间席卷缅北，正在疯狂扩散之中，华国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的帖子。卓越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来，恨不得抽王旭一大耳光子。我早让你别胡闹，你这可是真闯了大祸了。病毒源代码在那里？我已经拷贝下来了，在我 U 盘里。跟我走。来到学校门口后，王旭慌的一批。老卓，你要带我去自首吗？我要是被抓了，我妈可怎么办啊？你现在知道后悔了，现在后悔有个屁用！少废话，老实待着，迟早被你这家伙气死。小卓，你这电话怎么打到我这来了？孙局，我这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对，亲，我让人过去接您。好。王旭听到卓越称呼对方为孙局，一脸的慌张。老卓，你给谁打电话？别问，一问我就想抽你。看着王旭头上的 S 级程序天赋，卓越一阵后悔，真是早知道就不该教这家伙了。没多久，车就过来了，接人的是月英。这怎么回事？不是说你有重要的情报吗？这就是重要的情报，具体的消息我暂时不能告诉你。行，上车吧。王旭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脸上依旧满是慌张。没多久，车子就停在国安门口。什么都别问，也不要随便乱看，跟着我走就行。老卓，你……卓越眼睛一瞪，王旭赶紧闭上嘴巴。好，我不问了。
好家伙，我直呼好家伙！万万没想到，班主任竟然是国安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特工？对，这一切解释不就清楚了吗？我就说这家伙咋啥都会，而且还玩得那么牛批。卓越带着王旭一路来到孙国明的办公室，孙国明一抬头，有些懵逼地望向了王旭。小卓，这谁？我一个学生，这个我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局长，反诈病毒的事情你听说了没？你不会是要告诉我，那个一夜之间席卷了整个缅北的病毒，就是你这个学生搞出来的吧？是。卓越立刻将 U 盘递到了孙国明的桌上。孙局，这里面就是病毒的源代码和变种代码。孙国明拿起了 U 盘，又看了一眼满脸透着青涩稚嫩的王旭，又忍不住瞧了一眼卓越。你这个老师会魔法就算了，你这个学生比你更离谱。这个小卓，你带他来什么意思？孙局，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且是顶级天赋。我不希望他这么优秀的人才出事，而且他认罪态度也极好。孙局，他还是未成年，就能不能由您亲自出面，尽量争取宽大处理？孙国明坐在了椅子上，打量了半天手上的 U 盘。小伙子叫什么名字？王旭。挺有能耐，小年纪就能闯出这么大的祸来。你今天要是不主动把这东西交上来，再过几天就可能上升成国际问题了，甚至别有用心的国家还会以这个为借口攻击我们国家。到那时候，你估计这辈子是牢底坐穿了。王旭吓得不敢说话了，脸色都是苍白的。孙局，这事情有没有转机？这个我可拿不了主意，关系重大，我尽力争取。是，谢谢孙局。你们就在办公室里面等着，不要出去，我会让人送饭的。我现在去上报一下情况。好。有了孙国明这一句话，卓越总算是放松了几分。老卓，让我休息一会儿。对了，不管什么人问起，你就说你自己喜欢去学的，千万不准说是我教的。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牵连你的。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卓越就怕王旭把他一供出来，别人还以为他挑唆的，顺手就把他也给送进去了，到时候真没地哭去。中午送了饭过来，发现还特别关照，给王旭多加了好几样菜色，塞得满满当当的。王旭却是一点没胃口，迟迟没有下手。快吃吧，没准是你最后正常的一餐饭了。王旭没绷住，一下子就哭出声来了。老卓，我不想去坐牢啊！我要是去坐牢了，我妈可怎么办啊？她一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啊？活该，让你皮。真要是进去了，放心，我年年带着同学来看你。哭个屁！吃饭吃饱了再哭。再说你还没进去呢，进去了再哭也不迟。王旭一哭就没停下来过，卓越听得烦躁。行了，还没下结论呢，别哭了。要是真没事了，你小子还敢皮不？我哪敢？那回去了就给我老老实实的读书上课，听见没有？我回去了一定好好上课。我帮你分析分析，其实刚才孙局说的话有一定的吓唬你的成分在里面。怎么说？我觉着以咱们国家重视人才的程度，再加上你年龄小，发展潜力巨大，想来应该是会保护你的。可是那些经济损失呢？那是缅北自己说的，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再说了，就算是真的，那地方自己都照顾不了，乱七八糟的，还不一定顾得上你。其实卓越也就是瞎扯，无非就是安慰一下王旭。王旭哪懂这些，反正说什么他现在都信。约莫下午4点半左右的时候，孙国明才走进来了办公室，看起来略显几分疲惫。小子，你先去外面等着，我跟你老师聊聊。王旭见状连忙走了出去。孙局应该是没事了吧？也不知道该说是有事还是没事，这小子做出来的病毒似乎是十分变态。就这么说吧，他做出来的这个病毒，如果不提供源代码和变种代码的话，可能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内，甚至是更久，都没人能破解。怪不得我说上面怎么吵得不可开交了。这事情我先通报了上面让我压住消息，不准透露半字，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好像是网安部、网际部、网研部、战略部、电子武器部还有各大网络巨头的代表都在，保人的同时抢人。就这么吵了一下午，谁也不肯放手。不过人倒是应该安全了，上面已经吩咐下去了，关于这小子的事情需要完全保密。一听到这，卓越心中悬着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那之后呢？你问我，我问谁去？这小子直接惊动了各大部门，商讨的全都是各种大人物，这种会议都是机密，我哪打听得到什么消息？给我下了死命令，不能出任何一丁点意外，保证王旭的绝对安全。等出去了，我会派人24小时全天候秘密保护这小子的。你那边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告知我，随机应变。行。随后，孙国明亲自盯着他写下了保密条例，给孩子吓得以为是签死刑确认书，脸色煞白，身体都是哆嗦的。等缓过劲来，才晓得是没事了。王旭回到了家中之后，王旭母亲看王旭的样子，感觉十分的不对劲。王旭，你这是怎么了？
几乎一整天的紧绷情绪，在这一刻突然间释放了出来。王旭再次泪崩。没事，没事。你这看起来像是没事的样子的吗？你是不是被别人欺负了？快让妈妈看一看，没有伤到哪吧？没有没有，妈，我们班主任一天到晚夸我太行了，说我太可考了。你们班主任夸了你几句就感动成这个样子了呀？你这孩子可真不经夸。老主任刚上班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平时嚣张跋扈的刺头学生轮流来他的办公室抱头痛哭，搞得他一脸蒙圈。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在厕所抽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呜呜呜！而卓越刚上班就接到了教导主任的电话。卓老师，你快过来一趟。主任，出什么事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自己来看看吧。卓越赶紧往教导处去了，结果过去一瞧，楼道上已经站满了学生，表情看起来都不对劲，基本上眼里都流着眼泪。走进教导处之后，就瞧见了徐天浩和许超等人，还有教导处主任在那一脸懵逼。在教导主任面前，还有一学生边哭边抹着眼泪。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在厕所抽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主动承认错误很好，孺子可教，以后不抽烟最好，回去上课吧。那学生低着头从卓越旁边走了过去，卓越还没来得及说话，又是一学生走了进来。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在学校的厕所抽烟了。感情这群学生是排队过来认错的。卓越看了一眼徐天浩和许超等人，捂脸平和微笑 JPG。但凡有一个学生上来认错，这5个人都会露出喜悦的微笑。卓越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我说这2天徐天浩带着许超等人满学校的跑，原来是去厕所度化抽烟的去了。天浩，许超，怎么了，老师？先回去教室里面上课吧，这里老师来处理。好的。2个半小时后，认错的学生才终于走完。教导主任一时间无法接受。卓老师，你们班那几个学生呢？我已经让他们回教室上课去了。你们班那几个同学是徐天浩、徐超、孙子阳、吴明、邓维，我应该没记错吧？没错，就是这5个人。卓越倒是不意外，毕竟这是全校最头疼的5人帮，个个都有教导处 VIP 贵宾月卡，打架闹事一个没少，教导主任肯定记得住名字。真是这5个学生？是的。啊，这性子变得有些突然啊。是，变化挺大的，毕竟之前给他们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了。挺好的，值得表扬。只是这几个小子咋感觉像是70、80岁的老和尚啊？笑着笑着差点把我给渡了。卓越尴尬的直挠头。小卓老师，前段时间我打算组织一个学生巡逻队，课余时间就专门在学校里面巡逻，抓那些抽烟、喝酒、早恋，甚至是打架闹事的学生。现在我觉得你们班徐天浩那几个人就很优秀，绝对能担当这个责任。所以，卓越一听，一下子就明白了教导主任的小算盘。主任，我记得你好像是部队转业过来的吧？是啊，怎么了？你有没有战友在类似于监狱系统之类的工作？教导主任顿时露出来了警惕的神色。小卓老师，有些底线可不要乱碰啊！不，主任，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也知道我们7班那些学生是什么德行，不懂事的还一抓一大片。你如果有战友在监狱系统工作，能不能组织一个教育活动，让我的这些学生去监狱里面帮忙打扫卫生，参观，了解一下狱警之类的生活，同时呢，也对他们有一个警示的作用。教导主任顿时恍然大悟。你这个提议倒是很新奇呀，我还是头一次瞧见有老师愿意组织学生去监狱里面参观的。这不是为了提前让我徐大狱长熟悉环境吗？似乎教导主任对这个也有很大的兴趣，越琢磨就越来劲了。对呀，你这个想法是真的有意思，而且相当有教育意义。我倒是真有几个战友在监狱系统工作，我今天晚上就去找我那几个战友问一问，看看具体需要什么步骤。好，那就麻烦主任了。这个巡逻队的事情，我也过去问一问徐天浩他们的意思，晚点再给主任答复。行，好。教导主任送走了卓越之后，越琢磨这事情就越觉得有意思。果然年轻人的思维就是比较特别，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一点呢？而卓越自然是找到徐天浩等人询问了一下意见，不过徐天浩等人哪会有什么意见，自是微笑着答应了下来。虽然参加了巡逻队，不过千万不能耽误学习，也不一定天天非要去巡逻。如果下次月考你们没有进步而是倒退的话，这巡逻队的事情我会帮你们推掉的。徐天浩等人点了点头，平和一笑。当天晚上，教导主任就打了电话过来。小卓老师，我已经问过我的那些老战友了，他们说这也是一次相当有意义的教育活动，而且在全省也是史无前例的，表示非常支持。大概明天各种手续之类的就可以处理好了。好的，主任，大概啥时候可以去？我看就定在周5，具体事项我还要跟校方这边好好商量一下，想来校方这边应该也会大力支持的。第二天一大早，卓越就把这个好消息通报给了全班。好多人都露出了十分好奇的表情，甚至还有些跃跃欲试。毕竟监狱这个东西对他们而言，可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唯有那角落里的王旭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双眼之中满是幽怨。
所以说，老卓这是针对我的吧？这绝对是针对我的吧？我明明都已经知错了，你怎么能对你这么可爱的学生如此狠的心呢？而卓越特地瞧了一眼徐天浩等人的表情，果然瞧见徐天浩的眼神略微有一些变化。看来是之前为徐天浩做人生规划的时候，让这家伙有了一点特别的想法。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周五，卓越带着7班的人就坐上了学校安排的大巴，一路朝着郊外的监狱驶去。看到7班的大部分人都是一副好奇的期待感，卓越心里面有些无奈。等来到了监狱门口之时，狱长也带着许多的工作人员在门口迎接。在校方和监狱领导们互相客套一番之后，学生们才进入了监狱之中。众人都在议论纷纷，十分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没多久，7班的众人就来到了一个类似工厂的地方，而里面有很多穿着整齐的犯人正在工作。这里是我们的工厂，会为一些工厂代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这可让学生们长了见识，啧啧称奇。而卓越看向徐天浩，发现他的状态有些异常。天浩，你没事吧？没事，老师。学生心里面现在很难过，学生觉得他们很可怜，也很可恨。学生终于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我想改变他们，我想让他们不再重蹈覆辙，我想让他们重新尊重生命，我想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再一次回到正轨。卓越一听到这句话，心里面真是无比的欣慰。好孩子。不久以后，整个监狱的参观活动就结束了，而卓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徐天浩的身上，再也瞧不见那平和的笑容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看似十分正常的徐天浩。也好，不然天天顶着个平和的笑脸，正常人谁受得了？而在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校方这边果断布置作业，让来参观的学生每个人都写一篇不少于1000字的感受。一时间7班顿时哀嚎遍野，卓越也觉得有些不妥。主任，你这也太为难我们班的学生了。一看卓越竟然为他们说情了，7班众人顿时满脸的感动。啊，是吗？那1000字怎么够？每个人最起码3000字。星期一交，不交的星期一开校会的时候，我会在全校面前单独对他进行教育批评。7班顿时炸了，都在那哀嚎着让卓越做个人行不行。这个班3天赶走了9个班主任，可学校领导也丝毫不敢处理他们，只因他们都是权贵之子。可他们遇到了拥有最强教学系统的我，拿给他们，我只需略微出手。接上集，从监狱回来之后，卓越特地和汪乐邦一块回去的。卓老师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乐邦能有今天这出息，我知道你肯定是煞费苦心的。显然汪奶奶这边已经是得到了警方那边的通知，并且也知晓了汪乐邦保送的事情。奶奶别客气，都是我这个老师该做的，而且乐邦他能有今天，我做的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全都是奶奶你们教育的好。小卓老师就别说客套话了，乐邦啥毛病我心里面也是知道的。奶奶，其实这一趟过来，我有件事情想请奶奶你帮的忙。老师尽管说，只要我帮得上忙的，肯定会帮你的。汪乐邦也一脸好奇，其实卓越是为了田霄而来。田霄的龙王天赋觉醒比较困难，想让汪家奶奶给他讲讲以前的故事。一听是这事，汪奶奶自然是欣然同意，汪乐邦更没什么意见了。奶奶，那就说好了，乐邦跟我出来一下。乐邦，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老师，你这是？明天你把钱给家里面做饭的那个保姆，用这些钱该买菜就买菜，毕竟是我要求的事情，并且我要带几个同学过来，让你家里花钱就不合适了。啊，这别让奶奶知道，你啥也别说，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而汪乐邦回了客厅，没想到汪奶奶已经察觉到了。乐邦，你们老师给你钱了是不是？奶奶，你怎么知道的？这钱你找机会还给你们老师。好的。这可真是你的福分，碰上这么好的老师，愿意为你做那么多，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要是我这眼睛没瞎就好了，真想看看你们老师长什么模样，一定是个很面善的小伙子吧。汪乐邦挠了挠头，脑子里面不由得回想起卓越第一次来家访时候的画面了。谈不上面善吧，毕竟他脸都不要的。次日一早，卓越就准备挑几个人去汪乐邦家里做客。徐天浩就没必要喊了，怕他给汪奶奶做思想工作。卓越先给王旭打了电话。老卓，我跟汪乐邦不熟，压根也没在一块玩过，那过去了多尴尬。你观后感写500字就行了。我跟汪乐邦上辈子是亲兄弟，今天晚上必到。接着又给曹云锦打了电话。老卓，我已经答应了去爱心组织帮忙训小动物。你观后感500字哦，我今晚必到。最后给田霄打了电话，却是没打通，一连打了好几个，都在通话中。这小妮子好像是把我的电话给拉黑了。卓越正打算给田霄发短信来着，电话却是回拨了过来。卓老师，我是李倩，田霄在洗澡，有什么事情吗？大早上9点多洗澡，糊弄鬼呢，让他接电话。他在洗澡啊。我数到3，不接电话的话，他周一观后感1万字。老师，你不是在洗澡吗？老师，我错了。下午5点半，河西大院门口集合，去汪乐邦家做客，你可以带着李倩同学一块过来。
去汪乐邦家做客，干嘛让我去啊？我跟他又不熟。你观后感不用写了。李倩，快换衣服换衣服。急啥？下午5点半才到。等5点钟左右的时候，曹云锦和王旭就在汪乐邦家附近等着了。你们俩倒是来得挺早哈，还知道去人家家里做客要带点礼物去啊。老卓，这点基本礼仪我们还是知道的。我又不是3岁小孩。再等等吧。话说，老卓还有谁呀？田潇，还有一个叫李倩的，你们认识吗？哦，两个人顿时眼睛一亮。真的是李健，我去，你怎么不早说？早知道我就打扮一下了。看见曹云锦和王旭一脸懊悔的模样，给卓越整得有点懵。你们俩这么激动干嘛？啧，能不激动吗？李健那可是一种小仙女，长得贼可爱。那田潇不好看吗？二人的表情一下子就拉了下来，似乎不想发表意见。脸好看有啥意义？他那臭脾气谁喜欢啊？好家伙，你们俩这双标怪可真是不要命了，那可是未来的龙王大人，我都得敬他3分。约莫等了10来分钟左右，田潇和李倩才走了过来。既然人都齐了，那就走吧。田潇，我给你的那几本书看到什么地方了？看了不少了，还没看完而已。一听这语气就知道田潇压根就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老师，我这是为了你好，在咱们班你可是最有前途的女孩子了。怎么，你不相信老师的眼光吗？我看人可是超准的，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就知道你绝对是未来之星。这话说的田潇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稍稍有些脸红。是吗？我可绝对没有在开玩笑。老师，你是会看面相吗？差不多吧，会那么一点点。那老师，你看看我以后会不会成为那种一线大明星？我的梦想就是走红毯，而且是在那种万人瞩目的情况下。是不是一线大明星？这个我就有点看不出来了，但肯定是会走红毯的。哇，真的吗？这个是肯定的。反正命好点就是你受勋的时候自己走红毯，如果命不太好的话，就是别人送你的骨灰盒走红毯。就在卓越跟田潇说话的时候，后面的李倩小脸一阵慌张，左边一个曹云锦，右边一个王旭。李倩同学，你喜不喜欢小动物啊？我会训小动物，训了好多只了。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改天咱们一起去看看小动物好不好？训小动物有什么好玩的？李倩同学，我可以教你打游戏，教你写程序，带你在代码的海洋里遨游。李倩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种场面，赶紧一阵小碎步匆匆逃离，来到了田潇的身边，跟着田潇一块走。王旭和曹云锦的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副痴痴的笑容。哇，好可爱！谁让你学我说话了？明明就是你学我说话。我靠，一个写代码的不要拽啊！信不信我一声令下，召集全市小动物马上围攻你？我说你一个铲屎的在这里横什么横？信不信老子明天就把你电脑给黑了，把你硬盘里面的东西全扒出来？你们俩有毛病是不是？吵什么吵？没听见老师在这说话吗？老实点！二人瞬间一脸的乖巧。等卓越回过了头，又是互相比中指。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汪家的大门口，而汪乐邦早已经恭候多时。老师已经准备好了。行，辛苦了。来到客厅之后，众人就赶紧跟汪家奶奶打着招呼。好，孩子们不用客气，快坐下来吃饭。吃饱了饭以后，众人就来到了院子里乘凉，而汪奶奶也讲起了以前的事情。那时候啊，咱们国家很穷的，但是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晚上9点多了。道别之后，卓越带着学生们告辞。在这回去的路上，其他3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唯有李倩小脸上颇为认真的说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像汪奶奶一样捍卫祖国，做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军人。”好家伙，盯着的3个屁都没放一个。顺带喊来的李倩却已经觉悟了。看看你们俩丢不丢人？李倩都比你俩有觉悟。就是丢人。你更丢人。同是9年义务教育，而且还跟李倩从小玩到大，咋就差了这么一大截啊？就是丢人！都闭嘴！以后都向李倩同学学习，听见了没有？是。田潇撇了撇嘴，看着王旭和曹云锦，眼中满是不屑。2个二傻子。临告别之时，卓越还扫了一眼田潇的属性，结果一言难尽。看来觉悟这个东西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搞定的呀。要是田潇有李倩这样的觉悟，就轻松了。因不爱穿内裤，男人就被霸凌了5年。他本以为只要忍让，只要躲着就不会再被羞辱，可没想到软弱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甚至是更加疯狂的欺辱。直到今天，他再次被围堵。好在他遇到了徐超等人。超哥，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闭嘴！我现在让你说话了吗？对方顿时吓得不敢多嘴了。同学，你哪个班的？高一四班。他们欺负你多久了？没欺负我，就是跟我打打闹闹而已。超哥，我们就是跟他闹着玩的。那你想不想我们跟你闹着玩一下？所有人顿时吓得不敢说话了。没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你应该听说过我们老大徐天浩的名字吧？是。
所以有什么你尽管说，我们帮你做主。王泽看了一眼欺负他的20几号人，依旧是不敢言语。同学，现在就2条路摆在你的面前，要么你鼓起勇气说出一切来反抗，要么你永远都不说，做一只沉默懦弱的羔羊，就这样一直受人欺负。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沉寂了许久，他才颤颤巍巍地说道：“5年了，我跟他们是初中就认识的。5年，因为什么理由？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长得太碍眼了，也可能是我没给他们抄作业，我胳膊上的疤全都是他们用烟头烫的，背上还有。”许超等人一时间都沉默了下来，看了一眼那瘦弱的手臂上，却是有10几个圆形的小伤疤，留了很多的印子。而霸凌者那一伙人感觉不太妙，更是不敢出声。好，我们知道了，这事情你没跟家里说吗？我不敢说，他们说我要是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就让我跪下来喝他们的尿，以后肯定想尽办法折磨我害怕。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抽起了鼻子，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也就在这时候，徐天浩走了过来。同学，你叫什么名字？王泽。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做得很好，能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一切。王泽同学，抬起头看着我。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我也希望能够为你解决问题。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帮助你呢？我不知道。不用着急，不如这样，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种就是以暴制暴，我今晚上就可以送他们去医院，甚至在医院住上1年半载的，而且他们以后就绝对不敢出现在你的面前。但如果选择这样的话，你同样也是一个施暴者，只不过是和他们互相换了角色而已。第二种就是以德报怨，你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自我救赎的机会，从今往后他们都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绝对不会再次发生你遭受的这样的悲剧，也不会再出现像你这样的受害者。这2种选择，你选择哪一种呢？王泽一时间陷入了沉默，过了半晌才开口：“我就不能全都要吗？你就让我抽他们几耳光，让我狠狠出口气，也用不着送他们进医院之类的。他们这么对我，我就抽他们几耳光，很公平吧？”是，很公平。超，你们盯着点。行，浩哥，交给我们就行了。徐天浩旋即闭上了眼睛，现在他心太软了，看不了这么暴力的画面。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把脸伸出来给人家打！这一群人立刻把脸伸出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愿。王泽唯唯诺诺地走到了一人的跟前，对方抿着嘴唇，没有说话。对方挨了这一巴掌也不敢吭声，而王泽接着就是一耳光抽了上去，边抽着耳光边骂：“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我招你们惹你们了？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为什么？”似乎是情绪一下子就宣泄了出来。就这样，王泽足足抽了30多分钟的耳光，这20多人全被王泽抽的右脸都肿起来了，而且大部分都流血了。王泽所有的愤怒也在这30分钟之内宣泄了出去。打完了人就回到了徐天浩身边。浩哥，谢谢你为我出了这口恶气，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而是你想想你能为别人做些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啊。不，你能做的很多，甚至能够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你跟我过来一趟。王泽，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被人欺负的滋味了吧？那种感觉是不是让人无比的痛苦？是的。这一次我帮了你，是因为我发现了，可在我们学校可能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同学，他们也长时间活在校园暴力的阴影之下。你想帮助他们吗？浩哥，只要我能帮助他们，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帮忙。那如果我让你在全校师生的面前讲述你的遭遇，主动揭开你的伤疤，你愿意吗？王泽咬了咬嘴角，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不用着急，慢慢考虑，因为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需要你鼓足所有的勇气说出来。别人看到了你的坚强，看到了你的勇敢之后，那些被霸凌者才有可能去反抗，去勇敢的揭露这一切。我愿意，如果这样能帮到其他人的话，我愿意说出这一切。王泽同学，我为你能够勇敢面对这一切的勇气感到骄傲。次日一早，卓越又被教导主任给喊到了办公室。等卓越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又多了一群学生。然而古怪的，这群学生右脸都是有些显得红肿。走进了办公室后，却见办公室里面只有教导主任、徐天浩和王泽3人。卓老师，你先坐下。卓越连忙坐下，又是疑惑望了徐天浩一眼，却见徐天浩只是冲着他平静地笑了笑，两眼之中都仿佛在说着老师不需要紧张。主任，怎么回事？外面这群小王八蛋，真是气死我了！看看，把人家孩子给弄成这个样子了。看着王泽手臂上那触目惊心的伤痕，卓越也是瞳孔忍不住一缩。教导主任把徐天浩的想法又说了一遍。我没有什么意见，王泽同学能够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的话，所有人都会支持你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勇敢地说出来。是。下午第1节课召开了全校的师生大会，所有的师生都聚集在了学校的广场之上。7班这边，所有人都瞧见了徐天浩就站在上面。徐天浩在那上面干嘛？感觉好像是要搞出什么大事情一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1 4班的王泽。我曾长期遭受校园霸凌，到如今为止已经有5年的时间。今天我鼓起勇气说出这一切，
当王泽举起手臂，露出那触目惊心的伤痕之时，全校顿时掀起一片哗然，无数人都是又惊又怒，同情声、谩骂声不绝于耳。我之所以要说出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获得大家的同情，而是我想让同学们都知道，校园霸凌和暴力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的忍让只会让那些人更加的得寸进尺，最后让你自己堕入深渊，陷入无尽的恐惧之中。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在噩梦之中惊醒，我害怕，我胆怯，我以为他们欺负了我一次之后就再也不会欺负我了，可是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换来的只有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座的同学们肯定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我知道你们无数次的想要说出来，希望有人来帮你，但你们怕威胁，怕对方源源不断的报复。现在我就用事实告诉你们，如果再不反抗，再不制止他们，你就会变得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加凄惨。如果你看到了这一切，不要再犹豫了，找到你的家长或老师，告诉他们你或是别人正在遭受校园暴力和霸凌。当然，我知道这种事情要开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长达5年的欺凌之中，也未曾向老师和家长说出经过。在这里，我要感谢徐天浩同学，是他给了我勇气，让我将这一切说出来。说完，徐天浩走了上来。同学们，我叫做徐天浩，也是校巡逻队的一员。从今天开始，校巡逻队接受任何形式的举报。如果你无法对老师和家长开口，请联系我们，我们愿意向你们伸出援助之手。许超、吴明、邓维和孙子阳4人连忙也走了上来，站在了徐天浩身边。请记住我们的面孔，如果你们有困难，请来找我们，而我们的联系方式将会粘贴在所有的通知栏里面，并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校巡逻队之中，让我们携手来创造一个美好的校园环境，抵制校园暴力，从我们做起。一时间，全场掌声雷动。周峰神色平静地望着徐天浩，这世界还真奇妙啊！原本7班最烂的那个人，幡然悔悟以后，却成了别人的守护神。这会儿汪乐邦已经兴奋地跳脚了，要不是周峰拦着，就已经冲上去报名了。汪乐邦，冷静点，想帮忙至少也得等到校会结束了再说，别上去给人家添麻烦。我知道了，反正这种事情我肯定要第一个报名。上集，徐天浩刚回到家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大骂声：“饭桶，全都是饭桶！特么的干什么吃的？老子养你们这么久，这么一点事情你们都干不好，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剁了全部喂狗？”此时，徐天浩走了进来，听见了开门声以后，众人都下意识地瞥了门口一眼。少爷，天浩，你先上楼去。徐天浩突然露出了一个平和的笑容：“爸，不需要这么大的火气，有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就是了。”无形之中，徐天浩的 A 级教化被动再次生效。本来还火药味十足的客厅，突然间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春风掩盖。一脸火气的光头，突然间神色就平静了下来。我觉得你们大家可能是因为沟通上的一些问题而发生了矛盾，也可能是一些细节上的误解。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说话，不要争吵。爸，你觉得我说的对吗？说完，徐天浩平和一笑，徐强跟着便露出了一个略显几分凶悍的笑容。我儿子说的对，这事情是我的不对了，我不应该冲你们发火的。来，大家都坐下，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见状，徐天浩这才上楼去了。半晌，徐千惠就着急忙慌地走了进来。天浩，出大事了！姐，怎么了？爸可能是不行了。什么意思？他已经露出来了那种回光返照的笑容了，跟他的手下一脸平静，还笑呵呵地说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是不是已经得癌症了？正在交代什么后事？虽然他不是什么好人，但终归是我们的父亲。徐天浩解释了2分半后，徐千惠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是啊，还真是吓我一跳呢。你也真是吓了我一跳呢。下午时分，正在舞蹈室练舞的邓思佳等人却是瞧见了一个新的客人。来，给各位同学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师妹林颖。各位同学，大家好啊！学生们自是议论纷纷。哇，我以为袁文老师已经长得很漂亮了，没想到这个凌云姐姐不遑多让啊！这个身材绝了！我的天，这到底怎么长的呀？这身材诱惑力太强了，这要是跳起舞来，又有几个男的顶得住啊？然而邓思佳却有种不祥的预感。糟了，麻烦大了呀！佳佳，怎么了？千万不能让这个女人出现在老卓的面前。为什么？我有种直觉，这女人可不是善茬，一不小心老卓就会变成她的舔狗。这可不行，我们可是磕定了卓文 CP 的。对，那怎么办啊？绝对不能让老卓和这女人有任何的交流，封锁一切消息。舞蹈训练结束之后，袁文、林允一块出了学校。对了，老师前不久不是来江南了吗？对啊，怎么了？他当时跟我说起了个名字，叫卓越，说是你们学校的老师。老师说这个叫卓越的天赋相当好，说如果好好培养的话，完全可以超过他带的所有的学生。这个卓老师怎么说呢？我也没办法去评价。怎么了？你要说他多才多艺吧，他已经超出了那种范围。他这舞跳的已经不是好的问题了，而是已经有些离谱的地步了。我跟他跳了一场国标，我发现我还没他跳的好呢。
这怎么可能？国标可是你的长项啊。所以说他就很离谱那种啊。那他是什么怪物？比我们这些专业的还厉害？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而且你觉得他只会这个，那你就太年轻了。还会什么？他会的太多了，基本上什么都会，在学生里面人气也超高的。听你的评价，他这么优秀，那你怎么不主动一下？啊，这个他小我6岁啊。那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哎，你要干嘛呀？见一面啊，我太想见他了。与此同时，卓越把邓思佳喊到了办公室，跟他说起了补课的事情。不过邓思佳还有些不情不愿的。你要保送云武大的话，成绩是必须的，补课也是我无偿给你补，我自己休息时间都拿出来了，你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我也没说不乐意啊。看你这小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面不乐意，你就只需要苦这1个月，到时候如果得到了保送名额的话，后面随便你怎么玩都行，我都不会管你。好吗，老卓，别生气，我明白，我一定努力用功。不过你就补我语文和地理，那不是也不够吗？谁说我只补你语文和地理了？我所有科目都可以帮你补，你这个月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学。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会跟其他的任课老师说清楚，除了我的课以外，其他的课你都来到办公室。此时，袁文忽然打了电话过来。袁老师，怎么了？一旁的邓思佳眉毛一挑，立刻偷听了起来。卓老师，是关于邓思佳的问题，他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啊？他很努力的在学习呢。能不能带他来舞蹈办公室一趟？我有点事情要跟他说，最好你也来一趟，还是关于保送的事情，情况有点复杂。行，没有问题。既然听见了，那就赶紧去舞蹈室吧。老卓，你就别去了。啊？为啥？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少来，你就是想跑去袁文老师那里偷懒，是不是？你那点小心思瞒得过我？不是这事儿了。少废话，咱们俩快去快回。来到办公室后，邓思佳环顾四周，没见到林允的身影，顿时松了口气。卓老师，佳佳这个云武大的保送机会可能是没有了。邓思佳倒是没太大反应，毕竟他觉得自己本来也保送不了，反而是卓越有些着急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答应给时间了吗？这个我实在是很抱歉，老师那里本来是已经答应了的，可是云武大那边变卦了。话音刚落，卓越的手机就忽然响了起来。谢平老师的电话，应该也是说这事的，你接吧。你好，谢教授。小周，袁文那边跟你说了没有啊？说了，谢教授，这个邓思佳同学的保送机会是真的没有了吗？这事儿我实在是抱歉，学校那边没有跟我沟通好，就因为这事情，我也跟学校的领导们理论了一整天了。我现在还来气，这些人办事情就总是不靠谱。辛苦谢教授了，不过的确有些可惜了。不用觉着可惜，云武大保送不了，这不还有北武的吗？毕竟这事情是我的失误，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北武的保送名额，这个是妥妥的，每年我都有一个。啊，那个谢教授，北武保送要多少分啊？530，当然这是去年的保送分数，具体的我还没有问过，不过最低也要500分，我最多也只能是帮你争取到这了。他如果想试试的话，到时候北武那边会根据他的情况出试卷的。500分，现在400分都还是个未知数呢。但是这可是真正千载难逢的机会，毕竟云武大在北武面前就是个弟弟。好，谢教授，我和他家人商量商量，今天晚上就给你答复。不用这么着急，明天给我答复也行。回来后，邓思佳依旧在办公室补课，卓越的电话却又响了起来。你好，哪位？邓思佳下意识地往卓越的方向靠了靠。你好，请问是卓老师吗？对，请问你是哪位？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远，袁文老师就是我的师姐。林女士，找我有什么事吗？林女士，不好了，大兄要你出手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主要是我从老师那听说了你的事情，十分仰慕卓老师，所以特地过来拜访卓老师的，想跟卓老师见个面，不知道卓老师能否给我赏个薄面呢？因为每接一次电话，都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卓老师，可以一起吃个饭吗？这时正在偷听电话的邓思佳突然就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抱歉，我有点急事要处理，先挂了，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怎么了？怎么了？老卓，我肚子阴疼的，好像是那个来了。卓越也不好处理，赶紧送到了医务室。邓思佳，还好吧？要不要老师把你送回家休息一下？不用了，我躺一会儿就好了。老卓，你继续给我讲课吧，我躺着也能听的。你都疼成这个样子了，你也没心思听吧？好了一点，缓过劲来了。不过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再疼，就当是转移注意力了吧。好吗？不愧是你邓思佳，原来是转移注意力的。那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回个电话。好，快去快回。卓越人一走，邓思佳立刻露出了一脸的冷笑。大兄邀你果然棘手，竟然还主动找上门来了。我可是绝对不会让你对老卓下手的。林女士，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学生出了点事情，我走不开，你看要不改天吧？行，没事，那就改天再见。好，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晚自习放学后，邓思佳跟小姐妹一起回家。
佳佳，你来姨妈的时候这么疼的吗？以前都不见你这样的，而且你这个时间好像也不是来姨妈的时候。装的可累死我了，嘿嘿，医务室里面的医生都没看出来，我演技不错吧？原来如此，所以那大熊妖女已经对老卓伸出魔爪了吗？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咱们现在一定要齐心协力的保护老卓。那该怎么办呀？我之前已经跟袁老师打听清楚了，大胸妖女顶多就在江南待上10来天就走，在这10天之内，只要不让老卓离开我们身边就行了。不过我今天已经装完了，明天再装的话，我怕会露馅，所以明天换雨辰你来装。不行不行，我演技老差了，肯定会被老卓一眼识破的。我也不行，我前2天刚来过，当时还跟老卓请了2节课去医务室的。那换个其他的法子。什么啊？你们想个办法吵起来最好，最好直接动手打起来，让老卓给你们当调解员，反正别让老卓离开学校就行了。这个可以有。第2天，林女士，抱歉啊，我这边小女生闹别扭，就为了一部电视剧哪个男的好看打起来了，改天吧。第3天，万分抱歉，又打起来了。林允翻了翻白眼，这次又是因为什么打起来的？因为看小说，一个给5星好评，另一个给了差评，说没有姐妹情了。刚开始林允还觉得挺正常的，毕竟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确是事儿多，不是想出来就能出来的。但现在他有些生气了。这些事情也未免太离谱了，就他们班那群女学生怎么天天吵架打架的？古惑仔番外篇之红心13妹啊，从来都只有我凌云找借口放别人鸽子，还没见过哪个男的放我鸽子的，这面我还非见不可。我倒是要看看姓卓的到底闹哪样。这天下午，卓越正在给邓思佳补课，邓思佳等到现在都没见凌云打电话过来，心里面暗喜。看来这大胸妖女已经是放弃了。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身影走了进来，邓思佳人直接傻了。卧槽，大意了！这大胸妖女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靠，这下子麻烦可大了。请问你是卓老师吗？你好，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位啊？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可是打了好几天电话，你一直不肯出来呢。林女士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没办法离开，你看我现在还得给学生补课呢。正好我过来看看我师姐，就顺路过来了。做班主任很辛苦吧？还好。所以有时间吗？吃个饭的时间总应该有的吧？放心，我也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都说到这份上了，卓越也不好意思拒绝。有，这样，待会儿我预定好餐厅就联系你。那加个坤信吧，到时候把位置发给我。好，那就下午见了。凌云走了之后，邓思佳的小脑袋立刻凑了过来。老卓，你真的要去吗？不关你的事情，赶紧老老实实看你的书。糟了，果然是已经沦陷了吗？老卓，怎么了？昨天不是讲到了明朝吗？我对明太祖朱元璋还挺感兴趣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有一段印象我特别深，就是郭天旭喜欢自己父亲郭子兴的义女。郭子兴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并且指责他说：“你那是喜欢吗？你那是缠他的身子，你下贱。”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好好看书，你说的是什么东西？见卓越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反应，邓思佳心里面觉着古怪。难道这家伙没 get 到吗？我这很明显的在指桑骂槐呀。少看那些东西，看就看点正经的。今天下午我得出去一趟，晚自习之前我就回来，你可别给我偷懒。到时候要是让我检查你没复习到位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是，明白。卓越走了之后，没一会儿，刘雨辰等人就鬼鬼祟祟的来到了办公室。佳佳，怎么样了？已经走了。那这下子就完了？不，没有完。啥意思？听我跟你们分析分析，毕竟女生是很在意细节这种问题的。明明是要和林允一块去吃饭，老卓连打都不打算打扮一下就直接去了。所以这么说，老卓并没有沦陷。毕竟要是换做我要跟大熊妖女出去吃饭的话，我肯定要好好打扮一番呀。还是说老卓是个直男癌？我感觉平日里他情商挺高的，按理说不应该是个直男呀。众人议论纷纷，邓思佳却是神色凝重无比。只有2种可能。什么？第一种，老卓压根就瞧不上袁老师和大胸妖女。不可能，不可能！袁老师和大胸妖女条件都没得挑的，我要是个男的，绝对心动死了。第二种，自己想。几个小女生沉默了片刻，纷纷明白了什么，眼神之中满是怜悯之色。老卓好可怜，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吗？喂，你们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呢，你们想什么地方去了？都说了，让你们平时少看那些不正经的东西啊。不是你帮我们种草的吗？还是你推荐的 ？No， 别想歪了。所以说第二种是什么可能？还能有什么可能呀？他脑袋已经木了呗，看他这样恐怕这辈子都找不到媳妇了。那跟我们想的好像都差不多。是吗？过程不太一样，但结果一样。老卓好可怜。另一边，吃过饭后，林允回到了酒店，躺在床上回想起跟卓越吃饭聊天的经过，突然就乐得哈哈大笑。
那家伙是不是脑子不太对劲啊？哪有人跟女生吃饭，全程聊自己学生的，还把我给带偏了？卓老师还蛮有意思的呢。晚自习前，卓越就回到了办公室。老卓，吃饭吃得很开心吧？这些是你该关心的事情吗？学的怎么样了？没问题，我可没偷懒。你最好没偷懒。那是，我学的可认真了呢。那你跟我说你们都聊什么了呀？聊你呗。哎，聊我干嘛？帮你先提前了解了解这北舞的情况呗。不是，你跟林阿姨就聊这些呀？不然聊什么呀？我跟她第一次见面，又不熟，除了这些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呀。邓思佳一下子就陷入了沉默。不愧是你，好家伙，这哪是木头脑袋啊？你就是铁臂阿童木转世的吧？这辈子能找得到女朋友就是怪事了。我上个厕所，待会儿田潇来了，你让他等着我。邓思佳应了一声，卓越就赶紧走了出去。卓越前脚刚走，后脚田潇就走了进来，一看办公室里面只有邓思佳，有些疑惑。邓思佳，卓老师去哪了？上厕所去了。老卓大晚上的让你来办公室干嘛？别提了，他让我看书，然后每天给他说读后感。什么书？华夏军魂，我们为人民而战，我们的背后是祖国、家乡、亲人。你也真是够辛苦的。你也一样啊。二人目光对视，竟是不约而同的露出来了惺惺相惜之意。男人最近发现了非常诡异的事情，他能感受到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息，而且可以凭借这一股特别的气息感受到对方的善恶。昨晚上他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就看到了一个让他感觉相当不舒服的人，可是这个人看起来又十分的正常，完全不像是个坏人。结果经过汪乐帮的一段跟踪之后，发现他真的是个小偷。这事情汪乐帮至今还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觉得恐怕也不会有人会相信这种事情。也并非是所有人都不会相信，可能有一个人会比较例外。思来想去，汪乐帮连忙起身朝着办公室去了。卓越正忙着给邓思佳补课，见汪乐帮走了进来，也是不由得一愣。怎么了？老师，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能不能去个没人的地方？好，说吧，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汪乐帮思来想去，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卓越一听，立刻就对汪乐帮动用了教师之眼。姓名：汪乐帮，技能：善恶之眼，汪乐帮专属被动技能，以双眼明辨天下善恶。初级英雄之躯，汪乐帮专属被动技能，生命力提升200%，生命濒危状态下触发不死状态，持续30分钟。天赋：英雄，汪乐帮专属天赋，无法评级。卓越一时间愣在了原地。老师，所以你相信我吗？我知道这事情有点离谱，但信乐帮，其实这并不是幻觉，而是你的天赋。天赋？怎么说呢？很多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神态和行为判断出来这个人有没有问题。这里除了经验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天赋，而你恰恰就是有这种天赋的。是吗？没错，所以你不用太过惊慌，反而要好好利用这种天赋。小伙子，以后地球的和平就交给你来拯救了。当然，你要是剃个光头的话更不错。晚自习结束后，田潇跟卓越说完读后感后，就准备跟李倩一起回家，却发现李倩身边多出来了2个人。你们俩在干嘛？这不是看你们2个女孩子回家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护送你们回家，怎么样？够有安全感吧？王旭自然也不甘示弱，我就是想问李倩同学一些学习上的事情而已。我们用不着你们护送。还有王旭，你那是冲着学习来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心思，以后少给我缠着李倩，不然我现在告诉卓老师去。别啊，田潇，总归是同班同学，不至于吧？再说咱们也算是一起共患难。什么共患难？不是一起被老卓拉着去汪乐帮家做客了吗？也算是共患难的战友了吧？对呀，我们就是想跟李倩同学交个朋友而已。哼，少来！田潇自是一脸的鄙夷，直接就走了。李倩不好意思的冲着2人笑了笑，连忙跟了上去。嘿嘿，这笑容好治愈啊！是啊。王旭和曹云锦一时间看得吃了，回过神来发现不太对劲，2人立刻互相冷冷的瞪了对方一眼，随后二话不说就赶紧跟了上去。潇潇，这样不太好吧？别管他们2个。等等，给你们看个小可爱。田潇和李倩显然对这种小动物没什么抵抗力。我跟你们说，他可听话了，我可是训了好久的。哇，好可爱！李倩眼睛都亮起来了，就连田潇也是一脸的喜爱。来，给我摸摸。曹云锦一边笑一边冲着后面的王旭挑衅得意的望了一眼。王旭脸一下子就黑了，靠，失算了，没想到这家伙还留着一手。就在这时，偶然间就听见前方一阵骚动，只见一道人影狼狈的逃窜，在其身后不远处，汪乐帮紧追不舍。别跑，我的心！在众人懵逼之中，汪乐帮也已经追进了小巷子里面。这家伙在干嘛？抓小偷吗？曹云锦和王旭瞬间精神为之一振。李倩同学，我要上去见义勇为了。王旭拔腿就朝着小巷子的方向跑了过去。曹，被这家伙抢先了。李倩同学，我与罪恶不共戴天，我也过去帮忙了。潇潇，走，不管他们。
啊，这不好吧？潇潇，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万一他们遇到危险怎么办？咱们还是赶紧报警吧。田潇撇了撇嘴，还是掏出来了手机先报了警。小巷口深处，刚才仓皇逃窜的那人实在是跑不动了，感觉两条腿都快不是自己的了，一时间差点喘不过气来，赶紧扶着墙壁，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也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汪乐邦已经来到了对方的跟前，脸部红气不喘。特么的，你是不是缺心眼啊？追了我8条街了，我特么还没下手呢。废话少说，我已经把你作案的整个过程都已经拍下来了。你的追了我这么远，怎么都不带喘气的。汪乐邦懒得搭理对方，刚要伸出手往包里面掏东西，却是听见了脚步声，扭头一瞧，就见2道身影一前一后的狼狈跑来。汪乐邦，操你属兔子的呀，跑这么快，追都追不上。王旭整个人都快瘫了，累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你们俩怎么在这不是上来帮你吗？我靠，到底你是炼体的，还是我是炼体的？汪乐邦压根没管二人，直接掏出麻绳把小偷给绑了起来。曹云锦和王旭看着汪乐邦那熟练的操作，一时间都傻了眼了。你为什么这么熟练？等等，为什么你一个高中生随身携带麻绳？没多久，正在原地等待着的田潇和李倩就瞧见王旭和曹云锦回来了，只是2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都有些不太好。人呢？已经抓到了，警察让汪乐邦跟着一块去警局配合调查了。所以你们俩为什么没有跟着一起去？做好事不留名而已，低调。是的，汪乐邦这家伙爱表现，就让他去了，我们就不用跟着了。实际上是这2人压根就没帮上什么忙，而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警方就没让这2人一块去。你们都好勇敢啊！一旁的田潇翻了翻白眼。所以你们俩跟歹徒勇敢的搏斗了吗？我们俩赶到的时候，汪乐邦已经把人给制服了。毕竟他从小部队长大的，肯定有这本事的。那你们也很勇敢了。潇潇，今天王旭和曹云锦真的好勇敢啊！我觉得你应该是误会了什么啊？他们俩都知道汪乐邦很能打的，所以压根就不担心出事，所以才敢追上去的。这要是换做其他人，他们俩肯定不会有什么动静的。是这样吗？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那汪乐邦同学真的好厉害呀，而且人也很好，很愿意帮助其他人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得到他在帮其他的同学。怎么，你喜欢他啊？李倩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羞得顿时不好意思说话了。喂，李倩，你不是真的喜欢汪乐邦吧？有一点点。啥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就是上一次去他家做客的时候。你喜欢他哪呀？很孝顺，也很有爱心，还很勇敢，就很有安全感。我感觉他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警察，而且是很厉害的那种。田潇的表情要多古怪有多古怪，他跟李倩从小玩到大，就没见李倩喜欢哪个男的，甚至连暗恋都没有。没想到竟然栽在汪乐邦手上了。不过一想想李倩的爸爸就是警察，田潇忽然就有点释然了。征新条件已满足，是否耗费405864教学点对刘雨辰同学进行升星？是。恭喜刘雨辰已成功晋升为1星刘雨辰，属性得到了大幅度加强，激活原生天赋并获得了被动技能。这还有技能？天赋 C 级电子机械，技能被动灵活双手，制造电子机械类物品时效率提升20%，综合评价 C。还敢不敢再离谱一点？为什么一个舞蹈生会觉醒电子机械天赋？而且这还是原生天赋？这7班有一个正经特长生吗？因为邓思佳一直在补课，哪怕是舞蹈课都没有去上了。一群舞蹈艺术生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老大不在了，自然是有些无聊。也不知道这1个月的时间到底够不够，500分对于佳佳来说简直要命啊！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别去捣乱就行了。现在一切都交给老卓了，我觉得老卓那么厉害，应该可以补上来的。一群舞蹈生正在议论，却见刘雨辰在那不知道摆弄些什么，也不吭声。雨辰，你在干嘛？怎么都不说话的？众人凑近一看，就见刘雨辰桌子上摆着一个电路板，而刘雨辰一直在打量着这个电路板。你看这东西干嘛？这又是你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昨晚上我爸在家修东西的时候把这电路板给弄出来了，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吧？这小小的一块东西里面竟然能塞下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还能做到很多神奇的事情。神奇是挺神奇的，不过你什么时候对这种东西感兴趣了？倒也谈不上感兴趣，就只是好奇而已。众人也没当回事儿，继续该聊什么就聊什么。唯有不远处正在刷题的周峰朝着刘雨辰的方向瞥了一眼，随后便默默地收回了目光，不动声色地继续刷题。夜里，刘雨辰母亲回来后，却没发现女儿的身影。这大半夜的又跑哪里鬼混去了？罗芳正疑惑，突然就听见仓库的方向传来了动静，连忙就朝着仓库的方向去了。果然瞧见了刘雨辰。只见刘雨辰左手拿着一个螺丝刀，正在那拆卸一个坏掉了的电视机，而在刘雨辰身边已经拆掉了好些不用的电器，各种电子元件堆在了一块。
你干嘛呢？拆家啊？不是啊，我就是看着这些电器，反正不用了就拆下来看一看。你是真觉得咱们家钱多花不完是不是？这好多电器都还能用呢，而且这些都是你爸留着的，到时候他回来看见你把这些东西全拆了，看他收不收拾你。肯定不会的，我爸那么疼我。那你拆了还能装回去吗？我忘记怎么装回去了。你又不是小孩子了，真是的，赶紧去洗澡。好吧。刘雨辰应了一声，把所有的电子元件都放进了纸箱里面，抬着就要走。不是，你拿这些东西干嘛？我研究啊。说完抬着纸箱就走了，搞得罗芳一时间有些愕然。不是，到底什么情况？闺女啥时候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啊？约莫半小时，刘青松回到了家中，这一进门就瞧见罗芳坐在沙发上，一脸的古怪。怎么了？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过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啊？你闺女把你仓库里面留下来的电器全部给拆了。哦，她拆了干嘛？她说想要研究一下，然后就抱着一大堆电路板回自己房间去了。真的假的？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仓库瞧一瞧，不就知道了。拆得满地都是零件。所以这算是基因遗传吗？但是这个遗传的延迟也太高了吧？小时候也没见他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怎么到了高中突然就来劲了？不要，我可不想让我家闺女也变成什么电子工程师，整天不着家。我就希望她学跳舞，以后做个舞蹈家之类的。这个又不是你希望她会她就会的，也得有天赋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咱家闺女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爸，你来的正好我有好多不明白的东西，你顺便跟我讲一讲。你这是拆了我多少电器？哎，不对，这个你从哪拆下来的？我想想，好像是你的电脑。我说看起来咋这么像硬盘的芯片呢？什么？你说我的电脑？刘青松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赶紧出门就往书房跑了过去。这一进去就见自己的电脑主机旁边已经堆满了各种散件。爸，不好意思，我一时间没管住手，就把你的电脑给拆了。你肯定不会对你这可爱的女儿生气吧？刘青松颤抖着手，把一个移动硬盘的壳子举了起来。刘雨辰，你拆其他的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硬盘也给拆了？这里面可是有我这几天呕心沥血才做出来的设计图啊！是吗？应该还能再装回去的吧？你都把我硬盘的零件全部给卸了，还把芯片给拆下来了，怎么装？刘雨辰顿时一脸的心虚。那这意思是装不回去了是不是？对不起，爸爸，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生气。刘青松皮笑肉不笑，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皮带。刘雨辰顿感不妙。嗨，爸爸，时间不早了，我先去睡觉了。刘青松看着桌子上的一堆零件，欲哭无泪。造孽！这他妈到底是怎么拆的？主板怎么都给我拆成3节了？这会儿罗芳才走了上来，一看桌上的狼藉也愣了一下。不是，这怎么回事？这不得问问你那可爱的闺女们？至于吗？重新再买一台就行了。我刚做出来的设计图就存在这硬盘里面，他把我的硬盘给卸了，芯片都拆掉了，里面的数据肯定毁掉了。我为了这设计图，前后花了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了。你没有备份吗？你说呢？不要气，我现在就回房间拿衣架收拾它。等等，一起办。然而终归还是没有舍得对刘雨辰下手。刘雨辰看着父母气势汹汹的，立刻就摆出了一副低头认错的态度，眼泪都巴拉巴拉掉了下来。会撒娇的孩子总是有糖吃的，何况又是自家宝贝闺女。看着这落泪的模样，心中那燃烧的怒火也一下子平息了下来。刘雨辰，你说你有毛病是不是？手咋这么贱啊？拆那些电器就好了，干嘛把你爸的电脑也给拆了？我就是有点好奇，手痒。你都多大了？15了，你以为你还是小孩子啊？怎么这么大了，还是一点都不懂事？对不起。算了，刘雨辰，下次你要是再敢拆我电脑，就算你是我亲生闺女，你看我抽不抽你？绝对不会有下次了。刘青松哼了一声，自顾自地上楼去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才好。那设计图对你爸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再过几天你爸就要交设计图了，到时候这工作都保不住了，我们一家子都得喝西北风去。刘雨辰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么严重吗？你才知道啊！赶紧睡觉，这2天别在你爸面前晃悠，不然把他心脏病都能给激出来。在学校的时候，孙娇娇等人见刘雨辰一直心不在焉的模样，自然是觉得奇怪的。可是问了好几次，刘雨辰都不肯说，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这天，周峰看出了异常，看你这些天状态不对，出了什么事情吗？刘雨辰抬头一看是周峰，有些疑惑。没事，没事就好。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最好不要藏在心里，会把人憋坏的。有困难找老卓。我知道了。如果老卓问起来了，不要说是我让你去的。刘雨辰一脸的懵逼。这种事情找老卓干嘛呀？难不成老卓还会修硬盘？我爸是专业的，都修不好。
可他突然想起来卓越好像什么都会一点。没准还真行。老师，你能出来一下吗？我有事情要跟你说。不是，雨辰，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呗，没必要避开我吧。佳佳，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千万不要误会。行，我跟你出去。怎么了？老周，这个你能不能帮我修复这个硬盘啊？刘雨辰，你觉得老师像是个会修硬盘的人吗？你如果要修硬盘的话，为什么不去那一些专门修硬盘的店？谁让你来找我的？我已经跑了几十家店了，他们都说没办法修复。老周，这硬盘里面有十分重要的数据，求求你了。为什么会把硬盘拆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把芯片这些全部都抠下来啊？我就是好奇，想看看这硬盘里面到底长什么模样，结果这一拆就停不下来了。我就是感觉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数据？设计图，这是我爸的电脑硬盘，里面有一份十分重要的设计图，而且过几天就要交了。如果到时候拿不出来的话，我爸的工作就没了。老周，我已经跟我爸妈认错了。我看见我爸爸已经2天2夜没有合眼了，脸色变得十分憔悴，感觉头发都要变白了。我真的不想惹祸的。好了，别哭，我想想办法吧。老卓，你真的会修硬盘吗？会，我会。你们不都说了，我除了生孩子啥都会吗？怎么这群小家伙啥屁事都要来烦我？卓越一脸无奈地开启了教师之眼。姓名刘雨辰一星，好奇求知，电子机械类。该状态下对所有的电子机械类物品会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持续时间未知。拆卸欲望，电子机械类。该状态下对所有的电子机械类物品会产生强烈的拆卸欲望，拆卸效率提升100%，持续时间未知。现在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卓越自觉也有责任，因为一直忙着给邓思佳补课，忽略了刘雨辰的事情，也没有给刘雨辰进行思想和行为上的引导，所以才会出了这种事情。行吧，我先看看能不能先还原。等来到了实验室之后，卓越随之开启了模仿，坐在桌边将所有的零件都扫了一遍。你这个拆法也真是够暴力的，你到底用什么东西拆的？卓越看到电路板上好多电子原路都已经磨坏掉了，甚至芯片都有崩开的痕迹，一时间有些头疼无比。螺丝刀啊！你把储存单位的芯片都给弄坏了，里面的数据不太可能保存得下来。我也没有太大把握，能恢复数据的概率只有40%左右。这么低？这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概率了。换做其他人直接就告诉你，这个不可能恢复的。这倒是，老卓，你这么厉害，肯定可以修复的。我们班主任最厉害了。一边去，撒娇对我没用。就这样，卓越整整折腾了2个半小时，而刘雨辰也在旁边看了整整2个半小时。等最后卓越把芯片给焊上去的时候，刘雨辰看着整个硬盘上全都是各种密密麻麻的飞线，惊讶不已。老周，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去，把王旭给喊过来，让他带着电脑。好的。没多久，王旭就带着电脑过来了。老卓，怎么了？别问那要多，把电脑开了，看看这硬盘能不能读取。王旭看那密密麻麻的飞线，暗道一声牛批。毁坏的这么严重的硬盘，愣是给用这种方式给修复过来了，则国安特工果然名不虚。然而等连上了电脑之后，却发现根本无法读取硬盘上的数据。老卓，读不了，芯片应该毁了。一旁的刘雨辰顿时满脸失落。那就只能用最后一种方式了。什么？它就是最后一种方式了。王旭，你也会修硬盘吗？我又不是老卓，360行，行他都抢饭吃，我哪会修什么硬盘呀？不过倒是还有一种方式，代码还原。什么意思？具体的没办法跟你解释，就是把编译器接上去之后，可以得到这个芯片的代码，但是这个代码是损坏的，然后我把这个代码给修复好以后，再重新读取新的代码，就这样重复不断，将所有损坏的代码修复好以后，然后重新编译，我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数据进行还原。刘雨辰顿时不明觉厉。行了，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些工作。老卓，你喊我过来就是干苦力的，这个代码还原可是要花好几天的。就问你行不行？行，包在我身上。你这是在帮助同学共建美好和谐的七班，稍微劳累一点，怎么了？雨辰，如果成功的话，你可要好好谢谢王旭啊！还有以后修电脑不要找我，找王旭。好的，我一定好好感谢他。别，这多不好意思，以身相许吧。你想得美。正经点，在调戏班里面女同学，我收拾你。好。卓越离开后，王旭也打算离开了。这个我得回家去弄了，而且编译器这个我也得去买。这个钱算我身上吧。没事，反正我正好想买个编译器玩一玩。那我跟你一块去吧。也行。等到了放学这会儿，陆鹤鸣等人本来要跟王旭一块走，却被王旭拒绝了。你们自个儿先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忙呢。忙啥？管那么多干嘛？众人耸了耸肩，只好自己先走了。而王旭就在学校门口等着，没一会儿就瞧见了刘雨辰。刘雨辰那边也是鬼鬼祟祟的，生怕被孙娇娇等人给撞见。
你干嘛跟做贼似的？还被孙娇娇他们撞见，跟我在一块就这么丢人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怕他们说闲话。啊，那还不是嫌丢人吗？你别胡思乱想的，赶紧走吧。好吧。路上王旭也是好奇，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把硬盘给拆了？”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反正你要是修好了，我就欠你一个人情。你以后需要我帮忙，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就帮你。行，这可说好了。王旭想了想，这波不亏，然后又默默地打量了一下刘雨辰。以前没怎么太在意，现在认真一看，发现刘雨辰论颜值和身材也不差，最起码比田潇好，而且还是个舞蹈生。李倩谁啊？我不认识。一旁的刘雨辰看见王旭那表情有些不太对劲。对了，刚才我出学校的时候，老卓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什么？3年起步，最高死刑。干，姓卓的，你太过分了。这一句话顿时把王旭脑海里面的胡思乱想都给弄得一干二净。王旭撇了撇嘴，指的是老师跟着刘雨辰一块去买编译器去了，结果跑遍了附近好些个商场都没有卖的。我就知道肯定不会有卖的，这东西属于高新技术产品，一般都只有那些公司才会去采购，而且也只有那些真正的代码发烧友才会去买这些东西。网上倒是可以买得到，可问题要从国外发货，最起码也得等上1个月了。要不我去找我爸问一问，我爸是个电子工程师，没准儿他们公司有编译器。算了算了，我现在可不敢去找我爸，而且我也没办法跟他解释，那买不到的话该怎么办呀？你如果不着急的话。着急，我万分着急。好，你别急，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刘雨辰的眼泪都急出来了。你别吓唬我啊！哎，我这个人就是最看不得女生掉眼泪，放心吧，今天我一定想办法把编译器弄到手。你从哪儿弄啊？我自然有我的渠道，你先回家去吧，明天早上肯定会有好消息的。真的吗？我不骗你的。等刘雨辰走后，王旭朝着四周一瞧，紧接着就朝着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去了。怎么了？朝哥，帮个忙。什么？你问问咱国安哪个部门有代码编译器啊？给我弄一台过来呗。你小子要干嘛？放心了，我不干坏事，就这个。我需要用编译器来读一下硬盘的代码，但是根本就没有卖的，现在买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你小子倒是挺会使唤人的嘛，不过孙局交代了要让我善待你，我就帮着向上级申请一下吧。不过我也不知道这啥玩意儿，有没有还另说。嘿嘿，肯定会有的，我就先谢谢超哥了。一直到了晚上8点多钟，鲁超果然是弄来了编译器。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好家伙，为了这东西，几乎我打遍了国安所有部门的电话，就连我们的技术部都没有这玩意儿，还是从电子厂那边的熟人手里面弄到的。话说，就这小破烂玩意，竟然要10几万？差不多吧，谢了，超哥。我说你小子小心点，别给我弄坏了，我可是还要还给人家的。别啊，你问问他卖不卖，我出双倍的价钱，这编译器就卖给我得了，我这边急着要呢。听到王旭张口就要花10几万，鲁超一时间有些无言以对。等王旭回到了卧室，立刻开始修复数据。卧槽，老卓可真牛批，这硬盘被拆成这样子，竟然复原了，还能让编译器读取。老卓果然就是让我干苦力，他就是不想自己干这种活，还警告我不准对女同学下手，光让牛干活还不让牛吃草，给我等着！我现在打不过你也说不过你，等你生孩子出来，我一定要教你孩子，把你养气管。不对，他这种人怎么可能找得到女朋友？嘿嘿，他没孩子。王旭心情愉悦地敲起了键盘。次日一早，王旭这刚来到教室，刘雨辰就赶紧来到了王旭的跟前。王旭，怎么样了？王旭抱着手，脸上一阵嘚瑟。我说了没问题就没问题，也不瞧瞧我是谁。王旭，这一声吓得王旭立刻老实巴交地转过身。来了。王旭赶紧走了出去，后脚刘雨辰也跟着走了出来。怎么样了？没问题，我昨晚上弄到编译器了，而且也能顺利读到代码，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那就行，你回去吧。刘雨辰，你留着，我有话要跟你说。好。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对电子机械类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比如什么电器啊之类的，而且手很痒，特别想拆。是，老周，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要是连这些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你们班主任？最起码也得了解学生喜欢什么吧。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难不成老卓在我家装摄像头了？想什么？认真听老师说话。你们怎么全跟邓思佳一样容易走神？刘雨辰赶紧摆出一副认真脸。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知道的？是。你手不痒能把你把硬盘给拆了？嘿嘿。昨天带你去实验室的时候，就感觉你对这些特别感兴趣。天赋往往都是从兴趣开始的，你可以着重培养一下，没准以后你这个小姑娘就是国家级的电子工程师了呢。啊，老卓，我是学舞蹈的啊。那人家周峰还是练体的，现在都可以给你们上数学课了，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你基础太差了，就连电路都搞不懂，还想着去研究，压根就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培养你的兴趣爱好，
老师，我昨天晚上特地跑了一趟书店，有时间就看看这些书。刘雨辰看着手上的几本书，一时间愣在了原地。基础电路原理、电子元件的结构和布局、高级电路布局详解、电子机械入门。老卓，觉得少，要不明天我再送你几本。不用了，谢谢老师，我一定好好看书，不会辜负老师这一番美意的。说完，刘雨辰就要走。等会儿，刘雨辰身子一僵，机械的扭过头来。老卓，还有什么事情吗？拿着。这是实验室的钥匙，我昨天跟学校里面申请的，里面足够让你发挥了。除了电子仪器之外，其他的随便你拆，随便你怎么玩，但是要注意安全。刘雨辰顿时感动了，小眼巴巴地望着卓越，用心看看书。回去吧。等会儿，物理实验室墙上的变电箱，你千万不能拆。我又不是傻子。等回到了教室，刘雨辰还特地来到了周峰跟前说了声谢谢。毕竟要不是周峰提醒的话，他压根就没想过去找卓越修硬盘。没事，解决了就好。老卓给你的那些书好好瞧一瞧，对你会有很大的用处的。随后才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舞蹈生们连忙围了过来，看着刘雨辰手里面的几本书，一时间有些愣住了。雨辰，这些书都是老卓给你的。对啊。众人面面相觑，这没个7、8年的脑血栓怎么会想起来给练舞蹈的学生看这些东西？倒是这会儿田潇走了进来，正好就瞧见刘雨辰书桌上堆的那几本新书，忍不住走了过来。老卓给的。众人跟田潇平时可没什么交集，见田潇竟然主动上来打起了招呼，刘雨辰稍微愣了片刻，也下意识点了点头。没让你每天晚上去跟他谈读后感吧？没呀。田潇，你多会耶！我有3本，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去跟老卓谈读后感。你是什么书啊？华夏军魂，我们为人民而战，我们的背后是祖国、家乡、亲人。顿时，刘雨辰觉得田潇更可怜一些。折腾了2天，王旭才把所有的代码都给恢复还原了，并且第一时间把刘雨辰喊到了家中。你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还有没有少的？刘雨辰一边浏览着数据，脸上满是喜悦的神色。应该没有了，就是这些了。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王旭把数据导到了一个新硬盘上，就交给了刘雨辰，可把刘雨辰高兴坏了，拿着硬盘连忙道谢就告辞离去了。而刘雨辰回到了家中之后，就直接往书房的方向走去，瞧见刘青松正坐在电脑面前愁眉苦脸的。爸，干嘛？嘿，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刘雨辰，你以为重新买个新的硬盘就能够让我高兴了吗？不是，爸，我把你硬盘里面的数据给找回来了，而且你那的设计图都在里面了。好了，我知道你是想哄爸爸开心，不过现在这个节骨眼上，爸爸真的开心不起来。正说着话，却见刘雨辰已经把硬盘给连上了电脑，紧跟着就见文件夹的一侧显示出来了硬盘的内容，而硬盘里面的文件名称好生熟悉。刘青松顿时一脸激动的赶紧翻看了起来，手都在颤抖中。看到真是之前硬盘里的那些所有资料，甚至连设计图都还在，刘青松顿时整个人都变得精神百倍。刘雨辰，你这是找谁去弄的？我们班主任和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一块弄的。你们班主任和你们班同学？对啊，爸，我们班主任可厉害了，硬盘就是他修好的。不可能啊，那硬盘都被你拆成那个鬼样子了，还能修？能啊，他就是把硬盘给拼接在了一起，然后用一大堆飞线给连上了。飞线？你的意思是他没有专业的设备，就这么用手操把硬盘给拼接在一块了？对。那原来的硬盘呢？在我包里。你拿过来让我瞧一瞧。刘雨辰赶紧回房间，把那伊拉克战损版的硬盘拿到了刘青松跟前。刘青松接过来一看，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一时间诧异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了。爸，怎么了？这真是你们班主任弄出来的？是啊。让你们班主任赶紧辞职吧，让他来我们公司，我直接让董事长给他个技术部长，月薪5万，不，最起码10万。爸，你就别开玩笑了。我真没开玩笑，你们老师这手艺真是绝了，我干了快20年了，我飞线都飞不出来这么工整的感觉，而且它的微操也太强了，一个焊胶上能接5条线出来，而且焊锡都没有溢出来，竟然还能够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焊胶里。对了，他用的是什么仪器？电烙铁啊。高精度的那种电烙铁吗？不是，就我们物理实验室的电烙铁。刘青松再次愣住。爸，又怎么了？让你们班主任来我们公司吧，我的位置让给他了，以后我给他打下手。你们班主任到底是教书的还是干电子工程的？这也太离谱了。爸，我们班主任很厉害吗？这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我们公司所有的电子工程师加起来都可能没有你们老师做得好。老卓，这么牛批吗？不对呀，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同学吗？那同学干什么的？虽然硬盘是接起来了，但是读取不了，所以我们那个同学就去找了个编译器，我也说不上来，他就是说能够把代码还原，最后他就给弄好了。代码编译器？对，好像就是这么叫的。
你们班的学生会玩代码编译器，还真把硬盘的代码给恢复出来了。这个很厉害吗？我看他操作起来好像还蛮简单的。让你们那个同学别读书了，来我们公司吧，我让董事长下台让他干。到巡逻队在巡逻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似乎想寻求帮助，但似乎又有什么难言之隐。看那个同学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啊，乐邦，过去看看吧。好的。汪乐邦连忙跟着徐天浩一块冲着那学生走了过去。同学，需要帮助吗？我们是校巡逻队的，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就好，不必害怕。大抵是被徐天浩的笑容所感染了，那学生犹豫了一会儿就苦笑道：“那个，我问一下，校巡逻队管二中的事情吗？昆之第二中学吗？是的。是我二中的一个朋友，他就在二中读书，一直被人欺负，而且被欺负得很惨，你们能不能够帮他一把？可以，不过你得让你的朋友来找我们，亲口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行，没问题。”中午放学的时候，这学生就让自己的朋友来到了一中，直接带到了徐天浩和汪乐邦等人的跟前。人也是瘦瘦小小的一个，弱不禁风的模样。郑源，你别害怕，这就是浩哥和邦哥，他们说了会帮你的。郑源，别害怕，勇敢一些。我以前也是天天被人家欺负的，甚至还想过自杀。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在浩哥他们的帮助下，我已经学会了勇敢的去面对一切。可我是二中的，又不是你们一中的。没事，你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帮助你的。对，别害怕，勇敢的说出来。在众人的鼓励下，郑云才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他现在高二，一直遭受同班同学的暴力，拿他当狗一样对待和使唤，动不动就是一顿打骂和羞辱。那人叫于峰，你们打算怎么帮我？王泽，你们先带着郑云同学吃饭去，这事情我和浩哥先商量怎么处理。好。浩哥，这名字你听着不耳熟吗？徐天浩摇了摇头。浩哥，这于峰就是跟韦冲混的，是韦冲的小弟，二中那是韦冲的地盘，这事情既然找到我了，我自然要帮的。见徐天浩已经表明了态度，许超等人顿时没声了。老大都开口说要帮忙了，那他们这些做小弟自然不会有意见。韦冲又是谁？二中扛把子，跟我们都打过好几次群架了，结过不小的梁子。韦冲他爸也是个狠人，所以韦冲仗着他爸的势力敢跟浩哥对着干，而且还放过话的。浩哥以后要是敢来二中的地盘上撒野，就弄死浩哥。后来这事情让三爷，也就是浩哥他爸知道了，就让浩哥别去找韦冲，毕竟还要跟韦家做生意，浩哥也不敢不听三爷的，所以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汪乐邦听着有些兴奋，这对他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看着汪乐邦眼睛有些放光，邓伟眼睛一瞪。你干嘛这么兴奋？我这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帮郑云脱离苦海吗？别闹，韦冲那可不是什么善茬，下手可比浩哥。以前的浩哥狠多了，真把人给砍残废了。要不是他爸罩着，他早就进去了。而且这个人记仇，浩哥真要是过去，会出事的。见汪乐邦表情更兴奋了，邓伟一脸愕然。哎，汪乐邦，你怎么还越听越来劲了？天浩，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咱们今天就过去帮郑云同学把问题解决了吧？正有此意，早一日帮助郑云同学，他就少受一日的折磨。怎么办？看样子浩哥是真打算去二中了。唱，要不再去劝劝？你也太瞧得起我了，谁劝谁啊？再加上汪乐邦，不出事才怪了。行了，少说这些没用的，浩哥都决定了，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打电话摇人吧。哪还有人啊？以前跟着浩哥混的那些地痞流氓，被浩哥开导过一遍之后，不是回家种地，老婆小孩热炕头，就是找工作洗心革面了。那怎么办？肯定要出事啊！下午上了2节课的时候，周峰略有几分疑惑地扫了一眼四周。徐天浩、汪乐邦、许超，第2节课了都没有出去巡逻吗？见这几个人竟然整整2节课都留在了教室里面，没有去巡逻，周峰自是感觉古怪，并且能从许超等人的表情之中看出来几分疑虑。他又瞧了一眼汪乐邦的方向，汪乐邦倒是一脸的兴奋。让汪乐邦兴奋，又让许超等人疑虑，应该是一中范围之外的事情，不然许超等人不必疑虑。思考了2分半后，周峰大概猜到了一些东西。帮助外校的学生解决问题吗？但是对方的情况比较难应对吗？不过徐天浩应该心里有数的吧。周峰可不太希望目前的7班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最后要麻烦的也只有老卓。这段时间为了邓思佳可谓是操碎了心了。全天候的补课，犹豫了片刻，周峰忽然起了身，朝着徐天浩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后直接走了出去。徐天浩旋即起身跟了出去。下午有什么事儿吗？有数吗？有。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最后一节你的数学课，提前20分钟让我们走。好说，还有没？其他的能应付，多谢。那就好，盯着点汪乐邦，容易出事。下午提前20分钟出了学校，徐天浩和汪乐邦一行人就朝着2中去了。汪乐邦倒是看起来心情极为不错，一脸兴冲冲的样子。许超等人看着汪乐邦那样，一时间无言以对，反倒是这会儿无名一直在翻着手机，而且注意力十分集中。不是，你一直看啥呢？看点刑法。你看这个东西干嘛？
我研究研究，看看到时候如果真被围冲碰上打起来了，能够判围冲几年的？能判几年？这个得看伤势还有规模，反正挺复杂。最麻烦的是他还未成年，量刑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衡量。咱们真要是死磕，也判不了多久。不过要是咱们里面谁要是没戏了，那就另当别论了。你个乌鸦嘴，这还没打起来呢，就想好进医院的事情了。我可是全班唯一一个地理及格的，老卓钦点的地理课代表。你要这么说，那还不如让我算算哪天来地震把围冲震死呢？到时候咱们多省事。不知不觉间，一群人就来到了二中的校门口。你们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二中的吗？学生证呢？2分半钟后，几个保安一脸平和地将徐天浩等人放进了学校，学生证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没多久就找到了高2、8班，一群人就在门口等着。下课后，于峰刚从教室后门走了出来，迎面就撞见了徐天浩等人，顿时瞳孔猛地一缩。哟，这不是于峰吗？好久不见了。来了，有点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于峰脸色大变，却也不敢动弹，随后就被带着往厕所的方向去了。没一会儿，郑云也走了出来，看到了汪乐邦等人，也是没想到这一中的人竟然真的来了。跟我们来。随后，一群人朝着厕所的方向去了。这会儿，楼底下几个男生聚在一块，一边嬉皮笑脸，一边等着于峰下来。然而这等了一会儿也没见于峰的身影，打电话也是手机关机了。于峰这家伙干嘛去了？今晚上可是准备跟韦少去蹦迪的，待会儿晚点了就不怕韦少抽他。我上去瞅瞅吧。一人连忙上了楼，来到了高2、8班，却没有瞧见于峰的身影。喂，于峰呢？好像刚才跟着几个人一块去厕所去了。随后这人朝着厕所的方向去了。怎么回事？喊人喊着喊着把自己喊住了。我靠，这2个人搞什么鬼？我也上去瞅瞅吧。又过了几分钟，楼底下就剩3人了，顿时预感有些不对劲，刚才上去的电话全都打不通了。走，一块上去看看。3人赶紧一块上了楼去，来到了高2、8班，还没开口，值日的学生都不耐烦了。厕所，都说了几次了，你们还有完没完啊？3人下意识的就朝着厕所的方向去了，结果还没走到厕所，就听见了厕所里面隐隐约约传来了哭声。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欺负同学了。浩哥，你这一番话说的我真是惭愧的不行。不对劲，这一听好像是于峰的声音。浩哥，妈的，不会是徐天浩吧？3人脸色大变，扭头就想跑，然而这一扭头就发现身后站着一个阳光灿烂大男孩。3位同学需要帮助吗？是一个神奇的厕所，人们只要一进去，就会洗心革面、弃恶从善，甚至是本有深仇大恨的人，进去一趟之后也能握手言和、称兄道弟。接上集。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欺负同学了。浩哥，你这一番话说的我真是惭愧不行。善哉善哉。浩哥，我决定匡扶正义。你的死对头韦冲平时作恶多端，现在还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去蹦迪呢。我决定把他骗过来接受心灵的洗涤。于峰，你很有前途哦。另一边，韦冲一伙人等了许久也不见于峰等人出来，已然是满脸的不耐烦了。这几个家伙想死是不是？竟然让我等这么久！韦少，他们的手机都关机了，根本就联系不上了。韦冲顿时一阵火大。韦少，我看就用不着等他们了吧，咱们先玩咱们的。玩什么玩？老子现在心情很不好。走，我倒是要看看于峰这几个家伙到底在搞什么东西。随后，韦冲带着这群人就进了学校，一路朝着高2、8班的方向去了。走着走着，就见前方于峰一伙人就急匆匆的迎面走来了。韦少，出事了！于峰脸上装出一阵焦虑的神色。出什么事了？于峰扫了一眼韦冲身边的30、40号人，急急忙忙就拉着韦冲走到了一边。我也说不清楚，你跟我上来就知道了。去哪？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说吗？上去干什么？韦少，你上去就知道了，我们也没打算敢唬你呀，对不对？韦冲半信半疑的跟着于峰就上楼去了，然而身后的那40、50号人正要跟上，却被其他人赶忙拦住了。你们就别去了，让韦少自己上去。这事情你们可千万别掺和，不然韦少生气了，你们知道是什么后果的。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啊？别问那么多呀，反正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就行了，用不了多久就会下来的。韦冲来到了3楼之后，就在于峰的带领下来到了厕所门口。这一进去，就瞧见徐天浩和汪乐邦等人。韦冲脸色猛地大变。韦少，对不起了，你平日里作恶多端，我今天就要大义灭亲，匡扶正义了。于峰，你个狗逼竟然敢背叛我！操！说话的功夫，韦冲直接掏出来了一把弹簧刀，却不料就在这一刻，一道人影突然冲了上来，3下5除2就把韦冲制服，并绑了起来。同学，在我面前就不要玩刀子了，这东西很危险的。一旁的许超等人忽然间就愣住了，就连徐天浩都是哑然。不好意思，瞧我这记性，抓人习惯了，所以随身携带了工具，实在是不好意思。楼下那40、50号人却是等了半天都没见韦冲下来，加上眼前的2人一直都在阻挠着众人上去，众人越琢磨就越觉着有些不太对劲。恰恰也就在这时候，隐隐约约从3楼传来的惨叫声，一瞬间，不少人警惕性顿时拉满，拔腿往楼上冲。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浩哥说了，只需要5分钟就行，现在可已经不止5分钟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二人相视平和一笑。不一会儿的功夫，40-50号人就顺着惨叫声的方向来到了3楼的厕所门口，楼道上更是一时间堵满了人。他们只见韦冲已经是一脸微笑，一只手还拉着徐天浩。大浩，以前是我不懂事啊，你刚才那一番话真是让我醍醐灌顶，让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现在心里面真是惭愧。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的话，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老师教给我的话，现在我也赠送给你。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能对人世间的一切都充满爱意。是，我一定会用心去改变自己的。善哉。一时间，整个楼道上寂静的鸦雀无声。那40-50号人也是一脸呆滞的望着眼前这一切。瞧，我看到什么了？我竟然看到韦少跟徐天浩这么心平气和，面带微笑的说话。不知道的还以为2个人是什么多年未见的好友一般。你们这些家伙怎么一个个都如此凶神恶煞的，还不赶紧叫一声浩哥？以后我跟阿浩可是亲兄弟了，他的话就是我说的话，听明白了没有？约莫半小时之后，在2中的门口聚集了大量的学生。大浩，慢走，路上注意安全。浩哥，你放心，我们绝对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浩哥，常来2中玩啊！徐天浩冲着众人微笑，随后扭头就带着汪乐邦和许超等人转身离去了。韦冲一伙人默默地注视着徐天浩等人的离去，一直等到他们消失在了视线之中以后，才将目光望向了自己这些小弟们。各位，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欺凌弱小，我要努力学习，好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哪怕以后没有能力去报效祖国，我也绝对不给社会添任何一丝的麻烦。请大家一定要监督我，我再也不想做以前那个让人唾弃的废人了。一群小弟眼神之中满是鼓励和感动。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也要改变。打明天起，我就要加入爱心社，帮助那些需要困难的同学。我再也不想逃课了，我也要努力的去用功。众人一个个眼神坚定无比，感觉自己的世界一片的明亮和温暖。唯有角落里于峰正傍着郑云的肩膀，一脸愧疚。郑云，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很惭愧。没事，我们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吧？这个。他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抱什么希望，顶多也就是让徐天浩给自己撑一下腰，让以后于峰欺负自己的时候能有些顾虑，压根就没想过能够改变眼前的现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徐天浩那一笑开始的。一晃好多个2天半过去了，距离邓思佳的考试时间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而今天卓越对邓思佳进行了全科测试，所有测试的卷子卓越都是挑了很多有难度的题目，几乎这一整天邓思佳都在考试，所有的科目都考了一遍。老卓怎么样？有没有超过500分了？还差一点，已经400多分了，但是还没有到500分。不过你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接下来这段日子只要你坚持下去，我觉得500分对于你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要提前恭喜你了，北武大学高材生。邓思佳忍不住笑了起来，折腾了这么久，看到自己进步了，心里面挺高兴的，总归是努力没有白费。是，老卓。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你休息一会儿，明天咱们继续补课，回教室休息去吧。邓思佳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回教室去了。看着邓思佳离去，卓越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其实他撒了一个谎，邓思佳总分9科综合成绩647，其实早已经超出了目标，但是卓越知道邓思佳的性子，就怕他知道分数了以后懈怠下来，所以不得不撒了个谎。金邓思佳同学补课补得怎么样了？老卓说佳佳现在已经有400多分的水平了，再坚持下去，500分应该不成多大的问题。是吗？原文听着有些觉着离谱，这补课也还没1个月的时间，进步如此神速吗？对了，刘雨辰是生病了吗？没生病，他请假去物理实验室做实验去了。是你们老师布置的作业吗？还是说什么？不是，他说他昨晚上有一个电路图的工作原理一直没琢磨明白，也没心思练舞，所以就去物理实验室自己做实验去了。总觉得这话听起来好像哪不对劲，但是原文自己也说不上来。刘雨辰这么喜欢物理吗？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前段时间他突然就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包里面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电路板，你不知道他拿着电路板的时候，就好像是拿着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对，就仿佛是着魔了一般。现在他都很少跟我们一块玩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跑物理实验室去了。听着孙娇娇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还有些抱怨，原文听得更是一脸迷惑。一边是舞蹈，一边是电路，压的是2种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爱好啊。另一边，物理实验室，刘雨辰正坐在桌前，右手一个电烙铁，左手一个小镊子，不断的拨弄着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自打看了卓越给的那几本书之后，刘雨辰一下子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一时间都可谓是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每天都想着怎么把书上的电路还原出来，让自己有个更清晰的认识。就在这时候，王旭走了进来。刘雨辰，
有什么事情吗？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别打扰我好不好？王旭还真没什么事情，他就是看到刘雨辰下课就溜出去了，好奇就跟了上来。倒是没什么事情，你现在弄的什么？说了你也不知道，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赶紧走吧，别打扰我做实验啦。好吗？不会也是受到老卓的启发了吧？王旭不由得想起来了当时老卓教他写代码的时候啊。看来刘雨辰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啊，那我们俩不应该天生就是一对吗？想到这，王旭拿了一台电脑再次往物理实验室走去。刘雨辰正忙着研究电路板，见王旭又走回来了，自是一脸的不耐烦。不是，王旭，你烦不烦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着帮你吗？反正我电脑挺多的，用不完，这台就送给你了，反正你肯定用得上的吧？王旭，3年起步，最高死刑。干，姓卓的你坏我大事，你要不教刘雨辰，刘雨辰会知道这些东西吗？放心了，我绝对没有那种意思，这就是单纯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而已。用不着，我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会去买的。何必呢？这不有现成的给你用，不用白不用是不是？反正你都欠我那么大人情了，也不差这1次2次的。随便我用。随便你怎么用都行。谢谢了。不客气，那你用着，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说，只要不懂的，只管来找我就行了。好。王旭离开物理实验室后，忍不住露出几分坏笑。刘雨辰这么喜欢弄这些电子元件，那么有个电脑就会变得很方便，可以随时查看电路图，甚至还可以自己设计电路图。但是刘雨辰肯定不太会操作，到时候我过去帮个忙，这不时间一长感情就培养起来了吗？一想到这个，王旭就忍不住暗搓搓的笑出声来，就等着到时候刘雨辰过来求助自己了。然而王旭一走，刘雨辰顿时看着笔记本电脑两眼放光。我还没拆过笔记本电脑呢，正好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然而这过了1天时间都没见刘雨辰主动过来求助。起初王旭还觉着肯定是刘雨辰不好意思，所以还刻意在刘雨辰身边晃悠了一下，给刘雨辰不断暗示。然而刘雨辰根本就不搭理王旭，这就让王旭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等下午的时候，王旭再次来到实验室，一瞧见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已经被大卸8块的时候，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我的外星人笔记本啊，你干嘛把电脑给拆了？不是你让我随便用的吗？我也没让你这么用啊，小本，你死得好惨啊，甚至连个全尸都没有。爸爸一定会为你报仇的。王旭，你懂主板上的这些线路吗？跟我讲讲。王旭一扭头，满脸笑容，懂，其他的我不一定明白，但电脑上的零部件我可是明明白白的。随后，王旭就给刘雨辰讲起了主板上的线路。王旭对电脑的硬件设施之类的，本来就是十分了解，基本上主板上的所有零部件他都是认识。有了王旭的讲解之后，刘雨辰对笔记本电脑的内部构造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让刘雨辰更加充满了热情。时光飞逝，转眼之间，距离北5的考试只剩下了3天的时间。老卓，我应该能过的吧？没什么问题的，放心大胆的去考就行了。老师等你的捷报，相信你自己，北5高材生。好。邓思佳顿时欢呼雀跃地离开了办公室，卓越的心情不免有些复杂。这1个月，邓思佳的进步可谓是神速。现在邓思佳的总分已经是848了，如果邓思佳继续保持这个水平的话，哪怕是分科都用不着艺考，按照正常的考试方式都能够考上北5。次日，邓思佳就请了假，和田秘书乘坐飞机去往了北5，准备进行几天后的考试。对于卓越而言，基本上是没什么悬念，内心毫无波澜。邓思佳的事情总算是告一段落，总算是能够腾出心思去栽培新人了。没有太多的顾虑，卓越就直接对许超进行了升星。是否耗费1786400教学点为许超进行升星？竟然需要耗费这么多的教学点，比刘雨辰高了3倍都不止。所需要耗费的教学点越多，也就证明原生天赋越强。那不错，升星。恭喜许超已成功晋升为1星许超，属性得到了大幅度加强，激活原生天赋，我便获得了被动技能。天赋 B 级赌术未激活，被动小赌怡情。该状态下，每一次参赌都能够小幅度提升智力及审美。这天赋也太行了吧！既然是原生天赋，那肯定跟父母有关。不行，得把天赋换了。想到这，卓越立刻把徐超喊了出来。老师，你找我干嘛呀？你紧张什么呀？我有事情要跟你说。然而徐超整个人都如履薄冰，一脸的紧张。最近学习状态如何呀？卓越一边问一边疯狂地使用天赋随机模块，伴随着脑海中不断的提示使用成功，也不看具体随机出来了什么天赋，而是一直在使用天赋随机模块。还可以。在学习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没有。行，那没事了。因许超的天赋过多，并且均为 C 级天赋，激活了多种 C 级天赋羁绊，以达到特殊进化条件。是否进化天赋？是。卓越现在就只有这种手段能够将许超的赌术天赋给覆盖掉了。许超的原生天赋为 B 级，一旦进化将会覆盖掉原生天赋，请进行2次确认。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进化，不要再次确认了，赶紧进化。进化成功，天赋 C 级植物亲和未激活。卓越这才算是放心了，让许超先回教室去了。系统，什么是植物亲和？
植物亲和，即对所有植物都拥有强大的亲和力，能够对植物的习性和状态有着更深层次的了解，属于稀有天赋之一。做一下职业规划。方向1，植物基因工程方向，适配度100%。方向2，植物药理方向，适配100%。方向3，种植业方向，适配100%。卓越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来的已经先去的元老和那2个元老毕生都在追求的梦想，一个是河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无数的后辈们都将会继承元老的遗愿，为这2个梦想而奋斗。卓越自是有了想法，这特殊天赋可不能浪费了，让许超也成为元老无数的继承者之一，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一把。叫邓思佳的小女生也太厉害了吧，竟然考这么高的分。能考这么高的分数，那还做什么艺考生吗？直接正常考试不就行了？还不如把保送的名额让给其他人呢。对呀，我家孩子要是能考这么高的分数，还跳什么舞啊？直接让他去考清北了。议论声之中，回狱参办。邓思佳和田秘书自是听得仔细，一时间大眼瞪小眼，赶紧往公示栏的方向挤。当见到分数的那一刻，邓思佳瞳孔猛然一缩，卧槽，我特么怎么考这么高？一时间惹来了众人的目光，自是很多家长和学生不喜，感觉略有些没素质，似乎是意识到了不对劲。邓思佳尴尬地笑了一下，而身旁的田秘书也已经是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敢相信。只见公示栏上，邓思佳以总分947.5分赫然在榜首的位置，第2名也不过才633分，可谓是一骑绝尘。田秘书顿时间只感觉头皮发麻，满脑子嗡嗡作响，这超了第2名300多分。回酒店的路上，邓思佳小脸上满是欢喜，心情愉悦的不行。田秘书跟在身后，满脑子依旧一阵空白，直到手机忽然响起，才陡然间回过神来。董事长，这个点成绩应该放出来了吧？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准备吗？田秘书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需要。好吧，你说吧，倒数第几？不是倒数，大小姐的分数排第1，947.5分。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紧接着又传来了何雪晴略有几分无语的声音：小田，你调皮了，不过我知道你是安慰我，我不怪你，不过说话也要有点分寸。董事长，947.5分，千真万确，你知道的，我不会乱开玩笑的。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他作弊了。董事长，我已经看过考场了，8个监考老师，4个监控，大小姐怎么可能做得了弊？何雪琴那头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了。舞蹈办公室，袁文自然是知道今天是成绩公示的日子，所以早已经给自己认识的人打电话过去询问了一番。见电话那头迟迟没有声音，袁文着急地问道：怎么样，过500分没有啊？袁文，你说你那个学生学习不怎么好吗？的确不太好啊，你别卖关子呀，赶紧告诉我成绩啊。你确定你那个学生叫邓思佳是不是？是。总分947.5分，第1名，第2名633分，你管这叫学习不好？多少？947.5分。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啊，947.5分，这小数点是不是点错了？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照片发给你了，自己看。很快，袁文也见到了公示栏上的分数表。第1名邓思佳，总分947.5；第2名阮玉娇，总分633。袁文看着分数表，一时间怔在了原地。你说你到底操的什么心呀？就这还用得着保送啊？他闭上眼睛都能考北5吧？还跟我说考500分都难。话说他都能考这个分数了，还考北5干嘛呀？现在学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想要混出出路来可不容易。他还不如正正经经的去考大学去了，找个吃香的专业不比跳舞强呀？袁文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等挂了电话之后，脑瓜子仍旧是嗡嗡的。曾几何时，他还觉得邓思佳不可能考上的，甚至是想劝卓越放弃这个想法。补课什么的都是无用功，意义并不大。我还清晰的记得邓思佳上一次月考也不过是180多分而已，这才仅1个月的时间，要900多分了。所以卓越这是在补课还是换脑？下午时分刚下了课，卓越就来到了教室。体育生都出来一下。一群体育生赶紧走了出来。老卓，干嘛呀？跟我下来一趟。随后，卓越带着体育生们来到了楼下，正好有一辆3轮车拉了一堆的花花草草在楼下等着，把这些全部都搬到教室里面去。7班众人看见卓越和周峰等人抬着一堆花花草草就进来了，也不知道要搞什么名堂。折腾了好一会儿，整个教室就多了几分绿意，看起来倒是还挺舒服的。忙活完了，卓越赶忙把许超喊到了跟前，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以后教室里面这些花花草草就归你管了。许超愣了一下，回过神来，顿时满脸的不情愿。老卓，这不乐意，我让天浩过来跟你聊聊吧。好，我知道了，以后这些花花草草都交给我，我保证把它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很好，这可是你自愿的，老师没有强迫威胁你吧？没有。真不错，有担当。死掉一株5000自检讨。许超瞪大了眼睛，眼中满是惊恐。嫌少，要不让徐天浩同学跟你交流交流？不用，以后这些花花草草就是我的命根。晚自习下课，田潇找卓越说完读后感后，卓越发现田潇的状态竟然变了，兵王天赋已经在觉醒中了。怎么回事？
怎么会莫名其妙就开始觉醒了？而且得到的状态竟然是格斗掌握，会不会出事啊？比爷在吗？怎么了，小老弟？您能帮我盯一下，看看田潇最近在干嘛吗？好说，正好比爷无聊了。经过比爷的一段时间跟踪之后，发现田潇带着李倩去汪乐邦家训练去了，王旭和曹云锦都在。没想到这几个家伙竟然跑一块去了。原来田潇的天赋是被汪乐邦给激活的，本来是担心田潇会出问题，现在一看更容易出问题了。跟汪乐邦在一块，指不定哪天在路上，汪乐邦就拉着田潇一伙人跟犯罪团火硬刚。更何况现在汪乐邦有了善恶之眼之后，抓犯罪分子肯定是一抓一个准，比监控还灵性。但是话说回来了，王旭和曹云锦这两个家伙怎么过去凑一块去了？还有李倩为什么也在其中？这怕不是又一出狗血的校园爱情剧？尤其是王旭，小小年纪就想着脚踏两只船了，这边一个刘雨辰，那边一个李倩，曹云锦又怎么回事？到底喜欢哪个呀？作为班主任，卓越可不允许这些学生们乱搞，这必须果断出击。正好现在邓思佳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卓越总算是可以腾出手来了。周六一早，田潇和李倩如往常一般提早先去了汪乐邦家训练，李倩由汪乐邦来指点，田潇就等着王旭和曹云锦两个沙包过来。曹云锦和王旭碰了头，这刚见了面，二人都能瞧见彼此眼中的无奈，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又是即将被折磨的一天，好难过呀。二人现在早已经放弃了李倩，压根就没什么心思了。以前是奔着来，现在就想跑，奈何被田潇大魔头盯上了，想跑都跑不掉。而且要是不来，他们是真怕田潇全班宣扬去，两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摔不过。王旭好不容易最近一段时间跟刘雨辰套上了近乎，要是让刘雨辰知道他连田潇都摔不过，那不是丢人丢大发了？刘雨辰肯定会嘲笑他的。曹云锦更是不必说，堂堂一个体育生摔不过田潇，那他必然是将成为7班体育生之耻。反正都丢不起这人，就只能是继续给田潇当沙包使了。你们俩等等我。二人一愣，下意识地循声望去，就见卓越正从远处慢慢走来。半晌，卓越故作疑惑道：“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这一开口，二人突然就觉着挺委屈的。老卓，救救你可怜的学生吧！田潇快把我们俩折腾死了。二人左右抓着卓越的手臂，脸都凑了上来，一阵嘤嘤嘤。去，一边去！到底什么事儿啊？二人你一言我一语，悲痛欲绝地控诉着田潇的恶行。他跟汪乐邦训练以后，天天拿我俩当沙包使。你看我这手，上个星期磕到墙上了，差点就骨折了。老卓，你大发善心救救我们吧，不然你以后可能就见不着我们俩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被田潇给弄死的。少给我装可怜卖惨，你们俩就该多练练，一个女生都摔不过，丢人不丢人？怎么一点志气都没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们这两个家伙真是不知道这是多么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位可是未来的龙王大人，能给龙王大人当陪练，你们俩就应该感到荣幸。卓越倒是真觉得这是好事，曹云锦和王旭以后都是要从警的。王旭更不用说，孙国明那边倒是打听到了一些消息，估摸着高中一毕业，王旭就不用上大学了，直接收编国安了，而且去的还都是相当重要的部门。听我的，跟田潇多练练挺好，时间长了总能练出点水平。走吧，我正好去瞧瞧汪奶奶，顺便看看你们所谓的训练是怎么回事。卓，你做好心理准备，待会儿你可能看到的一幕会让你呼吸停滞。至于吗？随后三人来到了后院，卓越脚步一停，一时间怔在了原地。只见一个少女背对着众人，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在少女的前方是一堆垒起来的砖块，伴随着一声娇喝，少女的纤纤小手豁然往下一拍，砖块顿时碎成了2截。不知道曹云锦和王旭的脑袋有没有这砖块硬啊？手好痒啊！此时的曹云锦和王旭嘴角一抽，一脸悲痛地望着卓越，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田潇突然间就转过身来，一看曹云锦和王旭竟然跟在卓越身后，不免愣了一下。老师，你怎么来了？过来拜访一下汪奶奶，听说你们在一起训练，就过来瞧一瞧。卓越随之动用了教师之眼观察了一番，依然还在觉醒中的状态，看样子好像是已经练出一点水平来了，都已经能徒手劈砖了。田潇倒是一喜，二话不说就赶紧来到了卓越身边。老师，我一直听汪乐邦说你的近身格斗特别厉害，你能不能教一教我呀？一旁的王旭和曹云锦听见这话，赶紧一脸惊恐地望向了卓越，疯狂摇头。妈耶，老卓啊，这田潇可不兴教啊！现在田潇都能够徒手劈砖了，你再教一教，真能把我们脑袋拧下来了。你想学我当然可以教你，不过前提条件是你得把我送你那3本书悟透了。一提这个，田潇顿时就没劲了。好吧。所以看了那么久，你有什么感想吗？保家卫国的军人们值得我尊敬和爱戴。没了。那我问问你以后想做什么？还是继续想做大明星吗？不。那你想做什么？武打女明星，英姿飒爽那种。田潇，周一写读后感交给我，5000字起步，认识和感情都要到位。写不好，你来办公室，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你写，直到你写会为止。田潇那脸色顿时变得一阵煞白。老师，我错了。你哪错了？我也不知道我哪错了，你说我哪错了，我就哪错了。卓越压根不搭理田潇了，朝着屋里去找汪奶奶了。见到那不可一世的田潇，大魔王吃了瘪。王旭和曹云锦心里面别提多痛快了。
强忍着笑意。老师，王旭和曹云景笑话我。你们两个还有脸嘲笑别人？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来这的初衷是什么？一人2000字检讨，周一早上交，少一个字后果自负。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等卓越进了屋，三人就坐下开始思考。田潇心里面更是在那疯狂琢磨：我到底是哪儿错了？凭什么要让我写检讨？我感觉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啊。王旭心里面大概已经拔了卓越3万多次氧气管，摔了田潇10万多次。曹云锦正想着是不是该养只猴子，看看能不能教猴子写检讨。周一，邓思佳也回来上课了。刘雨辰等人自是已经晓得邓思佳保送北5的事情，自然是一阵恭喜。几个小女生商量着找个时间庆祝庆祝。不过这才几天没回7班，邓思佳就感觉7班又变了样，教室里面多了很多的花花草草。邓思佳自然是不晓得怎么回事，这教室生机勃勃的是怎么回事？老卓弄来的，佳佳，你可千万别碰。为啥？许超会急眼的，刚才我就碰了一下，许超就说我弄疼他了，真是脑子有病。当然，也不止舞蹈生等人察觉到了许超的异常，孙子阳等人也觉着古怪，围在徐天浩身边，一脸疑惑地看着那正在拿着小铲子给盆栽松土的许超，而且这一边松着土，许超脸上也露出来了慈父一般的笑容，就好像那盆栽就是他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上个星期还不情不愿的，怎么今天一来就把这些盆栽都给当成宝贝了呢？说成了命根子，就好像真成了命根子似的，这是得多害怕写检讨啊！感觉也好像不是写检讨的事情吧。超这2天的确是有些不对劲。昨晚上跟咱们一块儿出去的时候，咱们不是去公园上厕所去了吗？他就坐在那路边盯着草地盯了整整半小时，拉都拉不动，说还要再看会儿。好家伙，问他看什么？他说这草地上的小草们心情不太好，他给哄哄。这不会是生病脑子坏了吧？感觉实在是不太对劲啊。浩哥，你觉着呢？顺其自然并不一定是坏事，他可能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浩哥，那咱们巡逻还要带超吗？不了，别打扰他。大家也没有想太多，毕竟7班脑子不对劲的有点多，班主任都不正常，底下的学生不正常也挺正常。无名最近看庭审现场看的有点上头，熬夜通宵看打官司，贼拉有趣。邓为没事就想着看地球演变史，琢磨着地壳运动。孙子阳也在家里面写点诗歌散，而卓越自然是将许超的反应看在了眼里，倒是没想到这天赋的效果这么快就出来了。哪怕是上课的时候，许超都是默默地看着那些窗台上的盆栽，脸上一直保持着那宠溺的笑容，就仿佛是着了魔一般。卓越心里面也有些无奈。但凡天赋开始觉醒了，没一个正常的。果然都说天才和疯子就在一念之间，天赋越强，人看起来就越魔怔。等下课了，卓越就把许超给喊到了办公室。见卓越板着脸，许超的精神状态立马就正常了。老师，所以你上课干嘛一天到晚都在发呆？许超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好了，我也懒得说你，反正你自己心里面有数就行了。这几天赶紧把自己的精神状态调整好，听清楚没有？好，知道了。拿着。许超愣了一下，接过了 U 盘，人有点懵。老师，这干嘛啊？当然是能够让你精神百倍的东西，这事情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东西你拿回家以后，把里面的东西拷贝到你自己的电脑上，而且这个东西不适合在父母的陪同下观看，所以你自己偷偷看就行了。而且里面的东西很多，最起码也得几十个 G， 你可以慢慢看，慢慢欣赏。另外，拷贝完了，明天把 U 盘还给我。这么人性了吗？同道中人啊。老卓，这不太好吧？你作为一个班主任，给学生看这种东西，怎么了？我这是关心我的学生，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去吧。哪怕是抹除了恶习，但这小子果然6根不净，还想着这些龌龊的东西，竟然还没有拒绝我，得让徐大狱长多给他笑笑。当晚关上了门，许超把 U 盘一插，点开一瞧，顿时眼睛一亮。卧槽，老卓竟然玩真的！国产、欧美、日韩，异域风情。许超尘封许久的 DNA 忽然就动了。老卓这么专业，排分好累了。不，好家伙，差点就被骗了！这班主任怎么这么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一打开就是全套春节联欢晚会。许超移动着鼠标，下意识的先点开了日韩，一瞬间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不明觉厉的号码。卧槽了，这……徐超赶紧打开文件夹，只见里面赫然是东亚草本研究 PDF。我特么就知道，姓卓的果然欺骗我的感情，这心得多脏啊，坏透了。说归说，骂归骂，许超果断点开了国产区，再也不去瞧那些引人遐想的乱七八糟的标题。点进去一看，果然是别有洞天，瞬间就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次日，看着许超一脸萎靡不振的模样，卓越一脸的坏笑。怎么样，刺激吧？呵呵，挺刺激。老师都说了，这对于你来说可是好东西。不过年轻人要注意身体，要有节制。看你的样子就知道熬夜了。好，我会注意的。行了，回去吧，记住要有节制。这会儿，徐天浩和汪乐邦正在学校里继续巡逻。自打上次去了2中合作过了之后，徐天浩和汪乐邦就经常在一块儿，大概是彼此之间都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情。除了许超还在教室里面照顾花花草草之外，孙子阳等人都在学校各处巡逻着。然而就在汪乐邦和徐天浩准备回教室的时候，教学楼下的人群突然骚动了起来，纷纷抬头往上瞧。
汪乐邦和徐天浩自然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一看，二人脸色也均是忍不住一变。学楼下突然发生了骚动，所有学生都一脸惊恐地望着上方。只见教学楼顶上，一个男生站在上面，一脸麻木，眼神绝望地朝着楼底下望去。卓越脑海中第一个念头就是要阻止学生跳楼。天浩，快跟我上去！徐天浩二话不说，立刻就跟了上去。这会儿楼顶已经有不少人聚在了一起。元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有什么事情可以跟老师们说，老师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好不好？元和，你才17岁，大好的青春年华等着你啊！为什么要想不开呢？元和却是没什么动静，也不回应。所有人一时间都是慌了神了，也不敢有人上前。谁也不知道元和现在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生怕下一秒元和就会直接跳下去。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卓越也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教师生涯竟然真的会碰上这种事情。天浩，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把人给救下来。老师给你打掩护，你想办法慢慢接近他，凑近了就赶紧劝他。这种情况，即便是徐天浩也露出几分紧张的神色。老师，学生有些紧张。毕竟再怎么说，徐天浩也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而已，心智还不成熟。就算是拥有教化天赋，可是真当碰见人命关天的时候，也不免有些紧张。何况这种情况下，稍微一个不留神人就直接跳下去了，人要是真没了，徐天浩心里面恐怕得自责一辈子。天浩，放轻松，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想必你比老师还要懂这个道理。现在只有你能够救他，你想救他吗？学生想救他，你放心大胆的去做，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对吗？是。徐天浩深吸了一口气，神色渐渐平静了下来。老师，学生已经准备好了。楼下7班众人看着楼顶上的元和，小脸都是一阵的紧张。周峰，你放开我要去救人。你上去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是老卓去了，都不见得能够救人，你能够救得了？这一句话甩下来，汪乐邦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满脸都是着急无比的神色。可是那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人跳下来吧？我自然有办法，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你如果想救人，就一切听我的安排。行，秘书，走，先跟我上6楼。但不应该是去顶楼吗？去6楼干嘛？别问那么多，其他人愿意听我安排的赶紧跟上，人多力量大。汪乐邦赶紧紧随其后，7班有一个是一个，都赶紧就追了上去。乐邦，你把这个麻绳缠到腰上，我绑的这种结能够把力量平均分散，不至于下坠力量把你骨头给勒断。现在老卓估摸着再让徐天浩想办法接近对方，不过上面的情况很复杂，恐怕不会让他们轻易靠近的。我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个位置我已经测算过了，如果他真跳下来，你只有0.3秒的时间反应，不过我会随时观察的，让你提前动手。众人听得一愣一愣的。到时候你跳出去，你的手只管往前抓，应该会抓住他的裤腰的那个位置，你拼命提着，我会让人留足够的距离，到时候你们俩一块往下掉的话，不至于撞墙上，会直接掉进去5楼，会很疼，而且极大概率会导致你双手骨折，你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不愿意，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换我上，到时候你来抓绳子。没事，我皮糙肉厚的，小问题。那好，不过这是最坏的打算，你随时准备跳，放心，麻绳我已经算过了，韧度足够，不会断。汪乐邦立刻做出了随时准备跳出去的架势，精神高度集中。一旁的田潇看着这一幕，突然间心里面就有些异样了，一种很特殊的情绪在心里面不由得酝酿了起来。楼顶上，卓越正要带着徐天浩上前去救人，可是却受到了其他老师的阻挠。卓老师，别上去！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元和的情绪已经相当不稳定，你要是刺激到了他，可能真一下子就跳下去了。咱们还是等警方赶到。卓越被老师们拦着，一时间心里面也是颇为无奈。这种情况，他想要去救人，的确是会受到很多的阻力。他想过利用教师霸气震慑住元和，让他自己回来。可是对于眼下的情况，卓越可真是没多大把握。那这种情况下，卓越也只剩下最后一种方式了，立刻朝着徐天浩给了个眼神示意。各位老师，不如让我试试。徐天浩一开口，便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让所有一脸焦躁不安的老师们顿时间平静了下来。我这个学生学过心理学，而且他们之间都是同龄人，我觉得可以让他试一试。而且警方赶到还需要时间，谁也保不准这个时间内会不会发生意外。徐天浩神色平静，朝着元和的方向走了过去。别过来了！徐天浩脚步稍稍一顿，从那元和的眼神之中看到的是一种心如死灰的情绪。他觉得如果再往前一步，元和就会直接跳下去。一时间，徐天浩竟是也有些手足无措。这个距离，他似乎也有些无法影响到元和的情绪。老师们，能够让我和他单独聊聊吗？各位老师，咱们先离开这里，咱们聚集在这里只会影响元和的情绪。在徐天浩那强大的感染力下，一群老师们犹豫了片刻，就赶紧跟着卓越离开了楼顶。片刻之后，整个楼顶只剩下了徐天浩以及元和。同学，我叫徐天浩，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也应该对我有所耳闻。在几个月前，我是学校出了名的烂人，当时我们班的第一个班主任就是被我所威胁的。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跟他说的：如果你还想在一中继续当你的老师，最好不要管我，否则的话，我让你家破人亡，让你下半辈子都在医院躺着。
这个老师被我威胁了之后主动辞职了，然后就是第2位班主任、第3位班主任。元和麻木地望着徐天浩，却没有开口。你是不是觉得很疑惑，我为什么会突然间成为了校巡逻队的一员，甚至愿意为那些遭受了校园暴力的同学挺身而出，愿意去帮助他们？我为什么会在这几个月内脱胎换骨？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爱，有无数的人在爱我，老师、家人、朋友，他们都在爱我，哪怕就是素未相识的人，也会因为爱愿意来帮助你。而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伤害他们。当我突然间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无比的懊悔，甚至也想和你一样，用自己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歉意。可是那又如何？就算我死了，这一切会有什么改变吗？我哪怕是死了，在他们的印象里也依旧是个烂人。我在想，我这样死的有价值吗？有意义吗？为什么我不留住我自己的生命来改变自己，让自己学会去爱，学会去爱任何一个人呢？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行动去改变每一个人的看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6楼一直密切关注着楼顶的周峰忽然嘴角一翘，随之收回了目光。没事了，下来吧。不愧是老卓的亲传弟子，徐天浩牛批呀！众人忍不住欢呼雀跃，自然心里面都清楚，肯定是徐天浩把人给劝下来了。回到教室后，田潇状态一直有些不对劲，因为今天瞧见了汪乐邦奋不顾身的准备跳出去的时候，心里面的弦竟是忍不住被触动了一下，一下子就被汪乐邦那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所感染了。他是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汪乐邦说要去救人，竟然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自己就直接站课桌上，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的一丝迟疑。要知道这可是稍有不慎，汪乐邦的小命都不一定保得住。田潇就觉着自己的心里面仿佛有一团火突然燃烧了起来。田潇，你怎么哭了？田潇陡然间回过神，却发现自己早已经是泪流满面。没事。他突然间明白了卓越为什么要一直给他看那些书了。跳楼事件结束后，田潇很快就来到了办公室，找到卓越。怎么了，田潇？这还没到谈读后感的时候呀。老师，我不想再做什么明星了。然后呢？我想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卓越眼睛一瞪，看着田潇一脸认真的模样，一时间整个人都有些傻了。啊，你怎么会突然间想参军入伍了？就突然间想明白了。这个怎么就突然顿悟了呢？搞得我有点猝不及防呀。老师，你给我那3本书，不就是让我明白只有军人才是真正的明星吗？不是吗？老师的确是想让你明白这个道理，不错，没白费我这一番功夫。你有这个觉悟就好。不过你现在参军入伍还太早了，最起码也得等到你高中毕业满17岁以后才可以。我知道了，老师。以后你就不用找老师谈读后感了。你不是一直想找老师学近身格斗吗？周末的时候，老师会来汪乐邦家和你们一起训练的。好，老师教我几招厉害的。随便便就能考全校第一，可他越是临近考试就会越紧张，因为就在不久前，他的老师对他露出了诡异的表情。他越琢磨越不对劲，情急之下，他赶紧找到周峰。峰哥，怎么？有个事情需要你帮我分析分析。你说。前2天老周找到我，问我下次月考能考多少分。其实我随便就能考800、900的，我告诉他600、700分吧，然后他就一脸怪异的看着我，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这家伙总算想起来把脑子带来了吗？嗨，峰哥，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你快帮我分析分析呀。上次月考你总分多少？300多分吧。下次月考你考试不要超过500分，以后的考试每次进步20-30就行，控制好你的分数。这是为啥？我考高分老卓不高兴吗？为什么我还要控分啊？不然你突然考个全校第一，学校会找你，老卓肯定就是担心这个问题。何曹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表情很是痛苦。别说是控制在500分以内了，他现在随便怎么考都是600、700分。毕竟有些题他实在是太简单了，做错了何曹觉着太膈应了。如果故意想着去做错，结果就考了200-300分，这又是完全超出了他的底线。就在不久前，卓越给何曹套上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天赋模块，基本上琴棋书画、唱跳 rap 样样精通。这还不能交白卷，不然肯定会让老卓发火的，难搞啊！不知不觉，何曹已经刷了好些日子试卷了，现在还是没办法把这个分数稳定的控制在500分以内，最好的一次就控制在了600出头的样子，这就让何曹十分的烦躁和担忧。眼看马上就快月考了，何曹终于是有些受不了了，再次找到周峰。峰哥，你能不能教我到底怎么控分啊？你又出什么问题了？连控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吗？峰哥，我知道我笨，你就多点拨我吧。周峰想了想，示意何曹到外面说。所以到底是哪个地方控分控不住？像理科这些控分倒是很容易，但是文科这些控分就有点太难了，尤其是语文和政治这2科，我又不敢乱写，不然到时候把老卓惹生气了怎么办？这2个其实也并不困难，选择题这些题我就不说了，重点还是在于后面的阅读理解。作文和材料阅读，你的确是不能错得太离谱。这样，你把主题思想给提炼出来，然后就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绕，但是就不要把这个真正的主题思想给写出来。这样的话，给的分大概就可以控制在40%到60%之间。何曹眼前一亮，连忙点头。作文也是同理，同样也是围绕着主题去绕，就是不要点题，分数大概也可以控制在这个范围内。然后你再结合一下，这2个科目的控分也就差不多了。
何曹只感觉瞬间醍醐灌顶。感谢峰哥。眼下无名、孙子阳和邓为三人的天赋都已经激活了，而且全都是1级的天赋，但是这个天赋等级太低了，卓越自然是有些不满意。三人之中，无名的灵魂卡已经凑齐，没有太多的犹豫，立刻着手进行升星。是否耗费336400教学点为无名进行升星？是。升星成功。天赋 B 级法学 C 级政治。被动政治精英，该状态下政法相关学科的理解与记忆力提升200%，学习效率提升300%。看到这个的时候，卓越差点忍不住捂嘴哭出声来。我的7班终于有个正常的学生了吗？而且就连学生500和原生天赋都是相关的学科，并且是法学和政治这2个科目，一听起来就让人心安的不行。系统做下职业规划。方向1，律师方向，适配度97%；方向2，教师方向，适配度94%；方向3，外交方向，适配度100%。律师自然是不必要考虑，毕竟无名的法学天赋太低，而且比起律师，卓越的注意力自然不由得放在了外交上面。外交方向嘛，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说这周5就要月考了，可7班目前的状态还是老样子，要是不督促一下，根本就不会自觉的去复习功课。所以这些天卓越自然是盯得紧，并且不断的要求众人去背诵和记忆重点。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开着模仿上课，卓越感觉这些家伙应该是听进去了不少。一晃眼就来到了周5，考试结束了之后，卓越就开始批改试卷。首先批改的是语文，卓越自然是重点关注孙子阳跟何曹2人。等批改完之后，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孙子阳的语文考了103，而且作文写得十分出彩，这个倒是在卓越的预料之内。真正让卓越觉着意外的是何曹的分数，竟然只考了62分，这就很不对劲。这家伙明显是故意的吧？阅读理解和材料分析这些题，何曹好像是故意的避开了主题，一直在绕，就是没有点题，甚至就连作文都是那一种感觉，好像是离题了，又好像没有离题的感觉。卓越琢磨了一会儿，表情不免有些古怪。这小子在控分。接着又是地理，何曹就只考了41分的地理。数学，何曹60来分，在7班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准。卓越仔细一端详，完全可以确定，何曹的确就是在控分。这小子竟然这么懂我吗？当时只是叫出来说了一嘴，甚至都没有提到什么，何曹就从我的只言片语之中读懂了我的意思吗？这小子未免也过于懂事了吧，省得我想办法给学校解释了。月考结束，周6一早卓越就去了汪乐邦家。既然已经答应了田潇要教他一些新的东西，自然是得说到做到。其实现在卓越手上有系统给的能提升体质的体魄丹，不过这些体魄丹他可没有打算留给王旭跟曹云锦，而是为全班的女生特地准备的。当来到汪乐邦家门口的时候，卓越就瞧见了王旭和曹云锦，2人似乎一直在等卓越过来。见他来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你们俩怎么不先进去练着？老卓，田潇看起来越来越不正常了。我们刚才瞄了一眼，吓得都不敢进去了。你知道他在干嘛吗？他又徒手劈砖了。不是，他在看书。怎么看个书都能把你们2个吓成这样？你知道他在看什么书吗？什么？他在看战场刺杀研究。老卓，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对呀，他都已经研究刺杀了，我怕哪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咔嗒一声就把我脖子给扭断了。快想想办法吧，老卓。卓越一时间竟是无言以对。不过想来这2个家伙天天被田潇当沙袋使，会冒出这种想法来，倒也是正常的。看你们俩这怂样，你们不觉得丢人？我都嫌你们丢人。被卓越一骂，2人不由得一脸尴尬，似乎也觉得自己太丢人了一些。毕竟怎么说都是2个男生，怕一个女生怕到这种地步上，真的是丢人丢到家了。然而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卓越突然往后退了几步，2人一愣，下意识地望向了卓越。跟田潇说一声，我有急事，得马上赶回去学校一趟处理，今天就不带你们一块训练了。老卓，你不会是想要跑吧？这怎么会呢？可是你刚刚退那几步，真的是打算跑的意思吧？胡说！你现在明明就在找借口。你们俩想太多了，老师真的是有事情要处理。 2人立刻挡着卓越的去路，生怕跑了。老卓，我觉得你就是想跑。老师真有事儿，龙王都开始研究刺杀了，的确是让人有点小慌张。人一脸惊恐地望着前方，只见宠物店工作人员拉回来了一条流浪狗，可曹云锦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头混种狼，因为他拥有能和动物沟通的能力。见狼身上似乎有伤，他想要上前打探一番。 曹小弟，危险！这只狼狗凶得很，会咬人的。我们在路边撞见被狗贩子给抓了，临时截下来的。这不是狼狗，是一头正宗的狼。什么？你确定吗？确定，这是一头混种狼，所以跟狼长得有些不一样。工作人员立刻回到店里给森林公安打电话。曹云锦见状，慢慢地走了上去。别怕，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本来笼子里面的狼还挺凶狠，似乎是察觉到曹云锦没有恶意，很快就渐渐安静了下来。没事了，没事了，是不是受伤了？ 这狼一抬头，跟曹云锦对视了一眼之后，把左前爪给伸了出来，的确有个不小的伤口，还在渗血。你从哪儿跑出来的？哦，我好像知道是在哪了。好，别害怕，我会想办法的。曹云锦忍不住挠了挠头，感觉事情挺麻烦的，有点超出了他的掌控了。他大概猜到是什么意思了，思来想去，心里面就有了主意。约莫2小时以后，森林公安来到了猫狗之家。
同志，这是狼部。是，看着像是会血的品种，不过应该不是境内的物种，可能是别人偷偷饲养的。这样，我先调查调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这只狼就暂时放在你们这里寄养，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们。警。这民警正要离去之时，曹云锦连忙走了上来。警察叔叔，我好像能帮上一点忙。你帮什么忙？我能提供一些消息。什么消息？我好像知道这狼是从哪来的，并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有人非法饲养混种狼。好像我也不能100%确定，不过我有90%的把握。我之前应该是去过那个地方，大概离着20来公里的样子。行，你跟我一起上车。好。周末下午，卓越正刷着昆音，刷着刷着，忽然就刷到了江南日报的新闻。昨日我市公安机关破获一桩非法饲养混种狼的大案，查处137只混种狼，并抓获12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让人钦佩的是，本案件最大。卓越没什么兴趣，直接滑到了下一个。过了几天后，曹云锦忽然接到了一通电话，而打电话的人则是上次的那位民警。曹小弟，你上次不是说想要去警犬训练基地看看吗？那边已经允许了，你啥时候有时间？我过来接你。曹云锦顿时神色一喜，我现在就有时间，要不我现在就过去吧。啊，你不上课吗？没事，我请假就行了，我们班主任肯定会同意的。随后，曹云锦立刻给卓越打了电话。卓越一听曹云锦竟然要去警犬训练基地参观，自然是没什么意见，高高兴兴的就让曹云锦去了。看来之前说的那些话，曹云锦是放在心里面的。不过曹云锦的天赋过于特殊，去了警犬训练基地的话，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吧？没多久，曹云锦就来到了警犬训练基地。我倒是很好奇，你怎么会对警犬训练基地感兴趣？说实话，咱们这个地方除了狗，真没什么其他可看的了。我就是专门来看警犬的。你这个爱好倒是稍稍有些特别呀！这些小家伙们，只有在他们的训导员面前才会显得乖顺，看见陌生人可是很凶的。不过老皮今天好像心情不错，不是很凶。黎叔，咱们这边训练的主要是什么类型的警犬？什么类型的都有，不过追踪犬和缉毒犬居多。老皮就是我训练时间最长的一只了。不过老皮今天看起来好像有点太高兴了，很欢迎你的样子。正好训练时间也快到了，我就带着老皮让你看看警犬是怎么训练的。好的，黎叔。随后2人1狗就来到了训练场。先让老皮热热身。林子栋拿出来了一颗网球，在老皮面前晃了晃之后，立刻甩手就是猛地扔向了远处。老皮，去！一声令下，就当林子栋觉着老皮会一头冲过去的时候，却见老皮拐了个弯就来到了曹云锦的跟前，屁股一坐，尾巴一摇，疯狂吐起了舌头。林子栋一脸懵逼地望向了曹云锦和老皮，曹云锦尴尬地挠了挠头，赶紧辩解：黎叔，这个老皮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呀？他好像很喜欢我的样子。是看得出来。趴下！今天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信不信我抽你？老皮赶紧趴下了，嘴里面还发出呜呜声，别人听见的只是单纯的狗叫声而已。然而曹云锦听见的大概是犬类粗话。曹小弟，你身上没有拿着什么东西吧？没有，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装。是有些不太对劲，可能是你身上的气味。我也不知道啊。老皮，过来。老皮都不搭理林子栋，瞅了一眼林子栋，继续凑在曹云锦的身边。林子栋脸一下子就垮了。他妈的，连你都能认错，你哭错坟了知不知道？林子栋凑近狠狠地闻了闻曹云锦身上的味道，随后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奇了怪了，你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呀？你是前来的时候吃了什么吗？还是说身上抹了什么特别的香水之类的？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小子心虚什么？你这说话听起来就没什么底气，感觉好像在逃避什么。黎叔，我没心虚，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特别很容易吸引到动物的注意，然后他们都感觉对我很亲近。真的假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现场演示一下给你看。那你表演看看。老皮，坐。老皮立刻就坐了下来，乖巧无比。林子栋整个人一下子就傻了。老皮，转圈。我了个骚杠！所以，黎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反正我和动物好像天生就有亲和力。林子栋陡然间回过神来，作为民警自是见过不少大风大浪，奇人异事自然也是亲身感受过许多。确实是挺神奇的，不过都是一些常见的手势，而且这些手势我也会做。老皮也算是犬类之中比较聪明的存在，能听得懂倒也不算稀奇。我觉得应该是你身上所散发出来什么特殊的味道，用人的鼻子是肯定闻不见的，但是动物是闻得见的。好像真的是这样，毕竟动物们的嗅觉要比人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散发出来了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呀，你小子别整的那么玄乎，绝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说明清楚的。对，警察叔叔真厉害，都能自己解释了，省得我瞎编了。你这个可是天赋呀，你能够让动物这么亲近，以后训小动物可就方便多了。是，你可别浪费这么好的天赋，好好努力学习，争取以后考警校。这往后你要是真训练警犬，那绝对是个人才呀。是，我一定努力。你想不想试试训老皮？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我教你一些基本的指令。
林子栋在曹云锦跟前比划着手势，说清楚每个手势是什么意思。曹云锦一边记着，心里面暗道其实大可不必。来试试吧。曹云锦自是兴奋，赶紧尝试了起来，配合着手势和言语，让老皮做着各式各样的动作。一旁的林子栋看着看着就发现好像事情有些不太对劲。曹云锦走到哪儿，老皮也走到哪儿，让做就做，让起来就起来。第一次训练，老皮就这么配合吗？这小畜生，我养了你这么久，结果就这么跟着人家跑了。黎叔怎么样？不错，你和老皮还是挺有默契的，不过比我们这些专业的训导员自然还差得远，但你已经做得十分不错了，你的确有这个潜力。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警犬真正的工作你还没有涉及。林子栋下意识的掏腰包，突然发现空了。哎，我球呢？哎，对了，才想起来刚才被我扔出去了。老皮，去！曹云锦生怕出问题，偷偷给了老皮一个暗示。老皮二话不说，撒开腿一头就冲了出去。大概等了一会儿，就见老皮叼着球跑了过来。林子栋脸上不由得一喜。老皮，乖宝！话还没说完，就见老皮一下子从林子栋身边唰的一下闪了过去，来到了曹云锦跟前，把嘴里面叼着的球给放在了地上，然后坐地吐舌摇尾巴，乖巧无比的望着曹云锦。曹云锦顿时满脸尴尬的笑了笑，林子栋的笑容和动作一下子就僵住了。导幼犬要专业人士训练1年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警犬，可这个男人只用1个小时就把一窝幼犬训练成了专业警犬，而这神奇的操作也让警犬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曹小弟，你以后一定要从警啊！你这天赋不拿来训练警犬，简直是暴殄天物呀！黎叔，我倒是也有这个想法，不过我的学习成绩太差了，而且我还是个体育生。真有这个想法？是。以前曹云锦倒是根本没往这些方向想，不过自打被卓越说了以后，心里面就有那个种子了。后面又参与了混血狼走私的案件之后，曹云锦心里面就有了从警的想法。有了这一层身份，他才可以真正去保护动物，也可以阻止别人去虐待动物。这就好说了。行，先送你回学校。等把曹云锦送回了学校之后，林子栋回到了警犬训练基地，看着平日里特别闹腾的那一窝小警犬，在接受了曹云锦的训练之后，不仅不闹腾了，而且是已经学会了所有的动作和手势。坐，起来。所有的小警犬都是非常乖巧的执行着命令，自是曹云锦临走前交代这些小家伙们要好好听话。林子栋看着这一群乖巧的小警犬，一时间哭笑不得。他自我感觉他训半年都可能没有这个效果，结果曹云锦来了就训了几个小时不到就成了这个模样。要是曹云锦能够加入江南的警犬训练基地，说不好很快华夏就会有第5大警犬训练基地了。而且就曹云锦这种训练速度，基本上可以说只要生1窝就有1窝的警犬能用，都不存在所谓淘汰的说法了。林子栋觉得这种人才一定要务必争取，所以就赶紧跟训练基地的负责人联系了一番。没多久，江南警犬训练基地的负责人就来了。老林，这火急火燎的把我喊过来干嘛呀？让你开开眼。咋了？这不刚出窝的吗？你瞧好了。说完，林子栋开始发号施令。原本还有些闹腾的小警犬们听到命令之后，立刻就开始执行了起来，听话的不行。负责人见了也是满脸惊讶之色。老林，才训了这么几天就有这效果了？你觉得离谱不离谱？刚出窝就能训成这个样子，肯定离谱啊！不过你经验这么丰富，能训成这个样子倒也不奇怪。怎么训练出来的？是不是悟到了什么特别的技巧呀？压根就不是我训的。今天咱们这基地不是来了个参观的高中生吗？这事情还是你批的。对，是有这么一回事。你不会是说这刚出窝的就是那学生训的？就这么回事，训了1、2个小时就训成这个样子了。不可能，不可能！这正常的训练最起码要半年才能够训练成。见到林子栋那一脸认真的神色，负责人也有些半信半疑了。真的？我会拿这种事情跟你开玩笑吗？这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反正那小子好像天生就跟动物亲近，就连老皮都很占他。还有这种事儿？我要不是亲眼看见了，我自己都不相信。所以真要是有这么个人才，你打算怎么办？那还用说，肯定是抢过来啊。不过他是高中生，这就有点麻烦了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是个体育生，学习成绩好像不太好的样子，这你不帮着争取一下？如果这小子真有你说的那么有能耐，肯定要争取啊。这事情只有你知道吧？我可以找几个老朋友问一问，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名额。警犬技术这个专业挺冷门的，我觉得应该是有谱的。不过这事情咱们哥俩得保密，如果我要是争取到了，到时候我得亲眼瞧瞧这小子的能耐。放心，这自然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我把人喊过来，你亲眼瞧一瞧就知道了。这本事可是别人压根学都学不会的，咱们可得找他父母好好商量商量，争取一下。到时候毕业了可得到咱们这来，绝对很快就能够出成绩。到时候肯定少不了你的表彰，你应该还能在网上爬一爬。然后你就顶我的位置，对不对？那有这机会我肯定要做一做啊！谁不想混个领导当一当啊？这事情反正对大家都好，最重要的是咱们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嘛。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肯定要争取了。得，今晚上我就去找我那些老同学好好聊一聊。行，等你好消息。怎么样，警犬训练基地有意思吗？有，特别有意思。那现在有没有想考警校的想法？
有是有，不过老卓你也知道我这个成绩。别说这些有的没的，邓思佳保送北5的事情，你知道了吗？知道。说句难听点的话，邓思佳的学习成绩还没你好呢，她都能保送北5，你怎么就觉得你连个警校都考不上呢？这不你天天帮她补习吗？你要是想考警校的话，我也可以天天帮你补习，只要你愿意，怎么样？曹云锦一听要补习，自然有些不乐意。补习的事情以后再说嘛。再说我也没有保送机会啊，现在补习万一后面忘了怎么办？卓越哪还不知道曹云锦抗拒学习，毕竟厌恶学习的状态一直都有。这事情他也不打算逼着曹云锦。不管怎么说，方向是定下来了。行吧，反正你平日里学习抓紧一点。是。卓越心情自是不错，之前给曹云锦心里面播下的种子总算是长苗了。晚自习放了学，徐天浩一行人一块回家。然而许超和吴明看起来都是一脸萎靡不振，搞得孙子阳和邓维二人面面相觑。你们俩怎么回事？最近好几天都看你们俩这个状态不太对劲，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一样。别提了，一提这个东西就来气。老卓前2天给我一个 U 盘，里面全部都是植物学的相关资料，我一看就停不下来，昨晚上就熬夜看到2点多钟。那你干嘛这么生气啊？许超就把上次那事情一说，现在想想都觉得老卓太狗了。孙子阳和邓维一听就给乐坏了。你用脑子想想都知道，老卓绝对不可能给你那种东西啊。问题是他那个表情和语气，明明就是……算了，本来他就是故意的，果然师生之间都没一点信任感了。徐天浩偷偷一笑，果然老师就是这般的与众不同啊。看到吴明也同样无精打采的模样，徐天浩倒是有些好奇。吴明，你怎么看起来也好像没有精神的样子呢？哎，浩哥，最近刷普法视频刷的有点上瘾，昨晚上一不小心就熬夜了。你们俩呀，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对身体不好的。二人连忙称是。孙子阳注意到了吴明的书包，以前这东西对于众人而言就是个摆设，里面根本就没有装书。可是这些日子吴明的书包总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吴明，你这包里面到底背了什么书呀？怎么看起来这么重？吴明没来由的有些心虚。没什么，就是一些课本而已。一看吴明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许超也忍不住了。你书包里面不会又是那些东西吧？不是，我早就不碰那些东西了。看你的表情不太对劲，肯定在瞒着我们什么，对不对？没有，真的没有。众人自然是不给吴明任何解释的机会，立刻一拥而上。结果抢过来一瞧，表情瞬间都有些不太对劲。华夏人民共和国宪法、华夏人民共和国刑法、华夏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另一边，王旭眼看就要睡下了，突然间手机就响了起来，一看竟然是鲁超的电话，赶忙接了起来。超哥，怎么了？有任务，现在有时间吗？我就在门口。有，我现在出去。一群不能对外透露身份的人，他们不仅上班要穿便装，甚至有的时候还要瞒着家人。他们负责反间谍和维护国家安全，这就是华夏最神秘的部门——国安局。如今国外间谍派出大量无人机，想要窃取情报，国安截获无人机后却无法破解，于是就派卢超找到王旭。超哥，不是去国安了？你现在的身份还是保密状态，就连江南国安的绝大部分人员都不知道你的存在。这件事情由我和你对接，这里就是我暂时的住处。随后，卢超就带着王旭进了屋。这一进门，王旭就瞧见了桌上摆着一排的无人机。这些就是我们之前截获的那批无人机了。所有涉事人员目前都已经在押，但是这批无人机十分的特殊。来，我带你看看。卢超从桌上拿起一个芯片，看见这个了吗？这个就是加密芯片，简单来说，就是把捕捉的信号通过鼠层加密以后自动上传。你看看国外这些狗东西，为了切密都下血本了，仅是这个加密芯片都比无人机贵2-3倍。它的自我保护程序很可怕，一旦受到外力干扰，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乱码。我们已经尝试过数次，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通过我们2次检测，发现更麻烦的是芯片和电路是一体的，一旦拆卸的话，这个芯片马上就会损坏。你看看能不能用你的手段来黑入这个芯片，这样我们就免了很多的步骤了。好。随后，王旭用数据线接上了无人机之后，就开始忙活了起来。的确，读出来的东西全都是乱码，自我保护程序设计的还挺有意思，看来对方可是个高手。鲁超一时间哭笑不得，你小子面对的很可能是一整个专业的高端芯片团队，怎么样，能破解吗？我先试试吧。王旭开始疯狂地敲击着键盘，就这样足足折腾了半个小时左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奇怪，怎么样？黑进去了，但是什么都没有，就连一个代码都没有显示出来，全部都是空的。这怎么可能？里面不可能没有东西的呀！储存的数据呢？难道是上传以后自我销毁了，都不留任何备份的吗？我把所有的加密层都破了，应该是没有其他的加密层了。奇了怪了，到底哪出问题了？二人一时间面面相觑，黑进去了，结果发现里面是空的，这就很不符合常理。里面肯定还隐藏着什么东西。这样，我回去让技术部的人再研究研究。那超哥，这个无人机就暂时交给我吧，我回去继续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我刚才出了什么问题。也行，不过这个可是证物，你可不能弄丢了。放心。等悄悄摸摸回到了家，王旭又折腾了一晚上，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发现里面就是空的，一点东西都没有。
肯定是用什么特殊手段给藏起来了，应该不是程序上的问题吧？对了，王旭突然想起来了未来媳妇，去找刘雨辰看看，没准有新的突破。第二天一早，下了课的时候，王旭就来到了刘雨辰跟前。刘雨辰，你帮我个忙呗。什么？帮我看个东西，是个无人机。刘雨辰眼睛一亮，虽然说拆卸欲望已经被覆盖掉了，但是求知欲可是越来越强烈。一看到刘雨辰这表情，王旭顿时就忍不住想起刘雨辰把他的电脑给拆成了零件。这个东西不能拆，我又没说要拆，拿过来让我看看呗。毕竟这东西是证物，而且还涉及机密，王旭当然不能随便拿出来。咱们去物理实验室，在教室里待会儿弄丢什么零件都不知道。也行。等到中午放学的时候，刘雨辰和王旭就来到了物理实验室。当王旭把那个已经拆卸好的无人机放到刘雨辰跟前的时候，刘雨辰顿时就一脸惊讶。这个无人机很特别呀。怎么特别了？为什么上面会有加密芯片？你知道是加密芯片吗？知道啊。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都挺特别的，这压根就不是一般的无人机构造啊。刘雨辰也是极为好奇，连忙坐了下来仔细观察，越观察就发现越奇特。这感觉有点违反常理呀！这个无人机花多少钱买的呀？哪个企业会造这种无人机啊？直接亏到破产了吧？都不说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仅是这些电路集成的工艺就不一般，就是这个主板的价格恐怕都要4、5千左右了。而且这个跑线也很古怪，正常情况下来说，一般的跑线是会避开芯片的，但是这上面的跑线就是全部集成到芯片上面，只要动了一处，感觉芯片就会毁掉。王旭忍不住头皮有些发麻，这可是技术部的人分析了好几天才分析出来的结果。刘雨辰只是看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对劲的地方。那你能把这个芯片单独拆下来，而不损坏到芯片吗？应该没多大问题，不过就是需要时间，毕竟可都是精细活，我也好久没拆东西了，就当是还你一个人情吧。王旭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毕竟夫妻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信任嘛。刘雨辰开始忙活了起来，而王旭也不敢打扰，在外面等了起来。王旭拿出来手机搜了一下毁坏证物判几年。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王旭咽了一口唾沫，突然间就懊悔答应这事情了，一时间不免有些提心吊胆。希望刘雨辰可不要手抖，这小手一抖，我又是3年起步了。一直等到了1点半左右，刘雨辰的拆卸工作才结束，应该没有损坏吧？怎么不相信我的技术？信。对了，我真是没见过芯片里面还能再藏一颗芯片的。王旭顿时恍然大悟。我说破解进去怎么全都是空的？他奶奶的，原来是物理加密啊！国外的这些东西可真狗啊！刘雨辰，太谢谢你了，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呀！不客气。话说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啊？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啊，这个你还是不要看的比较好。那就不看呗，下头难，我可没有很好奇。王旭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想了想还是不要解释了，越解释不清楚。收了东西之后就赶紧走了。王旭离去后，刘雨辰自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加密芯片，还有王旭那不太对劲的反应，这家伙不会再做什么犯法的事情吧？思来想去，刘雨辰就赶紧拿出手机给卓越打了电话。卓老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怎么了？老师，是关于王旭的事情。这小王八蛋没对你做什么吧？什么？他没对我做什么呀？没事，老师正在午休呢，脑子有点迷糊，具体是出了什么事情吗？刘雨辰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卓越一听，顿时忍不住翻了翻白眼。王旭这小王八蛋能让我省点心吗？卓越一猜就知道，这肯定是涉及了国安的事情，而且类似于无人机这种肯定是证物之类的。既然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刘雨辰，这要严格来算，已经涉及到泄密了，甚至还让刘雨辰拆卸证物，甚至都拆完了，已经算是毁坏证物了，保密协议白签了。没事，这个事情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王旭已经跟我说过了，而且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放心就是了。挂了电话后，卓越指的是拨通了冯远的电话，让冯远来接他去国安一趟。冯哥，让我猜一猜，又是王旭那小子闯祸了，对不对？是，我得去见一见孙处。行吧。是一个神秘的部门，他们不仅不能对外透露身份，而且上班也只能穿便装，甚至是接电话也要避开家人。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反间谍和维护国家安全，这就是国安局。如今国外间谍派出无人机想要窃取我国情报，国安截取无人机后，在经过王旭和刘雨辰的努力下，成功破解出了无人机里的加密芯片。随后，王旭就赶紧找到卢超。你怎么把芯片给拆了呀？你这可是毁坏证物啊！放心，这芯片没坏呢，我已经把里面的数据读取出来了，你来看。随后，王旭打开了电脑，把芯片里面的数据全都翻了出来。鲁超这一看也是忍不住脸色大变，甚至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超哥，怎么了？我的天，这数据竟然这么详细，就连从什么地方起飞、什么时候起飞、飞行路线，比起以前截获的无人机数据要更详细数倍。这数据一旦被国外势力掌控，我们的航空领域几乎是透明的，甚至就连咱们的基地都有可能会暴露。我得马上向上面汇报。
说完，赶紧打了个电话，上面一听，顿时就惊了，赶紧让鲁超和王旭带着所有的无人机就去国安进行2次研判和后续处理。王旭一看事态这么紧张，心里面还不免有些洋洋得意，这算是立大功了吧？等鲁超和王旭赶到了国安的时候，鲁超先让王旭留在了会议室等通知，他则是立刻带着所有的无人机和数据先往楼上去了。鲁超将带回来的无人机和数据全部都交给了技术部进行2次分析，只是很快技术部的人就被刘雨辰拆卸的无人机震惊了。这是谁拆下来的？竟然没有伤到芯片。鲁超对此自然是毫不知情，他现在才反应过来。对啊，谁拆下来的？肯定不是王旭拆卸下来的。王旭没这种能耐，必然是去找了人帮忙之后把无人机拆卸掉的。竟然连隐藏的保护线都全部找出来了。陆超，你从哪请来的这么厉害的工程师？我们这边已经专人去找过了，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保证在不伤到芯片的前提条件下把芯片给摘取下来，差点就把这事情上报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放心，你请的工程师已经把保护线给找出来了，那接下来的工作基本上没什么难度，我们只要按图索骥就行了。技术部的众人也没有继续多言，赶紧拿着剩下的无人机进行处理，折腾了差不多10来分钟，很快就把所有的无人机芯片都给摘取下来。通过技术处理之后，立刻转交给程序技术部，而程序技术部才是真正的战场。早前已经通过原来拆卸下来的芯片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将信号的目的地确认，正是国外的一个终端服务器。在确定了目标之后，程序技术部自然是第一时间进行调查取证，开始尝试着渗透进入这些网站的后台。对方主动攻击了，大家要小心。众人一听，纷纷脸色一变，大量的信息轰炸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程序技术部的众人一时间如临大敌，立刻第一时间组织起防御屏障，将这些垃圾信息全部抵挡在外。一旦这些信息轰炸把系统整崩溃了，那对方就可以趁着这一瞬间的漏洞，瞬间侵入程序技术部的后台。怎么回事？对方怎么会找到我们的？是无人机，对方肯定是通过无人机的信号直接锁定到我们的位置了。众人陡然间回过神来，然而现在可绝对不能切断无人机的信号，不然好不容易直接截取到的数据肯定会被对方直接销毁，到时候连证据都没有了。孙冲这边等了片刻都没见程序技术部这边传来什么消息，立刻就打电话过去问怎么回事。打起来了，孙楚，他们的无人机还设置了追踪信号，我们大意了，一不小心就被对方找到了老家。什么？你们干什么吃的？孙楚，我们人手不够，对方早有准备，我们需要支援。我们面对的应该是一个专业的技术集团，5分钟就对我们攻击了上万次，对方那边最起码也有上百人的规模，甚至可能更多。我们这才10来个人，键盘都快打冒烟了。无论如何都必须给我挡下来，手断了都给我必须挡住。孙冲挂了电话，二话不说，直接拨通了江南网安的电话。老哥，情况紧急，来不及多解释了。您那有多少人全部借给程序技术部，待会儿我会和上面打报告的。不是，老孙，你开什么玩笑？我这的人都忙着呢，哪还有人手借给你呀？我这边跟国外的打起来了。什么？怎么会突然跟国外的打起来了？到后面再跟你解释，赶紧把人借给我，这要是被攻破了，可就麻烦大了。行行。立刻把在岗的全部对接国安的程序技术部，没在岗的赶紧联系，出差的下班的也立刻给我对接国安那边，情况紧急，刻不容缓。是，我这边全部算下来也就10来人，别管多少人，先顶上再说。经。孙冲挂了电话之后，又是立刻拨通了几个电话，江北、江川、江东，短短10来分钟的时间，孙冲把能喊的全部都给喊上了，足足70、80个人全部对接到了程序技术部，好不容易才把局面给稳定了下来。可是这还没喘口气，攻势骤然又变得凌厉了起来，信息轰炸很快就变成了入侵，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又变得紧张了起来。对方那边似乎也同时加派了大量的人手，眼看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孙冲自然是立刻上报请求支援。一夜之间，战况越来越激烈，西南3省多达70多个县市的技术人员全部第一时间投入了这一场以江南为中心的网络攻防战之中。鲁超的任务完成了之后，就下楼来到了会议室，见到了卓越和王旭。王旭，那个无人机是你找谁拆的？王旭自是不敢说，扭头望了一眼卓越。这事情我是知情的。卓顾问，怎么回事？此时会议室的门就被打开了，众人赶紧起身。孙楚，王旭对孙冲可是有心理阴影的，毕竟上次签保密协议的时候还以为是签死刑确认书，孙冲那一张黑脸对王旭来说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孙楚，出什么事情了吗？你去程序技术部那边拿一台电脑过来。是。小子，知道你又犯了多大事吗？王旭顿时一个机灵，差点哭出声来。我错了，我回去就背国安守则和刑法，我以后再也不犯了。孙大爷，你别抓我呀！
本来孙冲就只是为了吓一吓王旭，让这小子老实一点而已。这一句孙大爷把他差点给整不会了。谁是你大爷啊？我要真有你这么个侄儿，早就把你腿都给打断了，竟然敢拿着国安的政务找人拆了，里面涉及的东西那可是真正的机密，真要是出了事情，您小子又一次的牢底坐穿了。您也是真有本事，不犯错就不犯错，一犯错都是20年起步。王旭那小脸煞白煞白的，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般，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了。不过看在你破解了芯片，而且在第一时间上报，就先免你10年。免10年？那还有10年呢。戴罪立功，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办，办好了这次就不找你麻烦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办不好的话，我办，我肯定办好。大爷，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话音刚落，鲁超已经带着电脑来了。鲁超，去门外守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能让任何人靠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全部属于保密条例。从来不敢对外透露自己身份，而且上班也只敢穿便装，甚至就连接电话也怕被家人偷听。但他们却做着维护国家安全和反间谍的工作，这就是华夏最神秘的部门——国安局。如今老外和我们展开了网络攻防战，情况十分危急。记住，你现在的代号是250，挨会儿我会让人和你对接。大爷，能不能换个代号？我用007行不行？你哪那么多事啊？王旭一哆嗦，赶紧把嘴巴给闭上了，老老实实的把电脑一打开。卓越在一旁自然是保持沉默。领导讲话，他这个做手下的自然是不敢多嘴。随后，孙冲拿出一个耳机递给王旭，戴上以后，你的代号就是007。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用这个代号去联系，绝对不能透露出你的真实身份和你的所有信息。听清楚了没有？是。该做什么事情，通过耳机就会有人告诉你的。小卓，盯着点这小家伙。是。等孙冲人一走，王旭才忍不住松了口气。这时，听见耳机那头有些吵闹。喂，听得见吗？听得见。代号多少？007。耳机那头的中年男子立刻报了一段地址。登录这个地址之后，输入你的代号，立刻参加战斗。王旭没想太多，赶紧在电脑上输入了地址。很快，电脑屏幕上就跳出来了一个显示框。王旭立刻输入了007，紧跟着画面一转，电脑上立刻浮现出来一个小窗口。点阵图，卧槽，真打仗呀！卓越凑过去一瞧，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你负责防御这个地址，千万不能被攻破了。是。王旭一脸兴奋地开始进行防御，卓越就在一旁抱着手看着。就见王旭在防御的同时，又打开了窗口，开始自己编写程序了。卓越原本以为王旭只是在编写防御程序，结果仔细一瞧，发现有些不太对劲，有些看不懂了。没办法，卓越只能是开启了模仿，赶紧扫了一眼程序的代码。这一看，卓越就哭笑不得。好家伙，老熟人了！这家伙又把当时的反诈病毒那一套代码扒下来，开始套在了防御程序上面。这小子学习不怎么样，玩这些倒是一套一套的。折腾了10来分钟，王旭最后输入了一个激活的代码，一瞬间，整个电脑屏幕就瞬间安静了下来。王旭抱着手看着电脑屏幕，一时间觉得有些无聊。老卓，好无聊啊，看会儿电影吧。卓越二话不说就是一逼都拍王旭后脑勺上。看个屁！这会儿是让你看电影的时候吗？可是我等了10来分钟了，也没见对方攻破我的防御程序啊！对面估计也就这本事了。话说，对方到底什么来路啊？胆子这么大，竟然敢入侵国安！不要掉以轻心，现在你可是在战场上。是。做事情就要认真负责，战略上可以蔑视对手，但是战术上你必须重视对手。一旦你轻敌，到时候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谁来承担？我知道了。看到王旭依旧是这吊儿郎当的模样，卓越一下子就火了。你平时吊儿郎当的，我就不说你了。现在可是正事儿，你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乎到整体的局面。如果到时候因为你的大意，对方渗透进来了，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因为你的掉以轻心而出了事的话，我这个老师就算是不做了，也要先把你给废了。我交给你的东西，我会亲自收回的。王旭脸色顿时吓得煞白，看卓越那模样根本就不是开玩笑的，赶紧抬手就抽了自己一耳光。老卓，我错了，你别生气，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我做什么事情都认真负责，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的。赶紧做你自己的事情。是。王旭应了一声，赶紧开始检查起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自己忽略掉的。这一边检查，一边就看着卓越的脸色，欲言又止。有屁快放！老卓，我检查了10遍了，没有任何漏洞。暂时没有任何漏洞，我会继续检查的。对方攻不进来，全部都被我的防御程序给拦截了下来。我打算把防御程序送出去。确定有足够的把握吗？有吧。接下来的事情我不会插手，你想怎么做都由你自己来决定。谨慎是一码事，自信是一码事。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同时也要更加谨慎的对待。只要你没有掉以轻心，就可以放手去做，懂？你以后就少让我操点心。好的，这里是007，讲。我这里已经做好了一个防御程序，基本上可以将对方的攻击手段拦截下来，应该可以减轻我们这边的压力。真的吗？快发过来。王旭赶紧将自己编写好的可变形防御程序给对方发了过去。约莫几分钟之后，耳机那头就传来了声音
007，记你头功，我现在就把这程序下发过去。好。这007是谁？从哪里请来的大神？这防御程序强的离谱啊！好家伙，竟然能自动防御！怎么做到的？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编写出来这种程序？一时间，程序技术部的电脑上都瞬间安静了下来，而每个人都看着小窗口上的点阵图不断被红点铺满，一时间兴奋不已。不过很快就有人察觉到了异常，程序的这一部分代码有点眼熟啊！反诈！对，007肯定就是席卷缅北的反诈的作者，对，绝对是。我已经追踪到了对方的前哨终端，稍等片刻，正在请示是否反攻。过了5个2分半后，程序技术部听到了王旭的声音，传达上面的原话：打，不仅要打，而且要把对方给打怕了。有什么后果让外交部头疼去。我已经潜入进去了，你们追着地址跟我偷家。众人忍不住露出了欣喜之色，憋屈了这么久，终于能动手了。一时间，无数人顺着地址潜入了前哨终端服务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不过几分钟的功夫，前哨的终端差点干瘫痪了。不过对方也并不是吃素的，在第一时间组织起了抵抗。又是一场攻防拉锯战开始。会议室内，王旭正要准备出手杀对方一个片甲不留的时候，卓越却是伸出手按在了王旭的肩膀上。等会儿，老卓怎么了？卓越将自己的想法跟王旭一说，王旭一听，人都傻了。啊，嘿嘿，老卓阴起来可真是心够黑的。怎么样？就这么办。王旭将目光落在了屏幕上，双手也没闲着，噼里啪啦的打个不停。敌我双方在前哨终端上打的是难舍难分。王旭很快就发现了异常，看到我方攻势不断削弱，感觉有些不大对劲，试探性的发起了一次攻击，结果发现对方竟然马上就进行了拦截，处理效率之快让人咂舌。老卓，对方显然也有高手啊。所以我早就让你不要掉以轻心了，对方怎么可能没有高手？不过是之前的攻势，用不着这些人而已。他们可是底牌，而且国外玩这些可比我们早都不知道多久，我们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们的底蕴可比我们要足很多。他处理这个效率都快赶上我的可变性防御程序了。很明显，国外这些狗东西可从没想着跟我们和平发展，一直都在憋着坏呢。反正我的工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能不能陪他玩玩？也好，试试对方的深浅。王旭一咧嘴就开始发动了攻击，高手过招，似是非同凡响。战场各处竟是不断的跳出来了代码窗口，但是只持续了片刻就瞬间消失掉了。正在参战的众人很快就察觉到了异常，肯定是007跟对方正在过招，打得很激烈呀。敌我双方似乎都极有默契的暂且避开了这种高端局，不是他们不想加入帮忙，而是一旦加入这个战场，只要反应慢上个半秒钟，很有可能就直接变成炮灰，不仅帮不上忙，甚至还可能拖累队友。这种高端局拼的不仅是手速，还有意识和思维。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大概就互相攻击了上百次，攻防角色一直在不停的转换。老卓，这家伙挺厉害的呀，竟然跟我打了这么久，我第一次遇见这么厉害的人物。王旭正跟对方打得激烈，瞧见卓越竟然把电脑给拿出来了，顿时满脸大喜。老卓，你也要上战场了吗？不要分心，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好，咱们师生一起上，要不直接潜入他们老家去，成功的话就是潜入，咱们把他老家的服务器给崩了，不成功咱们就开无双，直接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师生一体，天下无敌。你按照原来的计划，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国安局在和老外的网络攻防战中发现了诡异的事情，本来处于劣势的我方却突然来了大量的增援，不仅大韩民国来了，而且就连小日子也跟老外撕了起来，这也让所有技术员一脸的懵逼。不对啊，为什么小日子跟他们的民主爹打起来了？原来就在刚刚，王旭伪装成老外以后满世界溜达，溜达到哪里就把哪里给黑了。黑的最惨的就是小日子，逮谁黑谁，比如三菱、松下、索尼、大韩民国的三星，黑进人家后台扒了一堆无关紧要的资料就走。等对方反应过来一查，就发现是老美那边动的手，结果就演变成了这个模样。技术部负责人皱了皱眉头，就觉得事情好像有些超出掌控了，好像在打世界大战一样。最离谱的是，所有的人都同仇敌忾，一起在攻打老外。他赶紧给孙冲打了电话。孙局，场面已经控制不住了，这些突然加进来的人比我们打得还狠，好像是被逼急了似的，真是见鬼了。好，我知道了。你怎么就这反应？按理来说，现在最红的就应该是你呀，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那你说我们是该继续打下去还是撤啊？撤个屁！没听见上面的原话吗？你们只管打就是了。不过这一场莫名其妙的父慈子孝并没有持续太久，只能是抓个信息差。双方的反应都极快，很快就发现被耍了，其他国又不敢继续掺和，赶紧就撤退了。老卓，我溜进去了，哈哈哈！他们还真以为我们只是为了耍他们一下。把你马甲给我，我打攻防战，你能扒多少东西就扒多少东西，不要走本地，直接转你服务器上面。你不要傻不愣登的一次性全扒了，一次扒一点，我动手你再扒。好。卓越登上了007的马甲之后，第一时间进入了战场，同时间也在可变性防御程序的主程序上发布了消息：开始总攻，所有人跟着我冲。
卓越气势浑然一变，开始发动进攻。对方升级过后的防御程序拦截率几乎达到了100%，但几乎是转眼间就被卓越正面击溃。在卓越这超人般手速的加持之下，海量的代码如同千军万马，直接正面硬刚，强行将对方的防御程序冲出了一个窟窿，让对方的防御程序直接崩溃。国安人马即刻赶到，也第一时间加入了战线。而卓越一边打着攻防，一边也在关注着王旭的情况。在他冲破了对方的防御程序之后，显然对方的注意力就很快集中在了攻防战上，并且不断组织反攻。卓越打得越激烈，就越能给王旭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而王旭此刻也开始下手，开始一点一点的扒对方的后台数据库。只可惜这个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约莫几分钟之后，王旭就被对方直接强行踢了出去，瞬间被对方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现我了吗？我还以为能够伪装半个小时的。一旁的卓越翻了翻白眼，现在前哨终端的这些人真的就只是先锋而已，真正的大将可都守在老家，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你能够伪装半个小时，你小子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把刚才扒到的所有东西立刻交给你耳机对面的男人，他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研判的。王旭没有任何迟疑，立刻联系了对方。很快，程序技术部的人就进入了王旭的服务器，开始研判资料。这不看不得了，一看吓一跳，何止是江南，仅是其中一个服务器就多达数十个城市的航空数据，而且不仅仅只是华夏、东南亚、东亚等等不少城市的都有。但不同的是，这些数据都有源码，也就是可以证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到底是出自何处。对于国安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让人兴奋的。程序技术部的负责人赶紧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孙冲。孙冲一听也给激动坏了，赶紧把这个好消息上报。正在攻防的国安众人很快就发现可变性防御程序显示出来了一段话：已经得到源码数据，并且正在上传，但是对方已经追踪到了我的服务器，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对方肯定会不择手段的攻击毁灭源码数据，坚守5分钟，完成所有数据上传，就是我们的最终胜利。所有人的神色顿时间变得亢奋无比。007竟然真的杀到了对方的老家，并且还在那么多顶尖高手的防御下扒下来了源码数据，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大家不要犹豫，立刻投入战斗，007已经跟对方交火了。这一句话仿佛给所有人都打了一针鸡血，一时间，整个程序技术部激昂无比，热血沸腾。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华夏必胜，一时间惹得无数人立刻呼应华夏必胜。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王旭，别发呆，对方的大将已经杀过来了，这可是真正的高手，赶紧加入战斗。王旭没敢耽误，赶紧也加入了战场。老卓，对方都能够让你压力这么大吗？压力什么压力？我这是给你刷经验留着的，不然我随时都能灭了他。为了让这家伙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卓越故意把敌方的一个大将直接引去跟王旭对线。王旭本来还有些悠哉的，直到跟对方对线以后，吓得脸色都变了。卧槽，这么凶吗？他好不容易修复掉了一个，立刻就跳出来了2个，给王旭急的是一时间有些慌张无比。哪怕是王旭键盘敲得飞起，然而电脑上却是不断的跳出报错的窗口，速度快的王旭都根本反应不过来。眼看他的阵地就要被对方给攻下了，卓越赶紧出手，再次把对方拉来跟自己继续对线。这世界上可不缺天赋异禀的人，更不乏天赋异禀并且还付出让人难以想象的汗水之人。就你现在这样子，根本就上不得台面。王旭，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了吧？王旭这才回过神来，刚才对方那恐怖的攻势下的他已经是满头大汗，神色苍白，浑然是一副惊魂未定的表情。我知道了，老卓，对方好强啊！当然强，毕竟对方拥有和你一样的天赋，但是却比你多出了无数的经验，也为此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怎么可能不强呢？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不要急不要慌，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不断巩固自己，迟早有一天你会跟对方一样强，甚至比对方还要强。我说的这些话，你往后都要记在心里。王旭重重点头，并把卓越的话深深的刻在了心里。不过刚才那个大将的确有点凶，你现在根本应付不来，我找一个实力跟你相当的，你去和他对线，再坚持3分钟就行。这怎么听起来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呢？你想找谁对线就对线，你说不对线就不对线，对方这么听你的吗？集中注意力，不要走神。王旭赶紧把自己脑子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屏蔽掉。等卓越把人一拉过来，王旭立刻跟对方打了起来，压力果然顿时没之前那么可怕了，最起码还能勉强应付得来。王旭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最后的一场攻防战之中，而卓越的精神现在也是高度集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毕竟他现在可是一个人应付对方8个大将，几乎承担了60%的火力。其实目前而言，卓越感觉到身体已经快达到了极限，他的双手已经有些麻木了，已经猜到自己是有8、9会疼上个10天半个月的。5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进入了倒计时，好在经过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服务器的所有数据终于是上传完毕。见状，卓越终于是舒了一口气，立刻在可变性防御程序上打下了一行字：我们大获全胜，撤，让他们打空了服务器去吧。一时间，在西南3省各地参与了这一场网络战争的众人都是欢呼雀跃，激动万分。王旭，你记住了，从开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跟我可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就是在一旁观战，明白了吗？明白。等了没一会儿，孙冲就来到了会议室，虽然内心亢奋无比，不过表面上还是一脸冷静。您小子没让我失望，这事情干得漂亮，你之前犯的错，我就既往不咎了。谢谢孙大爷。
不过您小子可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现在实在是有点怕了你了。以后我会让鲁超盯紧你的，你拿不准的事情就先问鲁超能不能做，下次要是再犯错，我可饶不了你。是，行吧，看在你小子态度不错的份上，这一声大爷我就应了。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家睡觉。好嘞，小卓，辛苦你了，你也赶紧一块回去吧。回到学校的第二天，卓越接到一个电话。卓老师，我今天刚好回学校，我正好见一见上次你说的那个刘雨辰。好，我这就带他去见你。约好了之后，等下午第2节课休息的功夫，卓越就赶紧带着刘雨辰赶了过去。这个李老师可不简单，一直在带着学生们做实验，参加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科研比赛，而且帮着好多的学长学姐都争取到了保送的机会。平日里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可是老师好不容易才帮你争取到的见面机会。待会儿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好，我一定好好表现表现。没一会儿，卓越就带着刘雨辰见到了李振华。李组长，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刘雨辰同学了。李老师好。你好。李振华神色有些严肃，上下打量了一番刘雨辰。听你们老师说你是练舞蹈的特长生。是。怎么会突然对机械电子这块感兴趣了呢？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间喜欢上了。好，老师问你几个问题，你跟老师简单说说什么叫基尔霍夫定律，知道多少就说多少，说错了我也不怪你。一旁的卓越暗暗咂舌，基尔霍夫定律这些玩意已经超纲了，他也不知道刘雨辰平时有没有自己去学习这些相关的东西。不过按理来说，刘雨辰自己都能搞设计图了，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果不其然，刘雨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而且是对答如流。李振华脸上倒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接连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是完全超纲的内容，刘雨辰都是一一对答。然而李振华的确并不觉得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可能也就刘雨辰是舞蹈生这个身份让他觉着比较奇特吧。自己设计过电路图吗？设计过。给你3天时间设计一个电路图出来，怎么样？能做到吗？3天时间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给你2天的时间。刘雨辰忍不住挠了挠头，怎么了？好像用不了这么久，我是都20分钟就能够设计出来的。让舞蹈生用3天时间设计一个电路图，然后一脸平静地看着对方。本以为舞蹈生会知难而退，可没想到他却表示只需要20分钟。听见他大放厥词，李振华自然是不敢相信。好，老师就看看你这20分钟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电路图。随后，刘雨辰开始设计了起来，小脸自然是一脸的认真，没有半点的马虎之意。卓越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李振华的神色，不苟言笑，而且没办法猜出来李振华到底在想什么。不愧是老前辈，有那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李组长端杯的手抖什么？回过神来，卓越自是忍不住暗自偷笑。看来刘雨辰设计的电路图超纲了。如果李振华要求刘雨辰设计的是一个拖拉机，那刘雨辰画出来的应该就是一辆坦克。不知不觉已经是过了20分钟，刘雨辰手上的动作一停，赶忙扭头就望向了李振华。老师，我设计好了。好，我检查检查。看了2.5分钟之后，李振华心里震惊无比，但表面却强装淡定。不错，不过还需要努力。刘雨辰赶忙点了点头。组长怎么样？天赋不错，有待打磨，倒也是个不错的苗子。20分钟设计出我要求的电路图，已经不敢相信了。好家伙，刘雨辰还在电路图的基础上进行了非常精妙的2次加工，几乎可以和市场上同系列的中高端电路板一拼高下了，简直就是绝育给绝育他妈绝育绝子了。在李组长思考的时候，卓越就让刘雨辰先回教室去了。李组长，既然你觉得刘雨辰这苗子不错，你是不是帮着带一带？倒也不是不可以，我觉得这孩子如果好好打磨的话，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这还用你说？那组长，你打算什么时候带刘雨辰啊？我好跟家长那边说一下，毕竟他们家长那边不太支持刘雨辰走这个方向，现在都让刘雨辰学跳舞。一听这话，李振华都绷不住了，直接拍耳机。这不是胡闹吗？就这天赋，只要不拉垮就是顶尖的工程师，甚至成为国家级工程师的存在。这2个家长怎么想的？让未来国家顶尖的工程师去学跳舞？李振华赶紧控制住了情绪，这事情交给我，我去给他的父母做思想工作。刘雨辰可是个不错的苗子，趁着这会儿就应该好好培养，不然后面可就没这种机会了。李组长，这个你觉得刘雨辰有没有保送的机会啊？有，不过具体得看他到底能研究出来什么样的成果了。这么好的苗子，我肯定会好好培养的，这你放心就是了。有这句话，卓越就放心了。李振华去帮忙做思想工作的话，就挺省事儿。主要是他自己每次去都把人家家长给说哭了，就挺不好意思的。等回到了教室，卓越就把刘雨辰喊到了办公室，和刘雨辰说明了情况。老师，我决定走这一条路，而且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了。我爸爸妈妈突然改主意了，说非常支持我学这些的，不学舞蹈也没事儿。他们同意了吗？是的。这个倒是意料之外。卓越都已经准备好去刘雨辰家做思想工作了。想不到这么开明，挺好，算你们逃过一劫。次日，李振华就带着刘雨辰来到了学校的科研小组。这里是李振华单独和学校要来的一个大实验室。这一进去，刘雨辰就瞧见了一堆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学生们正在那议论纷纷，男女都有，都是一脸好奇地望向了刘雨辰。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刘雨辰，以后也会加入我们的科研小组，大家记得要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大家自是热烈欢迎，而且不少男生都是喜形于色，毕竟刘雨辰那颜值可不是吹的。你先熟悉熟悉，我去处理点事情。好的。大家自然都十分热情，互相介绍了一下，都是高2和高3的学生。你哪个班的呀？高1 7班。话音刚落，本来还挺热情的围着刘雨辰的男生们，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高1 7班。对啊。一群人不由得有些面面相觑，自然是听说过高1 7班的大名。不都说高1 7班的学生都是凶神恶煞的刺头吗？而且学习成绩不是挺一言难尽的吗？我记得你们班好像是特长班吧？对啊，我就是学舞蹈的呀。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实验吗？算不上实验，只是正在讨论而已。刘雨辰来到了桌边，一脸好奇地看着图纸。原来是这样啊！你们是想实现基础模块多方位联动的自动化吧？众人神色纷纷一震，一时间错愕地说不出话来了。对，是的。我能不能帮忙啊？我对这些也很感兴趣的，或许能帮上一些忙呢。当然没问题。如果换做我的话，我会选择这一张和这一张。刘雨辰把2张图纸拼凑在了一起，众人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放在了图纸上。为什么？我们感觉这应该不是最优解啊。的确不是最优解，但是是最实用的方案。不过我觉得这个图只要稍稍改动一下，我能在这个图纸上直接画吗？可以。好。刘雨辰微微一笑，立刻动手，就在图纸上画了起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有些鸡肋，而且会阻碍信号接收，所以把这个部分取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加一个小型的信号转换。这一旁的众人很快就被刘雨辰的方案给吸引住，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图纸身上，看着刘雨辰不断的在上面删删改改，有人如同醍醐灌顶一般。对，如果这里增加了信号转换装置的话，就更省事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没错，现在这么看，这个部分的确是很鸡肋，去掉了以后增加信号转换装置，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刘雨辰，你好厉害呀！刘雨辰，你这么厉害，怎么会去学跳舞呢？哪有你们这么问问题的？学跳舞不很好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一个女生怎么会精通这些东西啊？我说你这个人，我们不是女生吗？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气氛就活跃了起来。刘雨辰忽然就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而且大家都很爱交流，并且都找到了一个同样的兴趣——拆东西。不知不觉就过了2天，王旭一见刘雨辰要出去，连忙就跟了上去。刘雨辰，这2天你怎么都没去物理实验室啊？我现在已经加入咱们学校的科研小组了呀，我正在跟学长和学姐们做实验呢，很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就不用去物理实验室了，那个实验室更大，而且有更多专业的设备呢。啊，那我呢？你怎么了？我的意思是你不需要我这个助手了吗？暂时是不需要，而且每次你都要过来帮忙，我也不好意思呀，太耽误你的时间了。何况我们在科研小组都是互相帮忙，也用不着助手了。行，就说这么多了，我还得赶着过去做实验呢。看着刘雨辰心情愉悦的离去，王旭突然感觉心里面有些难受。这就是失恋的感觉了吗？肯定是老卓把我们给拆散的。王旭冷哼一声，迈步就直接朝着办公室风风火火的冲了过去，那可谓是气势汹汹。姓卓的欺人太甚了，为了不让我和刘雨辰在一起，竟然耍这种阴招。枉我还如此信任你，你竟然这么对待我，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失恋，他都要骂一顿他的班主任。姓卓的，你几个意思？为什么要把我和刘雨辰拆散？你别以为你是我的老师，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你难道没有听过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王旭，你在那干嘛呀？陆勇自然是一脸疑惑，他一进来就发现王旭指着卓越的位置，好像在骂人似的。可问题卓越也不在办公室啊。没事，陆老师，卓老师去哪儿了？不知道啊，可能上厕所去了吧。你找你们老师有事吗？要不要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不用。王旭赶紧灰溜溜的跑出了办公室。七杀我也。王旭自然是没胆子去找卓越，他只是想发泄一下情绪。突然脑子里灵光一现，立刻动身就朝着学校的科研小组实验室去了。我倒要看看刘雨辰在干嘛。没一会儿就偷偷摸摸来到了科研小组实验室，隐隐约约就听见里面的欢笑声。仔细一听就听见了刘雨辰的声音，还发现刘雨辰和一堆男女围坐在桌前议论纷纷，而且那几个男的说话的时候还一直在瞧刘雨辰。王旭一看顿时咬牙切齿，你们这些混蛋竟然敢用这么色眯眯的眼神看我未来媳妇。王旭见刘雨辰跟男的说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挺开心的样子，而且越说越兴奋，就感觉好像是找到了知音似的。一看到这儿，王旭心里面就不是滋味，有种强烈的挫败感。过一会儿，王旭就回到了教室，自然是满脸愁容，一脸颓废的模样。不能眼睁睁看着刘雨辰这么渐行渐远，错过了机会，可不一定会有第二次了。王旭脑海中闪过很多的想法，比如把科研小组所有人的电脑和手机全部都黑了，以此来威胁这些人，不准随便靠近刘雨辰。可是突然觉得这类办法太形太可靠，王旭果断放弃。一连闯了这么多次祸，王旭觉得自己要是再不长记性的话，真会被老卓亲自送进去。只要脸皮厚，在哪混不开。为了刘雨辰，我豁出去了。
次日，刘雨辰正在科学小组里面和其他人正在讨论的时候，就见王旭拎着一大堆零食和饮料走了进来，一群人都愣住了。同学，你谁呀？刘雨辰看到王旭来了，小脸顿时一阵古怪。王旭，你来这干嘛？这不看你们这些天做实验做的挺累的，我给你们买点东西。王旭赶紧拿着零食和饮料就走到了桌前。来，别客气，随便吃，随便喝，不够我再去买。众人哪好意思碰王旭的东西，都纷纷拒绝。用不着客气，我叫王旭，是刘雨辰的好朋友。这段时间刘雨辰受你们照顾了，我这个做朋友的特地过来表示感谢。刘雨辰哪不知道王旭的心思，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怎么有人脸皮能这么厚啊？好了，东西我们就收下了。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快回去上课吧，不然待会儿老周收拾你。行，嘿嘿，那我就走了。王旭咧嘴笑着就退出了实验室。等王旭一走，高三的学姐们自然是神色有些怪异的望向了刘雨辰。你们班的是人还挺热情的吗？别管他，刚才说到哪了呀？刘雨辰赶紧跟着众人继续聊了起来。这一晃眼就到了中午放学，众人正准备吃饭去了，结果王旭就拎着一大堆的餐盒又跑了进来。来，我看你们都没时间吃饭，所以我就主动给你们买饭去了，千万别跟我客气。王旭把餐盒一放桌上，也不多话，扭头就走。众人看着桌上的餐盒面面相觑，又是不约而同的望向的刘雨辰。大家又不傻，哪不知道王旭这么表现是为了什么？所以雨辰，这饭我们是吃啊，还是不吃啊？吃啊，不然多浪费。等吃完饭后，他们就继续讨论之前的项目。现在众人在做的项目都还是起步阶段，可是等刘雨辰来了之后，这个进度就加快了数倍。现如今各个模块都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测试了。话说数据测试阶段的话，咱们恐怕得去找老师帮忙了，毕竟学校没有相关的仪器和设备。测试这个事情倒是可以交给王旭，买饭的那位来解决。啊？他家有专业的仪器和设备吗？没有，不过他电脑玩得非常厉害。我们这个数据测试的数据量并不大，他应该能够应付得来。众人一愣，这时王旭突然走了过来。有人在叫我吗？你没走啊？没呀，我也要吃饭啊，所以我就在门外吃了呀，是不是要我帮忙？刘雨辰一阵哭笑不得，虽然觉得王旭很烦人，但他怎么也讨厌不起来。确实是需要你帮忙。你们刚才说的数据测试交给我就行了，我现在就去拿我的电脑去。王旭扭头就赶紧出去，没一会儿就背着包走了回来，包都被塞得满满的。电脑拿出来之后，然后又拎着书包跑出去了，扭头回来又拿了2台笔记本过来，给众人瞧得一愣一愣的。我怕一台电脑顶不住，所以就把我藏在班里的所有的笔记本都给拿过来了，应该是足够的。科研小组可谓是头一次开了眼了。紧接着，王旭把所有的电脑一开，当场就给他们写了个全新的模拟测试程序出来，然后录入了数据之后，就把这些数据分做了5个单元独立计算，就忙活了半小时，所有的数据都测算了出来。众人互相交换着眼神，都能看到对方眼神之中的惊愕，大概之前对高1、7班的认知一下子就被推翻了。与此同时，学校食堂里，曹云锦和杨天宇正在吃饭，这会儿樊坤几个体育生也走了过来。樊芷音，你们干嘛去了？怎么这会儿才来吃饭？别提了，这不今天下了课我们就打算去打台球吗？玩得好好的，林东升他们也来了，在那里阴阳怪气的。本来也懒得搭理他们，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偏偏这些家伙说话就气人，打个台球就一天到晚在那里瞎逼逼，差点就打起来了。他说什么了？还能说什么？就是说我们打个桌球水平那么了，也好意思过来打桌球，丢人现眼的。曹云锦和杨天宇都是眉头一皱，他们跟林东升那一伙早就矛盾不小了。刚开学不到1个月的时候，双方就因为抢篮球场地打了起来，就因为这事情挨了学校的处分。毕竟双方都不是什么善茬，反正只要一见面就是火药味十足。然后呢？我们不服气就跟他们打台球呗，结果输了，没打过。奶奶的，太丢人了，差点就被对方给剃光头了，好多女生都在瞧着，这次是丢人丢到家了。这我可帮不了你们，我台球技术也挺烂的。别看我压根就不会打，想帮你们找回场子，我也是有心无力，要找就只能找峰哥去，毕竟你们的台球都是他教的。那峰哥呢？跟徐天浩一块在楼顶的，不知道在干嘛，咱们过去找一趟吧。很快一行人就在楼顶找到了周峰和徐天浩，2个人眺望着远方的夕阳落下，享受着下午难得的静谧。峰哥，周峰看着樊坤几人一脸不爽的表情，有些疑惑，怎么了？找你有点事儿。几人看了一眼一旁的徐天浩，示意周峰跟他们去一边说。徐天浩只是微微一笑，并未多言。随后，周峰起身跟着众人来到了一边，樊坤3人就赶紧把这事情仔仔细细的说了一遍。周峰听完，忍不住一阵苦笑：“峰哥，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没招他惹他，莫名其妙就开始羞辱人。你不知道他说话说的有多难听，太气人了。我们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打了几场台球。”这实际上就是周峰跟林东升之间的矛盾。毕竟当初抢篮球场地的时候，就是他先跟林东升吵起来的，甚至还是他先动的手，然后2帮人才打起来的。现在回想一番当初的场景，周峰只觉得自己真的是幼稚无比。之前因为一直和林东升一伙人没什么交集，所以渐渐就淡忘了。现在既然碰上了，那么这事情也该有个解决。我知道了，他们现在还在台球是吗？应该还在。
走，去一趟吧。这事情确实是该有个了结了。周峰回到座椅上，拿回他的背包。一旁的徐天浩看了周峰一眼，一点小事而已，行吧。随后，周峰跟着樊坤等人走了，直奔台球室的方向。他遭人辱骂，却没有一丝怒意，不仅一脸平静，甚至还觉得可笑。紧接着，他又拿了一根台球杆打量着，依旧懒得搭理辱骂他的等人。见周峰一直没吭声，林东升更是讥笑连连。周峰怎么不叫两声我听听啊？是不是害怕了？周峰依然没吭声，而是抬头一脸淡漠地望向了众人，那眼神就好像在看一群傻子一样。本来还在嘲笑周峰的众人，看见周峰摆出这么一副脸色，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他们从那眼神之中看到了蔑视、鄙夷、可怜，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赌一场吧。林东升一看周峰这平静沉稳的表情就火大，你在这跟我装什么？不敢赌吗？操，周峰，你嚣张个屁啊！赌就赌，规则你们定，想打几场都可以。我只是想给这件事情做个了结。赌大的算了，不能赌太大，赌小点的吧。赌什么？多的不赌，就赌一只手。当然，你要是乐意的话，咱们赌命也可以。台球室里面一下子陷入了死寂。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嘴里面说出来，大家肯定以为是在开玩笑。可是从周峰嘴里面说出来，完全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别说是林东升等人吓了一跳，就连曹云锦等人听了也是头皮一麻，一时间竟是没人敢出声。哼，开个玩笑，大家不要紧张。这样，这张卡里面有30万，密码6个1，我要是输了，就归你们了，随便怎么用。林东升瞄了一眼银行卡，自然知道周峰家里面有钱，也不怀疑。那我们要是输了呢？你们要是输了，以后大家各走各的路。本来我们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以后大家各走各的，我也没心思陪你们在这里过家家。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吧？听见了，听见了。那怎么打？随便。那就不需要讲什么规则了，也不分球，看谁进的球多谁就赢了。行，谁先开杆？让你先来，一把定输赢。周峰拎着台球杆来到了桌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台球桌上。开始吧。周峰扫了一眼，对准了白球，随意的一杆打出。这白球刚打出去，却见周峰随手把台球杆一放，一转身就跟曹云锦等人说道：“走了，回去上课了。”众人都还没回过神来，却见周峰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曹云锦等人愣在原地，下意识的朝着台球桌望了过去。这会儿球已经被打散，还在桌子上不断的滚动，陆陆续续的进了好几颗球以后，桌面上的球才停了下来。这桌上算白球一共16颗球，杨天宇一数不多不少，桌上正好7颗球，整个台球室再次陷入了死一般寂静。与此同时，许超突然来找到卓越。老卓，你能把我弄进去江南农业研究所吗？我让我妈找过关系了，结果人家不让。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江南农业研究所我肯定是没办法给你弄进去的。不过咱们学校的生物实验室你有没有兴趣？最起码基础的设备是有的，你就将就着玩一玩，怎么样？许超想了想，觉着也不是不行，主要是他实在是手痒。那行吧，先凑合凑合。要求还挺高，有就不错了。你小子还敢嫌弃？嘿嘿，不嫌弃不嫌弃。先回教室吧，等有消息了我会告诉你的。好，好。许超赶紧屁颠屁颠的跑回教室去了。卓越也没耽搁时间，正好没课，赶紧就跑去找生物教研组的组长去了。结果不让见，生物教研组组长是个女的，平日理科死板那种，非常不讨人喜欢。卓越说了半天，这组长似乎是不耐烦了。说了不借就是不借，我这是按照规定办事。你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那么多废话？借出去了，要是出了什么事情，那可是我要担责的。看到这生物教研组的组长态度如此强硬，一点都不通情达理，甚至还摆出脸色来了，卓越心里面自然也有些不痛快。不借就不借嘛，用得着摆脸色吗？招你惹你了？这要是换做之前，卓越早就直接开始试教育技巧了。可是想了想，人家还真没做错什么。做人得学会换位思考的。卓越立刻朝着教室走去，没一会就把徐天浩带到了生物教研组的组长面前。2分半后，生物教研组的秦组长一脸微笑着把钥匙递给了卓越。小卓，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不需要客气。好的，好的，谢谢秦组长。走吧，天浩。卓越把钥匙交给了许超之后，自是千叮咛万嘱咐：你用实验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注意不要把设备给弄坏了。好的，我知道了。还有，如果你以后真弄出来了什么研究成果的话，记住一定要感谢秦老师，人家可是排除万难才愿意把钥匙借给我的，出了事情他可是要担责的。一定的。夜晚，田潇家中，田潇的父母听着楼底下传来的动静，自是面面相觑。老公，咱家宝宝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劲啊？现在当明星还需要打沙袋、学扔手雷吗？现在的女明星都在健身。哦，对了，不都说什么马甲线马甲线的吗？她肯定是想练出来马甲线什么的吧？练马甲线，那里面好多东西我看着都不太对劲。那么大的沙袋也就算了，哑铃什么的都有，还有什么匕首，这些跟练马甲线有什么关系啊？哦，我知道了。什么？咱闺女肯定是想变成那种武打女明星，或者是那一种军事题材的女主角之类的，就好像我之前看的那部什么特种兵之火凤凰，里面不都全是女的吗？这么一解释，夏氏还觉得挺合理的，挺符合田潇的思路。不过我估摸着她也就是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几天的，过些天肯定就消停下来了。那她要是一直这么折腾呢？
那不更好？他如果能坚持，就距离梦想更近一步，咱们就应该更支持他啊。也是。给你说个笑话。啥？我昨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装蒜，说要做500个俯卧撑才睡觉，一边做还一边数着487。就他那小胳膊小腿的，最多5个，肯定是怕咱们笑话他，哈哈哈！这小妮子说话也不打草稿，还500个俯卧撑，他还以为他是特种兵啊。次日，曹云锦就来到办公室找到卓越。老卓，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说吧。我上次不是去参观警犬训练基地了吗？因为我的表现很好，他们就问我想不想保送警校。说完，曹云锦脸上还不由得露出几分得意的表情。保送哪个警校？其实早在之前，卓越就想过曹云锦的表现很可能引来对方的注意，只是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大方，还真的去帮忙要保送的名额了。云锦，老卓怎么样？的确是个好消息，那你是怎么想的呢？看到卓越一脸的平静，曹云锦忍不住有些郁闷。老卓，你不替我高兴吗？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激动的样子？又不是我保送，我激动个什么？再说你这保送到底是特招还是需要考试那种？你什么都不说清楚，我高兴个什么？嘿嘿，我今天早上才接到电话的，他们说帮我争取到了一个云锦的保送名额，我都还没来得及跟我爸妈说呢，就先告诉你了。具体的是什么情况还没问。这小子可能只知道保送2个字，却不知道保送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没办法，卓越就找曹云锦要了林自栋的电话，很快就联系上了。林自栋这边的确是争取到了云锦的保送名额，而且是免试特招，并且由江南训练基地承担所有的学杂费和生活费，但是定向的保送，相当于如果曹云锦选择了对方的保送名额，就得去云锦学习警犬技术这一门专业，毕业之后就会直接进入江南警犬训练基地入职。卓越对此还是稍稍有些意见的，毕竟这种定向保送相比较于其他的保送方式，自然是约束力极强。你是怎么想的？我当然想去了。曹云锦看卓越的脸色不对劲，心里有些发慌。老卓怎么了？是不是里面有坑啊？说不上是坑，只是这种定向保送的方式并不是太自由，而且一旦你签了协议，以后可是得在江南警犬训练基地待10年的。老师给你一个建议，你最好还是跟你的父母商量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走这条路，那就跟对方商量商量，把这个时间减少一些。10年这个期限太长了，老师自然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甚至能够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但前提条件是你是真正的去热爱这份职业，而不是被逼无奈才选择的这条路，懂我的意思吗？是，我明白。这事情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等把所有事情确定下来以后再说。可是我跟峰哥已经说了。周峰知道了没事儿，其他人不要说就行了。好。人怎么也没想到，只是在上课时走了2次神，就被他的2个学生发现了他心里的秘密。老卓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妙啊。我从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自责和懊悔的情绪。李一阳今天没来上课，能让老卓这么烦躁的，只有可能是李一阳出了大事，而且是老卓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恐怕是牢狱之灾。原来就在刚刚，卓越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正好是上次跳楼事件那位民警打过来的，说是李一阳昨晚上喝了酒聚众闹事，把人家店给砸了，还用碎玻璃把人家老板捅了一下，昨晚上从急救室里面抢救回来的，情况很是严重，目前已经把李一阳羁押了。卓越听完气得咬牙切齿，一时间难受无比，这才导致他上课一直走神。下课后赶紧再次联系龙警官了解情况。龙哥，这事情很严重吧？当然严重，这可是刑事案件，故意伤人，只是我没有想到这竟然真是你的学生。龙哥，现在是打算怎么处置啊？正在调查呢，按照目前的监控来看，的确是李一阳动的手，但是整个事情的起因经过还有好几处疑点，具体的我不能透露。总之后面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通知你的。好。挂断电话后，卓越气的是咬牙切齿，他也不是没有法律常识，对方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肯定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算是未成年，也照样如此。气愤过后，卓越心里面就全部都是自责了。如果我狠一点，让徐天浩把所有人都给全部先教育一遍，不去顾及学生们的感受的话，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不过这事情也为卓越提了个醒，为了不让学生们重蹈覆辙，再次上演李一阳的悲剧，卓越已经决定让徐天浩给7班的其他人都教育一遍。现如今徐天浩的能力已经是掌控自如，连威力都能够控制。等上课的时候，卓越就开始物色接下来要教育的对象。可是当卓越开启了教师之眼以后，马上就发现了异常，7班所有人的德行都在80以上。卓越陡然间就惊醒过来，绝对是徐天浩，不然德行不可能长这么多。而且这还不是1个人2个人，而是全班的学生都是德行异常偏高。也就在这一刻，卓越突然间意识到了一点，不对啊，徐天浩那可是雨露均沾，肯定没有放过李一阳。那按理来说，李一阳的德行应该也是偏高的，应该不会主动惹事的。卓越思来想去，就决定去派出所一趟。下课后，卓越第一时间来到了派出所，先找到了龙警官。因为还在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所以李一阳暂时还在羁押状态。好在因为有着龙警官这一层关系，很快就见到了李一阳。这小子坐在羁押室里面，低着头沉默不语，听见了动静才仰起头来，瞧见是卓越来了，稍稍一愣，又把头给低了下去，一声不吭。果然，李一阳绝对是受到了徐天浩的特别关照，这德行都快赶上升星过后的学生了。小周，半小时。是，谢谢龙哥。还记得昨晚上怎么回事吗？
记不太清楚了，喝的太多。说着，李阳忽然抬头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口。怎么了？我真的没想伤人，老师，我真的不想坐牢啊。现在说这些还有个屁用？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哭可不管用。黎阳强忍着泪水，没让自己哭出声来，低着头一副懊悔无比的模样。卓越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监控上虽然有不少的疑点，但黎阳故意伤人的事实是存在的，难搞。就目前卓越所掌握到的情报来看，黎阳就是因为和老板发生了口角之后才动手的。不过龙警官还是小小的透露了一句话，说老板是一位看起来很壮硕的中年男子，并且动手的时候在监控盲区只看得到背面。这一句话之中蕴含的信息量可不少。黎阳长得可不高壮，力气肯定没对方的大，这本身就很不对劲。你在这里好好反思反思吧。你如果真的有罪，法律自然不会放过你的，但如果你真的被冤枉了，法律自然也会还你一个清白。卓越转身就走了出去，跟龙警官碰了面之后就问了一嘴那老板的情况。已经醒了，具体的没办法跟你细说，反正我是觉得有问题。然后李一阳的家长也亲自过去道歉了，提出了2000万和解，但是那老板就是不愿意和解。2000万都不和解？我处理了这么多案子，这也是我第一次瞧见这么高的赔偿金额，反正我是有些不理解，2000万的赔偿怎么也该和解了，反正换我肯定是乐意的。他是嫌少？应该不是，可是从他的证词里面又没感受得到他有多少恨意。我们现在都还在查线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是，龙哥，再求你一件事情，能不能告诉我那老板现在住哪家医院？你问这个干嘛？我过去看一看。再怎么说李一阳都是我的学生，我这个做老师的也有教育不当的责任。你这个老师做的倒是真有心了，我正好要过去，你跟我一块去吧。好。没多久，二人就来到了第一人民医院。龙警官带着卓越进了病房，就见一个身材看起来比较壮硕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面色还有些苍白。感觉怎么样了？还好，这位是。你好，我是李一阳的老师，实在抱歉，发生了这种事情，作为老师，我也十分惭愧。没事，这跟你做老师的没多大关系，毕竟哪个班里总有那么几个老鼠似的，你倒是有心了。刚说完，就有护士走了进来给对方送药。卓越和龙警官出了病房。龙哥，怎么就他一个人？他家里人呢？没来照顾他吗？前些日子他老婆带着女儿刚回娘家去了，我们已经打电话问过了，过2天才会回来。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要不你来做警察吧？我就这么随口一说。你猜对了，我们也觉得太巧合了，所以正在查呢，暂时是还没有什么消息。等护士换好了药，龙警官就准备进去做笔录，让卓越回避一下。龙哥，我就跟他说一句。行，那你先进去吧。谢谢。走进病房后，卓越目光稍稍一凛，开启了史诗教育技巧。做人要行得正，坐得端，否则就会自食恶果，良心也会一辈子受到谴责，你说对不对？见对方的表情逐渐变化，卓越面无表情的转身走出了病房。等龙警官再走进病房的时候，对方已经是满脸的惭愧了。龙警官啊，我错了。龙警官拿着笔，一脸懵地望着对方。卓越听见病房里面隐隐约约传来的哭声，侧着耳朵在偷听。原来这酒吧的老板是被迫的，女儿和老婆都在别人手里，如果不按照对方的吩咐做，对方就会弄他老婆和女儿。绑架者是姓霍的艺人，似乎是跟李一阳家有经济纠纷。酒吧老板设局陷害，趁着李一阳喝醉酒的时候，把碎玻璃塞在李一阳手里面往自己肚子上捅的。至于姓霍的是想要报复李一阳家，还是以此为筹码要挟李家，就不得而知了。龙警官得知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也是没想到竟然牵扯到了绑架案，赶紧第一时间上报。当天下午，警方通过电话定位到了老板老婆和女儿的位置，第一时间组织营救，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霍某。同僚们自然是对龙警官大为佩服。龙哥厉害啊，竟然让那老板主动开了口，你怎么问出来的呀？我还没开口呢，他自己说出来的，我现在都还有些懵呢。好在这事情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只当是老板良心未泯，又担心老婆孩子出事，所以主动交代了。当天晚上，李一阳就被无罪释放了，被他的老爹接回家去了。次日，孙子阳的升星卡已经凑齐了，卓越决定给孙子阳升星了，希望是个正常的天赋。是否耗费687万教学点为孙子阳进行升星？不是哥们，600多万的教学点，之前许超升星也就170多万的教学点，出了个 B 级的赌术天赋，孙子阳是许超的3倍有余，这最起码也是 A 级天赋。是。恭喜孙子阳已成功晋升为1星孙子阳，属性得到了大幅度加强，激活原生天赋便获得了被动技能。天赋 B 级文学 A 级水性未激活，被动水精灵，水中活动速度大幅度提升。系统解释一下。水性即对水元素有着超乎寻常的亲和力和感知力，属于特殊天赋，且等级较高，由水元素亲和进化而来。好家伙，孙子阳进化成浪里小白龙，这个好像只能做游泳运动员了吧？系统做下职业规划。方向1，游泳运动方向，适配度100%。方向2，水下勘探方向，适配度100%。方向
23，水源清洁方向适配度100%，方向24，水灾预警方向适配度100%。卓越听得满脸吃惊，足足有24种方向，而且全部都是适配度100%，这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学生之中拥有方向最多的一人，但是也把卓越的选择困难症给逼出来了，每一种都有极大的发展前途。算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孙子阳自己去决定得了，不管哪个方向都不错。这种情况下，只需要等孙子阳把天赋激活就行，而且这个天赋我觉得应该是最安全的天赋了。馒头加上一粒咸菜，就是女人一天的口粮，而且她不仅每天要打6分工，甚至还有一家5口等着她来养活。卓越看着桌上的馒头咸菜，也是有些心酸。他平时就吃这些，我每一次来，他就坐在这桌上，一手拿着馒头，桌上搁着咸菜，就这么吃的。你说让人心疼不心疼？他爸妈走的早，家里面就一个奶奶，3个妹妹，1个弟弟，最大的才6岁。他也是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了。前段时间他奶奶病了，现在都在医院住着。我找你借钱就是为了给他奶奶治病的。卓越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今天早上卓越刚给孙子阳生完心，赵一舟就打来电话说谈女朋友了要借钱。现在骗子太狡猾了，卓越怕赵一舟没脑子，就决定见到人再决定借不借。过了一会，饭已经做好了，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素菜，但是手艺确实挺好，味道很不错。3个人坐了下来，就边吃边聊。卓越也问了问卢梅的情况，也才刚刚20岁，一听心里面就更不是滋味了。他20岁还在学校里面无忧无虑的，卢梅已经要照顾一大家子人了。因为卢梅还要上班，所以这饭没吃多久，即便隔着有点远，卢梅都是一直走过去的，连小黄车都舍不得骑。老张，虽然这话有些难听，不过你想说我家里面肯定不会同意的，对吧？而且我要是真跟他在一块了，以后这生活压力肯定不小，对吧？反正你自己想清楚了就行。我是觉得人的确不错，有孝心，而且也有担当。你刚给我打电话借钱的时候，我怕你被骗，现在见到人了，心也放下了。他在超市上班，那1个月多少？3000左右，而且最近生意都不大好。他这人也不太会说话，说不准哪天这工作就没了。毕竟他也没什么学历，实在是不太好找工作。就这点工资也不够养活家里人呀，整天在找零工。他奶奶现在又住院了，弟弟妹妹也是给邻居带着。前2天他跟我说要回老家去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算了，不提这些了。老卓，我就问你一句话，一生爸爸能借多少钱？一生爷爷又能借多少钱？我又没说不借，他奶奶那里治病要花多少？最起码还得交4、5千。病得严重吗？不算太严重，老毛病了。真严重的话，也不是这点钱就能摆平的了。之前找你借的钱我可没乱花，都给卢梅了，他也不好意思要，都是我硬塞给他的。行，这钱我借给你，不过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这个我早就想过了，打小工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所以我琢磨着在咱们学校附近开一家快餐店。卢梅的手艺你也尝过了，味道不错吧？确实可以，不过这要开店的话，那可得花不少钱。赵一舟一脸你懂得的眼神落在了卓越的身上。你这家伙可真是有够不要脸的。自家兄弟嘛，又不是不还你，大不了我把工资卡给你。你也知道我爸妈那脾气，肯定是不会给我钱的。而且这事情他们恐怕是不会同意的。你看你兄弟媳妇儿不可怜吗？好家伙，你这都还没交往呢，就直接喊媳妇了。迟早的事儿，反正我看见卢梅的第一眼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我未来媳妇儿了，跑不了的。这话卓越真信了，毕竟就赵一舟这种没脸没皮的，也会讨女孩子欢心。卢梅怕是逃不了赵一舟的魔爪了，主要是赵一舟人也心善。我现在手里面最多就只能拿出来5万块钱，这还是算上了刚才说借你的5千。够了，我这还能借10万。你从哪借？贷款啊，我之前咨询过了，信用贷最多就可以贷30万，而且利息也不高，我贷个10万压力不算太大。那你可真下血本，咱们学校附近的铺面那个挺贵的，1年租金最起码也得7、8万，而且你盘下了铺面，得装修吧，得置办东西吧。且不说这些，卢梅答应了没有？你别连问都没问就帮人家做决定啊！我之前跟他提过，他倒是有想法，不过他怕赔本，而且他感觉他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到时候根本就没钱还，也怕到时候成了我的累赘，所以这事情他就给拒绝了。你还是先商量商量，做思想工作。他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把钱借给你。一看赵一舟欲言又止的模样，卓越就知道怎么回事。少矫情，感情归感情，亲兄弟都得明算账，钱借了给你还是得还的。反正做兄弟的只能帮你到这份上了，以后你真要是跟卢梅走一块了，好好对人家就行，以后少拈花惹草的。这你大可以放心。等回到了职工宿舍之后，卓越就陷入了沉默。万万没有想到赵一舟竟然真的找到了女朋友，而且还极有可能是未来媳妇。这不科学呀！卓越犹豫了很久，准备抽奖。我献祭我自己50年50天的单身。几天后，赵一舟显然跟卢梅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卢梅也答应了这事儿。赵一舟二话不说就去申请了贷款，拿到钱之后又找卓越借了5万，3个人就抽时间在学校附近逛了一圈，还算是运气不错，正好找到了一家店面转让的饭店，东西倒是置办的比较齐，而且租金也还有半年，反正讨价还价了一下午，最后用10万块钱把店铺盘了下来。
感觉这环境还得重新弄一下吧，重新装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不我们俩重新搞一搞装修，自己来弄的话，肯定要便宜好多。你会啊？我可从来没搞过这些。小时候我可真没少干，我爸可从来没让我闲过，做什么都要把我给带上，技多不压身嘛。这么说，你的动手能力倒是一直挺强的，反正我听你安排。经过2周的时间过去，卓越也是终于把店铺给装修完了。赵一周倒是一点忙都没帮上。等赵一周和卢梅看完之后，惊叹连连，完全想不到这是卓越一个人搞出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请了什么多高端的装修设计团队过来的。如今万事俱备，直接就打开门开始做生意。别说这一开张还真是有不少人路过，而且人还不少。然而压根就没有人进来吃饭，大多都是指指点点一番之后就走了。你看吧，谁让你装修的这么高级，都没有人敢来消费了。赵一周倒是一语中的，因为卓越的装修风格实在是太高级了一些，平民老百姓哪敢随便进去消费，而且菜单也写在墙上，不知情的人肯定以为里面的饭菜随便一样都要好几百块钱那种。我的错，抱歉，当时净想着装修的事情，就想着怎么漂亮怎么来，完全忘记这是个快餐店了。那接下来咋办？话音刚落，邓思佳和刘雨辰等一众舞蹈生就走了过来，结果一群舞蹈生就一脸懵逼的站在路边看着幸福小灶。咱们没走错吧？应该是没错。老卓说这里不就是卖个盖饭炒饭吗？啊，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卖盖饭炒饭的样子呀。他们只是1个星期没来过，直接就认不出来。要不是眼尖瞧见的卓越和赵一周正在门口说话，还真以为是到了某家高级餐厅的门口。老卓，我们过来捧场了。来，你们可是第一批客人，里边请。赵一周赶紧带着邓思佳一行人就走了进去，自然又是一阵阵的惊叹声。赵老师，这真是老卓自己一个人装修的？不是，怎么样啊？这是花了多少钱啊？就1万左右吧。1万。邓思佳等人全懵了，回过神来，冯倩立马扭头望向了卓越。老卓，我这有1万块钱，你帮我家重新装修一遍吧。老周，我给你15000，我给2万，你把我卧室装修成这个模样就行了。一边玩去。很快消息就被邓思佳等人扩散了出去。一听幸福小灶开业了，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赶来捧场。不过没有意外的是，所有人都在门口愣了半天才进去，差点以为是走错了。本来还有些冷清的幸福小灶，很快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唯有许超一个人坐在门口处，一脸宠溺的看着那卓越栽下去的一堆绿植。果然有了人气之后，生意很快就上门来了。路过的行人们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里面，自是一脸好奇的走了进来。一看环境这么高级，却是卖着炒饭盖饭，而且价格也不贵，自是愿意留下来吃一餐。周一早上，副校长和助理在学校巡查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吴明正坐在椅子上看书。然后副校瞧见吴明竟然在那看《华夏政治的智慧》这本书，就挺好奇的，毕竟这种书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喜欢看的东西。于是他打算上去问问。男人怎么也没想到，只是跟学生说了2句话，身为副校长的他就被骂出了心脏病，当场昏倒进入医院。很快卓越也接到了学校的电话。小卓，出大事了！主任，怎么了？副校长住院了，被你们班的学生给弄进去的。什么？快跟我碰面，去医院。不应该啊！现在7班的小家伙们那么老实。卓越来不及多想，赶紧和主任碰了头，朝着医院赶了过去。这路上卓越就赶紧问怎么回事，孙主任也是一头雾水，不了解什么情况，说是副校长助理打电话过来，反正语气很不好。卓越脸色不免有些难看，心里面自然是在寻思到底是哪个小家伙惹的祸。榜一大哥和徐天浩这2人绝对不会闯祸。王旭这小子最近挺老实的，其他人的话……卓越眼睛稍稍一眯，心里面很快就有了猜测。不一会，2人就赶到了医院。助理姓柯，是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见到了卓越和孙主任，就摆着一副没好气的神色。卓老师，你的学生可真是有能耐啊！柯助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还能是怎么一回事？目无尊长，大庭广众之下竟然顶嘴，你这老师怎么教的？尊师重道都学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平时上课都教什么东西了？老柯，你这话就说得过分了。7班原来什么样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卓现在把7班管教的挺好，何况什么情况你也不说清楚，上来就骂人，这可不对。大概也是气头上了，柯助理缓过劲来，也知道自己这话说的有些重了。卓老师，刚才话说的有些重了，你别放在心上，就是你们班的学生实在是过分，让他别说了，还喋喋不休。副校长本来就有心脏病。卓越倒是没那么大火气，知道柯助理平时待人不错，尤其是他刚来学校的时候，那可是柯助理亲自领着熟悉校园的，还算是熟人。柯助理，我那个学生是不是叫吴明啊？对，就叫吴明。那没错了，这小子上次差点把政治老师对到医院去了。本以为法学天赋的吴明应该是7班目前最正常的学生了，现在一看是我想太多了，这小子缺心眼啊，怎么就这么喜欢对人呢？差不多就得了，干嘛非要逮着人就往医院怼？副校情况怎么样了？还好，现在只是昏迷。卓老师，这次的事件影响可谓是恶劣，这个叫吴明的学生态度可真是相当恶劣。你是没亲眼瞧见你那学生什么态度？见了老师站着都没正形，还插着腰包，想想我就来气，把副校长对的当场昏过去了。那么多学生看着，以后副校长还怎么见人？
原来是早上副校和科助理在学校巡查的时候，正好碰见了吴明正在看书，然后副校瞧见吴明竟然在那看《华夏政治的智慧》这本书，就挺好奇的，毕竟这种书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喜欢看的东西，于是就上去跟吴明说话。同学，你看得懂吗？吴明一听这话就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作为老师，这样问学生似乎有失分寸吧？这一下子把副校给整懵了，他这话可一点恶意都没有，就随口问了一句而已，知道是吴明误会了，就赶忙解释说他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既然你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欠妥，为什么要这么开口？是觉得你作为副校长自身就高人一等，觉得人家不会跟你计较吗？还是你本身就没有拿学生当回事，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你这样置学生的尊严于何地？副校自然是想解释，然而吴明越说越来劲。科助理一看情况不对劲，赶紧制止让吴明别说了。这一句话好像又把吴明给惹毛了，连科助理也跟着一起对了。偏偏这会儿还有不少学生围观，而副校和科助理就这么被吴明给对了10来分钟，一句话都不知道该怎么反驳。然后副校长当场昏倒过去，接着就被送到医院了。卓越听完头都大了，科助理现在一回想起来当时那个场面，瞬间火气又上来了。估摸着长这么大，头一次被学生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心里面不知道得多憋屈。事情发展成这样，卓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求助的望了一眼孙主任。老柯，这事情还是等副校醒过来再做决定吧，先不着急。说着就赶紧把科助理拉到了一边做思想工作。好半天，副校终于是醒过来了，看着身边的卓越和孙主任，无奈的叹了口气，大概也是觉着挺丢人的，都快退休的人了，愣是被一个学生给对到这份上。小卓，那是你学生啊？是的，挺好，逻辑严谨，反应灵敏，气势如虹，句句诛心，是个相当厉害的苗子。咋还夸上了？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绝非池中物，我已经好多年没被人对得哑口无言过了。啊，这你不会是个受虐狂吧？副校，这学生实在是有些不尊重师长了。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人家学生说的还真没错，我那一开口就欠妥，他反驳的有理有据，确实是我该反思了。科助理猛了一下，果断闭上了嘴巴。小卓，那学生叫无名是不是？是，副校。我还真没想到7班还有这种人才，小年纪就有这种思路和口才，相当厉害。问问他想不想参加西南3省的青少年辩论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可从来没进过前10，这小子一去，不说第1，前3绝对没什么问题。你告诉他，只要他能拿第1，我直接送他去西南政大，学费什么的都全免了。他要是能把全国青少年辩论赛的冠军给我拿过来，你跟他说，这全国政治类大学，他想上哪一个就哪一个，我给他跑腿。华夏政大我也有同学，都没有问题。卓越听得脑瓜子都嗡嗡的，怎么也没想到对人都能对个保送出来。好，副校，我一定将你的话传达给他。尽快，这西南3省的青少年辩论赛可要开始了。是。等人一走，科助里面无表情，心里面却是暗暗撇嘴。他可知道副校到底什么德行，反正心胸肯定没那么豁达，就是单纯不想丢人而已。卓越回到了学校之后，第一时间把吴明给喊到了办公室。吴明双手抱胸，一进来就气势逼人。站好，手拿出来好好放着，站没站样？吴明赶紧把手放了下去，老老实实的站着。最近这2天，你自己说有没有闯祸？没有闯祸，那副校长是怎么住院的？吴明一听，心里面自是不屑，一群渣渣，对不过就找我班主任是不是？副校长有不过这点能耐了，咋不说话？无话可说。无名，什么态度？老师问你话没听见？老卓，我只是觉得这种小事就不需要劳烦你了，我自己能摆平，你不用担心。谁不服气，你来找我，我帮你对回去。话音刚落，一种熟悉的恐惧感突然让无名遍体生寒，让无名顿时一哆嗦。不用教师霸气，还治不了你了是吧？真是的，稍不留神就给我惹事。无名，你觉得你很能耐是不是？对天对地对空气，爱谁跟谁急眼是不是？你咋不去动物园对老虎狮子去？有本事你把老虎狮子对医院去啊！对，我错了。说哪错了？下次我收着点，不把人对医院去。我跟你说的是这个问题吗？现在是你的认知问题。你看看你这一段时间，连对了3个老师，人家根本就对你没什么恶意，干嘛非要逮着人就不放？你是在彰显自己的口才了的吗？来，你现在对我一句试试，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你这种性子很容易出事的，知不知道？这幸好是在学校里，老师们还惯着你，不会跟你斤斤计较。这以后要是进了社会，看别人惯不惯着你，遇上个脾气暴的，你不被打才是怪事。老师是为你好，以后性子收敛一些，没必要针锋相对，做人要随和一点，该谦让就谦让，没必要跟人家死磕，差不多就得了。做人要留一线，知道了没？知道了。回去写一份检讨，字数不限，态度要诚恳。如果没让我看到你的态度，我让徐天浩亲自跟你说。是，我知道了。那现在跟你说另外一码事。还有，我没对其他人了。你这么喜欢对人，刚好就有一个让你对人的平台，怎么样？想去吗？想。卓越把事情一说，又说了让他适可而止，不要把人家往死里怼，差不多就得了。巴拉巴拉又说了一堆，才让无名回教室去了。保送的事情卓越倒是没说，怕无名飘了。
查在抓到犯人后，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正常情况下，犯人被捕之后一定不会直接认罪，甚至把证据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会再狡辩一下。可这次刚抓到犯人，还没开始审讯，就已经开始哭哭啼啼说出自己犯过的罪行了。警察同志，我有罪，我都老实交代，我把我犯过的事情都告诉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审判我，我现在真的太后悔了。原来就在刚刚，浩帮组合第一次合作，汪乐帮负责抓罪犯，徐天浩负责超度罪犯，让罪犯洗心革面。靠着汪乐帮能分辨犯人的天赋，很快他们就盯上了一个刚从超市出来的中年男子。汪乐帮兴奋至极，直接就朝着那中年男子走去，而那中年男子也丝毫没有料到危险已经逼近。虽然看到汪乐帮向他靠近，不过谁会把一个学生看在眼里？等汪乐帮靠近男子之后，突然抱起，一手抓着对方的肩膀，另一手直接拉腿，迅猛无比的把人摁到了地上之后，将对方的手直接绑了起来。紧接着就轮到徐天浩出马了，靠着徐天浩的度化天赋，很快犯人就开始哭哭啼啼起来。此刻的审讯室内，警察同志，我全部都交代。6年前我刚从老家出来江南打工，因为这才7夜，所以就知道抢劫了一对老夫妻，一共抢了78块6。然后当天我去小饭店吃了一餐就花干净了。具体的时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我记得是6年前的4月份，是在国东大道抢的。然后我一看那一对老夫妻没有报警，就更加纵容了。我在江北、江川、江东都抢劫过。有一次因为一个女人反抗太过激烈了，我就捅了她3刀，但是我不知道她是没死。警察同志，我真不是个人啊！这也把审讯的民警都给整懵了。因为汪乐帮的特殊性，基本上江南各大警亭、巡逻点、派出所等等都有汪乐帮的专线，可以不用报警，直接通过专线分配到最近的巡逻点。不过之前汪乐帮抓到人之后，有的喊冤，有的愤怒，有的恨不得把汪乐帮给咬死，龇牙咧嘴的。这还是头一次看到竟然这么配合的，哭哭啼啼的把犯案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经过全部都交代出来了，非常详细，认罪态度极好。而另一边，浩帮组合依旧在寻找目标，才抓了一个人而已。汪乐帮自然是有些不过瘾。天浩，我看时间还早，最起码还能抓2、3个。乐帮，怎么？众生皆苦，你用如此方式拯救众生，大善慈悲。汪乐帮忍不住挠了挠头，竟是被徐天浩夸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了。不过你行事太过于高调，恐生麻烦与猜疑，行事有度，方能平顺。好，以后我就不大庭广众之下抓人了，尽量找没人的地方把人给逮住。甚。嗨，天浩，我就说咱们俩很搭吧。刚刚抓的那个人进了警局之后，肯定把他做的事情全部都给交代清楚了，这样警方就省了很多调查取证的功夫。要不我把你介绍给警方吧，以你的能力侦讯。不必，乐帮，我志不在此。何况比起这般，有一个地方需要我去呢。那日后你自然会知道的。那我也不多问了，走，继续抓人去。次日，卓越给7班上课的时候，发现孙子阳的状态看起来不是太好，感觉精神有些萎靡不振的，明显是昨天晚上熬夜了。这小子干嘛去了？卓越催动教师之眼一瞧，发现孙子阳的状态依旧老样子，天赋并未激活。思来想去，下课后还是把孙子阳给喊了出来。孙子阳，昨晚上熬夜干嘛了？没干嘛，就是失眠睡不着。是不是遇上什么事情了？跟老师我说一说。没什么，就是昨晚上突然失眠，睡不着了而已。老卓，你不用操心，我回去上课了啊。行吧。看着孙子阳离去的背影，都显得有些失魂落魄的。卓越神色自是更加古怪。不过孙子阳既然不告诉他的话，他也没办法逼着问。思来想去，就把徐天浩等人给喊来了办公室。孙子阳看起来心情不大好，你们几个平时在一块玩的，多关心一下，问问是什么事情。行，我们也看出来不对劲了，待会儿下课了我们跟他聊聊。你们几个先回去吧，天浩留下。好的。天浩，这事儿你先别管，如果情况不对的时候，你再去找孙子阳聊一聊。好的，老师，学生知道了。回去上课吧。上课的时候，孙子阳一直看起来心不在焉，失落至极，心里面难受，只因为失恋了。昨天他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就决定和喜欢的人表白。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哪想到对方想都不想就直接拒绝他了。他好不容易心动一次，没想到却被拒绝的这么彻底。昨天晚上，孙子阳彻夜未眠。等下了课，孙子阳也没什么心情，颇为失落的坐在座位上，不知道想些什么。你这看起来心情怎么这么差？出什么事情了吗？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们就别烦我了。说一说呗，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烦恼说出来，大家帮你解决就是了。对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啊。既然不想说那就算了，不过作为兄弟，我可看不下去你这么垂头丧气。这样吧，我忍痛割爱，把我最喜欢的安娜借你几天陪陪你，怎么样？作为兄弟够意思了吧？不必，你自己留着吧。打起精神来呀！那我把我最喜欢的那本《华夏人民共和国刑法》借给你看几天。这你们都送东西，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行了行了，你们用不着安慰我了，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就好。三人面面相觑，看孙子阳都不愿意跟他们说，只好是转身离去，走到了徐天浩跟前。浩哥，他什么都不愿意跟我们说呢，我们也没辙啊。他想说的时候，自然会愿意告诉你们的。现在他的确需要一个人静一静，不要打扰他就是了。好吧。一直等到晚上放学的时候，孙子阳还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浩哥，今天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回去了，我想自己一个人散散步。好，注意安全。孙子阳扭头就自己一个人走了，徐天浩也并未阻止。许超等人自是有些疑惑，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浩哥，他一个人走，不会有事吧？无妨。孙子阳也是漫无目的的走着，结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公园附近，忽然间又不想走了，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唉声叹气。哎，孙子阳，你怎么在这？孙子阳稍稍一愣，就见汪乐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在了跟前，一脸疑惑的望着他。那你怎么在这啊？我瞎逛溜达，你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啊，需要我陪你聊会天吗？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好吧，话刚说到一半，汪乐邦突然脸色猛地一变，双目一凛，立刻撒开腿就朝着某个方向狂奔而去。这是咋了？图从后备箱抬出一个昏迷的男人，又用麻绳将他绑了起来，紧接着又把内裤塞进男人的嘴里，最后抬到江边，用力一甩就把中年男子给扔了下去。确定没有问题吧？没有，我之前已经过来踩过点了，这地方的监控这2天在维修，不会有人发现的。行，走吧，咱们马上就离开江南，半年内不要有任何的联系。明白。然而就这时候，突然窜出来的一道人影，朝着两人迅速逼来。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汪乐邦已经冲到了跟前，纵身一跃便是一道鞭腿甩了过去，砰的一声，当场就有一个人飞了出去，疼得捂着肚子倒地，动弹不得。另外一人陡然间回过神来，扭头就要跑，结果才刚跑没2步，就被汪乐邦给撵了上去，拽着衣服就是直接狠狠摔在了地上，迅速将其双手反锁，又抽出麻绳给捆上了双手和双脚。而之前中了汪乐邦一记鞭腿的人强忍着疼痛，拿着匕首就要捅汪乐邦，结果这还没到汪乐邦跟前，居然身后被人狠狠踹了一脚，当场又趴在了地上。幸好我来得及时，不然你差点被捅了。放心，他捅不着我的。汪乐邦3下5除2把这人又绑了起来。子阳，马上报警，我得下去捞人了。啊，什么意思啊？下面有人吗？孙子阳还在疑惑的时候，就见汪乐邦朝着青门江一头扎了进去。孙子阳赶紧就打了电话报了警，等了差不多30秒左右，就见汪乐邦浮了上来。找到没有？没有，我得换口气。汪乐邦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再次扎入了水里面。孙子阳自然等得颇为焦急，不过就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紧要关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二话不说也一头扎入了水里，准备一起去找人。救命！救命啊！卧槽！救命啊！孙子阳在水面疯狂地扑腾着，也多亏这时候汪乐邦刚刚浮出水面，一看到孙子阳在水面上扑腾着，脸色都变了，赶紧游过去一把就抓住了孙子阳，就往岸边拖过去。快上去！这时候你就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对不起，那人应该就在那下面，快过去。汪乐邦也没多想，赶紧游到了孙子阳所指的方向，一头就扎了下去。也就在这时候，警铃声传来，警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却是只瞧见了2个人已经被捆住了双手双脚，压根就动弹不得。没瞧见汪乐邦，赶来的民警脸色一变。汪乐邦呢？跳下去捞人了。警方一听，正要联系专业的水下救援队伍，却见这时候汪乐邦钻了出来，一只手正好抓着被扔下去的中年男子，赶紧就往岸边游去。警方赶紧把人给接了上来，第一时间给中年男子进行抢救，也多亏是命大，还有脉搏。不久之后，汪乐邦和孙子阳正坐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2个人都披上了毛毯。第一个怎么样了？还好你救得及时，稍晚一点就没命了，现在已经抢救过来了，具体的情况还在调查之中。汪乐邦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自是忍不住看了孙子阳一眼，毕竟当时就那情况，他不可能把人给救上来的，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人沉到哪去了。然而孙子阳却是一指就把人沉的地方给指出来了。汪乐邦也没有多嘴，毕竟先后已经受到了老卓的叮嘱、周峰的提醒以及徐天浩的嘱咐，啥能说啥不能说，他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你可是救了一条人命呢。抱歉啊，给你添麻烦了。没事，反正救了人就行了。随后，一哥就开车送汪乐邦和孙子阳回家，还特地见了孙子阳的父母，表扬孙子阳的英勇表现，给孙子阳父母都给整懵了。毕竟他们这做父母的哪不知道孙子阳什么情况，根本就不敢碰水的呀。半晌，孙子阳就回到了屋中，回想起刚才跳水的时候，又不免有些心有余悸。幸好是被汪乐邦给捞了起来，不然的话，可能我的小命就交代在那了。不过孙子阳却是有些疑惑，当时他跳下去就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仿佛那漆黑无比的水下一下子就变得无比的敞亮，他甚至能感受得到水流的变化，就好像是水流在告诉他那人在哪儿。老卓在我身上到底动了什么手脚？不会把我整成鱼人了吧？次日一早，卓越上课的时候，发现孙子阳这家伙一直避开他的目光，催动教师之眼一看，卓越人傻了。
天赋 B 级文学 A 级水性觉醒中，技能被动水精灵，水中活动速度大幅度提升。咋就觉醒了？昨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卓越突然就理解为什么孙子阳会避开自己的目光了，肯定是不敢告诉他那特殊的感应能力。毕竟之前汪乐邦、曹云锦都是这个样子，说出来怕没人信，还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神经病。作为班主任，这时候就要让孩子把心稳下来。等我想想该怎么忽悠他。一直等到第2节课下了课，卓越让孙子阳来办公室一趟。孙子阳正准备走出去，后脚周峰就跟了上来。老卓说什么你都不要质疑，点头就对了。关于自己的事情也不要告诉其他人，有些事情可不要知道的太清楚比较好。孙子阳重重的点了点头，他知道姓周峰的肯定错不了。几分钟之后，孙子阳就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虽然知道卓越是在骗他的，但他不信又没办法解释。虽然他并不知道卓越到底是动了什么手脚，但孙子阳能想到的就是心理催眠。骗完孙子阳后，卓越心情极为不错，决定给严茂升星。是否花费154000教学点为严茂升星？严茂这么廉价吗？好歹你可是7班的4小霸王之一啊！升星成功。天赋 D 级刀法，被动刀类精通，使用刀类器具时大幅度提升熟练度。卓越内心毫无波澜，毕竟7班什么乱七八糟天赋都有，一个刀法而已，对他已经是小场面了。这原生天赋等级的确是太低了，不过还好原生天赋是具有成长性的，只要好好培养的话，原生天赋是可以不断升级的。卓越觉得严茂给他带着培训一番了，他亲自带的学生不多，真正意义上培养出来的其实就一个王旭。等中午放了学，7班的小家伙们去幸福小灶吃饭的时候，卓越就单独把严茂给喊了过来。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今天我没打瞌睡啊。你不是失眠吗？是，我帮你治。走，跟我进后厨。啊，进后厨干嘛？社会实践累了，你自然就不失眠了。来吧，把这些菜全部切了。我不会切菜啊。你会，来拿着。严茂也不敢有意见，赶紧把菜刀给握在了手中。2个半小时后，严茂却发现自己越切越上头。行了，时间差不多了，回学校上课去吧。下午吃饭的时候你再过来。大概就这么持续了2天以后，都用不着卓越喊了。这一放学来到幸福小灶，严茂直接就和汪乐邦钻进了厨房。汪乐邦，说好了，切菜的事情交给我，你不能抢，你摘菜就行了。行。等卓越来到了幸福小灶后厨一瞧，却发现严茂的天赋出现了异常。刀具狂热，该状态下对使用刀类器具有着极大的热情，且会产生一定倾向的刀具收藏癖好。好家伙，这跟刘雨辰拆东西是一种类型的吧？小梅，咱们后厨的菜刀没少吧？啊，卓哥，我不知道啊。你这老实的连撒谎都不会啊？是不是严茂让你别告诉我的？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行吧，我知道了。严茂，出来。老周，怎么了？把厨房的菜刀给我送回来。啊，我没拿。整个厨房就2把大菜刀，不要解释那么多，把厨房的菜刀给我送回来，听见了没有？好吧。偷东西从来不偷贵重物品，而是专门偷别人家的刀，不管是菜刀、水果刀、剪刀、指甲刀，甚至连他自己家里的刀也会偷走，并且专门藏在床底下。今天他的母亲终于忍不了了，给他的好龟龟打电话吐槽这件事情。我在想我们家是不是招贼了？我今天打算做饭的时候，发现我家的刀全没了，就连水果刀都找不着啊！见了鬼了！我刚才还想剪指甲呢，结果指甲刀都找不到。我儿子回来了，先不说了。严茂，咱们家好像遭贼了，家里的刀一天少1把，今天已经1把都没了。走，你跟妈妈去保安室那里看看监控。严茂身子顿时一僵，机械的扭过头来，朝着母亲就干笑一声：“妈，那个就是什么？”最后，严茂还是老实交代了，带着母亲来到卧室，往床底下一摸，就把刀具全部都拿了出来，给严茂母亲都整懵了。你干嘛把这些刀都拿到你房间藏床底下呀？你都多大的人了，又不是小孩子了。除了咱家的刀，为什么还有其他的刀？你要干什么？严茂顿时尴尬的挠了挠头，他也解释不清楚突然间是怎么了，反正他知道肯定是卓越搞的鬼。毕竟自从上次带他去后厨切菜开始，他就变得不正常了。不过好在严茂母亲没有深究，只当是严茂突然间脑子抽了。下次可别干这种事情了，吓得我还以为家里面遭贼了呢。我知道了，妈。次日，严茂就把菜刀送回了幸福小灶，还跟卢梅道了歉。随后，严茂自然留在后厨继续切菜。结果没一会儿，卓越就来到了幸福小灶，把严茂给喊了出来。老周，我已经把菜刀给还回来了。还回来了就好，拿着吧，送你的礼物。他还以为5000字的检讨是逃不了的了，没想到不仅不写检讨，还能收礼物，一时间有些愣了神了。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吧。严茂赶紧接了过来，发现还挺重，打开一瞧，就发现里面有一把短刀，而且刀鞘十分漂亮。严茂顿时眼前一亮，赶紧把短刀抬了起来，抽出来一瞧，顿时间就挪不开眼了。怎么样？喜欢，太喜欢了。喜欢就行了，这把刀就送给你了。不过丑话我说在前头啊，这刀只能留在家里面当观赏品，绝对不能随便用，听见了没有？是。行吧，切你的菜去吧。好。
得到这把短刀之后，颜茂可是喜欢的不得了，对其他刀一点兴趣都提不上来了。毕竟这可是卓越花了2个月生活费买的，颜茂哪怕是下课的时候都要偷偷从书包里面把刀拿出来看上几眼，不然心里面不得劲，偶尔就跟着傻子似的冲着刀开始傻笑。颜茂旁边坐的是邓维，一看到颜茂拿着刀在那傻笑，给邓维吓得浑身都一激灵。就在这时候，颜茂似乎也注意到了邓维的目光，一抬头冲着邓维笑了笑。怎么了？没事没事，打扰到你了，实在是很抱歉。没事。说完，颜茂又低着头看着短刀傻笑，一脸的幸福。邓维有点不敢继续坐在颜茂旁边了，果断来到了徐天浩跟前。浩哥，你出来一下。徐天浩略有几分疑惑，不过还是跟邓维走出了教室。怎么了？邓维赶紧就把自己刚才看到的事情跟徐天浩说了一下。无妨，他不会伤人的，你放心就是了。这刀也是老师送给他的礼物呢。老周送的啊，那没事了，吓得我还以为是他自己藏的。可惜今天徐超没来上课。怎么说？给他瞧一瞧颜茂那样，他就知道当时他对着一盆多肉傻笑的时候，表情是多么傻逼。过了几天后，卓越把颜茂给喊到了办公室。怎么样？想了几天，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了没？你对自己的未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老周，我自己倒是真没有什么想法，毕竟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读书不行，也没什么亮眼的东西，能有什么想法？你倒是还挺有自知之明的，那就先问问你一些问题吧。你以后是打算继承家业吗？我不想继承我爸的产业。为什么？不喜欢，太拘束了，而且一个人要管那么多事情太头疼了。以我的智商，我觉得我肯定做不了这种事情。我爸也知道我什么都行，所以压根就没想着把产业交给我。反正我在他眼里面就是个废物。说到这里的时候，颜茂不由得有些哀然叹气。卓越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颜茂。一切都会改变的，只要你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所有人对你的看法。这一点，老师绝对无条件的支持你，而且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天赋所在。啥天赋呀？切菜呀？不是切菜，而是你的双手掌控能力。你看看你切菜现在有多么的熟练，刀工是多么的优秀。老师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这就是天赋，而且一般人是学不来的。你只要把握住了这个天赋，未来一片光明。你可以去做手术主刀医师，也可以去做医学解剖相关的工作，可以去做雕刻，可以做厨师。颜茂被卓越说的一愣一愣的，思索了半晌后，立刻满脸欣喜。我想好了，老周，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什么？我想成为一个断刀匠，我要设计出来各式各样的刀，用我自己的双手亲自打造出来。颜茂脸上顿时露出来了一丝幸福的笑容。这个纯粹是我未曾设想的道路啊，咋还往刀匠方向跑了呢？颜茂，这个可以成为一个爱好，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职业。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呀？没了，我就想成为一名断刀匠，就算是没有人支持也无所谓。卓越自然知道为什么颜茂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现在的天赋还并未真正觉醒，有个过渡状态，而这个过渡状态往往是有些不太正常的，有点入魔且不太理智的那种感觉。不过卓越并未反驳，倒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那老师问问你，你如果要成为断刀匠的话，你需要知道哪些东西吗？材料选择，比如什么材料锻造出来的刀好？可没有那么简单，老师就拿菜刀给你举例子吧。材料的问题且先不说，要造出一把顺手好用的菜刀，在设计上也要费一番功夫。你需要考虑到人体力学、切削习惯、美学等等，这些都需要你拥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你如果要成为一名断刀匠，老师自然是十分支持，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努力的去学习，去掌握相关的各种知识。只要你用心的去学、去努力，终究会有收获的。而且切记，做事绝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前功尽弃。说的差不多了，卓越才让颜茂回教室去了。反正对每个学生，他基本上都会强调这最后一句话：要做就要努力用心的去做，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勤奋与天赋必不可少。等晚自习的时候，卓越就送给了颜茂一摞书，颜茂也傻了眼了。来，拿着，这就是你要成为断刀匠的基础入门课程，老师都给你挑好了。你现在要是敢反悔试一试。颜茂果断把嘴巴给闭上，强扯着笑容把书接了过来。谢谢老师的疼爱。没一会儿，7班的学生们就见颜茂搬着一摞书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刘雨辰和田潇瞧见了，实在是没忍住，大声笑了出来。毕竟他们俩的书加起来的时候都没颜茂的一半厚。周五放学，又迎来了一个周末。当天吃过饭之后，田潇就拉着李倩去逛街去了。然而就在这时候，李倩的脚步突然就停住了，怔怔地望着前方。田潇一愣，下意识地往前一看，就见前方一个身影从街边的绿化带窜了出来，之后狂奔过了马路。潇潇，那好像是王乐邦吧？不用怀疑，就是他，可能是出什么事情了。你在这等着，不要跟过来啊，我过去瞧瞧。人在追歹徒时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他奔跑的速度已经可以追上汽车了，可不仅有人在后面追赶他，甚至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也让他如临大敌。就在他思索计策之时，却听到对方先开口了：汪乐邦，等等我。田晓，怎么是你啊？我跟李倩正在附近逛夜市，正好瞧见你了。你在追犯人吗？不是，我就是散步而已。
虽然汪乐邦知道田潇的能耐，但是眼下这种情况可不能随便把人给牵扯进来。他做的事情有多么危险，他心里面自然是知道的。万一出了事情，他自己恐怕都不会原谅自己的。田潇显然不会相信汪乐邦这一副说辞。你猜我信不信？好了，你别跟着我就是了，我处理一些私事而已。需要我帮忙吗？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能处理的。好吧，那就算了，拜拜。你不会偷偷跟着我吧？我跟着你干嘛？待会儿我可是还要做美容护理的。汪乐邦看着田潇消失在视野范围之内，但忍不住一阵挤眉弄眼。田潇的性子他还是了解一些的，感觉不应该这么好说话，但他也没时间在这里耽搁。然而汪乐邦刚走没一会儿，田潇转身又摸了回来。这家伙肯定是在追歹徒，我得跟上去看看。田潇没有迟疑，立刻就循着汪乐邦的方向追去。约莫10来分钟之后，汪乐邦终于停下，人已经来到了仓库附近，而在仓库外面有2个人，应该是盯梢的。汪乐邦收回了目光，正要从书包里面掏东西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虽然很微弱，但是却被汪乐邦瞬间就给捕捉了。刚掏出甩棍，一道身影就从后方快速窜了出来。服了，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跟上来。哎呀，女孩子好奇心重嘛，不要在意，你做你的，我就是好奇你来干嘛了。说话间，田潇也是往前面一瞄，看到了有2个人在仓库门口。盯梢的，你可别乱来啊！前面那仓库里面的可能全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起码有20-30号人。听到歹徒2字，漆黑的夜色下，田潇眼睛越发明亮。真的？汪乐邦有种错觉，看到了田潇，就好像是看到了自己一样。一提到歹徒，眼睛都是亮的。汪乐邦，那咱们一块啊，你一半，我一半。不行，这又不是游戏，万一对方有枪，你怎么办？那对方有枪，你怎么办？我不怕。那我也不怕啊。你别跟着掺和好不好？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的。有多危险？我以后可是要参军入伍的，要是连这点危险都怕，那我还参什么军入什么伍？你再这样，我周一告老师去。你下头男，不去就不去嘛。汪乐邦一看田潇潇停了下来，反正撵也撵不走，他也没办法了。田潇，我一动身你就立刻报警。我觉得咱俩一块上，很快就能解决他们。不行，说再多我也不能让你跟我一块去。我冲了。很快，仓库内部地上已经躺了不少人，自然全部都是被汪乐邦给放倒的。可此时，汪乐邦却是不敢轻举妄动。只见其中一人一手持刀，一手抓着其中一个人质。你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直接杀了他们。好，我不过来，千万别乱来。就这会儿的功夫，地上被汪乐邦放倒的不少人好不容易才爬了起来。转眼间，汪乐邦就被包围了，而且还不敢乱动。这种情况下，汪乐邦可没有把握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人给救下，只能是等待时机。却不料就在这时候，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了那个手持刀刃的歹徒身后，一记龙王摆腿，歹徒还没回过神来，就直挺挺的飞了出去。我早说了，一起上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这要换战场上，你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等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仓库里面至少躺了20-30个人，虽然都已经被汪乐邦捆上了，但是所有人都晕厥了过去，意识昏迷，直接失去了抵抗能力。虽然知道汪乐邦有这种实力，但这就很明显不是汪乐邦的作风，所以自然是引起了警方的好奇。是我一个朋友过来帮忙了，我们2人合力才把这些歹徒给制服住了。不过我那个朋友很低调，帮了忙之后就直接离去了。一听这话，警方恍然大悟，果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汪者汪。而警方一听还有这种人才，顿时就心动了。要不给我们警方介绍介绍？不，我这个朋友是要参军入伍的。而实际上，刚刚情况是，汪乐邦已经把所有人都给打趴下了，也第一时间将所有人都给捆上了。然后田潇一瞧，就觉得有点儿戏。汪乐邦，你这样不行的，这样他们还是会有反抗的机会的，而且也会让你置于危险之地。必须要让他们失去抵抗能力，这样才能够保证你自己的安全。话音刚落，田潇一巴掌就把人给抽晕了过去。像这样的话，你就安全了。田潇，他们只是没接受过训练的普通人。你咋知道他们有没有接受过训练啊？万一他装出来给你看的呢？到时候杀你一个出其不意怎么办？你难道不知道补刀的重要性？战场上可没有万一啊！汪乐邦觉着说的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又感觉哪不对劲。好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李倩还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你可千万别把我交代出来啊！这事情要是让我爸我妈知道了，我会死的。我爸我妈可从来不会让我做什么危险的事情。还有，你要告诉老师的话，咱们俩绝交。周一下午的时候，袁文条见邓思佳看起来心情不是太好，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佳佳，你这是怎么了呀？袁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练舞吧，我感觉我不管怎么练都好像没有任何进步，跳着也没什么感觉。是吗？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以前也是见过这种情况，总感觉自己怎么跳都好像没有进步，感觉自己就跟一个木偶似的。对，就是这种感觉。袁老师，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种吧，实际上我们称之为瓶颈。这种东西你不能着急，你越急就越突破不了。这种时候你就要放平心态，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时间一长，你就自然而然会找到感觉了。老师，主要是我没时间了呀，过些天北舞就会派人来检查了，我真的挺着急的。越着急越不是办法，跳舞跳的其实就是心态，而且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汇报而已。来检查也只是检查你的基本功这些合不合格，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你不用太过紧张。不知不觉间，邓思佳也觉得自己的心态变化了许多。这要是换以前，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就变得非常在乎，自然也是不想辜负卓越和自己的一番努力。原文也不知道他这一番话能不能安慰到邓思佳，思来想去，还是等着练舞结束了之后给卓越打了个电话，说明了情况。邓思佳很明显有些紧张了，而且一直放松不下来。你到时候多给他做一下思想工作，如果你这种状态检查，真的可能会出问题的。行，我知道了。挂了电话，卓越思来想去，就决定带着邓思佳一块出去走走。正好周末要带着严茂去新安乡，干脆也把邓思佳给带上。很快又到了周末，卓越带着人就往新安乡走。路上，严茂自然是神色古怪的望着邓思佳。邓思佳，你怎么啦？你也是跟我一起过去打铁的吗？打你个头！我一学跳舞的，干嘛去打铁？有什么奇怪的？人家刘雨辰天天背着扳手工具箱的。我带着邓思佳过来散散心的，他最近练舞练得太频繁了，需要放松一下。新安乡的环境不错，就带他过来走一走。这么回事啊？要不你也来打铁，放松放松，金属碰撞的声音，想想是不是很刺激？也是一个发泄情绪的好方法呀。滚！让怎么也没想到，富家公子竟然对打铁十分感兴趣。要知道，就算是古代，打铁这种辛苦且危险的工作，给看了都摇头，更不用说现在了。可严茂看着打铁铺的环境，不仅激动的眼睛要喷出火来，甚至还想当场上去抡两锤。李师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孩子了，叫严茂。李师傅好，我想成为断刀匠人。好孩子。严茂，你就跟着李师傅在这好好瞧，不过一切都要听李师傅的话，别给人家捣乱。行。卓越跟李师傅交代了几声，这才走了出去。他这次来，一是让严茂接触断刀，二是带邓思佳散心。我让你带拖鞋，你带了没有啊？带了。走，跟老师抓鱼去。啊，抓鱼？跟我来就是了，把什么检查、跳舞之类的全部抛干净。今天咱们就摸鱼，等下午我去找老乡借点酸菜，给你们做酸菜鱼。好。打铁铺中，刚开始严茂也就是好奇的问东问西，毕竟李师傅的工具可是非常多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机械用品，比如打磨机之类的。而李师傅看严茂越看越是喜欢，毕竟他想把炼钢工艺传承下去。这些就是我之前打出来的，都是老乡们让我专门给他们做的，不过这会儿有事，所以暂时没来取。这一眼看过去，风格就显得有些粗犷，每把刀和每把刀几乎都不一样。严茂自然是十分感兴趣，感觉每一把刀都是十分厚重，自然跟平常见到的流水线工厂上走出来的刀不一样。李师傅，你打刀的时候会讲究什么美学啊之类的吗？美学是啥玩意儿？那什么受力点之类的。受力点又是什么玩意儿？那些都是文化人搞的东西，我们打铁的哪知道这些玩意儿啊？我的手艺都是我爹传给我的，他就教我该怎么配这个材料，又该怎么打才能成型不会脆，这刀该怎么打出来握着才舒服，砍着才省力气，教的就是我这些东西。你说的那些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啊。严茂顿时就明白了卓越为什么要带他来打铁铺，什么美学呀、受力点啊、设计学呀之类的都是总结。严茂一下子就有了自己的方向。李师傅，你能告诉我整个打刀的流程吗？你要是想听，我自然给你讲，反正也不算什么秘密。李师傅倒是无所谓，就开始跟着严茂讲起了这个打铁的一套流程。严茂在一旁听得仔细，这一聊就是聊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李师傅就把自己的打铁整个流程都说了一遍，而且也是尽可能的说清楚、说明白。而且一看严茂那认真的态度，李师傅就觉得心里面比较舒服。有人愿意听，他也愿意讲。严茂越听越是亢奋。李师傅，你能不能教我打铁呀？我想亲自试一试打铁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想打铁，我很欣慰，但是孩子，我这个锤子你都不一定抡得起来。你说那个锤子呀？对，就那个很要力气的，你要一不小心把腰给闪了，那我可担不起责任。我觉得应该不算什么问题。严茂走了过去，单手就把锤子给拎了起来。好像也没有多重呀，感觉我一只手都能够抡得动。孩子，那是错觉。话音刚落，严茂一举就把锤子给扛在了肩膀上，冲着李师傅眨了眨眼睛。这好像真的不重哎。可不敢乱来，要不这样，我先给你打一把小刀，你就在旁边瞧着。也行。这不知不觉都快下午5点多了，卓越这才带着邓思佳回到了打铁铺。结果这一回去，卓越和邓思佳都傻了眼了，根本就不见李师傅，反倒是严茂已经一手拿个钳子夹着烧红的铁，另一只手则拿着铁锤不断的在那敲。你咋自己还上手了呢？李师傅去哪了？2小时前有老乡打电话过来，说他老婆摔了，他就赶紧骑着电动车回家去了。他就让我帮着看一下店，这不手痒吗？就自己试了试。我来之前怎么交代你的？一看卓越脸色拉下来了，严茂顿时吓了一跳，赶紧把东西放好，老老实实的站在了原地。老周，我这不是坐着无聊吗？
这些都不是借口。在没有得到别人的允许之前，你怎么能乱碰别人的东西呢？而且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跟人家交代？谁来负责？连茂顿时就吓得不敢说话了。邓思佳自然也没有任何帮忙的意思。这种时候他要是敢多嘴的话，肯定连他都得挨卓越的教训。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的原则。平日里在我面前没大没小的，那是我让着你们，不跟你们计较。但是你怎么知道别人就跟我一样呢？去，面壁思过去。严茂低着头就转身朝着墙角去，灰溜溜的跑去了墙角站着了。真是的，平日里教你们做人的时候好好听着点，一个两个的，怎么就不懂事呢？说话间，卓越下意识的望了一眼邓思佳，邓思佳赶紧露出一个笑脸。老卓，我可懂事听话了。你就不错。一直等到李师傅回来了，也快6点多了。回来后，瞧见卓越和邓思佳都在，自是满脸歉意。不好意思啊，小卓，我媳妇突然在路上摔了，一不小心就磕到脑子了，我就赶紧送她去镇上的诊所检查了，实在是耽误你们时间了。没事没事，李师傅，情况怎么样了？还好，就只是皮外伤而已，给我吓了一大跳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辛苦你们看店了，要不随便在这里将就一下，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别，李师傅，你也是够辛苦了，你坐下歇会儿，饭我来做吧。正好我菜都已经买好了，何况这孩子也受你很多照顾了。吃饱喝足，洗好了碗，卓越这才跟李师傅告了别，开车送严茂和邓思佳回江南去了。好撑啊，好撑啊！早就让你少吃点了，你不听，还不是老卓你做的太好吃了，那酸菜鱼可真下饭呀！怎么样，今天好玩不？好玩，无忧无虑的，真舒坦。现在还烦恼吗？还紧张吗？没了。北舞过来检查的事情大可不必有多紧张，放平心态，平时怎么练的，到时候怎么跳就行了。对于你而言就是小事一桩，没必要紧张的。好。严茂，怎么了，老周？想什么？是不是今天有了点感悟？算是吧，老周，明天还能不能来呀？来呗，还是今天一样的时间，到时候我过来接你。邓思佳，你还来吗？我就不来了，我要回家练舞。行吧。隔天，卓越又拉着严茂去了打铁铺。当然来的时候，自然也用教师之眼看了一下严茂的状态，不过倒是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卓越也不着急，毕竟天赋是需要去不断的感悟的，还需要付出自己的心血。很快就到了北舞来检查的日子，然而袁文却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这次来检查的老师人品极差，要是换做其他的老师来，袁文倒是不担心会出什么问题，可这个李云中就真挺麻烦，本身就不太会做人，而且还跟谢平有矛盾。袁文就觉得这一次李云中怕就是冲着谢平来的，毕竟这一次邓思佳可是拿了谢平的名额才去北舞考试，反正或多或少肯定有那种公报私仇的意思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跟卓越打个电话。卓越一听也头大了。这会儿先不着急，等检查以后看看什么情况。如果真出问题了，到时候再想办法解决。也只能是这样了。只是发现老师上课时心不在焉，便推理到了老师遇到了麻烦，甚至连解决的方法也第一时间想出来了。许久没见老卓出现这种状态了，问题看来比较棘手，应该是有人卡住邓思佳保送的事情了。有人刁难老师？单纯的刁难，老卓有能力解决，可能要更麻烦一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想更多的是关于咱们以前的表现，大多都留了档案，邓思佳的档案也有问题。这种情况下，老卓不太好处理。那如何应对？小事一桩，我来应付，实在解决不了再找你。原来今天早上，北舞的人在看到邓思佳档案的时候，顿时眉头一皱，因为邓思佳的档案硕果累累。小学还好，从初中开始就各种处分，到了江南第一高级中学，高一上学期前3个月记大过5次。等李云中看完档案就没了什么动静，神色很平静，什么也不说就准备走了。李教授，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档案这不得带走吗？我觉着好像没这个必要。李教授，怎么会没有必要呢？这档案你可是要带回去审批的嘛。这学生什么呀？你这个做班主任的心里面没数。北舞风气很好，这学生不太适合北舞。卓老师，我只是按照规定办事。李老师，现在邓思佳已经改正过来了，挺好的，孩子也很优秀。是，李教授，邓思佳以前的确不太懂事，但是孩子是会长大的，现在他已经改正了，不会再犯错了。我可以让他写个保证书，我也能担保的。行了，我今天有点累了，这事情我考虑考虑，明天再说吧。说罢，李云中也不听卓越和袁文的解释走了。李云中一走，卓越的脸色顿时就拉了下来。邓思佳这问题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看李云中态度了。问题是李云中态度很暧昧，也没明说不行，就说考虑考虑。咱们私下里去找他商量商量吧，看看他具体什么态度。行，先问问。那等下午放学了给你电话。好，麻烦你了，袁老师。回到宿舍后，卓越自是满脸气愤，毕竟哪儿都没有绝对的公平，到处都有人情世故。邓思佳这事情要换做其他的北舞老师过来，看在谢平和袁文的面子上，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最起码也会给一个观察的机会，不至于一棒子直接给敲死。而周峰这会儿把邓思佳等舞蹈生喊到了楼顶。周峰，商量什么事情？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嘛？有什么事情不在教室说，非要跑上来？我记得你之前记了大过吧，就是把那高2的男生给打了那次。是，怎么了？那是他先找麻烦的。
我找你不是谈对错，留档了吗？留了。一旁的刘雨辰立马反应过来了，佳佳，北舞过来检查的要提档的。那不麻烦大了，我保送的事情岂不是凉了？孙娇娇等人也反应过来了，脸色纷纷一变。周峰一看这群女生们的反应，哭笑不得。你们是从来没意识到自己的档案问题吗？一群女生下意识地摇了摇头。邓思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得有些跳脚了。这咋办呢？这保送要是凉了，那我以后该怎么面对老卓呀？不行，我得去问问老卓什么情况。你别去了，老周恐怕比你更着急，见你更上头了，你可别把他给急坏了。冷静，这种事情处理起来其实挺简单的。周峰，你有什么办法？时间长了，你们也好像忘记了一点。什么？咱们家里面可都有权有势的。一堆女生顿时怔住了。邓思佳也忽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妈是朝阳集团董事长，人脉很广，认识的大人物很多，哪儿都能说上话。你要不说，我都差点忘记我是朝阳集团大小姐了。对，我们家里都是有背景的。主要是老卓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从来不会想着去利用我们的家庭背景，也从来没想过从我们身上拿任何好处。在他眼里，我们所有人就是犯过错的孩子，只教我们独立自强、平等尊重，而不是成为依靠家庭的蛀虫。时间长了，这些东西就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了，渐渐习惯了。至于这件事情嘛，老卓有自己的原则，不过有些时候我还是挺希望老卓不要过于讲原则，稍稍利用一下我们的家庭背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的。我话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心里面应该也有数了吧？最好还是不要让老卓知道，耐悄悄的解决最好，虽然不一定瞒得过他。邓思佳顿时自信满满，其他事情他不一定在行，但是仗势欺人这种他打小就会，天赋点满。为此，周峰已经帮忙制定下来了一系列的计划。反正大家都知道周峰的脑子特别好使，也没有任何质疑，自然是按照周峰所说的开始行动。邓思佳自然是知道过来检查的是李云中，于是就让孙娇娇去查李云中的住的酒店房间等消息。正好孙娇娇家开的就是酒店连锁，这一块消息肯定灵通。很快，李云中住的是哪家酒店，房间号是多少，问的是一清二楚，而且还知道李云中现在就在酒店里面休息。既然确定对方的位置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邓思佳立刻打了电话让田秘书开车过来，在学校门口等。周峰回到教室后，王旭立刻扑了上去。峰哥，怎么了？你刚才肯定是交代邓思佳他们什么事情了吧？有没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你跟着凑什么热闹？瞧你这话说的，我媳妇儿出事了，那我肯定得帮忙呀，不然我在旁边无动于衷，那还算什么男人呢？同学之间就该互帮互助吗？好吧，主要是邓思佳的事情，跟刘雨辰倒是没什么关系。哦，那没事了，邓思佳的事情那肯定用不着我帮忙，他自己能解决的。5点半，中心酒店，李云中自然是准备出门去赴约，心情颇为愉悦。正如原文所料，这一次他的确是冲着谢平来的。来之前本来还想着该怎么把邓思佳的保送名额给卡住，结果老天有眼，没想到邓思佳本身就是个问题学生。反正我刷掉也是符合规定，谢平也挑不出错来，但是我就不一下子刷掉，就吊着你们。我不仅要让你们好好伺候着，还要狠狠捞一笔，顺便再狠狠恶心你们一把。但就是完。这时候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哟，来的还挺早。只是当李云中一开门，瞧见的不是袁文和卓越，而是邓思佳。邓思佳一瞧见李云中，脸上自是露出了微笑。李老师好。邓思佳同学，你怎么来了？李老师，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我们能不能进去谈谈？是关于我保送的事情。学生想跟老师彻夜长谈，老师却不敢让人进房，而是沿着吐沫加紧裤裆，甚至当场给了自己2巴掌，只为冷静下来。老师，让我进去吧，咱们聊聊我保送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就在这里说吧。一看这招没效果，邓思佳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你这个人有点不识抬举啊，配合我一下不行吗？邓思佳同学，你现在这态度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出来吧。霎时间，一个个西装革履、身材壮硕的男子纷纷走了出来，将楼道两边全给堵住了。一眼望去，最起码30-40号人，站得整整齐齐。大小姐，对，邓思佳同学，你这是要干嘛？我警告你啊，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要是敢乱来……行了，这1楼的人早就清场了，没人的，监控我也让人给掐了，而且我家这些保镖可专业了，不会给你留外伤的，只会让你后悔生在这世界上而已。李云中顿时感觉头皮发麻，极度后悔卡了邓思佳的档案。原来今天早上他故意卡了邓思佳保送，想要狠狠捞一笔，结果就被邓思佳查到了住处，这才有了这一幕。你应该瞧见我的档案了吧？那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你也不想想为什么我犯了这么大错，而且还没被开除，我什么家庭，你心里面没数的吗？你就不怕我弄死你啊？李云中身子一哆嗦，50来岁的人了，瞧见邓思佳这一副表情，听着嘴里面说出来的话，也是忍不住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给你报警的机会，我不拦着。对，我不报警。没事，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就是了，不把你弄没了，我跟你誓不罢休。这小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用一眼轻描淡写的语气说这么狠的话的？说吧，为什么卡我保送的事情，你跟我有仇？
我按规定办事。按规定办事，行吧？那我也按我的规定办事。你回我未来，那我也回你未来嘛。先把他2条腿先废了，我要粉碎性骨折那种。一旁的2个保镖听见了，立刻就有了动作，吓得李云中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我错了，邓思佳同学，我有眼不识泰山，你放我一马。大兴酒楼，卓越和袁文正坐在雅间里面等着李云中过来。袁老师，你说这姓李的是不是不打算过来了？约好6点的，这都快6点半了。啊，我打个电话问问吧。林老师，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不好意思啊，这路上堵车，马上就过来了。行，不着急。感觉就是故意吊着咱们呢。卓越撇了撇嘴，心里面自是有些不耐烦了，不过还是压住了火气等着。然而李云中这边挂了电话，怯怯地瞥了一旁的邓思佳一眼。邓思佳同学，可以放我走了吗？滚吧！但凡你敢玩什么猫腻，试试。不敢。差不多等了10来分钟，李云中才来到包间赴约。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卓越和袁文自是连忙起身迎接，虽然很不爽，不过还是耐着性子热情地迎接李云中。等李云中坐下，卓越就赶紧把菜单给递了过去。李教授，也不知道你喜欢吃点什么，就没提前点菜，你瞧瞧吧。请。李云中接过了菜单，就自己瞧了起来。卓越在一旁瞄着，自是早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这菜单上的硬菜几百上千的都有，而这会儿别看李云中一脸平静的在那看菜单，实则心里面慌的一批。邓思佳交代过了，这是不能让卓越小挪。随便吃一点，赶紧把事情交代完。今天晚上我就要连夜扛着飞机回北都去了。江南这地儿可太他妈吓人了。没一会儿，李云中就把服务员给喊了过来，点了5个菜。卓越一瞧，全都是些素炒的，硬菜一个没点，算下来也不过200多。卓越和袁文对视一眼，心头一沉。来这么好的酒楼就点这5个小菜，这是不打算给面子了。李教授，千万别客气，我看菜单上的白雪莲就不错。服务员，麻烦来份白雪莲。这一份白雪莲就377，就是清煮鱼肉，把李云中吓得魂都没了。来之前，邓思佳又交代了，如果这顿饭超过300，他就不用活着了。不要了，我最近结婚了，就想吃点素的。卓越一看这么不给面子，心里面火气又飙起来了。李教授，要不喝点酒吧？不用，喝茶就行。服务员，给我来一壶上好的熟普。李云中一瞧熟普一壶都270，顿时大惊失色。用不着，喝白开水就行。卓越暗暗咬牙切齿，却也是一点办法没有。那就这些吧，待会儿不够了我们再要。服务员一走，卓越跟袁文不断的交换眼神。林老师，你家里面情况都还好吧？什么意思？怎么上来就问家里面？袁文这是也打算威胁我了吗？还行。袁文想的是先上来唠唠家常，到时候好切入进去，并没有威胁的意思。虽然他有这个能力。算一算，你儿子现在都读大学了吧？在哪所学校啊？这果然是威胁啊！所以我为什么想不开来江南啊？也在北都，要不咱们说说邓思佳同学保送的事情吧。袁文和卓越都是不由得一愣，心头也是不约而同的一沉。李教授，邓思佳这孩子以前的确很调皮也不懂事，但是他已经改正了，现在这孩子很优秀的，平日里很团结同学，而且对待老师和长辈也是非常有礼貌的。是的，是啊，真有礼貌，上来就很客气的先问我先断手还是先断腿。李教授，档案这事情我知道你也为难，但是这孩子的确挺好的。你也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肯定不希望这么优秀的孩子就这么给耽误了。你给个机会，我这做班主任的先谢谢你。李教授，这是我一点心意，都是养生的。这就不合适了。卓越只当是李云中在这跟他推拉装13，当然也是推了回去。李教授，一点小心意而已，千万别客气，收下。收个屁啊！这要收了，我就真走不出江南这地界了。一瞧卓越硬塞，李云中真急了。你这年轻人多大了就搞这一套，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为了学生好，但是你这做老师要为人师表啊！送礼算怎么回事？这行为一定要自我检讨，这是违反规定的。邓思佳同学的档案的确有问题，但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当时我不告诉你们，这不是还得跟学校那边反馈，询问学校的意见吗？这一番话，当时就把袁文和卓越整得脑瓜子嗡嗡的。这一餐饭并没有吃多久，也就半个多小时，李云中就赶紧抹完嘴巴抽身走了。还是袁文和卓越把他送上了车。看着车子一走，袁文和卓越自是面面相觑，脑海中还残留着李云中那义正言辞的声音。我身为一名人民教师，怎么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呢？就算是北武那边不答应，我也会主动想法子，反正你们不用操心。姓李的觉悟这么高，他如果真有这种觉悟就好了，很明显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就很虚伪。我在想，是不是邓思佳做了什么？不会，现在邓思佳那么乖，肯定不会乱来的。再说了，我压根就没告诉过他，他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我知道了，姓李的应该是晓得邓思佳家里面的情况了。应该就是这样，不然他哪会这么容易就松口？卓越点了点头，心里面却总觉着不太对劲。次日一早，卓越果断把邓思佳喊到了跟前。老卓，怎么了？别装，我都知道了，老实交代。
邓思佳整个人顿时就露出懵逼的表情。交代什么？卓越一瞧邓思佳的模样，好像真没啥问题，心想可能是李云中侦查了查邓思佳的家庭背景，才松了口啊。跟你开个玩笑，保送没问题，一切顺利，开心不开心？开心什么？差点被你吓死了！我就说我也没犯错呀，干嘛突然训我？老卓，你调皮了呀？对不起，回去吧。好。妈耶，溜了，差点就被老卓给炸出来了，幸好周峰提了醒。常被鬼火少年骚扰的都知道，如果被他们盯上，那可是相当头疼的。两位美女去哪儿啊？送你们。不用，我们马上到家了。好，这样啊，要不明天晚上一块去玩呗，带你们到处逛逛。不用。说完就慌张的拉着田潇走了。那鬼火青年一瞧，倒也不追了，目送着李倩和田潇去了。身后的一群人这才凑了上来，自是一脸坏笑。怎么瞧上了？两个都不错啊，瞧上哪个了？嘿嘿，那个高冷的很不错，我喜欢那款。也是，你对可爱的那种不太感冒，反正两个你都约出来呗。粉毛显然对此很有自信，伸出了3根手指头。3天等着瞧呗。本来这事情田潇和李倩都没放在心上，结果当天晚上回去又撞见了那一群鬼火青年。不一样的是，领头的那粉毛今天显然好好打扮了一番，该说不说，颜值摆在那里，一眼望过去痞帅的。这田潇和李倩刚路过，粉毛就凑了上去，手里面还拿着玫瑰，送你们的。田潇一顺手就把玫瑰都给拿了过来，还没回过神来，李倩赶紧就抓着田潇走。反正李倩感觉如果再晚一步，接下来田潇把人给摔在地上，然后把2朵花塞粉毛嘴里面让粉毛咽进去。田潇撇了撇嘴，算了，再放你一马。然而粉毛一瞧田潇把2朵花都给接了，自是忍不住嘴角一咧。我感觉用不着3天，明天就能够搞定了。等田潇回到了家，父母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瞧见田潇来了，手里面还拿着2朵玫瑰，愣了一下。宝贝，这玫瑰花是？结婚纪念日快乐啊！这还没到啊，提前庆祝。我去练一会儿再睡觉。次日，田潇和李倩再次结伴回家。我先说好了，今天要是再碰见那一伙人，你也别拦着，你要这么惯着，非天天纠缠不可。反正我现在是忍一时，越想越气，事不过3，我忍了2次了。李倩满脸苦笑，主要是她也烦了，她也知道如果他们态度不强硬一点，对方恐怕会一直纠缠下去。潇潇，你是真打算动手吗？放心，我肯定下手轻一点，不会伤到他们的，给一个教训就行了。你这个轻一点是指住院吗？不至于。这个潇潇，其实我觉着你不动手也行。李倩想了想，心生一计，连忙小声嘀咕了起来。田潇一听，眨巴眼睛，怎么样？这个方法可以吗？你这小脑袋瓜子果然比我聪明啊，就按照你说的办。李倩这才松了口气。果不其然，等田潇和李倩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又在路口瞧见了那一群鬼火青年。瞧见人来了，粉毛眉毛一挑，就赶紧面带微笑的迎了上去，挡在了田潇和李倩的跟前。两位今天有时间吗？今天我倒是有时间。说完，田潇就拿出来了一根钢管。粉毛眼睛一瞪，下意识的往后退了2步。给你表演个绝活。只见田潇把钢管一双手抓住2端，轻轻一掰，眨眼间，原本还笔直的钢管瞬间弯曲，扭得有些严重。在一群鬼火青年惊愕的目光之中，田潇随手把已经严重扭曲的钢管扔在了地上。要是明天我再在这里瞧见你们这群家伙，皮都给你们扒了，听懂了吗？田潇也不等众人反应，带着李倩直接走了。一群鬼火青年看着地上已经弯曲的钢管，都是一脸懵。有人把钢管拿起来一掂量，顿时惊呆了。真的钢管！一瞬间，众人头皮发麻，连夜扛着鬼火跑。这天，黎阳突然接到了严茂的电话，自是一脸疑惑。严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你不是挺懂车的吗？我想买辆电动车，找你问问什么电动车比较好。我哪知道，我只懂4个轮子的，2个轮子的不了解。那没事了，挂了。等会儿你买电动车干嘛？学校又不让骑。再说，你家不是有司机吗？不是我自己要的，你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我自己去逛逛。我不懂无法，我家名下也有好几家品牌电动车专营店，过去问问不就行了吗？那带我过去瞅瞅。行。没多久，2人就在某电动车市场碰了面了。黎阳就领着严茂去了自家名下一个品牌电动车店，让经理帮着挑了一辆。严茂付了账，就写了个地址，让经理让人送过去。新安乡，这里大牛是谁？一个打铁的师傅，我这会儿正跟着他学手艺。你咋学打铁了呢？我还以为你要子承父业杀猪呢。那你怎么不搞汽修去？本来2个人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好，7班4大刺头，以前本来就是经常互对发狠。这以前黎阳都是喊严茂杀猪的，严茂就喊李一阳修车的，现在是狠不起来了。不过互对倒是经常的。对，今天谢谢了，我先回去了。黎阳也是准备转身离去，却不料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给2人吓得一激灵。这一扭头就瞧见1辆2辆电动车已经翻在了地上，骑车的2个人都摔在了地上。黎阳和严茂一瞧，想也不想就赶紧上去瞧瞧人有没有事。这2个人年纪看起来也就比李一阳和严茂大上几岁，刚20来岁左右的样子。
穿着打扮就有点社会。这两个人刚被李一阳和严茂扶起来，指着对方就开始叫骂了起来。MB 的，没长眼睛啊！像 TMB 的，你才没长眼睛吧？两个人龇牙咧嘴的，互相指着对方，凶神恶煞的叫了起来。这情况都不用看，两个人肯定都是电动车开得飞快，拐角处都没减速就这么撞上了，一上来就骂得这么难听。李一阳和严茂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结果没想到的是，骂着骂着就开始动手动脚了，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李一阳和严茂就赶紧把人拉住了。干嘛打架？是啊，没必要，没必要，还是先去医院瞧瞧吧。看你这伤得挺重的。你他妈谁呀？关你屁事！不然待会儿连你一起揍。本来严茂还挺心平气和的，被磕破头这社会青年一指，顿时火气就有点上来了。不过终究还是忍了下来。结果一旁的李一阳一听就忍不了了。你怎么说话呢？不领情就算了，还骂人，还有没有点素质了？你他妈再逼逼信，不信老子也弄死你！你要弄死谁？大爷，别跟他一般见识，咱要是再惹事就出乱子了。行，今天我放你一马，不跟你计较，以后嘴巴给我放干净点。MB 的拽个 GB， 老子就站在这儿，有本事你弄死我！这一句话顿时就让李一阳炸开锅了，别说是李一阳了，严茂都没忍住，两个人的脸顿时就拉了下来，当场就给他来了个组合双打。派出所调解室，李一阳和严茂坐在一边，一脸漠然的瞧着对面磕破头的社会青年。只不过这会儿社会青年低着头不敢对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就在这会儿，一位民警就走了进来，皱着眉头看了看四人，说说吧，怎么回事？李一阳倒是先开了口，把事情的经过都说明了一番。他骂的太难听了，实在是忍不了，就动手抽他了。民警当然不会只听李一阳的一面之词，扭头望向了严茂。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民警又望向了另一名的青年。是这么一回事吗？是，本来这两个兄弟过来把我们扶起来的，结果这家伙逮时就骂得很难听的。民警听完自是有些无语，好在是没出什么大事，而且双方年纪都不大，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自然是优先调解，当面就打电话通知4个人的家属过来。这两个孩子心是好的，只是处理的方式不对，再怎么样也不能动手打人，这万一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那可后悔一辈子的。妈，我真不想打架的，可是那人骂得太难听了。就是我们好心过去扶他们，不领情也就罢了，指着鼻子就骂起来了。本来我们也不想惹事，忍了一次，结果他还得寸进尺了，骂得更难听了，这车气得过啊！泥菩萨尚且还有3分火气呢。二人的家长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民警也是无奈，说教了一番后，就准备让李东和赵院把二人给领走了。我建议你们去医院看看，免得起纠纷。刚刚你来们的路上，我让人把伤者送医院了。好，我们知道了，这就去。李东和赵院出了派出所，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怎么说呢？他们也是派出所常客了，江南大部分的派出所都去过，只是头一次来派出所，感觉是如此的轻松。民警说教几句就把人给放了。尤其是李东，每次费尽心思把李一阳领出来，就从派出所骂到家，但是这次骂不出来了。李一阳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之前年初的时候，李一阳带着一堆狐朋狗友在街上闹事，还把一人胳膊给掰断了。赵院跟李东的想法如出一辙，孩子真长大了，学会隐忍和克制了。要知道半年前，严茂也是带着狐朋狗友也是闹事，聚众斗殴，拎着金属棒球棍把人家脑袋给开瓢了。反正因为这两个人，家里面不知道打点了多少才把事情给接过去的。很快，两家人就到了医院，跟着民警见了面。这会儿被打的那社会青年正在检查，这见了面，反倒是那中年妇女先跟着李一阳和严茂道了歉，显然已经从民警口中知晓了经过。对不起，我家大孩子给你们添麻烦了。一看这中年妇女倒也是认理的人，李东和赵院连忙摆了摆手。一群人就在检查室门口等待着，倒是李一阳和严茂瞧见那中年妇女，心里面就挺复杂的，真挺可怜。是，那家伙也不知道给他妈争点气，一看就是社会上混的。你说，要是咱们没进7班，没遇见老卓的话，要么你先进去，要么我先进去，反正我们俩比起这家伙严重的不是一丁半点。说完，两个人一时间不由得陷入了沉默。就在众人在检查室门口等待着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医生打跟前走过去，手里面捧着个平板电脑，边瞧边走。李一阳和严茂忽然一怔，平板电脑的声音略大，从这个位置进行切除，下刀的动作再稳一些。对，就这样，不要紧张。也就听见了2句话，可李一阳和严茂却是面面相觑。我感觉我好像是对老卓已经产生心理阴影了，怎么随便听见个声音都觉着像老卓的？我听着也挺像老卓的声音啊。两个人回过神来，不由得对视一眼。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瞅瞅？两个人说上个厕所，就赶紧朝着刚才那位年轻医生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没一会儿就瞧见了人，二话不说就赶紧凑了上去，假装路过似的朝着平板电脑瞥了一眼。这一瞥，两个人神色更为古怪。虽然屏幕里是手术室的画面，但他们就是觉得那就是卓越在做手术。有什么事情吗？医生，你手机里做手术那人有点像我们老师，听着声音也挺像的。老师，你说卓越卓老师吗？对，你们俩都是卓老师教的学生吗？那某种程度上，我算是你们师兄。
李医生，302病床有情况。好，马上过来。李清风冲着李一阳和严茂道了声抱歉，急急忙忙就走了。李一阳和严茂被李清风这一番话整得一头雾水。怎么回事啊？不清楚啊。这人看起来比老卓年纪都好像要大一些吧？师兄，老卓为什么会在手术室里面跟着别人一块做手术啊？没多久，李一阳和严茂一头雾水的回来。这会儿被打的那社会青年终于是走了出来，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发现并不大碍，总归家长们都松了口气。民警自然是对着社会青年一番教育，社会青年也是不敢吭声，倒是其母亲连连应是。民警确认无事之后，这才离开了。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已经结束了，大家各回各家也就完事了。但是这出院的途中，在社会青年一旁母亲说教的时候，露出了相当不耐烦的神色。你烦不烦你？我都说了，我知道了，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黎阳和严茂就在不远处瞧着，看到社会青年这般态度，尴尬无比，就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赵院和李东的表情自是更为复杂，看到社会青年的母亲，也仿佛是看到了不久之前的时空，仿佛在这一刻交错了一般。只不过黎阳和严茂不约而同的一同上前，冷着脸就走到了社会青年的跟前。社会青年本来还有些不耐烦的表情，顿时露出了几分畏惧之意。你妈妈说这些都是为你好，给我认真听着，怎么最起码对父母的尊重都没有？跟你妈妈道歉。倒是中年妇女一下子就愣住了，就万万没想到李一阳和严茂竟然会过来。社会青年哪想到李一阳和严茂竟然这么多事，怕归怕，可是大庭广众之下哪放得下面子？李一阳一看这态度，突然就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怒火。人是相互的，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更何况是你的父母。下次再让我瞧见你这调样，见一次打一次。结果嘛，社会青年撇了撇嘴，一脸的不服气。李阳彻底暴走了，冲上去就是一脚踹了过去，直接扭打在一起，费了好半天劲，李东等人才把两个人给分开了。这被拉开的时候，李阳还一脸很不爽。人话听不进去，非逼我动手是不是？是不是真想进医院躺的？行练。严茂倒是没动手，一直在帮忙拉架。赵院更不用说了，那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中年妇女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一边是亲儿子，可是李一阳偏偏也是为了帮自己说话，也不知道是该骂人一句多管闲事，还是该道谢。子被打，母亲不仅不阻止，反而还拍手叫好，甚至别人打完，他也给了儿子2巴掌。妈妈，怎么连你也打我？你该打。社会青年本来脾气还挺硬，突然就哭了起来。本来就活得不容易了，骑电动车出车祸也就罢了，还因为嘴欠被李一阳、严茂打了一顿。进了派出所，警察也说他该打。刚从医院出来，本来心情就不好，只是跟他妈顶了个嘴。结果李一阳又看不下去，又给他一顿胖揍，而且自己亲妈都不抱他。顿时愤怒、委屈、郁闷，一大堆情绪涌上心头，心态一下子就崩了。最后这事情还是由李一阳的父亲李东解决的，让市场那边的人帮忙把社会青年的电动车给免费维修了。这一趟检查治疗的费用也结了。等李东和李一阳回到了家中，李一阳赶紧主动给李东递了杯水。爸，喝口水缓缓。感谢老爸没把我撵出家门。果然是需要喝口水来压压，你这让我有些猝不及防。不好吗？挺好，我很欣慰。李东只记得前不久李一阳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这一晃眼突然长大了。这么想想，除了上次因为被仇家陷害让李一阳差点背锅那事情之外，他好像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骂过李一阳了。李一阳也老老实实的没给他惹事，今天这种事情还真不叫事。爸，放心，我以后争取不给你惹事。挺好，我也会努力学习的。我想买一辆赛车，不贵，200多万啊！成年以后再说。好嘞。严家，等晚上严坤回到家中以后，严茂主动坦白，严坤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而严茂则是站在一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经过都说明了一番。等事情说完了，严茂也不出声了，就等着严坤开口了。气氛一时间有些凝重。没了，没了。大清了，下次狠一点，让他长记性，嘴欠不舌，还不尊重母亲，要我牙都给他掰碎。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没觉得有什么错，你要是连这点血性都没有，那都不算我严家的种。严坤这态度让严茂都有些不知道回应。这要是换以前，屁大点事情，要么不是一顿破口大骂，要么就是一巴掌直接抽过来了。我也是讲道理的人，明天还有客人要见，就这样吧。第二天，卓越发现李一阳和严茂看着他的眼神略有几分不太对劲，心里面就挺疑惑。等下了课，就把李一阳和严茂给一块喊了出来。怎么了？你们俩上课的时候干嘛用那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看老卓你长得帅，多看2眼。我长得帅还用你说？到底怎么了？真没事儿。卓越疑惑归疑惑，也没纠结。这两个人这会儿也没惹什么事情，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回来后，卓越就打算给李一阳升薪了。是否耗费78万教学点为李一阳进行升星？78万教学点。卓越这会儿也有经验了，要么 C 级特殊原生天赋，要么 B 级正常原生天赋。是。升星成功，激活天赋 B 级医学未觉醒，被动技能医学记忆，医学相关领域的知识记忆力大幅度提升。医学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抽个时间考打他。因为这件社会青年的事情，李一阳和严茂关系好了许多，无聊的时候还会一块吹牛。这一聊吧，两个人发现还挺有共同话题。
上次就有一个小弟被打伤了，被我以前一仇家给堵的。这问题我也头疼，我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天天跟我打电话诉苦，被我以前的仇家天天找麻烦。不管嘛，感觉对不起他们，管吧。哎，我真不想掺和这些事情了。要不咱们俩找徐天浩问问，他情况肯定比咱们更糟糕吧？哦，言之有理。于是乎，二人就来到了徐天浩跟前。天浩，我们俩有事情跟你商量。何事？要不咱们出去说，教室里不太方便。是。三人找个没人的地方，严茂和李一阳就跟徐天浩说明了情况。天浩，这事情你是怎么处理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解。说点我们能听得懂的。开导他们即可，我助你们一臂之力，如何？严茂和李一阳顿时眼前一亮，徐天浩愿意帮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然后严茂跟李一阳就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找个时间把自己那些小弟们全部都喊过来，让徐天浩开导开导。毕竟老卓亲传弟子的能耐，在七班众人心中早已经是深入人心，压根就不会有人去质疑徐天浩的教育能力。更何况他们俩在之前可是接受了徐天浩的特殊照顾。既然决定了下来，严茂和李一阳就各自联系人去了，自然是大家约个时间聚一聚之类的。结果这一问，严茂和李一阳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有的已经进去蹲局子了。毕竟之前出了事有他们家庭背景在那顶着，现在他们抽身一退，没有人罩着了，肯定就进去了。还有的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自然是被仇家报复了。当天晚自习结束之后，严茂和李一阳就拉着徐天浩一块往公园方向去。结果等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万万没想到，两帮人竟然在公园门口在那叫嚣了起来。严茂和李一阳见了，头疼万分。之前严茂和李一阳闹了点口角，带着人差点打起了群架，只不过当时正好有警车路过，就被劝阻了。但是梁子也就这么结下了。这一瞧，各自的老大来了，互相叫嚣的更凶了。直到徐天浩走了过来，正叫嚣的两帮人顿时静了下来，无人吭声。因为其父亲徐强、徐三爷的缘故，基本上没人不认识徐天浩。约莫半小时后，公园内的一个小广场上，哽咽声不断。一眼望去，跟着严茂和李一阳混的那些小弟们，或是抱头痛哭，或是掩面抽泣，满脸都是惭愧无比的神色。等把这一群人小弟送走了之后，严茂和李一阳来到了徐天浩跟前，道了声谢。不过这些小弟只是一部分，剩下还有好些人正躺在医院里面。这一商量，就决定改天跟徐天浩一块去看看。另外，关于仇家这问题，徐天浩也愿意出面解决，帮他们摆平。你二人迷途知返，又与我同门同班，我自是愿尽绵薄之力。接下来的数日，徐天浩就与二人去了好几家医院，给那些小弟们做思想工作。一行人在住院部上下了好几趟。不过就在众人在住院部2楼看病人的时候，恰恰就在路上再次碰见了李清风。这一打照面，李清风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之前瞧见过的李一阳和严茂。又见面了。李一阳和严茂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李清风，倒是李一阳机灵，先喊了声师兄，严茂也笑着喊了一声。反倒是徐天浩有些疑惑，老卓可能指点过他医术，所以算是老卓的学生，喊声师兄也不亏。徐天浩一时间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冲着李清风微微一笑，道了一声师兄。然而徐天浩这一开口，李清风稍稍一愣，这一声师兄喊的他有种皈依佛门的感觉啊。看病人吗？是。哪床的？207和218床的。我看227床的。正好都是我的病人，是你们朋友还是亲戚啊？朋友。那倒真是缘分，正好我要去看看他们的情况，一块吧。